你本是守身如玉20年的穷屌丝，却不想被好兄弟设局陷害，不仅在你醉酒后安排陪酒妹，强推了你的第一次，还提前通知了你的校花女友前来抓包。然而这一切为的只是让校花与你分手，并将你赶出这个生活多年的地方。就在5年后你回归故地时，却被一个萌娃强行拽住叫爸爸，而此时你却在机缘巧合下激活了极限人生系统，从而确定了萌娃真是你的女儿。但你却不知道这只是几个萌娃中的一幕，不禁让你回想起当年的一幕幕。那年在好兄弟的强烈建议下，带你来到了君豪酒店 KTV 借酒消愁，并在醉酒后给你找了一个陪酒小妹。喝到后来，你更是借着酒劲开了一间房。就在第2天早上你悠悠醒来时，才勉强看见床上的女人。她半趴在床边，看不清一点正脸，只见后背纹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纹身。你头疼欲裂，好似那曹贼当年一般。你跌跌撞撞来到酒店前台结账，正当你发现那消费对你好似天文数字时，突然一阵冷笑传来。你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叶清雪真是瞎了眼，竟会和你这种臭男人谈恋爱。你抬头一看，才发现正是你的校花女友。就在你刚要解释的时候，叶清雪一个耳光打在了你的脸上，并一把夺走了消费清单，看了看说道：18000，你们这对狗男女可真能玩啊。叶清雪满脸厌恶的讥讽道：我知道你付不起，我来帮你买单吧。本小姐要用这18000买你这辈子的前途，从今天开始滚出故都，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你知道我身份，如果你敢回来，我要了你的命。叶清雪说完，眼底泛红，转身离去。你看着叶清雪的离去的背影，加快步伐追了出去，但仅仅看到是她豪车留下的尾气。突然出现几个戴着头套的大汉，随即便将你打倒在地，拖进了巷子里。你的腿被打折，肋骨断了3根。后来是你的好兄弟周伯亲自开车将你送出了故都。一阵小女孩的叫声打断了你的思绪，只见一个约莫4、5岁样子的小女孩，歪着小脑袋，嘟起小嘴，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盯着你。小朋友，我不认识你啊，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啊？小女孩眨巴着大眼睛说道：你就是我的爸爸呀，我叫依依，今年4岁了。此时你心里浮现一个想法，你已经5年没有来过故都了，再者你这辈子也就5年前和陪酒女睡过1晚，难道说她真的是你的女儿？就在此时，2个鼠狸来到你的身边，因为你刚刚回到故都，正站在火车站站前，而且你一脸胡茬，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好人，可能有某些好心市民看见这一幕报了警。这时其中一个鼠狸说道：小姑娘不要怕，有叔叔在。然后小女孩却张开双手拦在你的身前，极力的维护你，并且瞪了鼠狸一眼，他就是我的爸爸。正在此时，你的脑海中一道机械音响起，恭喜宿主激活极限人生系统，并获得新人大礼包。你眼中闪过一道金光，你努力平复情绪，立即打开新手大礼包。恭喜宿主成功打开大礼包，获得亲子鉴定图谱，姓名顾一，年龄4岁，生日8月3日，智商145，生母未检测成功，生父秦秋。当你看到这份亲子鉴定时，整个人顿时呆若木鸡，她真是我的亲生女儿。那晚你和陪酒女一共来了9次，居然真的就一发入魂了。正当你还在想着脑海中那份亲子鉴定时，依依一下投入了你的怀抱，并在你满是胡茬的脸上蹭了蹭。依依这次是偷偷溜出来的，妈妈知道一定会狠狠揍我，她超级凶的。你一时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想了想，最终还是拉着依依的手朝着远处公交站走去。就在你们来到公交车站时，依依歪着头问道：爸爸，你是不是有话问我呀？你思索半天，想了想，依依告诉爸爸妈妈呢。你想知道依依的妈妈具体是谁，是不是还在做着陪酒的工作？依依听到你提起妈妈，立马感到不对劲，双眼含泪。爸爸是不是要把依依送走了？妈妈可忙了，压根没有时间管我，每天都要应付好多男人，每天都要忙到晚上2、3点钟。我想和爸爸一起住。听到这里，你已然明确，原来他还在做陪酒呢。你刮了刮依依的小鼻子，乖女儿，以后就和爸爸一起住吧。当天你就带着依依租了一个1室1厅的房子。此时站在新租的房子里，身边带着依依，生平第一次感觉到了温暖。就在这时，咕噜咕噜的声响传来，依依是不是饿了？只见依依点点头，竖起一根手指，只有一点点饿。爸爸，你会不会做饭呀？正当你犹豫的时候，脑海中再次传来了系统的声音：恭喜宿主神级厨艺激活。你心里一阵窃喜，居然成厨神了。你顿时兴致满满跑到楼下，买了好多的菜回来。吃过饭后，你把厨房收拾干净，拿出钱包一看，现在的钱包里真是空空如也啊！看来明天需要去找一份工作了。依依看着你一副苦恼的样子，爸爸，顾氏集团正在招聘，要不要去试试？随即你便拿起手机拨打了报名电话。在确定报名成功后，你和依依相视一笑，依依举起小手：爸爸，你们来击个掌吧，祝你明天应聘成功。第2天一早，你和依依便打车来到顾氏集团。就在你和依依来到集团门口正聊天时，一辆豪车疾驰而来，停在了集团门口。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位身穿露背装的女士，长长头发散落在后面，挡住了隐约露出来的纹身。不知为何，你看着她的背影，感觉这么的熟悉。只听见远方的保安整齐地问好道：顾总好。不知为何，身边的依依在看到豪车时，神情便有些许紧张，好似不想让你看到车上下来的女人，急忙拉着你的手并说道：爸爸，你们面试时间快到了，若面试不成功，依依就没有钱吃饭了。你急忙抱起依依，匆匆奔着集团大楼走去。就在这时，一个保安把你拦了下来：这里是顾氏办公大楼，你抱着孩子来干嘛？依依可怜兮兮地说道：叔叔，我爸爸是来面试的，因为家里没有人能看着我，所以就带着我来了，你们不要拦着我们好不好？保安有些为难道：我们这不能带孩子去面试，不然你把孩子放在我们这吧。你刚要拒绝，却被依依打断了。我就在这里等爸爸，不要紧张，一定会面试成功的，只要在顾氏，无论什么职位都可以有。你看了看依依，并和保安嘱咐了一些事情后，你走进了顾氏大楼。然而就在你走进顾氏大楼的后，依依的脸立马就冷了下来，并在保安面前不停地按动小天台手表。不到5分钟，一位穿着正装的女士小跑了过来：依依小姐，我现在带您去见总裁。几分钟后，只见依依趴在总裁办公室门口，慢慢打开门，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只见一女子坐在老板椅上签着文件。依依走
走到女子身边，低声道：“妈咪。”女子好像没听到一样，待手中文件签署完毕后，随即椅子转动，并抬起头看向了依依，说：“你们4个谁的阴谋？”依依看了看顾清寒，委屈的说道：“我只是想知道爸爸为什么不要我吗？想替妈咪教育教育爸爸，却不曾想到他过得那么不好，更是好像不知道我们的存在。”顾清寒心里生气，好不容易拉扯大的女儿，居然一声不响的去找那个男人了。依依抱着顾清寒的手，摇来晃去的撒着娇，心里想着一定要把你留在顾氏，给你2个创造机会。顾清寒对依依的撒娇无动于衷，冷漠的对依依说道：“你是想要他不要我对吗？妈妈，我要你也想要爸爸，能不能在顾氏集团给他安排个工作？不合格的话，以后我们再也不找他了。”然而此时的你正在人事部这边参加面试，并不知道依依在那边和他妈妈的对话。就在人事部经理在告知你，集团目前只招收清洁工时，你仅仅犹豫了一会儿便答应了下来。此时你只想着养活这个女儿是需要钱的，管他什么工作呢，先做着吧。人事部经理更是没想到，秦秋看起来帅气的一个小伙子，竟然会答应做清洁工的工作。交代一切后，看着你离开的背影，拿起电话给顾清寒打去了电话。当你走到1楼大厅时，刚好看见依依也在大厅里等着你，于是抱起依依，分享着面试成功的喜悦。爸爸，你最优秀了，我们回家吧。由于第2天你就要去顾氏上班，所以在家里你便和依依商议好，依依去上幼儿园你才能去上班，而且依依也表示她为了见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去幼儿园了，所以你们一拍即合，欣然决定上班的上班，去幼儿园的去上幼儿园。来到顾氏上班的第1天，你就被分配到顶层清理卫生，并且告知你总裁办公室不需要打扫。但刚刚后勤部长宣布你负责顶楼时，你却强烈感觉到大家看你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就连负责带你的刘姐都嘱咐你一定要坚持下来。可毕竟这是你第1次出来正式工作，所以你还是拿着打扫工具去到了顶层。就在你看着顶层偌大办公室发愁时，一道机械音适时响起，极限人生系统启动，恭喜宿主全能清洁系统激活。此时你的脑中不停闪现清洁的步骤，手上的动作更是飞快且有节奏。然而坐在总裁办公室的顾清寒正2眼直直在电脑录像里看着你，刚刚还感觉你来到顶层，2眼充满了迷茫，却不曾想你接下来的动作犹如上了马达的工具人一般。顾清寒挑着眉，心里想着有点意思啊，青秋，看来你早有准备啊，你看看你究竟还能隐藏多久？不信你来上班之前没有调查过顾氏，更不信你不知道你。但顾清寒不知道的是，5年前的夜晚你根本没有看清他的脸，只记得他背后的那个大大的蝴蝶纹身。就在此时，顾清寒按动电话叫来安然，让秦秋去秘书室打扫。安然一脸的诧异，毕竟秘书室里面放着的都是集团的文件合同，顾总他才来第1天，这样好吗？没事，你们都出去，让他一个人在那打扫。顾清寒知道秘书安然的担心，但他就是想要考验他，看看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就在刚刚，安然回到秘书室，清走了所有人，并把你叫到秘书室，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把这里打扫干净，记得不该动的不要动。然而此时的你心里有些想笑，你都看不懂上面写的东西，而且刚刚回到故地认回了女儿，只想着好好赚钱，不敢有别的歪心思，所以你就开始了手上的动作，按照打扫的顺序开始打扫秘书室。此时总裁办公顾清寒正时刻盯着你，想着发现一些你的蛛丝马迹。过了半个小时，你告知安然，秘书室已经打扫干净完毕，并且把垃圾袋也放在了门口，因为你深知这个地方的垃圾也是不能随便扔掉的。安然在办公室看了一圈后，发现找不到任何的问题，便告知你可以去打扫其他的地方。就在你走出秘书室的时候，突然总裁办公室的门开了，顾清寒从里面走了出来，而你已经坐上了电梯，错过了与顾清寒见面的机会。只见安然站在秘书室门口说道：“顾总，您要进去看看吗？”顾清寒在秘书室看了一圈，以及顶楼其他地方也看了看，确实没有什么问题，随即便和安然说道：“安然，你感觉这个人怎么样？”其实顾清寒在看见你工作的状态后，对你有很多的不解，毕竟在之前查的资料里显示着你刚刚回到故都，5年没有过正式的工作，但你就在你刚刚的打扫过程中，好似做了好久一样。顾总，我也说不好，只是和预想的不一样。本以为他第1天工作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可现在看来，他连细节做的都很到位。然而这些对话你是不知道的，更是不知道你1天的工作都在顾清寒的监视下过来的。就在刚刚你回到后勤部休息室，发现其他人早就完成工作回来休息了。看见你回来，众人都围了上来。第1天去顶楼怎么样？挨骂了吗？看到顾总了吗？看见会议室的美女了吗？大家就像是有着问不完的问题。你的回到更是出乎了大家的意料，没看见顾总也没挨骂，更是没有看到秘书们的长相。平地一声惊雷，弄得后勤部的其他人对顶楼更加的好奇了。中午休息时，你在吃过饭后，你便想着应该去依依的幼儿园看看。虽然依依说过她之前一直在那里上学，可你还是有些许的不放心。就在依依见到你后，一脸的喜悦并带着疑惑：“爸爸，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工作出现什么问题了？”嘴上是这样和你说着话，而心里却是想着当时特意和妈咪协议，不可以难为爸爸，肯定是妈咪不守信用。你不禁有些想笑，怎么感觉依依像是大人一样？爸爸只是不放心你在这里，你跟个小大人似的。你今天上班很好的，今天上学感觉怎么样？依依故作思考状，除了很想爸爸以外，其他的都还可以的了。话锋一转，只听依依说道：“爸爸，你今天见到顾总了吗？”“没有见到啊，那么大的总裁，能是我一个小员工能见到的？”只见依依脸的失望，本想着再和依依多聊一会，你看了看时间，进去吧，等着爸爸晚上来接你。好吧，爸爸。依依不舍得和你道别。就在你走后，依依的手表就响了，原来是顾清寒来看依依。刚到幼儿园门口便看到了这父女情深的一幕。爸爸不放心你在这里，所以来看看你。只是妈咪，你怎么没有和爸爸见一面呢？你明明答应你要考验爸爸的，可是面都不见，要怎么考验呢？依依撅着嘴，有些不开心的说道。可是说到后面，声音却是越来越小。看着依依脸的委屈表情，作为女强人的顾清寒也不由得柔声道：“答应你的事情你没有忘，不过你在他身边待的习惯吗？”只见依依撒娇道：“妈咪，爸爸对你真的很好的，你如果担心的话，可以给爸爸涨些工资哦。”顾清寒差点被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儿给弄破防了，真是多余担心她。进去吧，记住不要提及你的身份。依依哪能这么轻易就让顾清寒离开，随即便说道：“爸爸其实很想你的，他还向我打听你的工作，说他可以养活咱们2个的。我还告诉爸爸你很
辛苦，每天都要应付很多的男人。只见顾清寒在听见依依的话后，震惊的表情一脸的黑线，咬牙切齿的说道：“顾依，心里想着你还真是好样的，不用想，你肯定误会他的工作性质了。5年前本是露水情缘。”依依的话说到那么不清不楚，估计是把她当做混迹夜场的陪酒女了。依依更是看着事情不好，转身就向着幼儿园里面走去，并且挥手说着：“妈咪再见。”顾清寒看到一幕也不由得苦笑一声，便回去了顾氏集团。下午3点多的时候，就听见外面吵了起来。安然，为什么吵起来了？顾清寒被吵得有些微微生气，把安然叫了进来。顾总，秘书室电脑罢工了，现在找不到原因，好多的文件都没有保存。安然越说心越虚，他感觉到了顾清寒的死亡凝视。你马上叫技术部的人来处理。安然灰溜溜的跑了出去，可技术部的人弄了半天也不见好转。顾清寒冷着脸从办公室走了出去，这么久还没好吗？明天的几份文件给你送进来。就在这时，便听到电梯开门声。顾清寒低头一看时间，居然4点了，又到了你来顶层打扫卫生的时间。顾清寒赶紧转身快步回到了办公室，然而就在电梯门开的一瞬间，你正好看到了顾清寒的背影消失在门口。不知道是不是你花了眼，总感觉那个背影是那么的熟悉。你摇了摇头，想着怎么可能是他。与此同时，你走到了秘书室门前，麻烦问下这里需要打扫吗？可秘书室里的安然此时心思都在电脑上，根本没有注意到你。就在这时，技术部的人双手一摊，我也没有办法了，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这电脑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你站在门口，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看着应该是电脑出现了问题。看着没人搭理你，就在你转身刚要离开时，脑海中传来了熟悉的机械音：极限人生系统启动，恭喜宿主全能骇客系统激活。骇客？我靠，你一个大学都没有毕业，5年多没有碰过电脑的人，居然激活了这么高级的系统。你犹豫再三，还是鼓起了勇气。安经理，你能试试吗？也许能把电脑修好。安然此时本来心情就不好，在听到你的话后更是火大了。秦秋，你是什么学历？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你只是一个打扫卫生的，专业人士都没有修好，凭什么你认为自己能修好电脑？还是赶紧去打扫卫生吧。这时突然安然的手机铃声响起，看到是顾清寒的电话，安然急忙去了旁边按了接听键。安然，既然他想试试，便让他试试吧。挂断电话后的安然走到你身边，脸上有些许的不自然。既然你想试试，就给你一次机会，若是弄不好会出现更大的损失，就要你来赔偿，你可想好了？然而旁边的技术部人员看着你的打扮，却是满脸的不屑。可安然都没说什么，他们也不好阻止。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只见你坐了下来，食指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敲着，飞快的输入着大家都看不清的代码。开始技术部的人是满脸的不屑，那么此时脸上充满了震惊的神色。过了一会，只见之前黑屏的电脑都恢复如初。就在这时，不知道是谁了说了一句：不对啊，电脑桌面虽然是恢复了，可是我刚刚打开的文件却不见了呀。我的也是，文件也不见了。技术部的人看到这一幕嘲讽道：真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这么高端的技术不是一个扫地的能做的。只见你冷哼了一声，然后手指简简单单的按了下回车键。刚刚恢复好的电脑又黑屏了，系统要10分钟左右时间才能重启恢复你们之前的页面。不用着急，这是你来到秘书室说的第一句话。可他们眼中却充满了狐疑的神色。只见那个技术部的人不是好气的说道：好大的口气啊，你哪来的自信？我们老大都不敢100%恢复之前的数据，你一个打扫卫生的还敢口出狂言？不也没有管他的冷嘲热讽，只是淡淡的看着时间，差不多到了10分钟，电脑突然自动重启了，不仅恢复了刚刚的页面，而且开机比之前都快了很多。你们检查下是否丢失了什么，若是有问题你再试一下，不过按道理来说应该不会有事。你站在门口看着他们说道。不一会，只见几个秘书依次的报告自己的电脑恢复正常了。这时从门口跑过来一个商务男士：安秘书，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我现在就看一下怎么回事。不用了，徐经理，已经修好了，若是有问题我们下次再找你。安然说着话的同时指了指站在门口的你。徐硕一脸不解的看着你，这个打扫卫生的人居然把电脑修好了。这时你想该离开了，转身便对着安然说道：安秘书，若是没有什么事情，我就先去打扫卫生了。此时的顾清寒在办公室里看着秘书室里发生的一幕幕，心里充满了怀疑。难道之前对你的调查都是假的？你来到公司的第一天就给他这么多的惊喜和好奇，只知道下班后还要去接依。而此时的依依在听到放学要声后，刚想要跑出去，可衣服却被人从后面给拉住了。依依回头看去，发现是3个小萌宝拉住了她，有2宝女孩盼盼，3宝女孩茵茵，4宝男孩杨洋，并且还都是一脸认真的表情。我们不许你再去找他，你今天必须和我们一起回家，不然以后我们都不和你玩了。依依一副大姐姐无奈的样子。哎呦，我们不都说好了吗？我去找爸爸，你们乖乖等我回家，怎么突然就反悔了呢？只见盼盼撅着嘴，很是不高兴的样子。我们不要爸爸，有妈咪就够了，你回来吧。听了这话，依依一阵头大，无奈继续哄骗着3个萌宝。放心，我都计划好了，我一定要让爸爸和我们相认，回去告诉妈咪我爱她哦。说着背着书包一溜烟的跑了。这时的你已经来到了幼儿园门外，看着依依跑出来，高兴的迎了上去。然而你并不知道，此时在幼儿园里还有3个小萌宝一直在观察着你。哎，你们说他到底好在哪里啊？怎么依依对他那么依赖？盼盼有些不解。茵茵思考了会儿，也许我们没有发现他的优点吧，等依依考验完了再说。杨洋这时提议道：不如我们每人都和他去住几天怎么样？3个萌宝相互对视一眼，便愉快地达成了共识。而此时的你并不知道3个可爱萌宝的决定，心里想着今天上班很顺利，便决定带着依依去餐厅庆祝下。不一会你们就来到了餐厅。然而与大都市脱轨了5年的你，此时坐在餐厅里还是有些拘谨的。依依看出你的不自在，随即问道：爸爸，今天下午你有见到顾总吗？你看着依依期待的眼神，没见到，不过应该很快就会见到了，毕竟爸爸这么外秀。
秀。就在这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响起：“哎呦呵，还真是想得美！你以为顾氏集团的顾总是什么人？难不成会对你这个乡巴佬感兴趣？”你转头循着声音看去，才看清来人正是你的前女友叶清雪。而此时的叶清雪想到之前你的背叛，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怎么，还真做了便宜爸爸呀？也不知道5年前的那个女人是谁。不过你确定她是你的女儿？别替别人养孩子了就好。听着曾经的爱人说着讥讽话语，更是想到曾经好兄弟被刺了你，不由得没好气的回应道：“叶小姐，你我早就没有关系了。我和我女儿在这吃饭，好像没有打扰到你吧？”一时对着叶清雪，不知该如何接你的话，半天才说出了一句：“当年的事情难道不是你对不起我吗？”你看着叶清雪冷笑道：“叶小姐若是想要知道迹象，莫不如回家去问你的老公吧。”与此同时，依依突然捂住鼻子：“哎呦，爸爸这里怎么这么臭啊？也不知道是谁放了屁。我们快走吧，看来这家餐厅不能吃东西，总是有苍蝇在旁边嗡嗡叫。”说完还嫌弃的看了眼叶清雪。你和依依起身便离开了餐厅，只留下一脸铁青的叶清雪站在原地凌乱着心绪。一顿晚餐因为叶清雪的打扰，吃得并不愉快，你们父女俩便早早的回了家。第二天一大早，你先把依依送到幼儿园，随即你便开车去了公司。然而就在你离开后，旁边一辆保姆豪车打开车门，走下来3个小萌宝，确实是爸爸亲自送依依来上学的。杨洋有些羡慕的看着依依，谁允许你叫他爸爸的？你们很熟悉吗？盼盼不高兴的呵斥着杨洋，茵茵若有所思的想着，他对依依是真的好，刚刚还亲了他，我的确对此有些羡慕。而此时的依依正抱着手臂倚在大门口的墙上，你们3个站在门口不进来在干嘛？是不是很羡慕？爸爸亲自送我来上学呀，如果你们想要见他，我可以带你们去见啊。3个小家伙异口同声的说道：“才不要你带呢！”4个古灵精怪的小萌宝追逐打闹着跑进了幼儿园里。而此时坐在车里的顾清寒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不由得想到，看得出另外3个也对你充满了好奇。想到这里不由得笑了笑，别说这4个孩子，哪怕是自己在观察了你1天后，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在顾清寒还没到公司时，你已经开始了1天的打扫工作。等顾清寒来到公司，你已经把顶楼打扫完了，仅剩下总裁办公室和秘书室没有打扫，所以你和顾清寒再一次错过了相遇。到了中午时，顾清寒想着看看4个孩子，便打开幼儿园的监控 S 屏，然而却奇怪的发现4个孩子不睡觉，怎么还不见了呢？在监控里找了好多地方，才在外面的角落看到几个孩子坐在一起，好似在商议着什么大事情。而此时你正在帮助技术部经理攻克难以解决的电脑漏洞，只见你手指飞快地敲击着键盘，输入着一个又一个高级的代码，以至于技术部的人都用无比震惊的眼神看着你，纷纷感叹：这人真的是清洁工吗？就在你轻松地解决漏洞后，还轻描淡写地说着：若是漏洞解决了，我就先回去打扫卫生了。此时坐在总裁办公室里的顾清寒却被你说的这句话给逗笑了，更是萌生了一种想法：这些年对于你的那些调查应该都是错误的。你没有等待技术部经理徐硕的答复，转身便去继续打扫顶楼卫生。就在你完成楼层打扫工作后，下班便驱车前往幼儿园接依依放学。而就在你接到依依后，却发现今天的依依格外的粘人，一路上心情有些和之前有所不同，又不是不高兴，就好像是对你格外的不舍，嘴上更是说着：爸爸，你爱依依吗？如果你有别的小孩，还会爱依依吗？看到依依的眼神，你有些心疼，你赶紧把车停在路边。爸爸最爱的永远都是依依，不管以后会不会有其他孩子，你都是爸爸最爱的依依。依依听了话以后便抱着你撒娇，然而眼底却一点不见伤心，反而是幸灾乐祸的神色，并且心里想着：爸爸，你还是做好接招的准备吧，妹妹弟弟可都没有我这么好对付的。不一会，你和依依便回到了住所。第二天一早，你将依依早早的送去了幼儿园，随后便来到了公司，开始了1天的打扫工作。不曾想却在工作室听到关于你昨天修复技术部漏洞的事迹，更是在集团内部传得沸沸扬扬，传言说你是国际上的黑客，来到顾氏集团只为隐姓埋名。一时间公司里的人看你的眼神都变了，这些传言沸沸扬扬，神乎其神，而你却满不在乎，不以为然，想着顾氏集团这么大，每天发生的事都不同，大家注意力不会一直在这里的。但你却不曾想到，前女友叶清雪自从上次与你意外相遇后，心里一直有些不甘，更是找人调查了你。而你曾经的好兄弟周伯也在时刻注意着叶清雪的动向，毕竟他也怕叶清雪对你余情未了。当年若不是他用计设计你酒醉出轨，叶清雪怎么可能一气之下嫁给他？周伯有些吃不准叶清雪会是什么意思，念念不忘还是心怀愤恨，不管是什么，他都要先发制人。毕竟你长时间待在世，很有可能会和他老婆旧情复燃。随即便来到公司找你，不曾想却在前台碰了一鼻子灰，连前台小姐都说你不好约见，不由得给你打去了电话，并约你到公司楼下的咖啡厅见面。而你在接到电话后，整个人的气场立马冷了下来，连衣服都没换就直接去了楼下。见面后，周伯对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且更是刻意的询问着你5年的近况，最后竟然还掉了几滴鳄鱼的眼泪。你这个时候才发现周伯是这么的虚伪，当年怎么没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原来接近你是为了抢夺你的女友。当你说着他英年早婚，而且目前还在叶氏集团就职时，更是吓得他不由得手抖起来，气氛一度攀升到濒临崩裂的氛围。然而此时的你并不知道，你和周伯一举一动都被坐在角落里的顾清寒全部看在了眼里，并且意识到你是知道当年就是周伯设计陷害你俩的。就在气氛一度尴尬时，你电话突然响起，原来是公司秘书不安然，有急事叫你赶紧到顶楼办公室去。随即你便起身拿出一张100元子，这就当我请你喝东西的，既然来这怎么也不能让你花钱。说着你就头也不回地走出咖啡厅。然而当你回到顶楼找到安然时，安然却说着突然忘记要让你干嘛了，真是抱歉了，弄得你是云里雾里一脸懵逼，但你还是很感谢安然的。就在你打算下楼等电梯时，
没想到却遇见了顾清寒。其实顾清寒也忘了你会来顶楼的事，好在他一直戴着墨镜，所以你看不出他的惊讶。其实你上班的这几天还是第一次遇到顾清寒，有些愣住站在电梯门口不动。就在顾清寒走到你身边时，一道清冷声音响起：“让开！”你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挡住了他向前走的路，随即有些尴尬的挪动了脚步。抱歉，顾总。顾清寒目不斜视离开。回到办公室后，顾清寒还是有些惊讶的，刚刚才意识到原来你是不认识他的，不由回忆5年前的那个夜晚，难道你根本就没看清他的长相？但令顾清寒不知道的是，你真的不认得他就是5年前酒吧里的那个陪酒女，只记得他背后的那个蝴蝶纹身，但你却不知道，你的形象在顾清寒的心里发生了好多次的变化。随后顾清寒便拿起电话打给了技术部负责人徐硕。徐硕接到电话后，一脸惊讶的表情，着实不敢相信顾清寒竟会真的将你这个清洁工调到技术部，更是反复和顾清寒确定了几次后，才急忙拿着人事部调令直接来找你，并难掩脸上的喜悦之色，说着以后你就属于我技术部门的了，和后勤部再没任何关系了。从今天开始你正式成为技术部一员。你听的是稀里糊涂，更是莫名其妙的就签了字。但有一点让你意外的是，虽然你被调到了技术部工作，但还要每天负责打扫顶楼办公室。就这样你兼职着2份工作后，在顾氏集团做的更是风生水起。这天你像往常一样来到顶楼打扫卫生，发现整个顶楼异常的安静，好似只有你一个人一样。就在你正在打扫卫生时，突然传来了一阵走路的声音，你走出来便看到顾清寒正靠在墙上脱鞋，胳膊上还挂着他的包包。你不知道该不该上前去，总感觉过去有些不合适，只能在远处看着。而此时的顾清寒也发现了你，看着你傻站在那里像个木头一样，心里不由得一阵生气。过来，帮我把鞋子脱下去。你看了看周围，发现也没其他人，想着难道是在说你？说的就是你？难道这里还有别人？过来！顾清寒有些不耐烦向你喊着，你赶紧小跑过去。此时的顾清寒只感觉面前的人都是双人头在晃动。别动！你在我面前晃什么？我有些晕了。你的脑袋被顾清寒给按住，想蹲还蹲不下去。顾总，您放开我，我先帮您把鞋脱下来。只见顾清寒冷笑一声，你要干嘛？脱我的鞋？我看你胆子也太大了，是不是以为我喝多了？我和你讲，我清醒的很，你最好不要对我动手动脚。你赶紧将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刚刚明明是他要你来帮忙脱鞋的，怎么又变卦了？没了你的支撑，顾清寒根本站不稳，脚下还踩着将近10厘米的高跟鞋。你看着他，只感觉随时有摔倒的可能。得罪了顾总，说着你直接把他公主抱起来，而后送到总裁室里面的休息室。不一会，顾清寒竟然睡着了。而你看着躺在床上的顾清寒，总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好似曾经有过这样的场景。你摇了摇头，想着当年怎么会是他这个大总裁呢？随后便出去继续打扫起卫生，不时的还向着办公室看看顾清寒。就在你打扫完卫生后，虽然你不放心顾清寒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但想着还要去接依依放学，最后没办法，你还是选择了离开。晚上回到家的时，你还在想顾清寒一个人会不会害怕。然而此时一道声音响起，爸爸，你在想什么呀？为什么你今天衣服上有香香的味道，还有酒的味道？依依对这个香味特别敏感，因为这个香味是妈咪最喜欢的香水味道。你低头闻了闻自己身上，才发现可能是刚刚抱顾清寒的时候沾了他身上的香水味。可依依一脸质问的看着你，你又不知道该怎么说。爸爸，你是不是有喜欢的阿姨了？看着依依不停的发问，你急忙说道，不是，依依，你听爸爸说，晚上下班前我偶遇到公司顾总，他喝多了，我把他送到办公室，可能是那个时候沾到他身上香水味。顾总，顾氏的老板，那位冷面美女总裁顾清寒。依依有些惊讶，心里不由得想着，爸爸居然把醉酒的妈咪一个人扔在了办公室，这么好的表现机会居然就这么错过了。爸爸，你要不要回去看看？顾总一个人在办公室不安全哦。听了依依的话，多少心里还是有着一丝的担心的，但想到留下依依一个人在家，你更感觉不放心。没事，公司很安全，没人敢去顶楼。依依小朋友，你快吃饭吧，然后该洗澡睡觉了。依依还想要说什么，可看到你好像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最后无奈只能眼睁睁看着你错过一个这么好的机会。第二天一大早，顾清寒从办公室醒过来的时候，看着周围熟悉的一切，回想昨晚自己是怎么一个人回来的，捶了捶脑袋，突然想起他好像回来看到了你，然后让你脱鞋，再然后抱着他进来，可就没有了剩下的片段。他好像直接睡着了，莫名有些懊悔，怎么能让你看到他醉酒的一面？这时你还在送依依上学的路上，依依嘴里还在不停的唠叨，爸爸，你早上不要忘记去看下你们顾总醒了没，真是一点也不绅士耶，昨晚明明应该陪在那里啊。你一脸疑惑的看着依依，不知道他女儿怎么对顾总执念这么深。放心吧，我一会儿上班就去看看，可以了吧？你好好去上学，不要想其他事。你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又看到了那辆很贵的保姆车停在门口，想着从你第一天送依依来上幼儿园，就注意到校门口停了辆很贵的保姆车，可从未看到过里面出来人。接依依放学时候，这辆车依然停在这里，然而此时车里面的3个萌宝却紧张无比。哇，他是不是发现了我们？怎么一直在看？杨洋惊讶大喊，茵茵直接把杨洋的嘴捂上，喊什么？万一被听到怎么办？这车贴了膜，外面看不到里面，别大惊小怪的，他怎么可能是在看我们？我看他是在看车吧。盼盼说的话有些酸酸的，茵茵翻了翻白眼，盼盼不要那样子说话，如果不喜欢他，我们上次的提议你可以不参加。盼盼有些不耐烦，知道了，我不说了还不行吗？杨洋兴奋地说，倒计时还有3天，妈咪就走了，我们就要解放了。其实3个萌宝早就盼望着上次的计划能赶紧实施，而此时的顾清寒还坐在办公室里回忆着昨晚。这时接到了依依的电话，妈咪，你终于醒了，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呀？我很担心你哦。顾
顾清寒揉了揉太阳穴，听到女儿奶奶的问候，感觉这个女儿并没有多贴心。昨晚她回去和你说了什么？你是不是知道我喝多了？依依诺诺地说，爸爸昨晚说是他把你送到办公室，还说你喝多了。其实爸爸很担心你，只是我一个小孩子在家不安全，他只能放你一个人在办公室。顾清寒听后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他的女儿还真是会睁眼说瞎话，那个男人怎么可能会担心他？这些都是他那个戏精女儿编纂出来的罢了，但他也不想拆穿，只要女儿开心就好。妈咪过几天要出国，你若是有任何事，就给家里管家打电话，如果想回来也要告诉管家，让他去接你好不好？依依听了顾清寒的话，撒娇着说道，妈咪，你答应我要好好考验爸爸的，难道是要反悔吗？顾清寒对外不管有多少手段，可他在4个孩子面前只是个妈咪，所以依依撒娇让他也没办法拒绝。好，你照顾好自己，等妈咪回来去看你。随后母女2人便挂断了电话。而你到了公司以后，一直想要上去看看，可徐硕一直拉着你搞技术演练，你慢慢的就把这事给忘到了脑后。这时突然安然打电话叫你上去，你的第一反应是上面可能需要打扫，还不忘去后勤部拿打扫的工具。大家都惊讶的看着你，想着怎么会这个时间去顶楼。可到了顶楼刚下电梯，便看到安然等在门口，看到你手上拿的东西，一脸的惊讶表情。你这是要干嘛？这时你也懵了，不是叫我上来打扫卫生吗？只见安然叹了口气，顾总找你，你直接去办公室找他就好。你惊讶的指了指自己，安然点了点头，示意你去吧。你把东西放在门口，敲了敲顾清寒办公室的门，进来。传来一声顾清寒的清冷声音。你进来以后发现顾清寒穿着一身棕色正装，坐在老板椅上签署文件，直到最后一本签完以后，顾清寒才抬起头看向你。昨晚是你送我回来的，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道歉。抱歉顾总，昨晚上情况紧急，我冒犯了您，还请见谅。没事，叫你上来只是想告诉你昨晚发生的事情，不要对其他人讲。顾清寒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把你叫上来做什么，简单说了2句话就把你给赶了出来，搞得你是一脸的懵逼。难道只是警告你不要乱说？可你又能和谁说这样的事情？这是过去之后的第3天，顾氏都在传顾清寒要到国外出差，听到他要走，顾氏上下欢欣鼓舞。然而顾清寒出国的事情，最快乐的不是顾氏的员工，而是那4位小萌宝。当天他们就又去外面角落里商议着谁先去和你体验生活，最后4个小萌宝商定好，盼盼先去和你待2天，之后茵茵再去，最后是杨洋。就在顾清寒出国的当天晚上放学前，茵茵就让依依和盼盼换了衣服，甚至就连发绳都要换。看着你和盼盼走了以后，依依和茵茵2人相视一笑，爸爸你要好好表现哦。就在顾清寒出国的当天晚上，你下班后便开车去接依依放学，此时的茵茵正让依依和盼盼换衣服，甚至就连发绳都要换。就在你来到幼儿园时，看着2宝盼盼向着你走去，依依和茵茵不由得相视一笑，爸爸你要好好表现哦。你和每天一样蹲在地上张开怀抱，等着依依跑过来。然而此时的依依却驻足在门口，脸上闪过一丝迟疑后，才向着你跑了过去，小小身体直接飞奔到你的怀抱里。是不是很想爸爸？爸爸今天很想你哦，我们今晚还出去吃好不好？然而你却没有收到女儿的答复。此时的盼盼正看着窗户那里的3个萌宝，依依在楼上正不停地对着他喊加油。虽然盼盼听不到，但他还是能感觉到的。爸爸，盼盼第一次叫出口。就在你听了依依叫你爸爸的声音后，也不知道为何有那么的一刹那，好像听到依依第一次叫你时一样的感觉。怎么了宝贝？我想吃汉堡包。盼盼试着问出口，因为之前妈咪从不给他们吃的。盼盼的语气满是询问，很不确定你会不会答应。好吧，今天满足依依，不过我们以后要少吃垃圾食品，对身体不好。在回家的路上，你发现今天的依依有些沉默，平时你们俩在车上会有说不完的话，今天的依依不仅是沉默，更像是有心事，不停地看向窗外，眼睛更是不敢与你直视。晚上在吃了汉堡包后，盼盼吃到心爱的东西，心情就好了很多，慢慢的和你的话也多了起来。不一会你们就回到了家里，你把盼盼放在浴室，一个人刷牙，然后爸爸给你放洗澡水，洗好了以后叫爸爸进来抱你哦。就在你出去以后，盼盼偷偷开门看到你在厨房，他便给依依拨通了电话。此时的3个萌宝看到盼盼打来了电话，纷纷的趴在一起询问着今天的情况。怎么样，爸爸是不是很好？4宝杨洋更是有些着急的问道，爸爸对你好吗？你们晚上吃了什么？你有没有让爸爸看出来？3宝茵茵也插嘴说着，2宝你不要忘了记住爸爸的生活习惯，然后回来告诉我和杨洋哦。一时间3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盼盼根本就说不上话。你们听我讲，不要吵了，感觉还好吧？不过还需要我继续考验一下，所以现在不想那么早下结论。盼盼此时还有些小傲娇，更是嘴硬的不承认你的好，切，口是心非。盼盼你好不诚实哦，明明语气很喜欢爸爸嘛。依依直接揭穿了盼盼。此时的2个孩子直接在电话手表里面吵了起来，最后盼盼冷哼一声，我要去洗澡了，拜拜。从洗手间洗澡出来以后，你又给依依热了牛奶，但今天的依依却让你有些意外，每天都要哄好久才会喝，今天居然乖乖的把1杯牛奶都喝了。依依真乖，今天居然主动把牛奶都喝掉。爸爸奖励给你晚上多讲个故事好不好？你躺下来，一只手拿着童话书，另一只手伸向盼盼，盼盼小心翼翼走过去，躺在你的臂弯里，然后听着你讲睡前故事。这种感觉是之前盼盼从未有过的体验，原来爸爸的怀抱是这么的温暖，妈咪从来都没有这样抱着他睡觉，晚上都是他们4个躺在一起，聊着聊着便睡着了。此时盼盼心里面的小排斥也慢慢的开始一点点瓦解，不一会盼盼就在你的怀里睡了过去。然而此时另一边的顾家，3个小萌宝却有些心惊胆战，因为妈咪顾清寒居然给他们打来了视频电话。3个小萌宝惊讶的看着都不敢接，最后还是依依提议说，妈咪问就说我已经睡觉了，才在顾清寒那边蒙混过关。就在顾清寒挂断电话后，依依才起身，还好刚刚我反应得快，不然妈咪一定会识破的，若是让妈咪知道我们密谋了这么大一件事，挨骂是一定的了。3小萌
萌宝吵吵闹闹到很晚，第二天早上都没起来。然而此时的盼盼在你的怀里慢慢的睁开眼，看到自己还在你的怀里面，竟还有些不好意思，悄悄起床走到卧室外面，来来回回把房间都看了一遍，发现这里真的很小。回到床边看了看你还没有醒，就拿起电话给茵茵打了过去。好久才听到对面茵茵的声音，只不过听得出还没真正的睡醒。我是二宝啦，你们怎么还没起床？盼盼躲在卫生间小声质问着。我们昨晚好晚才睡，妈咪打电话来问，我们差点就暴露了。二宝，你昨晚过得好不好啊？茵茵说话弄醒了旁边的依依和杨洋，俩人趴在旁边听茵茵和盼盼打电话。盼盼有些迟疑而后含糊其辞的说道，还好吧，还可以。切，这是什么回答呢？不好就说不好，好就说好了。什么叫还好啊？依依有些不愿意，在一边大声的嚷嚷，故意让盼盼听到。哎呀，挺好的。盼盼声音小的和蚊子声没区别。此时听了盼盼的回答，逗得电话对面3个小萌宝哈哈大笑。你们不要笑了，快告诉我今天我和他应该怎么过呀？待在家里好无聊的。盼盼其实还有些不好意思，和你单独在一起，他不像是依依那么开朗，而且他不知道和你说些什么。不然你们去游乐园玩，之前我和爸爸提过，只是那时他还没钱，所以我们没去。这次你提出去玩，爸爸一定会答应哦。现在的依依最希望盼盼对你有改观，那样他们4个可以一起去说服妈咪，然后你们一家6口人在一起生活。所以目前最主要的是，他们4个要统一战线，当务之急就是让盼盼对你有所改观，他计划成功率才会提高很多。盼盼，难道你不想去游乐园玩吗？不然我们3个今天也跟着你一起去。依依想到这个办法，想这样盼盼一定会同意。没想到盼盼听到以后立马答应，我现在去叫爸爸起床，然后我们出门告诉你哦。可盼盼走到床前看着你却犯了难，他突然有点叫不出口，最后只能出来先自己去洗漱，然后换好衣服在客厅等着。你迷迷糊糊还在睡梦中，就听见一阵水声，随后便悠悠地睁开眼，怎么起得这么早？饿了吗宝贝？你看着满嘴泡沫的依依，想着孩子怎么从昨天开始就有些不对劲儿。爸爸这去给你做早餐，想好我们今天去哪里了吗？游乐园，我想去游乐园玩可以吗？当然可以，我们吃过早饭之后，爸爸就带你去游乐园玩。就在你去厨房做饭的时候，盼盼还不忘把你答应他去玩的事告诉依依他们。就在你和盼盼吃过早饭后，就带着盼盼向着游乐园出发。而另一边的3个小萌宝在吃过早餐后也穿戴整齐，带着东西也出发了。这次茵茵提出要穿的一模一样，若是中途有事，他们可以相互换过来。家里的保姆和管家很少看到他们穿着一模一样，平时顾清寒要求他们都不会穿，今天居然出奇的统一穿着。管家爷爷，我们今天去游乐场玩哦，你不要忘记告诉司机叔叔。茵茵坐在饭桌不忘提醒管家爷爷，我让司机陪你们去。管家直接安排好。之后家里的保姆开始准备吃的用的以及水。3个孩子吃完早餐以后，带着东西也出发去游乐园。盼盼手表收到依依短信，告诉他们已经出发。看到盼盼看着手表笑得开心，秦秋还很好奇，依依怎么笑得那么开心？想到和爸爸去游乐场玩就很开心呀。盼盼之前也来玩过，不过都是司机叔叔和保姆阿姨带着他们来，这次还是第一次一人跟着爸爸来，感觉好不一样啊。今天想要玩什么和爸爸说，爸爸和你一起玩，一定要让我们依依玩得高兴。秦秋想到能和孩子放松玩一天，心情也跟着好了很多。由于顾家距离游乐场近，所以3个小朋友到的时间要比秦秋和盼盼快很多。本就长得好看，又是穿的一模一样的3胞胎，一进来就引起大家注意。周围人看到以后都开始议论纷纷，还有想过来一起合影，不过都被保镖给拦了出去。3位小朋友今天打扮得很酷，出门前还不忘戴着墨镜。我们要藏在哪里啊？怎么他们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啊？是不是我们人太多了？依依说完，看了看身边的6个保镖。茵茵推了推眼镜，却还是有些招摇，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保镖叔叔们别跟着。3个小朋友相互看了眼，而后看了看周围。我们去那边人少。茵茵指了指远处角落。3个小孩跑到角落，保镖过来把他们又围了起来。喂，你们蹲下，我们谈一谈。依依趾高气扬说道。6个人相互也看了看，只能听话的蹲下来。很好，你们也知道我们3个是出来玩的，只是你们这样跟着有些太招摇了，所以我们商量一下，留下2个人跟着我们，其余4个人可以回去车上等我们，怎么样？依依商量口吻问6个保镖，保镖们都不敢答应，万一3个祖宗出现任何问题，他们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啊。小姐，你们不要为难我们，管家让我们寸步不离跟着小姐和少爷，你们听我的话还是听管家爷爷的话？放心，我们绝不会乱跑，只是想要好好的玩一玩，或者你们藏在暗处跟着我们也可以，不然你看看周围好多人都在看着我们啊，这样根本就没有办法玩嘛。依依越说越不高兴，她着急，若是这么招摇会被爸爸发现，那他们的计划就前功尽弃了。好吧，我们其他人在附近跟着，只留下2个人跟在你们身边，若是不答应，他们怕小姐少爷偷跑，那样他们更难找。之前出门玩不是没有遇到过偷跑情况，完全是在逗他们玩，可他们还斗不过4个小孩。4个人答应了以后，瞬间消失在人群，剩下俩保镖跟在他们3个人身后。不过依依还不满足，把他们统一外衣脱掉，又去旁边的商店买了2身卡通运动服换上，之后便可以在游乐场里面看到2个穿着粉色和黄色帽衫的男士带着3个萌娃，这样其实比刚刚还要拉风。好吧，小野长得太帅，无论怎样都隐藏不了我帅气的面庞，看来只能让他们羡慕我了。杨洋装出一副很苦恼的样子，好像周围的那些人
都是因为他帅气才不停地看过来。杨洋，人要有自知之明，若是你脱了这身衣服，没人看你，大家只不过对三胞胎感兴趣罢了。依依直接给他泼冷水。三个人吵吵闹闹，也没见完什么。杨洋等得有些不耐烦，问二宝，他们怎么还没到？是不是不来了？秦秋和盼盼其实早就到了，只不过在拿礼物。因为盼盼年龄小，个子也小，所以很多项目都玩不了。直到看到射击营娃娃的游戏，盼盼停下来看了娃娃好久。秦秋把他抱起来问，是不是喜欢这些娃娃？想要哪个告诉爸爸，爸爸给你赢回来。顾清寒虽然不缺明天吃穿，但是这些毛绒玩具却很少给他们买。家里面的玩具都是和开发智力有关的，这种会很少。女孩子本就喜欢这些毛茸茸的东西，看到自然走不动路。我想要哆啦 A 梦和维尼熊，还有那个大草莓。盼盼看到哪个都喜欢，一时间已经挑花了眼。看得出女儿都喜欢，秦秋决定今天要把能赢回来的娃娃都给依依。乖乖站在这里，爸爸给你都赢回来。秦秋直接买了50发子弹，每个娃娃需要气球数都不同。可刚刚打了2枪的秦秋就遇到了困难，2枪一次都没有打倒气球山。盼盼眼神也透露着失望。秦秋有些着急，他只是想要给女儿赢喜欢的娃娃，怎么会这么难？摊位老板提醒，这个其实并不简单，不要看轻这个游戏。叮，全能人生系统启动，恭喜宿主，全能狙击手系统激活，加载成功。嚯，真是好样的！系统还真是出现的及时。有了系统之后，秦秋试着打了5枪全部中，就连摊位老板也有些惊讶，不过并没当回事，只是认为秦秋走运而已。哇，好棒啊！盼盼有些兴奋。不要着急，爸爸今天把所有的娃娃都带回家，以后你可以和他们每天都在一起玩耍。秦秋之后像是开了闸的发条一样，枪枪都中。摊位老板开始慌了，若是再继续下去，他就要赔钱了。等一下，你不能一直玩这个，我们规定最多就只能玩50发子弹，你现在还剩下10发，之后就没支歌，你可以去玩其他游戏。秦秋看了看周围，你这并没有写提示，老板，你这属于欺骗游客吧？第30章大获全胜。周围看热闹的人本来就不少，刚刚秦秋打枪已经吸引了很多人过来。听到老板反悔，大家都开始指责，这是看到赢了，所以不敢给完了呗，绝对欺骗游客。这种摊位我们还是不要玩的好，看到游客赢，他居然阻止人家玩。我们走吧，这里太坑人。老板脸色大变，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秦秋还剩10发子弹，迟迟不开枪。老板，我们打个商量好了，我女儿喜欢这里的娃娃，你也看到了我的实力，我如果后面全中，你让我女儿自己挑选6个娃娃，我就不再玩了，怎么样？刚刚想把所有都赢回去，但后来想想家里也放不下这么多，还有确实让人家没办法做生意，所以秦秋临时想到只选6个娃娃。依依，我们选6个娃娃，因为叔叔还要继续做生意，若是喜欢，爸爸下次带你去别的地方，再给你赢其他的娃娃好吗？盼盼点点头，可以。那我可以自己选吗？当然，你选6个我们带走。秦秋让盼盼自己选了6个最喜欢的娃娃，之后没有任何悬念，所有全部中了。秦秋拖着个大袋子，里面装了6个娃娃，带着盼盼心满意足离开。秦秋和盼盼都没有注意到旁边藏着3个羡慕的小孩。哇，原来爸爸这么厉害，早知道我就让爸爸带我来玩了。依依有些后悔，确实好厉害啊，每枪都中吧，我也想让爸爸带我来玩。杨洋作为唯一的男孩子，他最喜欢的就是枪和其他武器。刚刚看爸爸开枪的样子简直是太帅气了，完全被爸爸虏获了心。茵茵也是满眼羡慕，刚刚那个动作太帅气了。3个孩子不停发出赞叹。2个保镖早就认出另一个孩子也是小姐，可看他们的样子早就知道，也都不敢上去打扰。之后秦秋把盼盼放在肩头坐好，这是盼盼第一次体验做父亲的肩头，之前从未做过。小时的时候保镖会抱着他们出门，可那却不是爸爸。真的见到秦秋以后，他才发现原来爸爸的怀抱真的不一样，好温暖又好有安全感。爸爸，爸爸，哎，父女俩一个一直叫，另一个也不问缘由的一直答应，好像是在玩游戏一般，乐在其中。后面跟着的3个小朋友虽然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可都很羡慕盼盼。我还没有做过爸爸的肩头。依依小声嘟嘟囔囔，另外2个则羡慕地望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俩保镖跟着他们后面，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玩什么。从进来游乐园开始，3个孩子什么都没玩，找到秦秋以后一直跟着后面。前面的秦秋带着盼盼接下来去买了冰激凌，然后3个孩子也买冰激凌，就好像这冰激凌是爸爸给买的一样。盼盼已经高兴的把其他3个人给忘了。依依不停用手表呼叫他，可盼盼一直没有反应。完蛋了，二宝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杨洋惊讶问道。依依倒是很高兴，如果真的把我们忘了也好，说明他和爸爸玩全的很开心哦。看来建议爸爸和盼盼来这玩是对的选择。依依为自己明智选择欢呼，只要盼盼也喜欢爸爸。
家里的局面就变成他们4个对战妈咪一人。盼盼确实是没注意，主要是这个巴巴有些优秀。之前依依说的他都不信，现在发现原来巴巴和妈咪真的好不同啊。巴巴从不会指责他，而是会一直鼓励他，还会不停地夸他很棒。这些都让盼盼内心之前对秦秋的防备慢慢的瓦解。还想去哪里玩？巴巴带你去做旋转木马好不好？这次不管秦秋提什么，盼盼都答应，而且精神也慢慢的放松了下来。秦秋又抱着他去玩旋转木马，之后还带着盼盼去做了秋千。虽然能玩的设施很少，可只要是盼盼能够玩的项目，秦秋都不想错过。只是让后面的那3小只羡慕的不得了，都纷纷表示下次还要让秦秋带着他们来玩。爸爸，我要去卫生间呀，好着急。盼盼憋得脸色有些红。秦秋找到地方以后，抱着盼盼跑了过去。一个人进去可以吗？一会儿出来找不到也要在这里等好不好？盼盼答应以后，一个人跑了进去。秦秋也跑进男洗手间，后面的3个孩子直接冲女洗手间。3个人等着盼盼出来。盼盼出来看到3个和他穿着一模一样的人，他嘿嘿一笑，你们居然能找得到我，好厉害！和巴巴在一起开心吗？是不是感觉很好？依依很八卦，盼盼这次不再逃避，巴巴好厉害的，还能把我抱着一直走，而且刚刚打枪也很厉害，赢了好多的娃娃给我。依依不管其他的，只关心现在盼盼是不是还排斥秦秋。听到他也喜欢秦秋以后，顿时蹦了起来，太棒了，你终于也喜欢巴巴了。不过你要珍惜哦，明天是你和巴巴在一起的最后一天，后天要换茵茵去喽。依依故意这么说，她要时刻提醒盼盼，巴巴可是很抢手。盼盼听到以后确实有些失望，他好喜欢和巴巴在一起，可是居然明天只有1天的时间。茵茵也看出盼盼的情绪变低，提醒他快出去吧，不然巴巴该着急了。盼盼被推了出来，果然看到秦秋焦急的等在门口。巴巴还以为你出来已经走了，还好你没离开，巴巴带着你去玩摩天轮好不好？秦秋指着远处摩天轮，他也是第一次玩，竟还有些期待。父女俩再上了摩天轮，不过其他3位小朋友目的达到以后直接回了家。在回家车上，茵茵还在责怪依依，你干嘛要和二宝说那句话？他现在一定很伤心。谁让他之前说不喜欢巴巴，现在知道巴巴有多好了吧？这是要让他懂得珍惜，不然他会浪费时间的。依依知道自己这么做会让盼盼产生很大落差，可就是要让他感受离别，才能记住巴巴的好。第31章不愉快的相遇。父女俩在摩天轮的顶端，秦秋抱着盼盼，快看远处，好不好看？秦秋也是第一次站在这么高的地方看帝都，此刻感觉自己特别渺小，渺小到不会被任何人发现。之前一直都知道帝都很大，可此时才知道这里并仅仅是大。他好像从来都没有了解过这里，不过还好最后回来了。若不会来，怎么会知道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现在不为别的，也要为女儿过好每一天。盼盼直接抱住秦秋的脖子，很依赖地趴在他的肩头。父女俩享受着宁静的时刻。秦秋发现这2天依依的情绪不对劲，刚刚明明还很开心，怎么突然感觉到有些伤感？依依，你是不是想妈咪了？如果想她了，你也可以回去看她，爸爸不会拦着。孩子毕竟是和妈妈一起长大，不管妈妈身份是什么，在孩子眼里，她的身份只是妈妈。盼盼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不过依依告诉过他不能提起妈咪，只能说妈咪工作很忙，不可以暴露。妈咪工作好忙，现在不在帝都，我只想和巴巴在一起。盼盼的话没有让秦秋放心，反而是更担心。他认为孩子的妈妈去了别的城市，难道是不要孩子了？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母亲？秦秋现在对孩子妈妈有各种想法，还有想法认为他的妈妈是不是有其他的男朋友了，所以才把孩子扔给他。不管心里想了多少，都不想在孩子面前提起，以免引起孩子伤心事。不然巴巴今天也带你出去吃儿童餐。想着哄女儿高兴，小孩子嘛，除了喜欢礼物就是喜欢垃圾食品。他虽然不赞同吃这些，但今天例外。好啊，巴巴好棒啊！盼盼已经忘了上一刻的伤心。本想是带他去吃儿童餐厅，可是中途盼盼看到了火锅，嚷着要去吃，没办法，只能中途换了地方。只是如果再让秦秋来选择的话，他一定不会来这家店，因为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周博，还有另外一位大学同学。周博和来本市出差的大学同学吃饭，俩人刚谈完秦秋，没想到会看到他抱着孩子进来。那不是秦秋？他结婚了，孩子都那么大了。林航惊讶地看着秦秋，直接上去打招呼，周博根本就没拦住。秦秋，嘿，好巧啊！秦秋第一反应是抱紧盼盼，而后才看清楚林航，他的大学室友。是很巧，没想到会遇到你们。周博过来有些不好意思，好巧。秦秋只是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你们聊，我带着女儿去儿童区。秦秋不想和他们有任何交集，尤其是和周博在一起的人。林航看着走远的秦秋，有些愣住，他这是怎么了？就算是结婚生子，也不能不理我们啊。周博拍了拍他，别在意，也许是人家不想和我们联系罢了，别当回事。林航开始吐槽秦秋之前和周博关系那么好，现在居然装在没看见他。
周伯叹气说：“哎，也许是他不想和我有关系吧。虽然我也很伤心失去这个兄弟，可没办法难为他，只能装作不认识吧。”林航有些不高兴，口口声声说秦秋这是发达了，才装作不认识他们。之后周伯没听进去林航说了什么，只是他心里一直在想，秦秋怎么会有个那么大的孩子？难道当年他回去就与人结婚了？可查的那些资料里面并没有说他结婚了。那刚刚的那个孩子又是谁？这所有的疑问充斥着周伯的思想。秦秋带着盼盼到2楼儿童区就餐，盼盼想要问刚刚的那2个叔叔是谁，可他发现秦秋好像有些不高兴。爸爸，你是不是不高兴啊？刚刚那2个叔叔不是你的朋友吗？只是很多年前的朋友，一直都没有联系过，依依不用在意。亲戚低着头点餐，盼盼也低着头汇报刚刚遇到的那2个人和秦秋现在的情绪。依依看到以后，小声疑惑，怎么又是好多年前的朋友？那个丑阿姨也是。依依安抚盼盼不要管，也许不是爸爸的朋友，只是认识而已。父女俩并没有被周伯和林航影响。之后秦秋还带着盼盼去看了场儿童电影，一天过得既充实又开心。看到睡着在怀里的盼盼，秦秋心里满满的幸福。在地下停车场，秦秋又遇到了周伯。刚刚怎么不理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怎么这次回来感觉你好像对我疏离了很多？周伯指责秦秋。秦秋心里冷笑，怎么会？只是我和你们都不是一类人，你们有你们的圈子，我融入不进去，而我也有我的生活，所以还是互不打扰的好。秦秋，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你忘了我们曾经是最好的兄弟，只要你开口，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的帮你。周伯看上去很真诚，秦秋想，若不是知道他的真面目，太容易被他所骗。可5年前已经被骗了一次，这次不会再上当。多谢，我现在过得很好，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就先回去了。秦秋不认为他们有什么可以聊，而且他不想多看周伯那张虚伪的脸。秦秋，你抱着的是你的女儿吗？她多大了？周伯问。秦秋装作没听见，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直接带着盼盼回了家。他问的这个问题，无非是想知道他是不是结婚有了孩子。若是知道依依是之前那件事生下来的孩子，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但真是因为有了依依，秦秋不想让周伯知道孩子的存在是因为那件事。周伯有些气愤，他在地下车库等了这么久，秦秋居然冷脸对他，而且他眼睁睁看着秦秋上了那辆豪车，接着开车带着孩子离开。周伯有些惊讶，秦秋怎么开得起那辆豪车？他从哪里来的钱？怎么感觉这5年他好像过得不错，又是豪车又是孩子，这些和周伯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还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第32章，茵茵来了。第2天醒来的盼盼还是在秦秋怀里，经过1天相处，盼盼已经完全被秦秋拿下，现在更是不想离开秦秋。想到明天早上起来上幼儿园，之后晚上就没办法回来这里，要回顾家，心里就会感觉隐隐的失落。之后的一整天，盼盼几乎都是在秦秋身上。秦秋也喜欢女儿腻在自己怀里的感觉，只要她伸手，秦秋就会一直抱着。依依，今天你想做什么？爸爸带你去好不好？每次秦秋都会征求她的意见，若是不喜欢也从不强求。这种自由平等，盼盼在顾清寒面前从未体验过，现在感觉到很不错，突然有些不想要回去，也不想和依依换回来，更不想让茵茵和杨洋来，他想要和爸爸一直在一起，哪里都不去，只想和爸爸在一起好不好？被女儿依赖的感觉太好，秦秋以为只是孩子想妈妈撒娇。你当然要一直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以后还要给爸爸养老，爸爸以后还要看着依依出嫁，然后也要一直陪在你身边。之前回来帝都之前，想到最多的是怎么开始新生活。知道周伯的阴谋以后，想一定要找他报仇。可自从有了依依以后，发现要陪着他慢慢长大，然后看着他。1天时间对于盼盼来说太快了，晚上不停让秦秋给他讲睡前故事，甚至还偷偷的用电话手表录下来。他想等回去以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这些录音放出来听。第2天一大早，盼盼居然赖床不起来，也不要去和幼儿园。可是爸爸还要去上班啊，如果你不去幼儿园，没人来照顾你，依依就会饿肚子。秦秋把盼盼哄着起来，又抱着他去换衣服，然后吃饭，直到送到幼儿园的时候，盼盼还赖在秦秋怀里不肯下来。旁边房车里面的3个孩子还在偷看。二宝舍不得爸爸了，爸爸的魅力好大，2天就让二宝对他改变看法了。依依就知道二宝一定会喜欢上爸爸的，毕竟爸爸的优秀他都看在眼里，以后盼盼绝对比他还要喜欢爸爸。好开心，今晚我就可以和爸爸回家了。茵茵鲜少出现这么孩子的一面，平时的茵茵成熟稳重，有的时候顾清寒都会感觉她像是个孩子，所以主要顾清寒出门几乎都是和他联系。茵茵会很冷静的和他像是上下级一样的通话，而现在那个稳重的孩子已然因为要去见爸爸完全变了个模样。哼，最后才是我，妈咪只要不回来就好，不然我先去吧，这样你就可以每天和妈咪通电话，妈咪最信你的话了。杨洋说的确实是事实，这几日因为一直是茵茵接顾清寒的电话，所以说的各种理由
顾清寒都没有怀疑。那日他们去游乐场，回来的路上，茵茵还不忘给几个保镖开会，保守秘密。若不是他，依依和杨洋都不会想多这点。不要，你们也要动动大脑好不好？不能让我一直接电话。茵茵好不容易盼到他可以去和巴巴生活，当然不会换。看着盼盼和巴巴依依不舍，茵茵好向往和巴巴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门口的秦秋和盼盼还抱着一起。老师过来抱盼盼，发现他一直都不放手。巴巴晚上早点来接你，然后又可以见到巴巴了，你乖乖听老师话。秦秋哄了好久，看着时间一点点过去，若是再不走就要迟到，没办法，一狠心把盼盼放在老师怀里，然后转身离开。他早就听说孩子上幼儿园父母要学会狠心，不然孩子会一直依赖父母。秦秋没办法，只能不回头去看。若是他回头，一定会心软，因为盼盼已经哭了出来。虽然才短短2天，可他已经不想离开巴巴。不要哭了啦，你和巴巴分开只是暂时的事，以后我们会一直和巴巴在一起哦。依依没想到下车会看到盼盼在哭，除了安慰他也没别的办法。本来还想着取笑他之前对巴巴的看法，可看到他的眼泪，依依又有些舍不得。盼盼不确定地问：真的吗？以后真的还会和巴巴在一起吗？当然，我们都要和巴巴生活在一起，只有我们真的喜欢巴巴，妈咪也就会喜欢巴巴，那样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和巴巴在一起了。依依想想能生活在一起就很美好，原来巴巴在身边是这么幸福的事。还好他找了那么久把巴巴给找到了，也说服了妈咪在巴巴身边。现在他们都要喜欢上爸爸，他就要成功了。听到依依的话，盼盼才慢慢的镇定下来。中途秦秋还不忘给老师打电话问了情况，听到没事了以后才放心。小孩子情绪来得快，走得也快。只不过秦秋认为盼盼情绪不好，绝对是因为想妈妈的原因。可这个问题他也没有解，只能想办法哄孩子，让他的情绪慢慢变好。幼儿园里面的4个孩子，现在每天中午的必备事情都是逃出来开小会。别忘了2宝和3宝换衣服，晚上3宝和巴巴回家。2宝不要伤心，我们很快还会和巴巴在一起的。不过现在还是要瞒着妈咪，不然我们的计划会前功尽弃。依依俨然一副大姐大，她现在说什么盼盼都听。这是我的电话手表，依依把你的给我，晚上妈咪会来电话，你们要接，然后自己想理由。茵茵淡定地说道，之前都是她来想办法，今天她和巴巴回家以后，这件事情就不是她来管了。一整天盼盼和茵茵都有些心不在焉，盼盼是因为不想离开巴巴，茵茵是因为要见到秦秋有些紧张，之前冷静稳重的茵茵也会有这样一面。巴巴说晚上会早来接，所以你今天要早些出去。盼盼不情愿嘱咐。和往常一样，其他3个小朋友还是趴在窗子那里看外面。茵茵虽然平时很稳重，可她时刻记得依依所说的话，第一时间要飞奔到巴巴的怀里面。原来巴巴怀抱这么大。第33章没被发现。巴巴！茵茵叫声掷地有声，好像是已经等了这声叫好久了，今天终于有机会叫出口。秦秋感觉到茵茵情绪今天好像还不错，看来我的女儿现在的心情还不错，早上是不是哭鼻子了？茵茵不自主地面对秦秋居然会撒娇，才没有，我没有哭鼻子哦。好吧，你没有哭鼻子，一定是巴巴想你想的出现了幻觉，估计是巴巴想你想哭了。茵茵赖在秦秋的怀抱，怪不得盼盼2天时间改变了对巴巴的看法。巴巴对她真的是太温柔了，好喜欢啊。窗子后面的3个小朋友脸色各异。哇，茵茵好像也很喜欢巴巴哦，看到她抱着巴巴好开心。依依有些兴奋，盼盼却有些嫉妒。切，哎呦，说好了一人几天时间，你怎么还生气了？早知道就不应该让你去。杨洋有些烦躁，盼盼已经去了，居然还有小脾气，明明应该是他不高兴才对。依依好笑的看着他们俩斗嘴，知道他们都想去巴巴身边。好了，不要再吵了，我们还是想想今晚该怎么和妈咪讲，绝对不能暴露哦，不然杨洋你就没办法去和巴巴住了。3个人回家的路上一直都在想怎么办。8点顾清寒会准时打电话过来，3个人吃饭的时候都忧心忡忡。之前一直是茵茵想办法，他们都不想要操心，现在茵茵走了，完全要靠他们自己了。我来接，说你们和我闹别扭啦怎么样？杨洋问。依依和盼盼也有些不确实，这个办法可不可行？若是茵茵在这里问下他就好了，好麻烦啊。依依叹气，怎么想和巴巴在一起，要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啊？还好第一次问题已经解决。依依以为还要些时间，可没想到巴巴居然2天时间就让盼盼喜欢上了他。只要最大的麻烦解决了以后，之后的问题本以为会很简单，没想到被妈咪每晚1通电话给为难住了。你是家里唯一男子汉，你来办吧。依依直接当了甩手掌柜，盼盼看依依都不管，他也不管，让杨洋去办。杨洋叹气，他永远是被欺负的那一个。此时另一边的茵茵已经完全不关心他们怎么样，他现在对秦秋和新家充满了好奇和期待。与之前盼盼不同，茵茵是完全充满新奇而来，所以心情很是激动。秦秋注意到今天的依依好像很高兴，整晚都很兴奋，不管秦秋说了什么，他都充满了莫大的兴趣。但只有一点没变，
还是喜欢秦秋不停地给他念故事听。之前顾清寒没做过的事情，这次在秦秋这里恨不得一次都不回来。爸爸，可以再讲一个吗？然后我会乖乖听话睡觉哦。秦秋讲得口干舌燥，已经讲了一本，也不见茵茵有一丝困顿。没办法，只能换一本书继续读。茵茵说到做到，不管困不困，既然答应了，就会闭眼睡觉。看到茵茵睡了以后，秦秋才出去收拾。可他刚刚出去，床上已经睡着的茵茵睁开眼，兴奋的睡不着。刚刚他是骗巴巴的，现在他要告诉依依和杨洋还有盼盼，巴巴真的太好了。依依这边接通了电话以后，另一边的顾清寒也把电话打了过来。杨洋接起来以后，顾清寒问盼盼和茵茵呢？妈咪，他们正在和大宝打电话，你要他们听吗？杨洋还不忘把镜头对准趴在床上低着头和茵茵视频的俩人。如果他们低着头，顾清寒也分辨不出来谁是谁，毕竟都是一个头型，长相也差不多，低着头其实都一样。只有看到正脸，顾清寒才能分辨出谁是谁。依依今天打电话来说了什么？顾清寒出差走了3天，一直没和依依联系，不知道她在秦秋那里过得好不好。妈咪，姐姐说巴巴对她很好，还带着她出去玩，等你回来也带着我们出去玩好不好？杨洋眼里都是羡慕，这些顾清寒都看在眼里。他陪在孩子身边时间太少，更别说出去玩的机会，那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杨洋提出要出去玩的时候，顾清寒迟疑了下。好，这次事情解决了以后，妈咪回去带着你们出去玩。看着3个小姐妹来聊得开心，顾清寒也没去打扰，而是和杨洋讲了几句便挂断了电话。顾清寒这边刚刚挂断电话，依依和盼盼都松了口气。哇，茵茵还是你救了我们，你的这通电话来得好及时哦。依依刚刚听到杨洋那么说，她都不敢抬头，怕妈咪认出来是她。还好妈咪没有让她抬头视频，不然就暴露了。茵茵躲在被子里面，刚刚对面的声音她都听到了，也知道妈咪来了电话。杨洋说的理由却是很充分，只是没想到最后还是他的原因逃过一劫。不要吵了，我给你们打电话只是想告诉你们，巴巴给我讲了好多的故事哦，还亲自给我做了的饭，晚上还亲自热的牛奶哦。语气里面是满满的炫耀，这些依依和盼盼都曾经历过，俩人并不羡慕。知道了，这些我和依依都体验过了，不过杨洋还没有哦，所以他很羡慕。盼盼自从秦秋那回来以后，心情开朗了许多，和依依也更有话聊。哼，我也很快会去和巴巴住，你说的我也都会体验到，我现在不想听。杨洋也是有小脾气的，直接出去回到自己房间去睡。其实羡慕得很，他也想要听睡前故事，也要巴巴亲手热的牛奶。3个女孩子兴奋地聊了很久，如果不是秦秋在外面有生意，茵茵估计还会聊下去。还好秦秋回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茵茵欣喜发现晚上睡觉巴巴居然还会抱着她睡，这种感觉太棒了，不仅仅是故事，还要抱着，她最喜欢的就是巴巴的怀抱了。终于明白依依和盼盼会这么喜欢巴巴的原因了，真的是太温暖，和妈咪的怀抱一点都不同。听着秦秋的心跳，茵茵也慢慢进入梦乡。第34章发现端倪。第2天茵茵来上学，整个人都是兴奋状态。孩子心情好，秦秋的心情自然更好。不过杨洋这次却提出来的疑议，我想要今晚去和巴巴住，不然我还要等多久啊？不会还要几天吧？昨晚他听了茵茵的描述以后，就已经按耐不住，想要体验巴巴在身边的感觉。可此时一直很懂事的茵茵也不相让。我们之前明明已经约定好了，我要和巴巴住3天，然后才是你去，难道你忘了？他也很喜欢巴巴，可才住了1晚，所以才不会同意让给杨洋去。明明只要按照约定好的时间去就好了。好啦，你们不要吵了。依依知道他们都想和巴巴住在一起，这次也确实是杨洋有些着急。杨洋，你不能任性，我们说好的事情不是你一个人说改变就改变的哦。而且你和巴巴住的也许是时间最长的，你想想你周4和巴巴去住，那么周6周日也要和巴巴在一起，我下周1回去就好，因为妈咪周1下午回来哦。其实杨洋算是住了2晚以后，还有周6周日，这个时间也是他们之前没有规划好。不过既然杨洋是最小的，而且还是男孩子，他们都可以让着他。杨洋算了算时间，发现好像真的是他和爸爸在一起时间最久。好吧，我听你们的安排。4个孩子之间的小秘密还没有人知道。此时的秦秋在公司里面做了2份工作，做得顺风顺水，技术部的人也和他越来越熟悉，慢慢的他也放开了自己的性格，不再没有话聊。秦秋，不如我给你介绍个姑娘吧，我表妹怎么样？徐硕提议。他很喜欢秦秋，不招摇还踏实。虽然没有上完大学，但是他也是正牌大学的学生，只是中途辍学了而已。秦秋有些尴尬，难道秘书室的那些姑娘没告诉他？徐经理，我孩子已经5岁了，在上幼儿园。一旦激起千层浪，秦秋一句话让办公室所有人都傻眼。大神居然结婚了，还有了个5岁的孩子，这个消息他们是不是知道的慢了些？不是骗我，我怎么不知道？徐硕不敢相信。秦秋只能拿出和依依的合照，这是我女儿照片，
不过不是很清晰。这张照片还是依依提议要照的，说是她在上班，如果想她就可以看看照片解相思。现在看这张照片照的确实有用途，我们确实落后了。你的孩子居然都这么大了，谁说我们理工科男人没人要？快看看秦秋家的女儿长得多漂亮，好像是洋娃娃一样。徐硕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心里苦啊，好不容易看上的人居然已经有孩子了。秦秋看到他们的表情有些好笑，不过他并没说有没有结婚，也知道他们是误会了，以为他英年早婚。不过这样也好，不然说不清楚孩子是怎么来的，也没办法说解释。技术部的人还问秘书室小秘书是不是早就知道，居然不告诉他们。两个办公室联动都在猜秦秋的老婆是谁，一定是个大美人，不然怎么能把如此才华横溢的秦秋弄到手？最后大家得出结论，秦秋老婆不仅长得好看，没准还是个有内涵的高材生。不管大家怎么猜，也没人找秦秋去证实。只是此时远在国外的顾清寒手机上收到一条徐硕的吐槽短信：今天大消息，秦秋居然有一个4岁大的女儿，长得巨可爱。我本想把她介绍给我妹妹，想看来是没戏了，可惜了呀，不知道他老婆长得怎么样。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我可把第一手资料八卦给你了，不用谢哈。顾清寒嗤笑看着短信，如果徐硕知道那孩子也是他的女儿，不知道会不会惊掉下巴。他还居然要把妹妹介绍给秦秋，看来这个秦秋魅力蛮大的嘛。之前是秘书室的小秘书们喜欢，现在徐硕一个男人居然都要给他介绍女朋友，他的魅力到底在哪？怎么大家都想给他找个老婆？看来这个男人还真是有些招桃花，还好有依依在他身边。依依在幼儿园接到顾清寒电话，4个小朋友排排坐在一起听顾清寒打电话。妈咪，我们都很乖哦，你不要担心了。依依庆幸妈咪是在白天给她打电话。顾清寒一边打电话一边打开幼儿园监控，看到里面4个孩子坐在一起。依依，你最近在他身边好不好？他身边有没有其他朋友？依依疑惑，不明白妈咪的话，其他朋友？爸爸身边只有我哦，没有其他人。每天除了陪着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有其他的朋友。妈咪，爸爸好可怜，好孤单啊，要不停地在妈咪身边说爸爸，更要夸爸爸的好。顾清寒看着监控里面的依依，说话时候认真表情。再看其他几个孩子，突然他好像感觉哪里不对劲儿。依依，茵茵为什么穿着你的衣服？依依自从和秦秋生活在一起之后，穿的衣服也都和之前不同。在顾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私人定制，所以款式都是顾清寒亲自挑选，有什么他最清楚。而现在茵茵身上穿的不是衣柜里面的衣服，而是之前秦秋给依依买的那件。依依转头看茵茵，而后明白妈咪是在看监控，她还不忘甜甜的和监控摆手打招呼。是茵茵说衣服好看，所以我们才换着穿的牙呀。妈咪，你要不要给盼盼和茵茵也买一件和我一样的衣服，很好看哦。茵茵和盼盼也对着监控甜甜的笑，知道妈咪在看着他们。好，你们只要在幼儿园乖一点就好。顾清寒没有其他怀疑，以为是茵茵真的喜欢，所以才会换着穿。不过之前这种情况很少会出现，因为茵茵的性格不会说很喜欢什么东西或者表现出来。顾清寒有些庆幸，茵茵居然会要求依依和她换衣服。3个小朋友挂断电话以后都提着口气，怕妈咪从监控里面看到他们有漏洞。第35章突发事件。4个小朋友和顾清寒通过电话以后都被吓到了，没想到妈咪会观察的那么仔细，他们换了衣服居然都能通过监控看出来，外人根本就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可妈咪通过监控都可以分得清，这让4个人都有些害怕。若是晚上妈咪还在看监控怎么办？会不会发现我们？盼盼有些忧心。茵茵淡定拨动手表，然后说了句：妈咪还有1个小时要参加一个会，等我们放学时候她的会议还不会结束，所以不会被发现。3人齐刷刷看向茵茵，然后又看了看她的手表。茵茵淡定点头，没错，我这里有妈咪去国外开会的流程，所以不怕。茵茵，你好厉害啊，妈咪的行程你居然都知道。盼盼羡慕眼神看向茵茵，他们之前喜欢茵茵做什么都计划，但现在好像还不错，只有计划才能把事情办好。你们不要想太多，我已经习惯了计划，以后有任何问题来问我就好。茵茵一副小大人模样，3个人也习惯了她这样，只是没想到这次会帮了大忙。不过这个小插曲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影响，毕竟距离顾清寒回来还有几日，茵茵也才和秦秋住了1日，她还想和秦秋多相处几日。只不过计划没有变化快，顾清寒本是打算在国外待1周到半个月，但是因为公司突然出了事，便直接提前回来。顾氏这次出事太棘手，不知道是不是网络黑客盯上了顾氏。之前秘书室的电脑出问题解决以后，顾清寒以为只是个系统出现的意外，可这次居然整个顾氏的网络全部瘫痪。顾清寒当天直接赶了回来。徐硕那边怎么说？怎么会突然所有网络都瘫痪？安然也有些紧张，徐经理那边还没有给消息，只是说会尽快的给出结果，只不过还需要些时间。说完这句话，安然看到顾清寒情绪更冷了。这次国外的合作谈的也不是很顺利，对方因为看到顾清寒是个女人，所以出各种问题刁难。
还好顾清寒在商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习惯了，根本就不给对方机会，最后合作还是拿了下来。可这边的合作刚谈好，便接到家里的电话说公司出了事，任谁心情也好不了。顾氏现在上下人心惶惶，这还是大家第一次遇到这问题。而且更过分的是，顾氏的电也作祟，一会儿停电，一会儿又莫名其妙的变好。给电力公司打电话，那边称没有任何的问题，应该是公司这边的电压不稳。可找了电工去修，也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别问了，和电工还有电压都没有问题，我们公司的系统别人控制了，让人直接把闸关掉，然后告诉电业那边给我们半小时时间把我们的电停掉。徐硕反应很快，如果是有问题，一定是这个。接着徐硕拿出2台备用的笔记本电脑，秦秋，你配合我怎么样？我一个人完成不了，只有你帮我，我们才能一起追查到对方。平时徐硕一直吊儿郎当，突然这么严肃，秦秋还有些受不了。秦秋刚开始都是按照徐硕说的去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徐硕代码的速度越来越快，好像忘记了说话一般。而秦秋这边的手也不受控制，不需要他的指挥，也知道该怎么进行。叮，全能人生系统启动，恭喜宿主，全能反黑客系统激活，加载成功。接着秦秋脑中闪过的速度越来越快，手上的速度也持续加速。徐硕发现他这边的代码已经跟不上秦秋的速度，现在并不是秦秋在配合他，而是他要加速追赶秦秋的代码编程。秦秋，我跟不上你的速度，而且你的代码我也没办法配合，有些我还没看到就过去了。想要配合必须要看懂他的代码，可徐硕已经跟不上速度。我自己来，你的电脑不要动，我这边控制2台，你现在做下关联就可以。听到秦秋的话，徐硕傻眼了，一个人操控2个人做的事，他之前只听他的老师说过，还没有亲眼看到人做过。今天秦秋居然说他可以。徐硕急忙把2台电脑进行关联，然后把手放开的时候，便看到他的电脑上也开始滚动输入的代码。技术部门的人都围在这里，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接着便听到2台电脑发出嘟嘟嘟的警告音儿。找到了，你现在告诉他们电好了，可以用了，让电业把我们的电恢复就可以了。秦秋已经找到了对方的漏洞，并且把对方也给黑了。我吼，秦秋你也太牛了，居然把他们给黑了。技术部直接沸腾了，现在全公司的人都在看着技术部，等着他们这边的消息。看到来电了呀时候，不只是技术部沸腾，而是全公司都兴奋。只是电脑还是一直处于黑屏状态，关机都关不了。最急的莫过于秘书部，顾总刚刚谈好的项目合同刚回来，他们还要审核打印装订，现在所有事都做不了。怎么样，现在能追踪到他们吗？徐硕看电脑上的秦秋一直在追踪，对方显然也很狡猾，知道顾氏有高手。不要着急，我倒要看看他们今天能逃到哪里去。秦秋不知道自己现在的这一面有多帅，需要我帮忙吗？徐硕看他的速度不像刚刚那么快，还以为遇到了问题。不用，我现在发现他们有16个房间同时在输出，但只有1个是对的。若是我攻击错了，会导致顾氏所有的电脑全部废掉。秦秋也没想到对方会用这么多的输出来迷惑他的判断。16个，团体做的？徐硕也惊讶，他还没遇到过这么多的障碍。秦秋看得飞快，不像是团体，应该是一人所为，人都有编码习惯，他进行了提前设置。此时飞机上的顾清寒结果安然递过来的平板，看到此时技术部的画面，秦秋已经恢复了公司的电，还把对方给黑了。第36章挽救损失。顾清寒看到了刚刚的那一幕，现在只看到秦秋一直盯着面前的电脑屏幕。顾清寒也看不懂他在看什么，技术部所有的人都盯着这一个电脑看。徐硕嘴里不停问，怎么样？你们找到了吗？其他人都摇头，不仅找不到，而是根本就区分不出来，因为对方的速度太快了。突然秦秋的手放在键盘上，好像找到了对方的漏洞一样，手上的速度比刚刚还要快。找到了，今天他跑不了了。对方知道顾氏有人在追踪，没想到他设置了那么多的障碍都能找到他。此时是秦秋和对方的单人 battle 战，对方不停地设置障碍，秦秋解的速度很快，最后对方的问题还没有出来就被秦秋给抓到锁住。接着对方想要逃，可秦秋根本就不给他机会，直接把他给锁住定位，而后把对方的电脑给黑了。嘟嘟嘟，发出警报的声音以后，对方电脑中所有的代码全部被秦秋毁掉。接着顾氏所有的电脑全部进行了重启。好了，这边的电脑都开始重启。技术部的人大喊，其他部门的人也开始给技术部打电话告知情况。可秦秋手中动作没停，徐硕知道他是在给公司的防火墙重新安装。看到他安装的系统，徐硕不得不说声绝了。你这如果被对方触动，他估计会后悔死。秦秋笑了，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猜他还会来，根本就不会甘心，所以给他留了个难题。这次的防火墙一旦被触动，直接反追踪，而且这个新的系统还会侵入对方电脑。如果想要摆脱追踪很难，对方想要黑顾氏网络系统，先要躲过反追踪破坏系统。我要和顾总给你申请一下奖金啦，
这次你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回复顾氏网络，估计能给我们顾氏挽回几个亿的损失吧。徐硕说出来几个亿的时候毫无反应，就像说是几百块一般。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秦秋惊讶，居然一个小小的网络攻击就能损失这么多钱，怪不得这些黑客挤破脑袋都要攻击这些大企业，也怪不得顾清寒花大价钱把徐硕给请来了顾氏。若是平时的技术部门清闲得很，秦秋调过来也有几天了，每天除了徐硕给他出难题，好像还真的没有遇到过真正的问题，这次是第一次。没想到就中了一个这么大的奖，这次知道实战有多惊悚了吧？这次如果不是你，估计我还要几个半小时。徐硕毫不吝啬对秦秋的赞美，通过刚刚他更加确定秦秋要比他更厉害。哪有，我这也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赶个正着。不过对方并不在国内，我刚刚看了他的局域网，应该是在国外，不过他的账号被我给毁了，以后他这个账号用不了，估计会用其他的账号来攻击我们。安然惊讶地看着此时顾氏居然有灯火通明。顾总，我们还回去吗？现在公司的事情解决了。顾清寒把平板一关扔在旁边，回，这边有海外负责人来收尾就可以，我要亲自回去看看到底是谁在攻击顾氏。趁着他今天这么重要的时候攻击，明显对方知道他今天是谈合作最关键时刻，可对方也低估了他的实力和顾氏技术部人的实力。合作他谈了下来，顾氏也守护住了，不知道对方现在是不是气急败坏，就连损失可能都造成不了多少。顾氏有条不紊恢复正常，只有一个人置身事外，他技术秦秋，公司的网络都被他给弄好，他到时间还不忘去顶楼打扫卫生。好在顾清寒出差，所有会议室和总裁室闲置了下来，不需要打扫，简单的倒扫一下就可以。秘书室还是没有安然命令也不打扫。安然和顾清寒出差走之前告诉秦秋秘书室也不需要打扫，所以大约上来不到20分钟就全部收拾好了下楼。只是还是不能下班，正常晚上6点要下班接依依，可今天因为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技术部的人可能会彻夜守在这里，因为知道对方可能还会过来攻击，他们要做好准备。可其他人都习惯了，可秦秋这是第一次遇到，他还答应了依依晚上做好吃的。现在该怎么办？孩子没办法去接，家里只有他一人，又不能一直在幼儿园，我可能没办法晚上在这里，我家里还有孩子没人照顾。大家都惊讶地看着秦秋，他走了，万一对方又攻击过来怎么办？秦秋并不知道他们的担心。你下班吧，我们在这没事，若是有大问题我便给你打电话，这台电脑你带回去。徐硕的这2台备用电脑是豪华装置，当时买电脑倒是不贵，只不过里面的东西都是他亲自装的，其他人根本不能碰，居然直接送给了秦秋1台。里面我关联了公司网，若是有问题他也会立马报警。秦秋装好电脑说道，放心，对方若是真的攻击过来，没有半个小时是摆脱不了我的追踪，他早就做好了准备，这些都是小问题。当天晚上技术部只要秦秋一人下班回家，茵茵有些焦急的等着秦秋来接，其他的3小只也陪着他一起。爸爸今天是不是要加班啊？怎么还不来？茵茵好不容易盼到放学，可其他小朋友都走了，只有秦秋没来接他，其他3个也陪着一起等，没准是公司有急事，或者堵车了，不要着急嘛。依依安抚他。秦秋赶到幼儿园的时候，只看到茵茵一个人等在窗边看着他，其实他没看到的是隐隐的脚边还跟着3个长相一模一样的小朋友。茵茵看到他的那一瞬间直接跑了出去。秦秋看到女儿笑脸，一天疲惫全部不见。抱歉依依，爸爸刚刚公司有些棘手的事，还好没有耽误太久。没事的爸爸，但是要罚你晚上给我做好吃的哦，我好饿啊。茵茵抱着秦秋的脖，不停的撒娇，只要秦秋能来接他，不管多晚他都很开心。第37章，顾清寒回来了。看到茵茵被秦秋接走了以后，另外3个小朋友才回家，只不过都很羡慕茵茵能够和秦秋回家。当天晚上秦秋给茵茵做了很多的好吃的，又把她哄睡之后才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没有接到公司来电话，说明对方迟迟都没动。其实不是对方没动，秦秋知道对方一定是在解自己的账号，估计想要恢复。秦秋知道对方的账号等级很高，若是被毁了确实很可惜，可他既然已经给毁了，就没有救回来的可能。晚上一个人在书房打开电脑，发现一切都正常。而半夜机场停机坪，一辆从国外直飞回来的飞机刚刚落地。顾清寒一直都没睡，脑中一直闪过刚刚秦秋的脸，他现在对他越来越好奇。徐硕夸他比自己的技术还要好，刚刚顾氏的局面也确实是他一己之力挽回。顾清寒手机的短信里面都是刚刚徐硕发的短信，无非是夸秦秋有多牛，还要替秦秋要奖金，这些顾清寒全部看到。只是他想不通很多，秦秋怎么可能会这些？他不是在农村待了5年，而且这5年他做了什么顾清寒都一清二楚。上次事情以后他又让人仔细的调查了好久，发现并没有漏洞，但现在完全脱离了掌控。顾总，我们去哪？回顾家吗？安然跟在顾清寒后面。回公司，简单明了2字。安然也理解，公司今天遭受的事并不是小事，技术部的人估计现在还在全力检修，顾总不会去看，不可能放心。
安然，你回去休息，明天也休息一天再来上班。顾清寒虽然铁血，可也知道安然跟了他这么长时间出差很辛苦，他回公司只是想要看看，也不知道具体想要看的是什么。安然走了以后，司机把顾清寒送到公司，他到楼下看到技术部灯火通明，顾清寒手上拿着刚刚司机给订的宵夜上楼。大家等了一晚上没有任何响动，下半夜是关键，也没人敢睡。顾清寒到门口的时候，便听到里面还在讨论刚刚秦秋的操作。他的手速牛了，我都没看清楚他打字，别提了，我眼睛都没敢眨，可也没看到他是怎么操作的。速度确实快，对方都没有跟上他的速度，反倒被请求给反超了。主要是他的代码最牛，我都是第一次见，老大也被秦秋弄服了。徐硕出声道：“我是一直都佩服他，可以与我的老师比肩了，都说了他是大神，这回信我了吧？不过还好被我发现了这个宝藏，但是他的老师是谁？我想认识下。”不只是徐硕想认识，现在技术部所有人都想认识了。顾清寒敲门后推门而入，屋内声音戛然而止，所有人直接都站了起来，惊恐地看着顾清寒。给你们带了宵夜过来，我也是刚下飞机，明天如果没事都可以休息一天。徐硕值班。顾清寒说话的时候，眼睛看了一圈，并没看到秦秋身影。难道他不在？今晚不是所有技术部的人都在，怎么他不在？徐硕也很惊讶，远在国外的顾清寒居然这么快就回来了。结果他手里的宵夜，多谢顾总，你们吃，我和顾总出去聊。徐硕和顾清寒走了以后，技术部的人都松了口气。顾总怎么每次出现都毫无征兆？吓人！快看看顾总带来的宵夜，我闻到了人民币的味道。看来这次事情不小啊，顾总亲自从国外回来。不过还好没大损失，不知道这次顾总要奖励秦秋多少？来，有奖竞猜，秦秋解决了大问题，顾总会奖励多少？技术部的人已经开始猜测打赌，而徐硕见到顾清寒第一句话也是不忘提这事。顾总怎么样？还给你一个完好无损的故事，想好奖励多少没有啊？这次可都是秦秋一人的功劳，和我可没有关系。不过他确实是太牛了。徐硕见到顾清寒以后，嘴就停不下来。他人呢？怎么没见到他在办公室？顾清寒坐在技术部门外的会议室，他还有个女儿要照顾，晚上如果不回去，孩子没人照顾，所以我让他回家了。而且他给顾氏设置了新的防火墙和网络安全系统，有人攻击过来也没事。说到这里，徐硕开始滔滔不绝地和顾清寒讲。虽然具体他说的专业东西顾清寒听不懂，不过通过他的话里话外可以知道秦秋的技术绝对够格。他和你讲过在哪里学的这些东西？顾清寒问。没有，他只是说自己感兴趣，然后自己琢磨出来的，没人叫他。虽然这话徐硕不信，不过既然他不想说，徐硕也不想刨根问底。顾总，你不会是因为他今晚没在这生气了吧？人家有苦处可以理解，而且秦秋把店拿回去了。还有，你不能因为他不在就扣掉奖金，我可不答应。顾清寒被他吵得头疼，本就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回来，徐硕还不停地在他耳边嗡嗡。最后大致知道今天的事情以后，顾清寒直接起身回顶楼休息，他这几天真的是太累了。徐硕不停在后面提醒他不要忘记奖金的事情。当天晚上并没有人攻击过来，大家都白白的守了一晚上。第二天秦秋来上班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工位上睡觉，还好他带了所有人的早餐过来。徐硕睁着眼睛，一脸严肃地看着昨天他的代码。秦秋，我发现你的这些对抗做的确实滴水不漏，若是让我来，我未必能做得到这么完美。秦秋看他眼睛都熬红了，你看了一晚上，就为了找漏洞？要不你吃完早饭还是去睡觉吧，我在这看着就好。徐硕起身把所有人给叫了起来，然后直接让他们回家去休息，放一天假。技术部只剩秦秋和徐硕2个人。顾总昨晚回来了，我当面问他要了给你的奖励，我猜不会少。徐硕等所有人走了以后，才神神秘秘的和秦秋讲。第38章秘密被发现。之前秦秋只当作是徐硕的玩笑话，没想到他真的和顾清寒提了。别，本就是大家一起努力结果，不然我们平分吧。你的那份是你的，技术部其他人当然也有份，不用担心，我们也不会少的。徐硕不是贪财之人，他喜欢的是这个行业，所以知道秦秋这次必须要给额外的奖励，不然顾氏这次还不知道会损失多少，甚至会丢掉很多的资源。对方明显是故意攻击，所以造成的损失可能还会加倍。可秦秋并没有给对方机会，还给了对方重重的打击。徐硕越说越兴奋，拉起秦秋，我带你去顾总办公室吧，当然要亲自当面去谈。秦秋吓得退后几步，别，我现在还在试用期，还是低调些比较好。秦秋很感谢徐硕好意，可去找顾清寒他还是没那个胆子。而且作为技术部的员工，昨天本就是他的分内之事，总感觉去要奖金有些不好意思。具体挽回了多少损失，秦秋并不知道。秦秋不知道，可顾清寒清楚得很。他从昨晚回到公司以后，一直都没有休息，而是一直在看文件。国外那边的电话也不断，还要解决那边后期问题。而顾氏恢复以后，虽然损失少，可也有影响，一大早还要召集各部门来开会碰面。
忙完这些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根本就没有喘息的时间。不过开完会以后发现这次的损失还不到100万的时候，顾清寒松了口气，这么点算式就相当于没损失。他直接让秘书在公司官网贴出对秦秋个人和技术部整体的奖励。顾总大方啊，不错，这些钱配得上你昨天的努力。徐硕看手机，一个人嘟嘟囔囔。秦秋看了眼，已经被吓傻了。不会吧，80万？在秦秋的意识里面，若是奖金最多也就几万块，可单独给他的个人奖励居然是80万。技术部团里的奖励一共是20万，这20万里面他还要分钱，所以他这次一共要分得80多万元。这么多的钱他还真的没见过，不傻才怪。徐硕倒是很淡定，这是你赢得的部分，本就是你的功力。你要知道，你挽回的损失是好几十个80万的问题，所以这钱不多，拿着。此时的顾氏集团内部议论纷纷，议论的对象还是秦秋。他来公司不到1个月的时间，不停刷新大家对他的认知。当天只有秦秋一个人一直在情况外，因为他被80万给砸傻了，直到晚上下班都还是晕乎乎的。大家看到他都不停的打招呼，他虽然不认识，可已然别人都认识他。顾清寒一直跟在秦秋车后面，知道他要来接孩子。他出差了这么久，决定也亲自来接3个小朋友，给他们个惊喜。可他不知道的是，对于孩子来说不是惊喜，而是惊吓。按照安排来说，今晚是茵茵和秦秋相处的最后一晚，明晚轮到杨洋。茵茵已经想好了要和秦秋出去，还要给秦秋买礼物。时间还没到，便从窗户那里看到秦秋等在门口。爸爸今天来的好早啊！盼盼羡慕的语气。明天我就要去和爸爸一起住了，三宝你要珍惜今天哦。杨洋有些嘚瑟。杨洋要和秦秋相处时间最久，还有周六周日，他都想要了要带什么玩具去，还要让秦秋带着他去玩男孩子玩的游戏。只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些只能是想想。此时顾清寒坐在车内看秦秋等在幼儿园门口，铃声一响，小朋友全部跑了出来。茵茵每次几乎都是第一个跑出来，抱着秦秋开始不停说今天幼儿园发生事。顾清寒因为离得比较远，并没有看清楚秦秋抱着的不是依依，而是茵茵。只不过他有些好奇秦秋和孩子相处，看到父女不知道说了什么，俩人都笑得不停。他好像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孩子在他面前这么放松，这么小。原来孩子和爸爸在一起是这样的状态，怪不得依依不管怎么样都要和秦秋在一起。孩子都被接走了以后，最后3小只才慢悠悠地走出来。顾清寒看到他们3个的状态不是很高兴，和刚刚依依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小只确实情绪不高，回到家也还是他们3个，没有爸爸给念睡前故事，一点都不好玩。他们都想要和爸爸去生活。可是3小只刚刚走到门口，便被等在车旁边的顾清寒给吓到。依依的第一反应是低头向后退。顾清寒本来心情不错，可看到依依的时候愣了下，再看另外2个孩子，才知道刚刚秦秋接走的是茵茵。妈咪！3小只有些害怕，轻声叫出口。顾清寒愤怒转身上车，完蛋了，妈咪怎么会提前回来？这下子暴露了。依依小声吐槽，怎么办？我还没有和爸爸去住在一起，是不是没有机会了？杨洋有些沮丧。盼盼提醒，还是先回家吧，估计我们会挨骂哦。3小只上了保姆车，一路忐忑到家，发现顾清寒坐在客厅抱着手臂看着他们，说谁的主意？是不是密谋了很久？我出差你们就行动。刚刚回来的路上，顾清寒才回忆起来这几天不对劲的地方，怪不得每晚视频都会有问题。先是睡着，后来各种借口，现在想想都是这几个小鬼的计谋。妈咪，是我提出来的，他们都想见见爸爸，你不要生气嘛。我们不是故意要骗妈咪的，可是我们怕和你说你不答应，所以才会。顾清寒越听越生气，瞒着我计划了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如果你们想要去找他，那现在我把你们都给送过去，以后你们和他在一起生活好了，不要再回来找我。不知道怎么回事，顾清寒越说越伤心。他10月怀胎把他们生下来，又辛辛苦苦养大，没想到抵不过那个男人的出现。他只不过才出现不到1个月的时间，居然能发生这么大事情。妈咪，我们好爱你啊，你不能不要我们，哇呜！3个小朋友顿时慌了。顾清寒第一次说不要他们。第39章答应见面。妈咪，我知道错了，我不要爸爸了好不好？依依抱着顾清寒不停地哭，她不知道妈咪居然会这么生气，还以为和之前一样哄哄就会好了，可这次妈咪居然不要他们。虽然很喜欢爸爸，可最爱的还是妈咪。不，一样爱。妈咪，你不要生气，我们再也不去找爸爸了好不好？盼盼也是第一次看到顾清寒发这么大的火，之前虽然会严肃教育他们，可从来不会发火。这次说不要他们，那以后他们是不是就见不到妈咪？他不要见不到妈咪，他很爱很爱妈咪。杨洋是个男孩子，平时顾清寒对他最严厉，可也没见过发这么大的火的顾清寒。既然你们想要爸爸，我送你们去。你们不是认为他好，我看你们倒是很有主意，居然背着我和他来往这么久。要不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让她来接你们。顾清寒更多的是伤心，她再坚强也只是个女人而已。自己生下来的孩子爱的有多深，只有做妈妈的才知道。可他们居然会这么伤她的心，让她感觉到孩子都喜欢巴巴多过她。不要，妈咪，巴巴不知道有我们4个宝宝，巴巴一直以为那个是我，巴巴没有认出来我们只是想要见见巴巴，不是要去找他的。妈咪，你要相信我们。依依抓着顾清寒的衣服，不停的要抱抱。家里的保姆和管家也乱作一团。平时顾清寒虽然管孩子严厉，可还是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孩子哭作一团，顾清寒也脸色铁青。他们想要上前去劝阻，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劝。顾清寒低头看到3个孩子哭得撕心裂肺，他突然有些茫然，难道真的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茵茵和秦秋在一起那么开心？冷静下来的顾清寒坐在沙发上，3小只围坐在他的身边，眼睛里面都是惊恐，好像害怕他下一秒真的把他们送走一样。妈咪，你是不是不生气了？依依知道错了，明天就让茵茵回来，你不要不理我们吗？依依心里很害怕，怕顾清寒以后都不让他们见秦秋。之前还答应他可以去秦秋身边，可他们的计划才刚刚开始，没想到就被妈咪给发现。一时间依依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先哄好妈咪。谁去见过他？顾清寒声音有些冷，质问道。依依和盼盼慢慢举起小手。杨洋看着顾清寒看过来的眼神，急忙解释，我还没有见过巴巴，我应该明天去，可好像又去不了了。越说声音越小，委委屈屈地看着顾清寒。顾清寒突然起身，我要上去休息，你们晚上自己睡吧。3个孩子都有些茫然，妈咪居然什么都没说，这又是什么意思啊？其实顾清寒也搞不清楚该怎么和他们讲。如果强硬不让他们见面，他们也能听，可他知道孩子们会很失望。虽然他们很少在他的面前要爸爸，但却一直都在找秦秋。知道他的存在的时候，不知道有多高兴。依依和秦秋在一起的时候也是那么高兴，可让他们见面，他又并不想。之前是认为没有必要，现在看好像秦秋并不像他最开始了解的那么无用。到底要不要让他们继续去见，顾清寒也想不通。其实想不通的不只是顾清寒，3个小朋友也想不通。他们3个在房间坐在一起，每个人圆嘟嘟的小脸都皱在了一起。妈咪是不是以后不让我们见巴巴了？盼盼问。依依摇头，我也不知道，妈咪刚刚什么都没说啊。难道妈咪不反对我们去见巴巴？杨洋有些兴奋问，我明天可以去见巴巴了，妈咪会答应吗？依依和盼盼同时摇头。3个孩子晚饭都没吃，唉声叹气到很晚慢慢睡着。后半夜顾清寒来到儿童房，看到3个孩子都睡着，房间内却有秦秋的声音。他进来看到盼盼手里面拿着的手表居然录了秦秋讲的故事，原来他们每晚都是听着秦秋的故事入睡。顾清寒突然感觉自己是不是有些自私，就算他和秦秋没有任何可能，可也磨灭不了他是孩子父亲这个事实。也许是该听依依的建议，他们都要了解下秦秋。第二天一大早，3个孩子鬼鬼祟祟下楼，看到顾清寒坐在餐桌旁。妈咪，早上好。顾清寒点点头。一顿早餐吃得安安静静，看到他们都吃好了以后，顾清寒才说话。我昨晚想了想，如果你们真的喜欢他，我并不反对你们和他接触，不过你们不要太早让他知道你们4个的存在。之前你们怎么计划我不知道，如果还想去找他，我不会拦着。3个小朋友听到顾清寒的话都惊呆了。妈咪，我好爱你啊。妈咪，我也好爱你，你真的太好了，我也最爱妈咪。3个小朋友抱着顾清寒不停地撒娇。一时间顾家低气压不见，反而是其乐融融。昨晚顾清寒几乎一夜没睡才想清楚，原来看到他们的笑脸这么容易，只是答应他们去见秦秋，他们都这么满足。一大早顾清寒又亲自去送他们去幼儿园。3个小朋友附赠了顾清寒3个香吻才离开。和这边气氛不同的是，秦秋和茵茵那边充满了低气压。秦秋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孩子一大早又开始找理由赖床不去上学，而且情绪很低迷。爸爸晚上早些去接你好不好？我们晚上就会见面。不管秦秋说什么，茵茵都摇头。她不想去上学，因为今晚回来的不是她，而是杨洋。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找爸爸。好了，不可以再赖床了，爸爸要迟到了。今天我们去外面吃早餐，然后上幼儿园。一路上不管秦秋怎么斗，茵茵都不高兴。俩人在校门口又是抱着不撒手。顾清寒一直在远处看着秦秋和茵茵，知道孩子们约定今晚杨洋去，可看样子就知道秦秋不了解茵茵情绪低落的原因。第40章轻微动摇的心。茵茵一大早来幼儿园，情绪很低，依依和盼盼也理解她的心情。4个小朋友只有杨洋今天最兴奋。你们回家要好好和妈咪在一起哦，我今晚就要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了。得到了妈咪的准许，杨洋的心情格外好。茵茵还不知道顾清寒回来，所以听到和妈咪在一起还很惊讶。妈咪回来了，我们去找爸爸会不会挨骂？当然不会，妈咪说要让我们好好的考验爸爸，不能让爸爸知道我们是4个宝贝。依依想到她的计划，没想到妈咪会支持。只要爸爸好好表现，接下来公司里面也能够让妈咪注意，
那他们一家人很快会生活在一起。依依并不知道他的想法有多简单，而顾清寒现在还没有对秦秋有一点感觉，仅仅认为他这个人还不错，确实也有些能力，可从未想过和他在一起。虽然是孩子的爸爸，但不意味着会是她的丈夫。妈咪没有怪我们吗？真的可以和爸爸生活在一起？茵茵有些不敢相信。妈咪答应了他们，说明以后可以随时去找爸爸，不需要再偷偷摸摸。当然是真的，杨洋这次回来以后，我还要去。盼盼想想就高兴，原来以后可以随时见爸爸，就可以随时让爸爸哄他睡觉，带着他出去玩。依依看到他们讨论的那么高兴，好像完全把他给忘了。明明下一个是我应该和爸爸在一起，而且是谁之前不喜欢爸爸的，怎么现在还要去？盼盼有些不好意思，那是好久之前的事，那个时候我又不了解爸爸，现在和爸爸生活在一起才知道，他也好爱我们哦。依依偷笑，心里得意得很。杨洋去了爸爸那里，以后一定也会喜欢爸爸的。现在家里面只有妈咪对爸爸的印象没改变，下一步他要联合其他几个人一起帮助爸爸。我有个提议，既然我们都这么喜欢爸爸，是不是也要让妈咪喜欢他？依依提议。盼盼想了想妈咪昨天晚上的态度，便说，可是看妈咪的样子好像对爸爸没有感觉哦，与其他追求妈咪的追求者没什么不同。错，妈咪对其他追求者是厌烦，但是对爸爸不是哦，他还让我们去找爸爸，说明对爸爸印象还是不错哦。依依虽然昨晚很害怕，以为不可能再见到爸爸，可妈咪今天一早的改变，让她的心里又燃起了希望。可是我们该怎么让妈咪喜欢爸爸？盼盼不解。依依和杨洋都看向茵茵，每次她都能计划让妈咪喜欢爸爸这件事情，她这次能不能计划？茵茵知道他们都在等她的回答，可是她也毫无头绪啊。哎呀，你们不要看我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爸爸每天都在妈咪的公司，我们也不知道妈咪和爸爸当年为什么要分手，他们到底是不是吵架，还是有误会？4个小朋友全都一概不知，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入手。他们也是为了妈咪和爸爸操碎了心哦。与这4位小朋友不同的是，此时故事技术部的办公室一片欢呼。昨日公司给大家放了假，虽然也知道自己有奖金在，可无人分享喜悦啊。秦秋一大早刚刚进办公室，就被大家的热情给吓到。秦秋，我们根本就什么都没做，都是你的功劳，居然我们也有奖金，这钱让我拿得有些心虚。话说我们顾氏就是大方，其实这100万都应该给秦秋一个人才对，我们真是沾光了。要不我们请你吃顿饭吧，表示感谢。突来的热情让秦秋不知所措，就连之前一直不服气秦秋的小张，这次也格外热情。别的部门不知道，可他们自己清楚，是秦秋一人挽救了公司损失。秦秋拿了80万不多，可他们平分20万却不好，毕竟大家什么都没做，那钱本就是你们应得的部分，毕竟那晚你们守了一夜。秦秋没感觉自己有多伟大，只是80万确实对他有很大的触动。不过他最感谢的还是徐硕把他调到技术部，才会有这个机会。一上午大家都是相互夸赞中度过，中午吃饭的时候拗不过其他人，只能出去让他们请客。不过没想到会遇到顾清寒也在这里。上次遇到秦秋他并不知道，不过这次是技术部的人最先发现的顾清寒。大家都很怕这次顾总，所以特意找了个距离最远的地方。听说坐在顾总对面的是海归高富帅，一直在追求我们顾总，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得上。看顾总的脸色就知道聊得还可以，顾总也到了该嫁人的时候了，是不是结婚了以后就不会这么冷漠了？秦秋看了眼远处的顾清寒，冷漠吗？那晚喝醉的他可是一点都不冷漠，倒像是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别看了，你们的顾总未必会喜欢对面的那位，因为他们已经认识了好多年，只是普通朋友而已。徐硕直接把他们八卦的心给制止住。几个人都好奇徐硕怎么会知道。徐硕说对面那位当年是顾清寒在国外的校友，人家有女朋友，而且和顾清寒的关系也不错。一句话解释了以后，让大家还很失望，以为顾总有了春天，故事就不会那么压抑了。此时的顾清寒眼睛也忍不住的向这边看。秦森好笑的问，认识的朋友？顾清寒点头，公司的人？不像是，难道里面有你心仪的人？秦森看顾清寒自从那群人来了以后一直在走神，这在他的印象里面机会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当然不是，只是遇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本以为对他很了解，后来发现好像一点都不了解，想要了解又不知道该如何入手。秦秋给他的感觉真的是好像谜一样，调查的明明很简单，可每次都会给他很多不同的惊喜，这些惊喜又好像和他毫无相关。之前虽然答应依依，可并不想去了解他，可现在好像越来越感兴趣。第41，现场的震撼。秦森兴趣更浓了，居然有能让顾清寒感兴趣的男人，而且看样子他是真的不知该怎么办。看在你这么迷茫的份上，朋友可以给你个建议，男人都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若是真的对他感兴趣，那就多些时间观察，也许会暴露他的缺点，当然你也不能太理想化，毕竟能和你比肩的人不多。秦森很替顾清寒着急，希望他能获得幸福。考验？顾清寒回想了下，好像考验的也不少，可没看到什么缺点，倒是没挖掘出来的优点很多。
秦森说了很多，顾清寒突然清醒过来，他们怎么越聊越远？又不是要找老公，怎么说这些？别说了，我只是认为他是个好员工，没别的想法。秦森摇头，逃避。你最好还是好好想想，别错过后悔。顾清寒一顿午饭吃得心不在焉，出来结账的时候，秦森大气的把秦秋那桌也给结了，还笑着称就当给你做个好人好事。中午结账的时候，徐硕被告知已经付过账了，他和其他同事解释说，看来顾总和秦总请我们吃了一餐，省了不少。下午回到公司，秦秋和徐硕就被安然给叫了上去。顾总说，全公司最需要网络安全的就是他的电脑，所以让你们给加层保护。徐硕和秦秋进来的时候，顾清寒站在窗前远眺，你的电脑早就应该做个安全加固，还好这次有秦秋，不然估计早就被人窥视了。不过也不晚，这次让秦秋来弄吧，他的技术可比我高出很多。徐硕进来就唠叨个没完，不停的在说顾清寒安全意识薄弱之类的话。废话还真多，你的手下比你厉害，你没有些危机感？技术部可不养闲人，若是能力真的比你强，你把你的职位给他吧。顾清寒故意吓唬徐硕，不过徐硕本就不在乎这些职位，若真给了秦秋，他倒乐得清闲。秦秋很紧张，怎么他们俩把话题扯到他的身上来了？不过第一次给顾清寒的电脑做安全加固还是有些紧张，但秦秋不解的一点是他上次来的时候看到顾清寒桌面有几个相框，现在看位置还在，只不过相框没有了。秦秋很快把顾清寒的电脑加固完成，还给他修补了些问题。看合同为你专门设置了个软件，而且一旦你的电脑有其他人碰，里面的资料会自动销毁，所以这台电以后除了顾总自己，最好不要让其他人再动或者碰。徐硕都好奇，你这又是什么技术？我怎么不知道还能这样？这个确实安全更多。其实秦秋都不知道怎么弄的，只是一碰到电脑，脑袋里面自己就会有这些。三个人探讨秦秋这个高端系统的时候，安然焦急进来叫徐硕。徐经理，怎么我们秘书室的电脑又出了问题？这次不是黑屏，而是不停地跳出来字符。秘书室里的所有和总裁是一样的重要。安然此时都快急得哭出来了。字符？秦秋的第一反应是有人故意做的，上次只是系统的问题，这次恐怕有问题在，他比徐硕还要着急地跑了出去。秘书室的小秘书们都懵了，怎么他们最近总是出事？你们是不是谁用过自己的电脑连接公司的网络端？秦秋有些着急，他设置的网络不会出问题，除非是有人动了这里。角落处的一个小秘书脸都吓白了，我午休的时候用自己电脑下载了几集电视剧，我没干别的啊。大家都看着他，就连顾清寒都皱着眉看他，难道仅仅下载了电视剧就会出这么大的问题？徐经理，对方没有放弃攻击顾氏，只是他一直都在等漏洞，我现在给他个机会，你来追踪他，然后一样毁了他。秦秋本以为过了2天没有任何的反应，谁知道对方居然一直在找突破口。把你的电脑给我。秦秋把那个小秘书的电脑给要了过来，因为是他的电脑出现的问题，所以他想要守株待兔。之前技术部的人都说秦秋有多牛，大家都半信半疑。这次当着顾清寒和所有秘书的面，是真的见识到了秦秋的厉害。他说的并没有错，对方看到这台电脑上线以后，又开始有了动作。刚刚屏幕都是符号滚动的电脑，现在变成了各种代码的滚动。我去，对方这是在挑衅啊，居然把他的代码给公布出来了，我看是故意挑衅你吧。徐硕发现这些伎俩就像上次秦秋抓到他一样，所以说让他嚣张，你追踪不要被他发现，他这次来不是为了别的，确实是挑衅我。秦秋迟迟不动手，一直看电脑上飘过的代码。对方看时间差不多，开始要跑。不过在跑之前，他的意图是要毁了秘书室里面的所有内存资料，再不动手，秘书室所有电脑就都毁了。我这可是追踪到了他，对方不是一个人。徐硕追的都很艰难，对方一直在换电脑操作，这次是故意的不让他们追踪到。可惜秦秋在电脑上早就安装了追踪的软件，不管对方怎么变都没事。我来了，这次他一定跑不掉，我要让他产生心理阴影。秦秋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皮皮的。顾清寒突然想到秦森的话，男人时间越久越会暴露，原来所有男人都会有这样的一面。秦秋的表情好像是和人打架时候挑衅的表情，与平时很不同。接着秦秋的手搭在键盘上的时候，才是平时的他，严谨严肃。之后顾清寒亲自感受徐硕所说的他的手部速度有多快，这样一对比，怪不得徐硕都佩服。在场的其他人都看不到秦秋的手是怎么敲击的键盘。马上找到他了，我已经毁了他电脑里面25%的东西，马上50%，很快就把所有都毁了。秦秋这边嘴里念叨着，另一边的徐硕便配合他的进度，俩人非常的默契。虽然大家都听不懂他们所说的话，可看上去就很牛。第42章，孩子的疑问。秘书室今天又被秦秋帅到，但是碍于顾清寒在，没人敢表达出来。晚上秦秋上来打扫的时候，小秘书们偷偷的给他塞了好多吃的东西，不过都说是给家里孩子买的。顾清寒整个一个下午脑袋里面都是秦秋的踪影和秦森的话。晚上他又偷偷的跟着秦秋去接孩子，
他知道今晚秦秋接走的是杨洋，不过这个男人心还是真的大，都换了3个孩子，他都没发现。不知道是他不在意，还是4个孩子真的长得像的原因。窗户处趴着的4个小脑袋不仅看到了秦秋，还看到了顾清寒。妈咪今天也来了，是不是跟着爸爸来的？不会阻止我们吧？杨洋突然有些紧张。今晚是他和爸爸回家，若是妈咪出来阻拦怎么办？笨，妈咪早上答应我们，让我们去和爸爸接触，你怎么这么快就忘了？不过我要提醒你，不要玩得得意忘形，忘了自己是女孩子，若是被发现你就死定了。依依威胁杨洋，平时杨洋的乖都是装出来的，他们都知道他有多调皮。他们3个担心杨洋会暴露，那样的话他们的计划就没办法进行，也会暴露他们4个。放心吧，只要爸爸不给我洗澡，就不会发现我是男孩子。杨洋相信自己能隐瞒得很好，毕竟他一直被他们打扮成女孩子。杨洋毕竟是个男孩子，心思没有女孩子心细，跑出来的时候很自然的和秦秋亲近。秦秋还纳闷，早上还那么难过，怎么晚上放学这么高兴，完全变了个人一样。难道真的那么不喜欢幼儿园？依依，若是你不喜欢这个幼儿园，爸爸给你换一个好不好？我喜欢这里，这的老师和小朋友们都很好，我不要换。杨洋怎么可能同意换幼儿园？若是他那岂不是以后都见不到依依他们了，也换不回来了？爸爸不会真的想给他换到其他地方去吧？爸爸，你不能给我换走哦，我最喜欢这个幼儿园，不喜欢其他地方。可是你早上的时候心情不是不好，难道不是因为不喜欢这里？秦秋很好奇，小孩子的心情怎么会变化的这么快？杨洋否认，当然不是因为不喜欢这里，而是因为舍不得离开爸爸，想爸爸，所以晚上会很开心。秦秋发现原来有孩子的生活会这么美好，虽然有的时候感觉很累，却能带给他很多的快乐。晚上仍然是秦秋亲自动手做饭，不过今晚的秦秋发现依依的口味变了很多，平时一点辣不能吃的依依，今天吃了好多辣的东西，还不停地咬。爸爸，你做的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而且口味好好哦。杨洋在家里吃东西都是顾清寒定好的菜谱，就连吃的量都是有克数安排。来到秦秋这里，什么约束都没有，本就是个男孩子，吃的自然比女孩子多。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杨洋还提要求，爸爸，晚上我要听讲战争和坦克的故事。秦秋手里都是小女孩听的睡前故事，突然说动战争有关系的，那都是男孩子喜欢的故事，怎么今天依依会提这个要求？不过秦秋没想更多，以为只是他幼儿园今天发生什么有关系的故事，想着之前电视上看到的故事，便讲给杨洋听。可杨洋迟迟不睡，在一边若有所思。爸爸，你想要见妈咪吗？你会想妈咪吗？姐姐们给他的任务是问清楚爸爸和妈咪出了什么问题，还有想办法让爸爸说出对妈咪的想法，若是爸爸想见，他们会想办法。秦秋想了很久，其实不是他想不想见，而是他对那个女人一点印象都没有。那晚因为药物的作用没看到她的脸，可以说只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所以根本就从未想过。这5年里面真的没想过，若不是依依的出现，他都要把那晚给忘了。之前没想过，不过见到依依之后会想。秦秋并不会说谎话，只不过见到依依之后想的是那个女人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不要依依了？而且对她很亏欠，一个人把依依养这么大，这么健康，想要见她补偿，具体该怎么补偿，其实秦秋没想好。杨洋听到爸爸会想妈咪，看来爸爸是喜欢妈咪的吧？爸爸为什么要和妈咪分开？杨洋又问。这个问题是真的难住了秦秋，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分不分开啊，只是一夜情而已，当然不会有以后。谁也没想到会有个孩子，秦秋只能胡乱找了个借口，可能是我们不合适吧，所以才分开。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完了，杨洋听到秦秋这个回答，瞬间心情低落。爸爸的意思是不是以后他也不能和妈咪在一起？居然是因为不合适。可是别人都是爸爸和妈咪在一起，可是我只有爸爸一个人，我们不能和妈咪生活在一起吗？杨洋困惑的眼睛看着秦秋，孩子的想法太简单，爸爸和妈咪应该在一起。这个以后我和你妈咪见面以后再谈这个问题，这不是小孩子该关心的话题。完全陌生的2个人怎么才能生活在一起？没准对方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依依的想法太理想化，秦秋没有把他当回事。杨洋嘟了嘟嘴，大人的世界好复杂啊，都有了他们的存在，为什么不能够在一起？这一晚，杨洋第一次问到关于那个女人的话题。秦秋其实也想见见她，只是一直没有机会。顾清寒此时也站在孩子们的门外，里面英英正在绘声绘色地描述这几日和秦秋生活在一起的趣事。他也很好奇，怎么这几个孩子那么喜欢他。在公司的他有些呆，甚至是木讷，怎么在孩子们的嘴里面好像很有趣。爸爸还会带我去吃儿童垃圾食品哦，而且还给我亲自做了我喜欢的菜。英英讲发生的事情，依依和盼盼听得也认真。顾清寒发现他们就像是能通过描述去到那个场景一样。第43章出逃的孩子。顾清寒最后也没进去打扰，不想去扰乱他们此时的美好。不知道为什么他竟会感觉到孤单，之前以为有工作在，孩子们也有人管，他就很好。
可现在孩子们因为秦秋变了好多，倒像是他只有一个人。杨洋的重任完成的不是很好，因为问题的答案让4个小朋友并不满意。爸爸的意思是不是和妈咪没有可能在一起了？盼盼有些失望，只是说不合适，是以后都不会在一起的意思吗？依依也不懂，也不一定，我们不如去问问妈咪，也许妈咪想要和爸爸在一起。茵茵提议，对哦，好多人追妈咪，可妈咪从来没有理过他们，是不是意味着妈咪还是想着爸爸？依依突然眼睛都亮了，如果是这样，只需要让爸爸喜欢妈咪就好了。杨洋把手表的录音关掉，我们现在去找妈咪问问吧。其他3个小朋友有点害怕，他们不敢去质问妈咪，妈咪发火怎么办？我猜妈咪不会发火的，她都让我们见爸爸了，我们这次和她聊聊。之前妈咪说过，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她聊，不需要隐瞒。茵茵回想起来之前顾清寒给他们定的规矩，不需要隐瞒，只要实话实说，不管什么要求，只要合理都可以满足。上次生气是因为他们的自主主张，不然妈咪很少会发火。4个小朋友一拍即合，准备溜出幼儿园去找妈咪。我知道幼儿园有后门，我们可以出去，不过你们谁能找得到妈咪公司？杨洋每次都会偷跑出来玩，所以知道后门出去的路。茵茵指了指手表，我们可以导航，这里距离妈咪公司很近，只是我们不要被爸爸发现。秦秋的态度知道以后，他们想知道顾清寒对秦秋的态度。若是妈咪也喜欢爸爸，是不是就可以一起拯救爸爸？中午午睡时候便看到4个孩子背好包包蓄势待发，因为是国际幼儿园，所有到处都是监控，但是杨洋早就找到了监控的死角，所以知道哪里可以逃得出去。在杨洋的带领下，逃过监控和老师，直接从后面钻了出来。4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站在大街上，茫然看着四周，路过的人都好奇地看着他们。依依不忘从包里面拿出4个儿童口罩，我们戴好，然后去找妈咪。茵茵导航之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便找到了顾氏大楼。之前他们几乎没露过面，所以前台并不认识。茵茵直接给安然打电话，要他下来接。安然没想到4个孩子都来了，你们怎么来的？没去幼儿园？不会是自己跑出来的吧？这4个小祖宗胆子是真的太大了，若是出了事，顾总绝对不会轻饶。顾总在开会，不知道你们过来，我带你们去办公室。4个孩子被带到办公室，秘书室的人都疯了，知道顾总有4个孩子，这还是第一次见到。4个孩子被带到办公室以后，里里外外看了个遍。安然守在屋里面伺候这个4个祖宗，是不是从幼儿园跑出来的？顾总不知道吧？一会儿你们就会挨骂。安然姐姐，你不能吓唬小孩子，我们是来找妈咪，妈咪会理解的。依依才不信妈咪会骂他们，幼儿园学的那些东西他们都会，那里又不好玩。顾清寒开完会回来，便看到沙发上排排坐的4个小鬼头。看到顾清寒的时候，他们4个相互还交换了个眼神。顾清寒也不着急，知道他们是有话说才会来。刚刚幼儿园已经发出警报说他们4个逃了出来，是他给幼儿园打了电话。之后看到定位发现他们就在顾氏大楼里面。顾清寒走过去坐在他们对面。嗨嗨，妈咪，我们是来找你谈事情，所以你要严肃对待。依依先发言。安然看了看顾清寒，让他出去就好。秘书室小秘书们看到安然都问，安经理，那4个都是顾总的孩子，那孩子父亲是谁啊？他们4个怎么会来公司？是不是顾总老公也来了？我们都没听说顾总结婚，怎么会有4个孩子？好了，不该问的别问，那是顾总的家事，别八卦。安然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知道顾清寒有4个孩子，他也从不避讳让人知道。此时办公室内1对4的场面有些紧张，紧张的不是顾清寒，而是4位小朋友。说说想要问什么？我有权不回答吗？顾清寒问。当然不可以，妈咪必须要回答，不可以骗小孩子哦。依依先回答。顾清寒点头，可以。然后看了看时间，你们有1个小时时间，之后我还有会，然后我让安然送你们回幼儿园，不然会被你们的爸爸发现。妈咪，你喜欢爸爸吗？会想他吗？茵茵提问。这个问题直接让顾清寒愣住，没想到他们逃出来是问关于秦秋的问题，而且问的还这么直接。你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想要和他生活在一起？顾清寒有些好奇。自从和秦秋生活在一起之后，他们变了很多。妈咪，是我们在问你提问题哦，你回答了以后，我们才能回答你的问题。茵茵逻辑清晰，其他3个也点头附和。之前没想过他，不过他回来和你们在一起我会想。只不过顾清寒想秦秋不是女人对男人的想，而是好奇他这个人。好吧，果然一样。杨洋嘟囔了一句。好，那我们问第2个问题，你之前为什么会和爸爸分开？依依继续提问。顾清寒认为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也解释不清楚，小孩子根本就没办法理解。他和秦秋本就没有感情，甚至都不认识，更不存在在一起和分开的问题。想了好久，顾清寒才回答，因为我们之间没有感情，所以才会分开。完蛋了，一模一样。杨洋惊恐大喊了一句，这些回答都和爸爸说的相同。
第44章拯救家庭大作战。啊！顾清寒不明白杨洋话的意思，什么一模一样？杨洋捂住自己的嘴，摇头，什么都没有。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顾清寒看到他们4个都沮丧地低着头，刚刚还雄赳赳气昂昂地质问他，现在都如霜打的茄子一般蔫了。4个齐齐一起摇头，真的没有了？顾清寒又问，接着又是无声的摇头。顾清寒站在他们对面，既然你们没有问题，我也有问题问你们，你们也要如实回答。4小只有齐齐的点头。你们喜欢巴巴吗？虽然顾清寒心里早就有了答案，但还是想听他们亲自说出口。4小只这次不是点头，而是齐声地说喜欢。OK， 第二个问题，你们想要和他永远生活在一起吗？4小只这次迟疑地看着顾清寒，他能感觉得到他们是不敢说。没事，妈咪想听你们说实话，不会生气，也不会怪你们。4小只点点头。若是让你们只能选一个人，是选妈咪还是巴巴？顾清寒不确定这个问题他们给的答案是什么，因为他们太喜欢秦秋，若是选择了他，他的心里真的会很失落。4个小朋友相互看了眼，都低着头不说话。很难回答吗？顾清寒问。妈咪，我们想要和你还有巴巴一起生活，不想做选择，难道不可以吗？依依诺诺的声音有些不敢确定。大人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做选择？明明他们喜欢巴巴，也喜欢妈咪，生活在一起才可以啊。可是我们之前没有巴巴的生活也很好啊，为什么一定要和他生活在一起？顾清寒并没有认为秦秋有多重要，之前的5年没有他，他们依然什么都不缺，生活也按部就班。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巴巴在哪里，现在找到巴巴，当然一家人要生活在一起哦。茵茵逻辑一直都在，妈咪的问题她都认真的在听。可是一家人整整齐齐在一起才会更开心，不想要少任何一个人。妈咪，你不可以接受巴巴吗？他很优秀哦。盼盼问。顾清寒没想到短短的时间，盼盼都站在了秦秋那边，原来他们是真的很喜欢秦秋。我考虑考虑吧，我让安然送你们回去。顾清寒没办法回答盼盼的问题，那是一个暂时没有答案的问题。4小只只能失望而归。不过走之前，杨洋还是把手表留下，里面是巴巴的回答，妈咪可以听一下哦。秦秋的回答，顾清寒还真是有些感兴趣，他会怎么回答？同样的问题，他又怎么想？可听了以后才明白刚刚杨洋说的话的意思，他们居然回答的一模一样。原来秦秋和他之前的想法一样，若是没有孩子，他们不可能再有交集。顾清寒知道他来到顾氏都是孩子的安排，不是什么所谓的缘分，而是人为使然。安然送他们4个回到幼儿园的时候，园长亲自出来道歉。安然指了指他们，没事，顾总说是他们调皮，和你们没关系，不需要自责。好了，进去吧，不要再胡闹了，这么多人提心吊胆，你们倒是玩得很开心。安然看到老师的脸色都被吓白了，都知道他们的身份，若是真的被有心人带走，估计担不起这个责任。4小只已经没有心情想起他，现在都是满满的失落。爸爸和妈咪回答一样，意味着他们一家人不能生活在一起。不行，我们要为了家庭大作战而努力，不能气馁。茵茵突然斗志昂扬。怎么努力啊？盼盼问。茵茵拿出自己的小本本，我要制定个计划，让妈咪和巴巴相处，看到对方的优点，然后顺理成章在一起。我的计划怎么样？听起来好像不错，可是要怎么计划？毫无头绪。依依懊恼地拍自己脑袋。茵茵沉思了好久说，我也不知道啊。4个小朋友升起的希望又破灭了，唉声叹气地坐在一边，不说话也没活力。顾清寒通过学校监控看到他们的失落的表情，知道是他的回答让他们难过，可他又不能骗他们。秦秋的出现完全打乱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突然有些埋怨秦秋不该回来帝都。此时的秦秋拿到公司给的奖金，也是他工作之后的第一笔金，工资虽然不多，可奖金却实打实的进了腰包。秦秋，你要不要请客啊？我们办公室可是你开的工资最多，我看还是要请的，大家一起开心开心怎么样？看到大家的情绪这么高涨，都是因为有了奖金开心。秦秋也不吝啬，当然可以，地方你们来挑，最好不要是晚上，因为我还要照顾好孩子。最后大家定周6中午出来吃饭，把秦秋的孩子也带出来。时间定好以后，秦秋去顶楼打扫。这次再遇到顾清寒淡定了很多。你之前大学学的不是编程吧？怎么会这些？顾清寒纯属好奇。俩人在电梯口相遇，他突然就问出了口。秦秋愣了下，和之前的回答没有变，只是喜欢研究，并没有学过，这2次也是凑巧，多谢顾总给的奖金。毫无新意的答案，和徐硕告诉他的一样。以后想要定在帝都吗？我的意思是，如果定在这里，顾氏可以花钱培养你去国外进修。顾清寒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问出来这个问题，其实内心是想要知道他会不会离开。若是他离开，孩子们该怎么办？离开？秦秋真的没想过，有了依依以后，更是没想过以后，至于会不会离开顾氏，也都不知道。没想过，也不知道，只是顾总并不知道我的大学还没毕业，因为个人原因退学，所以可能没办法进修吧。他简历也不是秘密，
他想顾清寒看中的只是他这几次的表现，还有徐硕帮忙说，所以才会让顾清寒产生错觉吧？还是和他说清楚的好。顾清寒点点头离开，没再说其他。秦秋对刚刚顾清寒问他的那些问题有些感到莫名其妙。第45章小鬼计划开始。这次俩人的碰面没有给秦秋带来任何影响。至于顾清寒问他的那个问题，他也当面给了回应。虽然不知道当时顾清寒问那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他想自己都不会答应，不会选择出国，因为他有了依依，还有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是否留在帝都，他也没有想好。这些他现在都不考虑，因为他还有些事情没办。孩子母亲没有见到，以后孩子母亲到底还要不要依依，他也不知道。他倒是想抚养依依，可也要经过依依母亲的同意，这些都是需要两个人来沟通。秦秋想的这些，此时也是4个孩子心中所想。孩子们从顾清寒那里回来以后，一直都在思考怎么能让顾清寒和秦秋单独相处，想了好久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办法出来。四宝，你今晚和爸爸回去看看这周末有什么安排，然后我们电话联系。茵茵想要制定一个计划出来，可惜毫无头绪。周末妈咪有什么安排吗？或者我们把他们俩人约出来，然后让他们意外相遇。盼盼想直接让俩人约会就好了，也不需要多么复杂。依依听了以后当然不同意。二宝，你想的太简单了，这样不可以了。难道你忘记妈咪发火的事情了？若我们真的那么做，她一定会恼火的哦。盼盼有些小情绪，你们说该怎么办嘛？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茵茵拿着纸笔画了好久，虽然没有想出具体的计划来，可仍然不慌不忙。急什么？也许很快我们就会有灵感了，不要有情绪嘛。老师们已经习惯了4个小朋友时不时的聚在一起咬耳朵。不过自从他们逃走了以后，幼儿园也加强了安全防范意识。晚上放学的时候，杨洋最开心，其他3小只一直忧心忡忡。茵茵还不忘嘱咐杨洋，四宝，你还记得自己的任务吧，不要忘记哦。四宝怎么可能会晚，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问出口。没想到晚上秦秋会先开口，爸爸明天带你去和我的同事们吃饭好不好？同时叔叔们都想见见我们可爱的依依小朋友。杨洋眼睛都亮了，看来机会来了。我们是要和叔叔们待一整天吗？我们要去吃什么？只是和叔叔们吃顿午饭，其余时间爸爸可以带你出去玩其他的。你想玩什么？只有周末时间可以好好陪陪孩子。之前是因为没钱，现在有了工资和奖金，所以秦秋不想亏待孩子，只要是和爸爸在一起，做什么都好。杨洋虽然是男孩子，可是撒娇他可是最在行。和姐姐们在一起，一直被打扮成小姑娘，早就学会了怎么哄人。他现在还要找机会把消息告诉茵茵。秦秋出去打电话和其他同事定时间的时候，杨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茵茵。爸爸有说他们定在哪里吃饭吗？茵茵问。杨洋想了想，好像没说哎，不过爸爸现在在外面打电话，正在定时间和地点。你们要不要带着妈咪一起来，然后让妈咪和爸爸偶遇啊？你把时间和地点确定好了以后告诉我，然后我们来研究具体方案。莹莹说完以后，直接把电话挂掉，之后起身把卧室的门反锁，回来坐在床上，一脸严肃。妈咪今天回来的很早，刚刚我听到她和阿姨说明天会在家里，所以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只要杨洋把时间地点发给我们，我们明天就想办法让妈咪带我们出去，你们说好不好？依依和盼盼点头，好。3个人焦急地等待杨洋发过来的地址，他们还要去找理由叫妈咪带他们出去。杨洋等秦秋回来以后，好奇地问：爸爸，叔叔们定好去哪里吃饭了吗？我刚刚听到你们好像要去吃火锅，我好想去吃火锅哦。刚刚他们是给了秦秋几个建议，让秦秋来选，毕竟是请你去花钱请客，最后吃什么当然他做主。听到杨洋说想要吃火锅，秦秋毫不犹豫地选了这个选项，然后在群里面告诉大家：好，既然我们家依依想要吃火锅，我们明天就去吃火锅。之后群里面直接把火锅店的地址发了过来，杨洋看一眼之后，在手表上面通知茵茵。茵茵看到吃饭的地址以后，直接带着依依和盼盼去找顾清寒。妈咪，3个小朋友小奶鹰撒娇找到顾清寒卧室。此时顾清寒正在看秦秋大学时候的一些调查讯息，不过并没有什么特别住处，无非是打工赚钱养活自己，可什么都和编程扯不上联系。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顾清寒拍了拍自己的床，3小只都爬了上去。妈咪，我们今晚想要和你一起睡。妈咪，你出差好久，我们好想你哦。还是妈咪的床香香，以后都要和妈咪一起睡。3个小朋友今晚的嘴都格外甜。事出反常必有妖，他不信这3个小朋友今晚来是来表达对他的爱意。顾清寒就静静地看着他们撒娇，也不说话，半天都不到妈咪说话，3个人都有些摸不准。既然想要在这睡，今晚就和妈咪一起吧，是不是准备睡了？那我关灯了。顾清寒把灯关了以后，卧室内一片寂静。顾清寒没想到他们还真能沉得住气。妈咪，你睡了吗？依依小声问。怎么了？看来忍不住了要开口。妈咪，我们明天出去吃火锅吧。另外2小只也一起附和。对哦，我们吃火锅去吧。今天听到幼儿园朵朵说有一家超好吃的火锅，我们听了以后都好想吃啊。
明天我让阿姨准备，家里吃干净又卫生。还以为他们做了什么亏心事，只是一顿火锅而已。依依和盼盼用手拉了拉茵茵的衣服，叫她说话。妈咪，我们都好久没有一起出门了，这次可不可以出去吃那家超好吃的火锅啊？想要和妈咪一起去逛街。依依说的可怜兮兮。第46章，打造美少女妈咪。顾清寒在外面无论别人对她什么评价，可她在家里只是妈妈这个角色。听到茵茵的话，她有些触动，好像确实陪在孩子身边的时间有些少。再联想到他们和秦秋在一起的画面，她是不是有些不称职？妈咪，茵茵不确定她是不是睡着了。顾清寒回过神，好，明天我们晚上出去吃火锅好吗？不要，我们要中午出去吃，然后我们出去逛街好吗？茵茵怎么可能答应晚上出去？那样岂不是和爸爸错过了？只有中午去才能和爸爸相遇啊！这次无论如何都要让爸爸和妈咪单独相处。好，中午去，现在可以睡觉了吧？我都答应你们了。听到顾清寒答应，3个小朋友才安心入睡。只是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睡了以后，顾清寒久久都不能入眠。他们和秦秋接触的时间越多，是不是就会发现他的缺点越来越多？之前很少陪在他们的身边，而秦秋除了上班的时间，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陪伴孩子。小孩子其实很容易满足，只要肯花时间陪他们，他们就会喜欢你。不知道为何秦秋的出现给了顾清寒很大的危机感。明明那个男人各方面都没有他好，可他总怕秦秋有一日会把孩子从他身边抢走。他怎么会突然有些后悔让他们和秦秋接触？越想顾清寒的脑袋越乱，总也理不清楚这些烦心事。这件事情好像比谈一个大合作还要浪费脑细胞。稀里糊涂睡着了以后，第二天很晚才起来。等顾清寒起来的时候，3个小朋友已经吃好了早餐。保姆说孩子们上楼了以后就没再下来，也不知道都在屋里面做什么。其实3个小朋友做的事情很简单，是在商量该怎么让秦秋和顾清寒相遇的自然一些。杨洋也起来打电话和姐姐们一起商量。为了防止秦秋发现他们，3小只要提前带着顾清寒出门去火锅店。顾清寒才刚刚吃好早饭，便看到3小只穿好衣服下楼。这还不到10点，我们就要出去吃饭，是不是早了些？顾清寒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着急，不像是去吃饭，反而像是着急去见谁。妈咪，你不要着急哦，我们是怕那家火锅店排队，所以提前收拾好。如果你也吃完了早饭，可以上楼去打扮一下吗？我们想给你搭配衣服哦。茵茵早就不满意顾清寒的穿着，每天都是西装，一点新意都没有。这个换衣是茵茵提前计划的重点，他们要让爸爸看到妈咪的另一面，这样才能吸引到爸爸。还没反应过来的顾清寒已经被3个孩子给推到了试衣间。看到他们3个忙碌的小身影，顾清寒感叹他们居然都长大了，开始对他的穿着有品味了。可是看到他们选的衣服，顾清寒有些为难。你们确定妈咪今天要穿这身去和你们吃火锅？这是一件晚礼服哦，后面还会露背的，是晚宴要穿的衣服。顾清寒看着面前这件火红的露背礼服，便突然想起来5年前那晚。他怎么会突然想到秦秋？急忙甩掉这个可怕的想法。哎呀，依依那件不行了啦，我们要找日常休闲风的衣服，这件太暴露。茵茵直接把衣服脱着，随便找了个地方扔了进去。接着从衣橱里面找到一件橘色玳瑁卫衣和一条白色的裤子，还有一双白色运动鞋。顾清寒看到这身衣服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放在衣橱里面的。他平时上班穿各式各样的西服正装，这类型衣服很少穿，这几年也几乎没有约会，所以都没机会穿出去。今天被茵茵找到以后，竟也有些想要尝试一下。妈咪，这套可以吗？还有这个可爱的小包包。盼盼手里面拿着的是一个可爱的米奇头包包。顾清寒拿起这套衣服，换衣服的时随后扎了个马尾。当他换好出来以后，3小只的脸都是惊讶状。不好看。顾清寒低头看了看，有些不确定他们会不会喜欢。哇哦，原来我们打造了一个美少女妈咪哦，完全不像是妈咪啊！顾清寒被他的话弄懵了，不像妈咪，像是谁？美女姐姐啊，明明不是妈咪，是姐姐。依依的小嘴甜的把顾清寒都夸奖懵了。他回头看了眼试衣镜，怪不得孩子们会惊讶，就连他自己都很惊讶。镜子里未施粉黛的他，穿了这身扎了个马尾辫，确实像是没出校门的大学生，心里一下子都轻松了很多。平日里都是西装和精致的妆容，还要冷着脸，习惯了官场上的不怒不威，不悲不喜，不让对手看到他的心里。长久下来，好像习惯了那副面孔。今天的自己竟有些不认识了。3个小朋友看到愣住的顾清寒，他们站在后面偷着捂嘴笑。顾清寒竟还有些不好意思，你们笑什么？难道不好看吗？当然好看，妈咪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女生哦。妈咪，我们出发吧，今天是阳光美少女们的日子哦，我们和妈咪都是阳光美少女。依依越来越兴奋，3个小朋友后来也换了和顾清寒一个颜色的卫衣。4个人下楼的时候，保姆都看呆了，很少看到顾清寒这么活泼的一面。顾清寒出来特意选了一辆低调的白色奔驰，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茵茵偷偷的给杨洋发了条短信，
告诉他他们已经出发。另一边的杨洋也刚刚给秦秋打扮好，幸好之前依依在的时候带着秦秋去买过衣服。看着茵茵传过来的照片，杨洋听从茵茵的指挥，也给爸爸选了同颜色的卫衣。你确定爸爸今天穿这件衣服出门可以？秦秋不管什么时候，就算是上学的时候也没有穿过橘色的衣服，可看到杨洋真挚的点头，他也不好拒绝。你也和爸爸穿同色系列。秦秋看到杨洋手里拿着一样颜色的衣服，杨洋很喜欢，当然我们要穿的一样哦。第47章喜人眼球。杨洋和秦秋出发的时候也发了短信给茵茵。三个小朋友看顾清寒今天的心情不错，便不停地提意见下午去哪里玩。不管他们说什么，顾清寒都答应，他也感觉自己轻松了许多。之后便是三个小朋友不断的彩虹屁，一路把顾清寒从家里夸到吃饭的地方。顾清寒要坐在大厅吃，但是三个孩子一定要进包房去，没办法，只能顺从他们。顾清寒带着三个小朋友才刚刚进入包间，另一边的秦秋带着杨洋也进来了。徐硕和其他的同事早就等在了订好的包间内。秦秋带着杨洋进来的时候，其他同事看到秦秋和孩子都愣住了。哥们，原来你私底下是这种风格啊？你女儿长得也太萌了吧，不过和你确实有几分像，怎么感觉还很眼熟？当然眼熟了，你每天都对着秦秋那张脸，不眼熟才怪。小朋友，叔叔给你买了礼物哦。接下来是杨洋收礼物，收到手软。另一边的顾清寒带着孩子已经开始了点菜，而这边秦秋早就预定好，所以已经吃了起来。全程只有几个孩子一直心不在焉。杨洋适时报告他这边的情况，而茵茵也会告诉他这边的情况。顾清寒完全没有注意到茵茵的小动作。下午带你们去看电影好不好？带你们看新上映的狮子王。听到要去看电影，三个小朋友更是高兴的直接跳起来。另一边的秦秋吃饭其实没有占用多久的时间，因为他是带孩子过来，所以大家都不敢聊太久，怕小孩子闹。这边已经吃完结账走了以后，这边的三个小孩也准备吃完离开。杨洋拖着秦秋去逛街，其实一直等茵茵的指挥。茵茵用手机查了这座商场有个地方是儿童专区，茵茵决定去那里。妈咪和爸爸放心把他们放在那里，然后让两个人相遇。妈咪，这里有一家很好玩的儿童乐园哦，有好多好玩的东西，我们可以去那里玩吗？你可以去逛街，我们进去玩就好。顾清寒看时间还早，若是去看电影也早了些，让他们玩几个小时好像也可以。走吧，不过只能最多玩2个小时，然后我们去看电影好吗？三个孩子乖乖点头。妈咪和爸爸第一次单独待2个小时，好像时间刚刚好。购物商场顶楼全层都是儿童游乐中心，这里完全解放了家长。妈咪，我们进去了，拜拜。三个孩子直接跑没了影子，顾清寒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在这站了好久发呆。依依躲起来看顾清寒没离开，茵茵，快让杨洋带着爸爸上来，妈咪还没走。不要急，杨洋和爸爸马上就到，还有不到100米的距离。茵茵已经和杨洋开始位置共享。杨洋拉着秦秋跑到了顶楼，秦秋看到牌子上的提示才回到是儿童乐园。你进去，爸爸在外面等你好吧，不过不可以玩太久。秦秋没注意旁边站的是谁，但顾清寒却看到了秦秋和杨洋。杨洋好像不认识他一般，目不斜视的从他面前经过跑了进去。此时的顾清寒才反应过来，从昨晚到现在3个小朋友一直都在演戏，怪不得突然要吃火锅，又来到距离家里这么远的地方，还好心的给他搭配衣服。原来一切都是有预谋的，怎么都想不到有一日他居然会被3个孩子给安排了一次。现在看看他身上的衣服，再看看秦秋的穿着，在外人眼里还真的像是一对情侣。秦秋感觉到有人在看他，转过头来的时候都没敢认，只是感觉到有些眼熟，却不敢确定就是顾清寒。他的打扮和平时太不相同。顾总，秦秋语气不确定，眼前的女子完全是个小女孩，和时刚刚在上冷漠的顾总也不搭边。原来私底下的顾总是这样的人。你也来逛街？顾清寒淡定许多，他看出秦秋看他的眼神很惊讶，是他的打扮太不同了。远处4个小脑袋一直注意着外面俩人动向。哇，爸爸和妈咪在说话哦，帅哥美女好养眼啊，我们真的是太棒了。可是他们为什么还不走？难道不是应该去喝个咖啡坐一坐？别急嘛，妈咪一定知道是我们的阴谋，所以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周围的孩子们都在毫无顾忌的玩，只要他们4个为父母操碎了心。顾清寒知道他们一直在看这里，他也不能一直和秦秋在这里聊天，要不要找个地方坐坐？这里好像有些吵，正好我有些口渴。秦秋也不知道自己脑子里面在想什么，直接答应了下来。好啊。俩人前脚刚走，4个小朋友直接跑了下来。顾清寒毫无预兆的回头对4个小朋友露出一丝微笑。哇，完蛋了，我看到妈咪的笑了，她是不是生气了？妈咪已经看到了我们，我就说她一定猜到了。现在该怎么办了？要不要跟过去？当然要过去，看看他们在聊些什么。若是分开了，再想其他的办法。看到他们走远了以后，4个小朋友
直接从游乐场里面跑了出来。顾清寒和秦秋进到了咖啡厅，余光也可以看到后面跟着的4个小尾巴。顾清寒心里叹气，他们为了让他和秦秋当初相处，也是煞费苦心。估计他们不知道，在公司其实他有很多和秦秋相处的机会，不过都被他给错过。不过按照秦秋对其他女孩子的态度，估计对他也没有例外。每次见到他，从来都不用正眼看过他，说话的是时候也一直和他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想要喝点什么？吃甜点吗？俩人一出现，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本就长得好看，还一身情侣装。先生女士，今日情侣2份饮品半价哦，只要你们留下1张合照，还赠送1份甜品。秦秋注意到顾清寒眼睛一直在看甜品，以为他喜欢。其实不是顾清寒喜欢，而是他尴尬的不知道看啊。第48章情侣照。服务员看到2人，还以为是不好意思。先生女士放心，我们的合照还会送2人1份，甜点也是任选。秦秋迟疑的看了眼顾清寒，周围的人都看着他们俩。拍照的服务员拿着相机等在他们俩旁边，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若是此时说明天不是情侣，是不是会更尴尬？可若是承认了，顾总会不会多想？一时间秦秋有些琢磨不透。倒是顾清寒要比他大方很多，在哪里照？只照1张吗？服务员急忙说，我们只要1张，不过这张照片拍到你们满意为止，女士可以自己挑选哪张打印出来。顾清寒看了眼秦秋，既然这样，我们拍1张，就当为了打折饮品和免费甜点。看顾清寒都答应，秦秋也不可能拒绝。好，俩人跟着摄影师去了后面专门照相的地方。只不过俩人都有些尴尬，毕竟是上下属的关系，而且本身就不熟，现在还要装作情侣来照相。顾清寒纯粹是要满足远处那4个小朋友，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远处盯着，不想让他们失望。哇，爸爸和妈咪居然去照相了！依依有些惊喜。茵茵看一处看了好久，然后道：你难道没看见门口贴出来的店规吗？所以爸爸和妈咪是情侣了，才会去照相。盼盼有些兴奋，我也没搞懂啊，弄得茵茵一头雾水。妈咪和爸爸难道感情和好了？是不是想通了？4个小朋友以为爸爸和妈咪感情复燃了，殊不知俩人现在尴尬得很，明明是情侣合照，可是他们弄得好像仇人一般，距离相隔得很远，然后俩人都面无表情。顾清寒好像又回到了每天在公司时的表情。秦秋纯是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做。2位，我们要的是情侣甜蜜照，你们这样好像不太行。这位先生，你要搂着你女朋友的腰，女士你也要笑一笑啊，是不是吵架了？要不要给你们些时间？摄影师对俩人的表现不满意，他照了很多对情侣，都是甜甜蜜蜜，恨不得黏在一起。可面前的俩人完全是陌生人，零交流，除了情侣装以外，怎么看都不像是情侣。俩人的眼里都没有情侣之间的浓情蜜意。顾清寒靠近秦秋，秦秋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些僵硬，不知道为何顾清寒一靠近，他就会想到他喝醉在他怀里的那晚。秦秋感觉自己的思想有些龌龊，怎么会想到那里去？先生，您女朋友都走过来了，您的手搂住她的腰啊，还在等什么？摄影师这么一看，俩人还真是男才女貌，不管怎么样，确实是很养眼。顾清寒转过头小声道，别浪费时间，这张照片怎么都要照，早照早利索。秦秋的思想直接被这句话给拉了回来，手慢慢的从后头搂住顾清寒的腰，但又不敢搂紧，若是细看就知道他的手紧紧碰到顾清寒的衣服，实则顾清寒都没有感觉到他搂着他。摄影师看了眼镜头，还是不满意。2位，你们要笑得甜蜜一些啊，不能板着脸，不然看起来像是吵架了。顾清寒轻不可见的叹了口气，这个男人还真是老实啊，若是换做任何一起其他的男人，逮着这个机会指不定怎么吃豆腐。他居然不为所动，也不知道是该说他木讷，还是说他君子。秦秋感觉到了顾清寒的无奈，只是他不想让他感觉到突兀。若是和别人，可能这张照片还好一些，可若是和顾清寒一起照，秦秋总感觉到有压力，也不知道这无名的压力是从哪而来。顾清寒的手直接抓住放在他腰上的手，然后说道：秦秋，笑，别浪费时间。秦秋仿佛着了魔一样，不自主地笑了出来。摄影师最会捕捉瞬间的感觉，俩人同时笑的时候，他直接定格了下来。顾清寒看到照完了以后再直接走过来问，可以了吧？摄影师看了好久，犹豫道，我感觉行，不需要再照了，就这张吧。顾清寒直接打断摄影师的话，若是再继续下去，他们也不可能拍出多么恩爱甜蜜的照片，只会越来越尴尬。见好就收，能照出来刚刚那一张就很好了。看到顾清寒先走出去，秦秋也跟着出去，留下一脸茫然的摄影师直摇头，还在感叹白白浪费了2张高级脸，怎么看长得都登对，可却怎么看都不像是情侣。不理会摄影师的疑惑，照片照好了，饮品和甜点都不少，只不过俩人坐在一起却无话可聊。打破僵局的还是顾清寒，怎么我就这么可怕，不敢和我说话？
还是不想和我说话？秦秋急忙摆手，不是，只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且我这人比较内向，确实是不知道找什么话题。和孩子有话聊，可突然面对顾清寒却不知道怎么开口。就算是在办公室和同事在一起，其实秦秋都不是说话的那一个，而是坐在旁边听。既然不知道聊什么，不如说说当年为什么要退学。我很好奇，怎么都没想到顾清寒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个人原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知道他不会说，只是顾清寒还是想问。先生、女士，这是给2位洗出来的照片，还有小礼物。服务员把2份礼物和照片放在桌子上。顾清寒看着照片里面的俩人，单纯看的话，确实像是一对小情侣。可若是细看表情，根本一点感情都没有，而且还能看出来秦秋很紧张。他怎么都想不到，当年一夜情对象居然是这么木讷的一个人。曾经也想过是个混蛋，不过见到真人和想的所有都不同。顾清寒看了看时间，也差不多了。糟了，妈咪在看时间，怎么办？杨洋惊呼出声。我来想办法，四宝你一会儿要听我的指挥。茵茵拨动电话手表，这边顾清寒看到电话上面显示茵茵的电话，便接了起来。怎么了？第49章杨洋的疑惑。顾清寒之后一直在听，表情可以说很丰富。不过秦秋看到他，最后无奈了笑了，然后挂断电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秦秋问。顾清寒向窗外看了看，司机说车子坏了，我在想该怎么回去。刚刚电话里面茵茵撒娇道，妈咪，我们3个让司机叔叔带着我们先回家喽，你和爸爸好好约会哦，我们在家里等你。本以为只是喝个东西这么简单，谁知道他们居然敢把他扔在这里。看来这次是铁了心让他和秦秋在一起啊，都不怕他了。茵茵挂断电话以后拍了拍杨洋，四宝，接下来看你的了。杨洋拍拍胸脯，放心，小爷我是谁，一切都交给我吧。说完以后，看着杨洋的小身子走了出去。刚刚4个人决定让杨洋去妈咪和爸爸身边，杨洋可以实时监控爸爸和妈咪。3个人看到杨洋走进咖啡厅以后，又藏了起来。爸爸！杨洋一人出来，让秦秋傻眼，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结束了吗？秦秋看时间，才刚刚过去1个小时。没有哦，只是我有些口渴，所以出来找爸爸。可是这我漂亮姐姐是谁啊？不会是爸爸的女朋友吧？哇，好漂亮哦，还和爸爸穿了情侣装耶。杨洋说话的时候，眼神讨好的看着顾清寒，他可都是听姐姐的指挥，这一切都是姐姐让他做的。可妈咪的眼神还是让他好害怕，呜呜呜！可又不能放弃，不然就前功尽弃了。不能瞎说，他是爸爸的同事，我去给你买杯牛奶，你坐在这里等着我。秦秋起身以后，杨洋立马可怜兮兮的看着顾清寒，妈咪，是姐姐们让我做的，你不要生气嘛。糯糯的小奶音，若是别人肯定会心软，可顾清寒从刚刚知道是他们的阴谋以后，便在想他们下一步要干嘛。你们准备了多久？接下来还要干嘛？顾清寒抱着手臂冷眼看杨洋，和在公司一样的强势。没了，只是想让妈咪和爸爸多接触一下嘛，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杨洋不敢撒谎，不过其实是想让爸爸和妈咪多待一会儿。顾清寒叹了口气，和他在一起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吃好睡好？问完以后，顾清寒有些后悔，想到之前听到儿童房录的秦秋讲故事的录音，就知道他做的都很好。哇，爸爸是个超级大厨哦，做饭超级好吃，还会陪着我玩乐高，还有每天都会给我讲睡前故事哦。杨洋刚刚还很害怕顾清寒，可说到秦秋的时候根本就停不下来。这么一听，顾清寒都怀疑秦秋是个完美男人了，居然懂得这么多。4个小朋友其实吃东西挑剔的很，能得到他们的肯定，说明秦秋的手艺确实不错。妈咪，我们以后真的可以随时去找爸爸吗？杨洋想到明天是周日，周一晚上是依依要回来爸爸身边，他就有些难过。回到顾家，他就又是每天和姐姐还有保姆们在一起，晚上也没有人给讲睡前故事，更看不到爸爸。杨洋问的小心翼翼，很怕从顾清寒这里得到的答案是否定。其实顾清寒知道，现在就算是否定，也阻碍不了他们。虽然他们才4岁，可是智商却不低。找到秦秋是他们自己做的，他没有帮忙。若是这个时候不让他们见面，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怨他的吧。如果真的那么喜欢他，那就见吧，只是以后不要再继续像今天这样。我们是大人，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处理的。顾清寒不想这么被动，更何况秦秋并不知道他是谁。在孩子的眼里，他们互相认识，只是因为感情不合分开。其实真相太复杂，和他们又没办法说清楚，这种撮合只会让秦秋感觉到莫名其妙吧。可是我们只是想让爸爸和妈咪解开误会啊，如果你们当年不相爱，怎么会有我们4个宝贝？是误会可以解开啊。杨洋不明白大人之间为什么会这么复杂，明明可以解开的误会，怎么还要这么麻烦？不管怎么样，你还要继续装作不认识我知道吗？当年妈咪和爸爸分开以后变化很大，所以爸爸还没有认出我来。顾清寒虽然编了个理由，不然杨洋若是叫他就会暴露。
他现在还不想让秦秋知道他是谁。虽然孩子们对他的印象很好，可若是现在让他知道他就是孩子的妈咪，恐怕会很尴尬。什么？爸爸还没有认出来你？不会吧？杨洋惊讶，刚刚叫妈咪姐姐只是玩笑啊，谁知道爸爸居然没有认出来妈咪。可妈咪之前长什么样子，爸爸怎么可能没认出来？杨洋脑袋里面全都是疑问。可看到秦秋拿着牛奶回来，又没办法再问顾清寒。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了，你们继续玩吧。顾清寒怕再待下去，杨洋会说漏嘴。小孩子不懂大人世界，更不懂秦秋为什么没认出来他。没等秦秋回答，顾清寒便走了出来。外面的3个小朋友傻眼，妈咪怎么出来了？四宝和妈咪说了什么？妈咪不会是生气了吧？完蛋了，我们要遭殃了。茵茵看电话手表上面顾清寒的手机号，妈咪给我打电话，我们还是出去吧。3个人从旁边走出来，到顾清寒身边。还看电影吗？顾清寒问了句。3个小朋友惊讶的抬头，妈咪居然没有生气啊，居然还问他们要不要去看电影。怎么不想去？那我们就回家吧。不要，妈咪，我们要去看狮子王。3个小朋友笑嘻嘻的过来，拉住顾清寒的手。其实顾清寒没办法发火，他也理解孩子们的心理，可事情太复杂，又没办法说其实爸爸和妈咪根本就不认识这话，只能当做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一直到看电影的时候，3个小朋友都在不停的偷偷看顾清寒，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没生气。第50章，杨洋暴露了。周末时间，杨洋越想越不对劲，想要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姐姐们。趁着秦秋下楼去买菜，他给茵茵打电话，把顾清寒电话原封不动的告诉了他。什么？爸爸没有认出来妈咪？为什么？茵茵惊讶。妈咪说他和之前的变化很大，所以爸爸没有认出来。可是我不相信啊。杨洋认为自己又不是小孩子，妈咪一定是在骗他。依依直接下床噔噔噔跑远，然后又拿着相册跑了回来。3个小脑袋翻开相册以后，看了好久顾清寒的照片，并没有看出现在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可是妈咪明明没有变化啊。依依不解的小声嘟囔。四宝，你确定爸爸和妈咪不认识？茵茵有些不相信。哎呦，爸爸介绍妈咪是公司的同事了，所以我不可能骗你们了。杨洋有些不耐烦，女生真的是好麻烦，怎么不相信他说的话？挂断电话以后，3个小朋友都有些茫然。难道是爸爸失忆了？可是妈咪是认识爸爸的哦。盼盼开始胡乱猜测。很快他们又否定这个想法，因为爸爸认识他们，而且爸爸说起妈咪的时候也是知道的呀。3个小朋友怎么都想不通，到底爸爸和妈咪之间出了什么事情？只是他们还没有搞懂俩人之间的关系，杨洋却暴露了自己。原因是秦秋下楼去买菜，而杨洋上厕所的时候并没有关门。没想到这个时候秦秋会回来，看到杨洋上厕所的一幕，当时便傻了眼。俩人四目相对，杨洋的第一反应是捂住自己，爸爸不可以看我。秦秋懵了，依依明明是女孩子，怎么变成男孩子？这时脑中突然又是响起熟悉的机械声音，叮，全程人声系统启动，亲子鉴定图谱分析中，分析完成。姓名顾阳阳，年龄4岁03个月，生日8月3号，智商143，生母未检测成功，生父秦秋，所以他不是依依，而是杨洋。可他们怎么长得一模一样？难道是双胞胎？秦秋想起来前几日杨洋的反常，现在想想知道是怎么回事。父子俩面对面坐在沙发上，秦秋还没办法消化这件事情，他需要自己来冷静一下。杨洋有些不确定，以为秦秋是生气了。爸爸，我不是依依，我是杨洋，我和依依是双胞胎，我也想知道爸爸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才会和依依换了身份。爸爸，你是生气了吗？我们真的不是故意隐瞒，谁知道爸爸竟然没有认出来。其实杨洋还是很失望的，爸爸居然都没有区分开他们。他明明是个男孩子，难道不明显吗？我是个男孩子，可爸爸却没有认出来。孩子的指责让秦秋很内疚，他确实是疏忽了，细细看发现他确实和依依有些区别，他比依依长得要高一些，之前他怎么就没发现？你是哥哥还是弟弟？现在想杨洋的性子要比依依欢脱很多，之前只是以为和他在一起时间久了，所以才开朗了许多，现在看他们根本就是性格不同。杨洋确实是男孩子独有的淘气，总是上蹿下跳，吃东西也要比依依吃得多，而且现在回忆下，俩人喜欢吃的东西也不同，就连睡觉的习惯都不同。最大的不同是穿着，杨洋好像从来不穿裙子，近来他穿的都是中性风，裤子和卫衣居多。秦秋现在回忆起来发现，确实是自己疏忽了好多的细节，若是他细心一些，也许早就发现了不同。杨洋并没有说2宝和3宝的存在，只是说我是弟弟，他是姐姐。虽然很不情愿当弟弟，可也不能说谎。不过杨洋没有告诉秦秋其实还有2个宝贝，他要让秦秋自己去发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说被爸爸发现的事情。你们怎么不告诉我？是我的疏忽没有认出来你，
爸爸和你道歉好不好？秦秋蹲下来细细的看儿子长相，本来知道依依存在的时候就是个惊喜，没想到还有双重惊喜，他居然有双胞胎，而且还是一儿一女，这是何等的福气！只是不知道这么多年，那个女人养他们是不是很辛苦？此时突然很想见见她。我们不怨爸爸哦，杨洋也很喜欢爸爸。杨洋抱着秦秋的脖子撒娇。依依呢？她现在在哪里？秦秋问。依依和妈咪在一起，若是爸爸想要见她，我可以让依依过来和我们一起。杨洋其实暴露了以后，想要依依回来。妈咪很忙的，都没有时间照顾我们，所以我和依依可以在爸爸这里吗？秦秋有些担忧，之前是一个孩子在他这里，现在2个都要来他这里，孩子的母亲会不会答应？爸爸当然希望你们都在我这里，只是爸爸担心你妈咪会不会不喜欢这样。不然你让依依问妈咪，若是妈咪同意了，你们可以都来爸爸这里。之前赚的少，秦秋担心照顾不好孩子，可现在手里面有存款，而且工资赚的也不少，所以养活2个孩子完全不成问题。只是这个惊喜来得太突然，让秦秋现在还不敢相信是事实。好吧，我现在去给依依打电话，爸爸不可以偷听哦。杨洋跑到卧室关门给依依报告情况，刚刚才挂断电话，杨洋又打过来，其他3位小朋友还以为杨洋知道爸爸不认识妈咪的原因，只是杨洋接通电话以后一直支支吾吾。依依的反应最快，四宝，你不会是要告诉我们爸爸发现你是男孩子了吧？杨洋没说话，沉默了好久。我也还是不小心嘛，上厕所被爸爸看到，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不过我没有告诉爸爸我们是4胞胎哦，我只说和依依是双胞胎。爸爸让我问依依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生活，你们不可以骂我哦。另外3个小朋友愣住，居然真的暴露了。虽然杨洋说的是双胞胎，可他们以后想要去见爸爸岂不是更难了？第51章，我们是双胞胎。杨洋说完以后，对面没了声音。其他3小只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主要是已经答应妈咪不可以暴露，可现在爸爸都知道了，万一妈咪生气不让他们见爸爸怎么办？洋洋，你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都是你惹的事。依依气急。杨洋解释，我也没办法，而且爸爸早晚都会知道我们的身份，不如你也来这里，我们一起和爸爸生活在一起好不好？依依气的直接把电话挂断。秦秋看到杨洋出来问依依怎么说，妈咪答应了吗？杨洋撒谎说道，依依说她还要和妈咪商量下，然后再告诉我。秦秋没怀疑杨洋的话，只是把难题留给了另外3个小朋友，他们都在想怎么和妈咪说这件事情，不能瞒着妈咪，让他们去见爸爸已经是妈咪的最大让步了。若是这件事情再瞒着妈咪，万一妈咪生气，他们会很惨，只能实话实说，不能找其他借口。走吧。依依此时完全一副大姐大风范，虽然心里没底，可也要装作没事的样子。顾清寒看到他们3个一起来，就知道有话要说，他也是难得这周末2天在家里面陪着他们。怎么了？有话要对我说？茵茵和盼盼都看依依，等着他开口。妈咪，爸爸知道了杨洋是男孩子的事，只不过杨洋告诉爸爸和我是双胞胎，没有说还有盼盼和茵茵。顾清寒没说话，等着他继续说下去。爸爸问我们俩可不可以和他一起生活，不过我和杨洋也会回来家里的，只是这几天陪在爸爸身边而已。依依说话声音越来越小，也不敢看顾清寒的眼睛，只不过顾清寒的回答让他们很意外。你是要现在去找他，还是明天在幼儿园放学去找他？其实顾清寒知道早晚都会有这一天，若是细心的话就会发现，其实4个孩子长得都不同，虽然是一个一个出现，可生活习惯各方面也都不一样。只不过他很意外，秦秋居然会这么快发现杨洋是男孩子的事。依依惊讶抬头，妈咪你不生气吗？我真的可以去找爸爸吗？不生气，若是想要去找他那边便去吧，现在想去我让司机送你过去。虽然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可好像他们和秦秋在一起之后开心了许多。顾清寒不想剥夺他们和父亲相处的时光，他也没有了给他们找个父亲的压力。之前会想要不要找个男人结婚给他们父爱，现在秦秋既然出现，他好像轻松了许多。得到顾清寒的准许，3小只飞奔出去收拾东西。依依只顾着高兴，忘记了盼盼和茵茵的感受。她一直收拾自己的衣服，旁边的盼盼和茵茵都是羡慕的眼神看着依依。以后我们是不是很难能去见爸爸了？盼盼问。怎么会？我先回去看看情况，然后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你们一定可以再和爸爸在一起生活的，不要着急哦。依依想到可以回去和爸爸在一起，心情抑制不住的高兴。可看到茵茵和盼盼的眼神，她又有些不舍。爸爸这次一定会盯紧他和洋洋，若是这次他们再换过来，估计爸爸会很快发现的吧。因为爸爸既然能区分开他和洋洋，就能看得出盼盼和茵茵的不同，所以后面确实很难再换过去和爸爸住。3个小朋友依依惜别，顾清寒在楼上看得一阵好笑。幼儿园明明可以天天见，只不过是他们晚上被秦秋接走，弄得好像生离死别一样。盼盼和茵茵手牵手回来，心情都有些沮丧。4个小朋友从今小到大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分开，都有些不适应。
之前一个一个去找秦秋还好一些，现在两个都走了，当然会不习惯。妈咪带你们出去玩好不好？顾清寒站在两姐妹面前提议。顾清寒最近反思了好多，发现他陪在孩子身边的事情确实很少。他们喜欢秦秋的原因主要是陪伴，可顾清寒有一个公司要管理，就算是不出差，晚上也会加班或者应酬。他回来的时候，孩子们都睡了，有的时候早上走的时候，他们还没起，确实疏忽了很多。最近突然想要弥补他们，也想和他们在一起多交流交流，想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盼盼和茵茵吃惊地看着顾清寒，真的吗？当然，你们去换衣服，然后我们出去玩。顾清寒看到他们兴奋的表情都很满足，而另一边的秦秋一直都在等依依的回话。若是他们的妈咪不同意，其实也是情有可原。殊不知此时的依依已经被司机送到楼下，听到敲门声的秦秋打开门，发现依依笑脸盈盈的正看着他。爸爸，我是依依哦，我好想你啊。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这才是他的女儿依依。抱着久违的女儿，秦秋很满足，爸爸也很想你，感觉好久都没有见到我们依依了。不知道为何感觉很久很久都没有见到依依，以后依依会一直在爸爸身边哦。还有洋洋。洋洋出来发现依依居然这么快就来了，难道妈咪答应他过来？依依冲着洋洋使了个眼色，俩人之间的小秘密只有他们能懂。看到依依还带着行李来，洋洋便知道妈咪是同意他也来和爸爸住。爸爸，有没有很意外我们是双胞胎？是不是很像？我一直都在等爸爸发现。爸爸怎么这么久才发现我们的不同？依依还以为爸爸不会发现。依依知道只要撒娇就什么事都没有。你们那个时候怎么不一起来找我？爸爸很高兴有你们两个宝宝。秦秋现在看两个孩子在自己面前，若是不仔细看真的区分不开，可现在他才发现两个孩子的不同。依依长得要比洋洋还要精致一些，洋洋毕竟是男孩子，总归是不用的。依依解释，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喜欢我们，若是不喜欢怎么办？怎么会？我若是知道你们的存在，早都回来找你们。秦秋后悔没早回来。第52章吃惊。晚上哄睡两个孩子，秦秋一直盯着他们看，总感觉是在做梦。那个不知名的女人居然给他生了对双胞胎，总是要找机会去见一见他，毕竟是他们俩的孩子，不管以后在谁身边，他们是孩子的父母的事实不会变。这一夜无法入眠的不只是秦秋，还有顾清寒。第二天把两个孩子送到幼儿园的时候，秦秋还有些不确定，你们两个晚上都需要我来接对吗？有想去妈咪哪里的吗？不知道对方现在什么反应，他不能剥夺他们见面，还是要尊重对方。妈咪最近很忙，需要加班，所以我们都会和爸爸住在一起哦。依依很快反应过来，她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怎么可能回妈咪那里？听到依依的回答，秦秋才松了口气，还好他们不走，不然刚刚得到的喜悦只怕很快会烟消云散。秦秋走了以后，盼盼和茵茵才来。俩孩子虽然被顾清寒带出去玩，只不过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孤单。家里的保姆和管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孩子越来越少？问了顾清寒，他只说他们去了孩子父亲那里。保姆和管家都很吃惊，孩子父亲他们之前没人敢提，顾清寒也从未说过。本以为这个人不能在家里提起，谁知道顾清寒居然还和他有联系。不过主子的事他们也不好问，只要孩子安全就好。这次爸爸和妈咪见面效果一般，我们是不是还要想其他的办法让他们见面？一一总结上次经验，还是他们准备的不足，所以这次要继续。不管爸爸和妈咪现在到底认不认识彼此，他们都要努力。爸爸最近会很关注我和四宝，所以过段时间我们再换过来。茵茵想了很久说，还是不要了吧，不然容易暴露，爸爸会很注意你们长相区别，而且我们也不想让妈咪失望，若是我们都去找爸爸妈咪怎么办？虽然很喜欢爸爸，但茵茵认为妈咪也很重要，不能忽略她。他们此时正谈论的两位，没想到会在公司相遇。早上上班时间，按照正常时间来说，顾清寒是不会这个时间来，但最近他也亲自送孩子去幼儿园，所以时间会和秦秋差不多。秦秋看顾清寒又恢复往日打扮，还是一脸清冷，从他身边过，还是把他当作陌生人。之前在商场和他假扮情侣的，好像和他不是一人一样。不过秦秋也清楚的很，俩人地位悬殊，虽然不明白那日为何会与他同意照相，也许是他的一时兴起吧。再次见到叶清雪是在顾氏，准确的来说是在顾氏的顶楼。秦秋的工作还是没变，每天下午5点来顶楼打扫，只不过这次打扫居然在小会议室看到叶清雪带着秘书等在这里。叶清雪看到秦秋也愣了，你怎么在这？这地方也是你能来的吗？叶小姐，我是这里的员工，我不在这里，那应该在哪里？秦秋因为在技术部门工作，所以每天再来顶楼并没有穿后勤部的衣服，虽然拎着清洁工所需要的工具，但任谁也猜不到他的职业。开什么玩笑？你以为这是哪？是你想进就能进的企业？你的学历已经把你排除在顾氏的门外，其他的更不要提。在叶清雪的眼里，秦秋只是个没有学历的穷小子，能力更不可能有。顾氏怎么可能要这样一个人？而且
这里还是顶楼。去，告诉安秘书，说这里有人私闯顾氏顶楼办公室，让人把他赶出去。旁边坐着的小秘书听叶清雪的话以后，起身出去找安然。秦秋不想和他理论太多，这里也不止这一间会议室，他在这他便走。等等，我让你走了吗？万一这里丢失了什么重要文件，是你偷的怎么办？叶青怎么看他都感觉不顺眼。秦秋指了指会议室四周墙角，叶小姐放心，这里无死角监控，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被记录下来，更何况是你东西的安全性。安然来的时候就看到叶清雪怒视秦秋，不知道俩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总之很不愉快。秦秋看到安然来，急忙解释，安经理，这位叶小姐一直不让我走，不知道她要干嘛。监控刚刚都记录得一清二楚，我对她没说任何的话，是她把我拦住。先发制人的解释清楚，并不想和叶清雪有任何的瓜葛。安经理，我是来谈合作的，可你们公司居然什么人都有，难道他也是这里员工？我认为人品不好的人不适合在顾氏工作吧。若是顾氏都是这样的人，我要考虑到底需不需要和你们合作。安然并不知道俩人之间的恩怨，可毕竟惹了叶清雪不高兴，总是要训自家员工。叶总，可能是我没告诉下面员工今日公司有客人，若是他打扰到了您，我给您道歉。叶清雪吃惊地看着安然，他真的是你们公司员工？你们可知道他的身份和人品？叶总，我司招人自然有考核标准，多谢您的关心。作为一个合格的秘书，这么点事情还是能解决的。不过他也听出叶清雪和秦秋之间认识。安然刚刚看了眼会议室内都正常，叶清雪却针对秦秋，所以他断定俩人熟悉。怎么？叶总对我公司员工感兴趣？顾清寒清冷声音传了进来。与叶清雪打扮高调不同，顾清寒穿了深灰黑色西装，整个人看上去利索冷漠。我只是想提醒下顾总，招人的时候还是要看清楚比较好，他这样的男人很危险。安然不屑地看着秦秋。顾清寒提起了些兴趣。哦，他很危险？叶总怎么知道？难道你们认识？或者说叶总和他曾经朋友？朋友两个字，顾清寒顿了下才说出口。一时间叶清雪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心里气急，可嘴上却说不清楚。他不想承认当年和秦秋的那段关系，那会让他感觉自己很掉价。第53章找麻烦。你下去吧，今天顶楼不需要打扫，我也不想让叶总不开心。顾清寒看都没看秦秋，直接把他赶了下去。叶清雪冒火的眼睛盯着秦秋，当年他都让人把他赶出了京都，他怎么还会回来？而且还在顾氏集团。他一点都不想再看到这个男人，看到他就会想到当年，他一直都咽不下这口气。秦秋点点头离开，这个小插曲并没有让秦秋放在心上。顾清寒也没想到俩人会碰到，看到他们剑拔弩张的样子，便知道对于当年的事都很冤。其实两家公司也没什么可合作的项目，只是不知道叶清雪最近怎么一直都来找他，想要和他谈新兴的项目，都是些高精端的东西。其实顾清寒不想碰，因为是个门外汉，所以俩人之间的谈话很简短便结束。叶清雪迟迟不动，顾清寒便问叶总是有话要对我说。我还是劝顾总不要什么人都放在顶楼，这个男人对付女人很有一套。叶清雪没办法说俩人之间恩怨，只能简简单单说这样一句话。顾清寒听了以后笑了，叶总，我招的是员工，不是老公，而且世家子弟哪个干干净净，只要工作能力强，能为我所用，给我创造价值，这个人我不问他出身和过去。叶清雪不知道为何听顾清寒说话的时候，总感觉话里有话。顾清寒说的话总感觉是在针对他，可俩人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恩怨，也许是他想多了。叶清雪没有直接离开，而是一直在顾氏楼下没走。他让人查秦秋回来以后的事。叶总，不知道是谁在保护秦秋，他回来的一切我们查不到。叶清雪呵斥，废物，都是废物。我还真是小瞧了他，居然还有人在背后护着他，怪不得当年的胆子那么大。我就不信能护他一辈子，给我查，继续查，不管谁拦着我都要查他。这次绝不能让他继续在帝都他的眼皮子底下，不然他无法忘怀之前的屈辱。他是谁？叶家的大小姐，一个穷小子居然敢给他戴绿帽子，给我找人教训他一顿。我倒是想知道他的骨头有多硬。既然回来了，就别想有好果子吃。叶清雪怎么可能让他好过，只能出此下策对付秦秋。可惜一切都是巧合，晚上顾清寒的司机因为家里有事临时离开。叶清雪走了以后，安然又把秦秋叫了上来打扫。顾清寒出来看到秦秋在，便把他叫了过来。你晚上送我去参加宴会，然后10点以后去接我。我？秦秋有些吃惊。对，刚刚司机有事，我晚上宴会喝酒，没办法一个人开车，所以你开着我的车把我送过去，晚上再把我接回来。顾清寒把他的车钥匙扔给秦秋，虽然还不清楚怎么回事，但秦秋下意识地把钥匙接了过来，跟着顾清寒去地下车库，先把他送到地方以后，秦秋开着顾清寒的车去接依依和杨洋。两个小朋友看到爸爸居然开着妈咪的车。爸爸，你的车呢？这是谁的车？依依闻了闻车里面的香水味，确定是妈咪的车。这是公司领导的车，
爸爸晚上还要出去一趟，你们俩在家可以吗？之前依依一个人在的时候，秦秋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顾清寒。现在有洋洋在，2个孩子放在家里1个小时时间，应该不会有事。爸爸去接的是个姐姐吗？很漂亮的姐姐。杨洋一脸的八卦。对，是个漂亮的姐姐。怎么了？秦秋故意逗她。姐姐有男朋友吗？爸爸要不要追她？杨洋一脸坏笑。若是能让爸爸重新追求妈咪也不错。若是2个人重新在一起，他们一家人岂不是也可以在一起？秦秋不知道他们俩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居然撮合自己的爸爸和其他女人。你们俩小小年纪怎么想那么多？他只是爸爸的领导而已。最主要的秦秋没有说出口，他也顾清寒的差距太大。秦秋和2个孩子说说笑笑，一直都没发现后面一直有辆车一直跟着他。晚上哄睡了2个小朋友，他才开车离开。只是他前脚出门，家里刚刚已经睡着的2个小朋友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我要给茵茵打电话，问问妈咪晚上去干嘛。依依有些迫不及待。茵茵接到依依电话时候，正在和盼盼喊无聊。茵茵，妈咪今晚去做什么？我告诉你，爸爸今晚开妈咪的车接我们的哦。现在爸爸开车出去接妈咪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依依说了情况以后，对面茵茵和盼盼兴奋大喊：爸爸是不是和妈咪约会去了？司机叔叔为什么不接妈咪？妈咪只说今晚有晚宴，说会晚一点回来。茵茵想到顾清寒早上和他们解释了晚上为什么不接他们回家。自从知道秦秋每日接送他们上学，顾清寒也突然改变了自己，几乎每天早上都会亲自送他们来幼儿园，晚上也时不时会来接他们。只是今晚说是有晚宴，原来还是爸爸亲自接送，4个孩子都有些兴奋。在他们的眼里，这样爸爸和妈咪就可以很快再在一起。秦秋到酒店楼下时候给顾清寒打了个电话，不到10分钟时间，顾清寒穿着礼服一个人走了出来。秦秋看他面色红润，只不过脸色有些红，眼神也有些迷离，知道他是喝醉了。车刚刚开到他的面前，便看到后面有人追了出来。顾总，我们还没谈完，怎么这么快就走了？不然我们上去单独谈谈。张卓一脸不怀好意的暗示顾清寒。抱歉，张总，时间不早了，接我的人也来了，所以下次吧。顾清寒看了眼驾驶座的秦秋，秦秋直接下去走到顾清寒身边。上车吧。顾总，这位不会是你的小男朋友吧？原来顾总喜欢这个类型的啊，不过看上去好像穷酸了些。张卓看秦秋一身休闲装，也不是什么名牌，话语便有些轻浮。第54章英雄救美。张卓根本就没有把秦秋放在眼里，说完以后，手已经要搂上了顾清寒的腰。商界都知道有2朵高岭之花，一个是叶氏的叶清雪，只不过找了个上门女婿，另一个便是顾清寒。顾清寒的新闻就多了，传闻5年前生了孩子，不过孩子的父亲不知道是谁，大家都以为他隐婚生子的时候，外界爆出来他单身，以至于现在所有的人都对他不死心。张卓想，这样的女人未婚都敢生孩子，一定很放荡，想着能把她弄到手也不错。对于他公司来说也是件好事，起码他能把顾清寒追到手就算成功，对于他的事业发展也有好处。想来这个女人也不能拒绝。谁知道追了这么久，花也送了，礼物也不少的买，可他居然都给退了回来。这次宴会好不容易遇到他也来，张卓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顾清寒把他的手拿掉。张总，您自重，我们好像并不熟。顾总，我送了那么多的礼物，你若是不喜欢可以直接告诉我，喜欢什么我送便是了。房子、跑车还是珠宝首饰，只要你提，我便送给你，好不好？张卓看着眼前的女人，还真是养眼啊，就喜欢她这个清冷不可一世的样子。顾清寒冷笑一声，车、房子，张总以为我缺那些？我顾家的房子世界各地遍地都是，至于车，恐怕张总家里未必有我的多吧。我劝您还是别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以张总的魅力，女生大把，不过不包括我。看到顾清寒要走，张卓一把把他给拉了回来。顾清寒，你以为自己是谁？还以为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你不要忘了自己身份。张卓耐心耗尽，语气也不善起来。张总，麻烦你放开他，我们该离开了。若是有什么事，张总可以去顾氏聊。秦秋走过来，把张卓的手给放开，之后把顾清寒拉到自己的身边。看得出对方也喝了不少的酒，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是谁，所以秦秋只能是客客气气。若是和顾清寒有合作，也没办法得罪。只不过秦秋的怒气其实已经起来了，一个大男人居然难为一个女人，而且话语轻贱，他并不想再继续听下去。我们上车吧。顾清寒拉了拉秦秋的衣服，看到俩男人在他面前剑拔弩张，顾清寒不想把事闹大，可张卓却气不过一个突然出现的男人，他凭什么？喂，你小子哪来的？你算哪根葱？滚开，别坏我的花好事。你不会是顾清寒找的上门女婿吧？他给了你多少钱？我给你双倍离开他怎么样？秦秋发现张卓真是疯了，在这里居然开始对他明码标价。抱歉，张总，不管我们是什么关系，
好像与您都没关系吧？若是再拦着我们，我就叫保安过来把您带走。秦秋把搭在他肩上张卓的那只手拍掉，还轻轻地推了他一下。在张卓的眼里，秦秋就是在挑衅，居然还和他动了手。小子，你还真是胆大，敢和我动手！你以为这里的保安听谁的话？信不信只要我给他们钱，他们就会把你赶出去？张卓已经醉得开始晃动了，还不忘威胁秦秋。看到秦秋要走，要把秦秋拉到一边去，眼睛还不怀好意地盯着副驾驶的顾清寒。顾总，你若是陪我上去坐坐，我便不找他的麻烦，不然的话，这个小子今天别想走。张卓直接威胁顾清寒，这个女人无论如何今晚她要得到，追了这么久也没了耐心。张总，这里不是你家，若是再继续纠缠下去，闹得太僵，大家都不好看。不然我给您太太打电话过来接您。顾清寒的冰冷的语气对他毫不客气，之前还给他留了一丝面子，不过这个男人得寸进尺，送礼物他都可以当作没看见，不知道。可现在这些对他不尊重的话让顾清寒听不下去，一个已婚男人在这里对他说这些污言秽语，他对他忍耐已经是到了极限。顾清寒，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看你的风光几时，真以为自己还是个纯情玉女，不知道和多少男人不清不楚了，在我面前装什么？秦秋实在是对张卓忍无可忍。张总，既然您不要面子，那我也不客气了。顾清寒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便看到秦秋一把抓住张卓的脖子，把他给拉到酒店拐角去。之后不到5分钟，秦秋手里面拎着东西走到垃圾箱，然后扔了以后，拍了拍自己的衣服，回到车里。顾清寒好奇，人呢？让他清醒清醒，放心他没事，只是让他冷静一下。秦秋之前长期做农活，所以力气要比张卓大很多，把他拉到拐角打了一顿，只不过没打脸，而后把他的衣服给扒光。他本就喝得稀里糊涂，哀嚎了几声以后，也不知道是晕过去还是睡过去了。秦秋找的地方没监控，所以把他扒了个精光。顾清寒知道这件事情也是在过了好几天以后，其他人口里听到的八卦。张卓本就是个浪荡公子，结婚早但不老实，他被扒光一点都不奇怪，只不过上了个娱乐的头条，成了大家的谈资笑话。别介意，一个喝多的疯子而已。顾清寒虽然喝了酒，并没喝多，还不忘和秦秋解释，没事，我送你回家吧，把地址给我。秦秋倒是真没介意，只是没想到顾清寒光鲜亮丽背后会遇到这样的人。张卓和外面的那些登徒浪子没什么区别。顾清寒坐在副驾驶叹气，他没想到秦秋还敢和张卓硬碰硬，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人。秦秋轻声问出口，很少，商场就是这样，女人混起来总是要吃亏一些，不过没遇到这么胡搅蛮缠的人，他是第一个，还被你给遇到了。顾清寒确实没撒谎，之前也遇到过，只不过他表明自己态度，对方便也放弃。都知道他是个什么脾气的人，今天估计张卓也是喝得多了些。第55章又遇劫路。顾清寒喝酒以后不像白天那么严肃，秦秋看着他和那日在商场差不多，多了些女儿态，也许这才是他私底下的一面。顾清寒住的顾家老宅在山上，因为家里有孩子，所以今晚他打算去那住，不回现在孩子们住的家里。他还不想被秦秋发现他的身份。这里距离市区越来越远，本就是在山上，所以车子也越来越少。秦秋注意到后面车子的时候是在拐弯处，后面突然冲出来2辆车，好像故意别他的车一般，后面的车也跟得很紧。之后他加速，后面的车也加速。顾清寒也发现了不对劲，怎么了？后面的车好像一直在跟着我们，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附近其他的路可以开去空旷一点的地方，还不能送你回去，因为不知道后面跟着的是谁。秦秋不敢贸然送顾清寒回家，万一后面是张卓的人，明显就是针对顾清寒而来，现在只能是想办法甩开他们。顾清寒给秦秋指了条路，秦秋方向盘直接转动，换了个方向，发现后面的车也跟了过来，前面还来了很多的摩托车，明显也是冲着他而来。我要加速，你别害怕。话音刚落，脑中熟悉的机械声响起，叮！恭喜宿主，试玩模式启动，神级车技在线。秦秋直接加速冲了出去，对向过来的摩托车上面每人都拿着棒球棍，显然是为了堵秦秋这辆车，只不过没想到秦秋换了方向，而后面都追了过来。顾清寒此时酒完全醒了过来，车不重要，我们俩只要能活着就好。秦秋听到他的话都笑了，放心，一定会好好活着，车也会没事的。有了神级车技，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只要你不害怕就好，速度可能会有些快，不过保证不会有危险，可能要晚一点送你回家，先把他们甩开再说。秦秋换了一条路以后，后面的车和摩托车追得更紧了。这条路是盘旋的山路，一不小心就会车毁人亡，但秦秋好像对这里很熟悉一样，每个弯道都拐得又快又稳。之前顾清寒心里还没底，慢慢的只感觉到赛车的快感，完全忘了他们被后面的人追。他甚至想要秦秋开得再快一点。还有其他小路可以下山吗？我们不能再上去，找其他路走。秦秋把顾清寒的神游拉了回来。我只知道上山的路，
至于下山的路还真不知道，还是给你开导航吧。顾清寒开了导航以后，发现后面的车早就不见踪影。秦秋找了条最近的山路，把车开了下来，然后又把顾清寒给送到家里。把车开进去。顾清寒命令。秦秋把车开到院子里以后，下来要走，又被顾清寒叫住。你跟我过来，去里面选一辆车下山回家，然后明早来这里接我上班。秦秋不明白顾清寒这是什么意思。刚刚的那些人已经认识了这辆车，难道你还想下去碰到他们？顾清寒不知道对方是谁，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针对他，只是这辆车是不能再继续用，他还要让人去查是谁大晚上对追他的车。那些人明显是冲着他而来。秦秋最后选了辆最低调的车开走。秦秋走了以后，顾清寒脸瞬间冷了下来，一通电话打出去找人去查是谁要对他动手。另一边的秦秋到家已经是后半夜1点多，晚上发生的事好像是过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里。回屋看了眼2个小朋友，发现他们睡得像是小猪一样的香。第二日，2位小朋友看到秦秋还很好奇，他们俩等到很晚，以为秦秋不会回来了。不过看到送他们的车又换了，俩人相互看了眼。爸爸，这是谁的车啊？依依在家里从没看到过这辆车，可是爸爸出去明明开的是妈咪的车，怎么又换了？这是公司领导的车，今天送你们去幼儿园早一点，爸爸有其他事要去办好吗？2个小孩点点头，不过心里都有很多疑问，怎么又是公司的领导？爸爸还有其他的领导吗？2个小孩被秦秋送到幼儿园，又目送爸爸离开，都是一脸懵。盼盼和茵茵来的时候，便看到依依满脸心事。妈咪昨晚没有回家哦，今早我们都没有看到她。茵茵在依依耳边说道。爸爸今天开的也不是妈咪的车，那妈咪去了哪里？依依不解。4个小朋友搞不懂爸爸和妈咪到底是怎么回事。昨晚明明爸爸开了妈咪的车，今早怎么换了？顾清寒和秦秋哪知道4个小孩心里的疑问。秦秋提前10分钟到顾家老宅，顾清寒在楼上看到他的时候正在打电话，已经查清楚昨晚那些人是针对谁。意外的是，居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秦秋。那些人是叶清雪派人针对秦秋而来，他只不过是倒霉凑巧遇到。顾清寒都不知道叶清雪对秦秋的执念这么深，居然到了派人来对付他的地步。看样子秦秋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事。顾清寒出来的时候，秦秋尽职尽责做名合格的司机，看来需要再给你一份司机的工资。我发现你还真是能者多劳，技术部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后勤部的也不错，昨晚更是见识到了你飙车，特别想知道还有什么不会。顾清寒语气轻松，昨晚的事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不敢，昨晚只是运气好而已，也是情况紧急，没吓到你就好。只不过不知道那些人是谁。秦秋不好猜是不是顾清寒的对家，他没想过是针对他的人。顾清寒看了他一眼，无所谓说道，这附近山上每天晚上都有赛车的人，估计是那些人一时心血来潮吧，不用在意。刚刚顾清寒想了想，认为没必要告诉他这事是叶清雪所做，说了对他也只会徒增烦恼，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莫不如让他什么都不知道的好。这次没得逞，估计叶清雪也不敢再轻易动手。第56章新的想法。徐硕从进到办公室，眼神就没有离开秦秋，看他的眼神充满了疑惑。中午吃饭的时候也是把秦秋单独叫走。你不吃看我干嘛？秦秋发现徐硕一直盯着他看。我都看见了，你别想瞒我。徐硕说了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秦秋不解地看着徐硕，看见什么了？我瞒你什么了？徐硕看了看周围没人注意到这里，而后神神秘秘地说，我看到你早上和顾清寒一起来，你们坐的一辆车，昨天他坐的可不是这辆，所以你们嘿嘿嘿。徐硕笑得一脸不怀好意，他就知道秦秋身份不一般，之前顾清寒故意把他安排在顶楼，又是一个大神级的人物，低调且神秘，现在终于知道其中的缘由了，原来俩人之间有秘密啊。徐硕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眼里仿佛在说快向我解释解释。倒是秦秋一脸的淡定，好像没听到他说一般。徐硕等得有些不耐烦，喂，你还不给我解释解释你俩的关系？不然我问顾清寒去。问什么？问他昨天家里司机有事，临时把我叫去当司机，然后今早又接他来上班。还想问什么？就这些，要不你真的去问问。秦秋确定徐硕不敢去问，他只不过是想要从他这里套话而已。只不过他还真是够八卦，只不过是同乘了一辆车而已。徐硕听了以后一脸失望，临时被抓当劳力，够惨了。一脸同情地看着秦秋，白白的一个大瓜没有了，还以为能有什么他不知道的秘密。对啊，我今早被安经理骂，说我昨晚顶楼没打扫，我又没办法解释。秦秋也是实惨了，一大早来公司被安经理叫了过去，挨了顿骂不说，还要一大早先把顶楼打扫一遍。本来想要解释，想想算了。那你是真惨，我还以为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害得我白兴奋一上午。徐硕顿时没了兴趣，怎么憋了一上午就只是临时抓壮丁？秦秋心里叹气，他怎么可能和顾清寒扯上关系？不过自从依依和杨洋来到他这里以后，他现在想要去找他们的妈咪，
之前在故事门口看到过那个背影，和那个女人好像，只是不知道她会不会来这里。想问孩子们那个女人的消息，但孩子好像又不想提及。徐硕这时接到电话，没说话挂断以后，有些着急。项目组那边出了点问题，我们过去。本以为会是去项目组，没想到却来到了顶楼。顾清寒办公室一进来，就能感受到满屋子的低气压。项目组的负责人和一群组员都站在办公室内，顾清寒则掐腰站在窗前。项目组负责人见到徐硕，仿佛见到了救星一般。徐经理，救济啊！我们做的项目计划都在电脑里面，可怎么都找不到了。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没备份？徐硕惊讶问出口。就连秦秋都听得出事情严重性。一个项目的整盘计划是多少人的心血？看到项目组负责人摇头，秦秋就知道事情闹大了。标书也没了。徐硕的手飞快在电脑上打字，还不忘问。对方又点头。徐硕嘴里骂了句脏话，而后眉毛都要拧到一起去了。过了大约半小时，顾清寒眼睛一直看着窗外，身体一动不动。总裁室内只有键盘敲击的声音。徐硕收回手之后是安静，静得大家呼吸都能听得到。好像恢复不了。你到底动了什么？正常删除都可以恢复，可现在根本就找不到。徐硕也一阵头疼，这不是小事。若是真的找不到，这个项目受到影响，估计整个项目组都要受到牵连，不是扣钱扣奖金能够解决的。这损失的钱也不是这些人能承受得住的。秦秋，要不你来试试？我刚刚操作你也看到了，都不管用。徐硕想到还有秦秋，也许他能搞得定。这时顾清寒回过头看了眼秦秋，试一下，若还是不行，再想其他办法。秦秋确实把刚刚徐硕操作都看在眼里，认为没任何问题。可要他来，他还真没想到办法。坐在电脑前，脑袋里面一片空白，手放在键盘上迟迟没动，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他。秦秋的脑中突然有东西闪过，而后手噼里啪啦在键盘上敲击了好久。100%恢复不可能，我只能按照代码试一下。若是恢复80%，其他的你们自己来补充可以吧？项目组负责人一直连连点头。太好了，80%足够了。秦秋其实也试了好多种办法，最后都不敢肯定能够成功。这里只有徐硕能够看得懂他的操作，也都看得出他试了好多个办法都失败了。还可以吗？如果不行，再想其他办法。秦秋一直不说话，直到手里动作停下以后，便看到电脑屏幕不断的在恢复，只是一直断断续续。后面的项目组同事有些兴奋。对，这就是我们做的标书，这个是项目策划，恢复出来了。我看到了，确实是恢复出来。那个还有我们的加密部分。秦秋解释，就是你们放了加密，所以才会这样自动销毁了。估计是有人随意碰过你的电脑，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坏后果。这也是保护里面东西不被人看到的一种办法吧。顾总的电脑也有这个系统。大家都松了口气，恢复了将近3个小时才把所有东西恢复出来。就像秦秋所说，里面重要的数据全部毁了，毁掉的都是重要的部分，这个你们自己来手动恢复应该可以吧？秦秋把弄好的文件展示出来，而后又做了备份。一场差点丢掉工作的事件，因为秦秋又转危为安。顾清寒刚刚一直都在注意着秦秋，徐硕没有搞定的事情，他居然轻松的解决掉。顾清寒心里有了其他的想法，既然他这么优秀，各方面的东西都可以，何不为他所用？第57章调离岗位。这次事情解决以后，同样项目组自发把这次项目的奖金都给了秦秋。申请了以后，顾清寒直接批准。若是没有秦秋这次帮忙，确实项目都毁了。秦秋知道这事的时候，让徐硕帮忙找项目组把奖金取消，本就是他的本职工作，没必要给他钱啊。徐硕倒是很淡定，本就是他们自己工作的疏忽，这是你应得的部分，不要白不要。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顾氏内部很动荡，好多人都莫名的被辞掉，还有好多人都调离了自己该有的岗位。这次大调动，没人知道是为什么。不会是顾总要有空降的人来吧？我怎么听说顾总这次去国外又挖了新的人回来？不知道，不过顾总的心思还真不好猜。秦秋回来的时候就听到大家在议论纷纷，只不过接下来爆了个大冷门出来，那就是秦秋被调去了项目组，公司最重要的部门。所有同事都惊讶地看着秦秋，只有秦秋一人被蒙在鼓里。你们看我干嘛？又发生了什么？秦秋不知道他们看电脑的眼睛都看着他干嘛。又发生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了？徐硕这时从外面走进来，脸色很臭。大家都回到自己座位不敢说话，很怕再惹怒徐硕。你又怎么了？看着我干嘛？秦秋感觉莫名其妙，刚刚他们看他，现在徐硕进来也看他。徐硕把手机扔给秦秋，自己看，你是不是还不知道？秦秋拿起他的手里，看到的是公司官网人员调动通知，可居然在上面看到的是自己的名字。现在不只是他们惊讶，最惊讶的是秦秋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去项目组？去那干嘛？他什么都不会，怎么突然被调去了项目组？徐硕有些生气。你问我
我问谁？我去找顾总问问清楚。我也去，我也想搞清楚。秦秋也跟了出去。徐硕生气是因为他好不容易弄到手的人，居然给他调走了，而且还去了一个完全不搭边的项目组。他都不知道顾清寒是怎么想的。别人怕顾清寒，可是他不怕呀，他要当面弄清楚。秦秋跟着过来，纯纯是为了拒绝此事。他什么都不懂，怎么可能去项目组？来公司。到2月，突然这么大的调动，弄得他措手不及。俩人来到顶楼，安然看到俩人都没拦着。顾清寒早就料到了徐硕会来，没想到秦秋也跟了过来。为什么？徐硕气呼呼地问。顾清寒抱着手臂看着俩人，一点表情没有。因为他适合项目组，对项目组有很大的帮助。徐硕不可置信，认为顾清寒是疯了，怎么可能？他对项目组的事一窍不通，不信你问问秦秋。秦秋点头，他确实是不懂。顾清寒拿出一份文件扔在桌上，示意徐硕看。徐硕拿起来看了一眼，没有任何反应，不明白顾清寒给他看这些干嘛。这不就是项目的企划书，没什么不同啊。你给我看这个东西干嘛？这不是项目组的事。顾清寒走过来，把他又给秦秋，确实是项目组的部分，可要问问是谁帮忙恢复过来的。徐硕都气笑了，不就是恢复了个文件，至于把他调过去，明明一点关联都没有。他恢复了那么多的文件，也不见他把他调过去，并不是这个原因，而是秦秋后来帮项目组恢复了数据。这个也不是重点，而是秦秋发现了这个项目的漏洞，是他告诉项目组同事，项目组后来算了2天才算出来。这说明什么？若不是他明白这个项目里面所有的运算，他怎么会知道？顾清寒的话让徐硕傻眼。他明白顾清寒的意思，确实是，若是不明白项目组的那些事，他怎么可能找到那么大的漏洞？秦秋都懵了。他只不过那日恢复了那个文件以后，回去没事的时候看了一眼，不知道为什么就看到了那个漏洞。若是不改正的话，顾氏可能会少赚几千万。对方肯定不会告诉，一定会蒙混过去。之后秦秋没事的时候去项目组找负责人说了这个件事，谁知道会引起这么大的连锁反应？明明仅仅是一个数值，项目组居然加班弄了2天。这句话从顾清寒嘴里说出来，秦秋知道有多严重。还有话要问吗？没有就出去。我调他过去自然有我的道理，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和你解释。顾清寒说完以后，徐硕再没说一句话，便垂头丧气的出去了。秦秋知道他此时说话也没有任何作用。俩人出来以后，徐硕不停的叹气，哎，我只能说你太优秀，怎么项目组的事你都懂？实在是不知道你告诉的是对还是不对。没办法，你也听到了，我努力过了，还是留不住你。秦秋也不知道是该安慰他，还是该说什么。此时办公室里面的顾清寒其实是想了好久。之前项目组负责人来找他说这事的时候，他和徐硕的第一反应是一样的，甚至要比徐硕更震惊。他清楚那个数字对一整个项目意味着什么，只是他没想到秦秋会那么容易看到。项目组负责人说秦秋只是随便一看发现的，若是之前秦秋这个说法，顾清寒是不信的。可他在顾氏这段时间也明白他的为人，所以他说的这话顾清寒信。只是顾清寒对秦秋越来越好奇，他怎么会懂这么多？之前想着调动他，没想到这次的理由不需要他来找。徐硕一定不同意，顾清寒料想到了。只是现在项目组一定很高兴，毕竟无故多了一员什么都懂的大将。顾清寒把他调过去，也是想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懂项目组的那些事。若是真的懂，顾清寒还有下一步的打算。官网出来了以后，当天项目组负责人林文旭便来要人。徐硕此时看他一脸不高兴，徐经理，这是顾总的意思，可不关我的事哦，那就我带人去办理手续了哈。林文旭怕徐硕后悔，急忙把秦秋带走。第58章，你们想让他知道吗？秦秋每次调离岗位好像都有些猛，上次是被徐硕带着走，这次是林文旭。俩人性子都差不多，来了这个这么好的手下，当然要亲自来接。人事部的人见到秦秋又调换岗位，频频说他运气好，每次部门都比上一个要好。秦秋只能尴尬地说谢谢。晚上下班，秦秋都没反应过来工作的调动，接2个孩子回来的时候也一直心不在焉。依依和杨洋俩人相互看了他好久，他都没感觉到。爸爸，你怎么了？为什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难道是和妈咪有关系？他们都好奇了一整天了。今晚我带你们出去吃，庆祝爸爸今天换岗位。秦秋实在是没有心情回去做饭，想着带他们出去散散心。俩孩子的第一反应不是兴奋，而是也没反应过来。爸爸，你这次换到了哪里？和你们顾总距离近吗？依依直接问出了口。难道是妈咪想通了，把爸爸调动到了身边？秦秋本就注意力不在这，根本没注意依依问什么，只是顺嘴说了句项目组。俩孩子都有些失望。爸爸，你是不是不喜欢项目组啊？不然为什么不高兴？杨洋看得出秦秋情绪的变化，也不是不喜欢，只是还没有准备好，对新的岗位有些不熟悉。俩孩子听了以后直接劝秦秋，而且还不停地鼓励秦秋。
秦秋突然感觉好像也没有多难，没想到他们这么小就能感受到他情绪的变化。晚上3个人在外面吃完饭以后，依依提议要去看电影。秦秋看了看时间，会不会很晚？你们9点还要睡觉？若是看完电影就要10点半，秦秋担心明天幼儿园他们起不来，睡眠不够。爸爸，为了庆祝你换了岗位，我们当然要庆祝一下。依依不停地撒娇，杨洋也听依依的和秦秋撒娇。他们俩在幼儿园听盼盼说妈咪带着他们看了《狮子王》，所以俩人决定也要让爸爸带着他们来看。好，你们在这里等着我，爸爸去买票，你们不能乱走动。秦秋没有忍住孩子的撒娇，只能同意。秦秋才刚刚走，旁边出现一位戴着帽子的男士，蹲在依依和杨洋身边。小朋友，叔叔问你们，刚刚的那个男人是你们的爸爸吗？依依和杨洋点头，当然了。那你们几岁了啊？他又问。依依突然警惕地看着这个陌生的男人，杨洋也反应过来，这个叔叔是个陌生人。你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告诉你，我的手表立马可以报警。依依的手已经按在了电话手表上面。对于这个陌生人问他们的问题，不像是个好人。戴帽子男人看俩孩子，对他充满了戒备，只能跑掉。跑远了以后，打通了一个电话，叶小姐，我查到了，刚刚那个2个孩子都是秦秋的孩子，只不过我问了年龄，他们没回答，但看上去也就4、5岁左右。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只见戴帽子男人脸上都笑得出了褶皱。此时叶清雪眼里都是震惊，秦秋不只是一个孩子，原来在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居然还与外面的女人生了孩子。这个男人到底瞒了他多少？上次没有给到他教训，这次绝对不能放过他。秦秋买完票回来，就看到2个小朋友手拉手乖乖地站在一起。依依和杨洋并没有把刚刚的事告诉秦秋，而盼盼和英英被顾清寒接回来以后，也一直想要问他，妈咪，你昨晚去了哪里？为什么没回家？盼盼问。去了老宅住。顾清寒随口说出来。英英和盼盼俩人看了眼车，发现和依依描述的是一辆。俩人回到家以后，把消息又告诉依依，爸爸和妈咪明明是坐了同一辆车。顾清寒并不知道4个孩子一整天都在考虑这辆车是谁的，是不是要到亲子日了？你们想好怎么办了吗？顾清寒抬起头问旁边的2位小朋友，给他们报的是国际幼儿园，每个月都有亲子日，而且每次的主体都不同。之前都是顾清寒去，他也解释了说和孩子父亲分开了，可现在另外2个在秦秋那里，若是亲子日，这次该怎么办？英英和盼盼傻眼，对哦，还有亲子日，你们俩和依依还有杨洋商量好，我去的话他就不能去，若是他去的话，你们俩就要请假，只是幼儿园小朋友也许会暴露你们是4胞胎。顾清寒故意给他们出了道难题，小孩子根本就藏不住事，其实只能是他去，不然只会是暴露了他们。英英和盼盼陷入了两难，他们发现顾清寒说的有道理，亲子日爸爸好像不能去，妈咪还是你陪我们去吧，我明天告诉大宝和4宝。英英有些失望，只不过妈咪不想让爸爸知道他们是4胞胎，只能这么办。当天晚上，英英给依依发了好多讯息，都没收到回话。2个孩子在看电影回来的路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匆匆忙忙上学，也没有注意到，直到到了幼儿园，英英问了以后，依依才发现，哦，我没有看到了，爸爸昨晚带我们看电影去了。依依没有感觉到抱歉，还有一丝丝的炫耀。还有，我们是在讨论亲子日怎么办，爸爸不能来，不然我们就暴露了。盼盼有些着急，虽然答应了妈咪让你他来，可他们还想要想个其他的办法，为什么不能是爸爸来？依依没反应过来，英英翻白眼解释了一遍，还嫌弃依依笨。依依有些失望，那就只能是妈咪来喽，可是万一爸爸知道怎么办？之前幼儿园的老师也留了爸爸的电话，那个时候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而且也是通过妈咪的同意。妈咪说他会和老师说哦。盼盼回答道。杨洋突然露出一丝坏笑，我们为什么这次不让爸爸知道我们是4胞胎？是妈咪不想让他知道，可是我们却想要他知道啊，所以你们想不想？其他3个小朋友异口同声想。第59章办公室歧视。4个小朋友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之前还会顾忌顾清寒，但最近发现顾清寒的管理有些松动，所以想法多了起来。若是妈咪知道我们故意这么做，生气了怎么办？盼盼还是有些犹豫，不敢瞒着顾清寒。没事啦，我们想办法不要让妈咪发现就好了，我去找老师把爸爸拉进幼儿园的群。杨洋是个行动派，说完以后就去找老师撒娇，只要爸爸在幼儿园群里面，自然就会知道亲子日的事，不需要其他人来通知，群里面有通知爸爸自己就会来。学校老师没有忍得住杨洋的撒娇，直接把秦秋拉进群来。秦秋看到是幼儿园的备注，立马就加了进来。顾清寒也不知道秦秋的微信名字，所以根本就不知道他进了群。杨洋高高兴兴回来，搞定，爸爸很快就会知道我们亲子日的事喽。几个孩子的心思，顾清寒并不知道，秦秋也不知道。秦秋现在忙的已经没有时间理会其他的事。如果说技术部是一个高精端的部门，那么项目部就是个忙死人的部门。
不管任何的项目预算以及企划书都需要项目组亲自来做，这是公司核心部门，也是顾清寒最注重的部门。林文旭是顾清寒的死忠粉，与徐硕不同，林文旭在工作上比较大胆，不过面对顾清寒却很害怕。秦秋是来到项目组上手最快的一个人，其他人都不太理会他，虽然帮了他们很大的忙着，只不过不是专业做这行。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秦秋的学历很低，他们有好多的专业术语，所以说话的时候大家都怕甩英文秦秋听不懂。只有林文旭一个人欢迎秦秋的到来。别管他们，以后相处久了就好，你们现在只是不太熟悉。林文旭虽然已经给他们开过会说明情况，可他没办法去改变他们的思想。这是秦秋进入公司以后，大家对他最不友好的时刻。之前不管在后勤部还是技术部，所有人都很友善，可项目部完全不同，大家好像都装作不认识他一样，也没人主动和他说话。林文旭是领导，不可能事事时时刻刻与他们在一起，所以真实情况还是不了解。不过秦秋倒是不在意，既然没人理他，他一个人独来独往挺好的。只不过项目组的人好像故意和他作对一样，项目企划让他来审核，这些东西交给一个新人，犹如是自杀一般。秦秋看得出他们是在为难他，不过可能会让他们失望。虽然都没做过什么企划，但他好像对这些东西都很熟一般，只要看一眼就知道问题在哪。看着桌子上面一摞子文件，估计他们都以为他会加班加点完成，可惜秦秋用了不到半小时就弄完，直接放在他们办公桌上面便离开了。第二天，大家看到桌子上的文件以及无所事事的秦秋，都不相信他可以完成，可看到文件以后又找不出毛病来。秦秋当然也不能一味的让他们欺负，既然不该他做的工作他也不会多做。这日大家又把不该秦秋做的工作都堆给了他，耽误了秦秋去顶楼打扫时间。虽然调到项目组来，可仍然还要去顶楼打扫。安然都搞不懂顾清寒的目的，按理来说顶楼不缺人打扫，可老总的心思他也猜不到。你怎么才上来？我记得最近项目组不加班啊。安然有些意外秦秋会迟到，从来到顾氏，秦秋这还是第一次迟到。说来话长，可能是我比较笨吧，需要弄的东西有些多。秦秋知道以后还会有很多次迟到的机会，之后的几天秦秋每次都上来的很晚，这让安然很不开心。他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林文旭那里问情况，林文旭也说不出个一二来，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安然威胁林文旭，如果解决不好，他就会直接告诉顾总。林文旭别人不怕，只怕顾清寒听到安然要告状，立马答应查清楚。我居然都不知道你们把自己手头的工作都给了秦秋。晚上林文旭没离开，在监控看到外面情况才知道怎么回事，怪不得最近出错的机会几乎没有，他还很高兴大家都进步了许多。下班时间很尴尬，别林文旭发现大家都玩秦秋桌子上放文件，现在所有人都走不了，被领导发现的秘密。秦秋看了看时间，我该去顶楼打扫了，你忙。逃离这个是非之地，那日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林文旭说了什么，总之一点没人再给秦秋莫名其妙的送文件加班。发生改变是在1日周5的下午，大家都正常在办公室办公。顾清寒气势汹汹走进来，把文件直接摔在门口最近的办公桌上。谁做的方案？林文旭，你自己过来看看是谁弄的方案。我今日如果不看，我亏损将近3000万，还好我审查出来。顾清寒一发火，公司就没有不怕的人。林文旭，今天晚上这份企划我要看到新的，不要这份，若是做不出来，你们这个月都白干。顾清寒发完火是走了，可事情还需要解决，那么多人围着一个方案解决不出来。秦秋是个新人，没人问他的意见，只有林文旭想到了他。秦秋，你要不要来试试？这个我们是真的找不到问题在哪。秦秋走过来，从头看了眼对方给的东西，再看看之前的方案，怪不得顾清寒发火。从最开始的方向就是错误的，数据怎么可能对？秦秋说完以后都不服气，你这话说的好像否定了我们所有的努力。既然你说错了，你做出来试试，让今晚就做好，我是不能做出来。秦秋冷笑一声，你自己的项目出问题，所有人都在这里帮你，你还阴阳怪气？问题给你指出来了，办法我也告诉你，若是你还是弄不出来，就是你智商问题。秦秋直接把所有的点都列举出来，而且告诉重点以后，直接背着包下班。第60章，是他吗？后来秦秋不知道他们到底解没解决问题，反正周6周日放了假，他也不关心，只知道周一上班以后大家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秦秋也没去管这些，因为他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孩子的亲子日，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还是有些紧张，具体做什么他并不知道。还好依依给他找到之前亲子日的视频，让他学习，无非是父母和孩子一起做游戏，考验默契度，也能反面了解父母对孩子的了解。虽然秦秋和孩子们生活的时间不长，不过他确信自己对孩子的了解并不少。另一边的顾清寒也准备去亲子日，并不知道孩子们搞的鬼。妈咪，我们这次也要穿亲子装，穿什么颜色呢？茵茵和盼盼趴在衣帽间门口选了好久衣服。顾清寒习惯了每月1日亲子日，既然他们喜欢亲子装，那就陪着他们穿就好了。
依依和杨洋的衣服不要忘记提醒他们。顾清寒告诉2个小孩，亲子日前一天晚上，4个小朋友偷偷视频通话。明天妈咪会不会发现？依依偷偷在被窝小声说话。放心吧，妈咪什么都没有问哦，还提醒我给你们带衣服。盼盼倒是不在意，盼盼还不忘告诉依依他们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要她给秦秋也准备一件类似的衣服。这边4个孩子准备的都很充分，秦秋也准备的很充分，只不过计划没有变化快，谁也没想到公司项目会出事。这次是海外的公司问题，顾清寒决定带秦秋出去，不过并没有带安然，因为这个项目是秦秋抢救回来的那个。林文旭倒是没有任何意见，他相信秦秋的实力。当天晚上就出发，所以秦秋和顾清寒都没办法参加幼儿园的亲子日。秦秋急匆匆去幼儿园找依依和杨洋，因为爸爸要临时出差，所以你们可不可以回妈咪那里？秦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把他们送回妈妈身边去。俩孩子都很失望，依依有些沮丧。可是明天就是亲子日，不可以明晚再走吗？爸爸要和谁一起出差？为什么走得这么急？什么时候回来啊？秦秋没有隐瞒，和顾总一起出差，具体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不过我回来会第一时间去接你们好不好？依依听到是和妈咪一起出差，所有情绪都不见。是只有你和顾总2个人吗？秦秋点点头，他怎么发现依依眼里都是惊喜，刚刚明明很伤心。爸爸，你去吧，我和杨洋会照顾好自己的，出去多久都没关系哦。终于是爸爸和妈咪单独相处的机会，依依当然高兴。本来是计划这次亲子日让他们能够打破现在的僵局，既然俩人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当然要珍惜喽。放心，我会很快回来接你们，如果妈咪那里待得不开心，也要忍一忍好不好？秦秋还是不放心让他们回到母亲身边，若不是这次必要的出差，秦秋都不想离开他们身边。秦秋离开以后，最高兴的莫过于4个孩子。回到教室的依依恨不得跳起来庆祝。你说的是真的？爸爸真的和妈咪出国？只有他们2个人？茵茵有些不太敢相信。我要打电话问问安然阿姨，她一定知道。茵茵给安然打电话确认了以后，才知道是真的。没有了顾清寒和秦秋在家的日子，4个小朋友完全没了束缚。之前顾清寒出差也是留下他们4个，可那个时候他们并不高兴。可这次不一样，这次是爸爸和妈咪一起出去，他们最盼望的事不过如此。秦秋都上了飞机，都不敢相信他和顾清寒一起出差，还是出国。他都没有护照，还是顾清寒让司机带着他临时去办的。顾清寒全程都在看文件，秦秋一直盯着窗外看，直到感觉到肩头有了重量，才发现是顾清寒睡着了。手里的文件掉落在脚边，秦秋也不敢动，只能叫来空姐要毯子给他盖好。之后耳边的热气一直没散，秦秋只能僵硬地坐着，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醒过来的时候，只感觉到他胸前有重量，低头看到顾清寒的脑袋压在那里。播音提示还有半小时下机。顾清寒突然惊醒，发现居然趴在秦秋怀里，有些尴尬。俩人都有些不知道说什么，所以一直没交流。直到到了酒店以后，这边刚刚是傍晚。那个，你收拾下，我们出去吃点东西。顾清寒对正在开酒店门的秦秋说了句，秦秋点点头。安然给俩人预定的房间是面对面，只不过这里是夏天，而且这里的人穿着都很随行。顾清寒已经习惯了这里，所以出来时换了件露背裙子，化了个精致的妆容。身后那只展翅的蝴蝶异常醒目。俩人同时出门，秦秋一时间看到打扮不一样的顾清寒，有些看呆。上班是完全禁欲系的顾总，在商场那日好像个邻家妹妹，现在的顾清寒就是个性感妩媚的女人。多面的顾清寒让秦秋迷了眼。怎么不认识了？顾清寒说话的声音一贯的清冷。秦秋有些不好意思，没，只是有些不习惯罢了。确实是不习惯，完全变了个人。这里不是公司，没必要弄得那么紧张，现在也不是上班时间，而且这里不是国内，没人束缚你，所以放松些。顾清寒说话的时候，声音里面有明显的笑意。他笑的是秦秋穿得太正式了，只不过是简单的晚宴而已。走吧。顾清寒转身，身姿摇曳的在前面走。秦秋一抬头，完全傻了眼。他看到顾清寒背后那只蝴蝶，那只他再眼熟不过的蝴蝶，他脑中回忆起5年前的那晚，他不停亲吻的就是那只蝴蝶。离开的那天早上，回头看到的也是这只蝴蝶。脑袋里面的一幕幕好像是过电影一般。他一直要找的女人，难道就是顾清寒？孩子们的妈咪就是她吗？第61章，疑问一直在。秦秋现在脑中的疑问太多了，从他回到帝都开始，发生的一切好像都能回忆起来。在火车站遇到依依之后去顾氏上班，怎么好像是被安排好了的一样？他毫无学历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被顾氏录用？而且打扫的还是顶楼。之后的调岗，还有顾清寒每次莫名其妙让他做的事，现在好像一切都能对得上。每次孩子们的欲言又止，还有孩子的穿着打扮，以及上的幼儿园，好像都不普通。现在他终于知道为什么，难道一切都是顾清寒安排的？
顾清寒是不是早就是认出了他？所有的问题都充斥着秦秋的脑中，所有的思绪都理不清。怎么不走了？顾清寒回过头，看到秦秋在发呆。没什么。秦秋想要知道顾清寒是不是认出来了他，可又不能直接问。俩人吃完饭的时候，秦秋异常安静，主要是他想不通，顾清寒到底认没认出他。晚上要不要喝点？这里的红酒很出名，喝点好入眠。顾清寒手中摇晃着红酒，显然已经喝了不少。秦秋拿起身边的酒杯，问了句：“我们之前见过吗？”这句话是秦秋突然问出口，他也不知道怎么就问了出来。他看到顾清寒手突然的顿了下，而后笑着问：“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没什么，我在想其他事情。”秦秋终究是没有信心问出口，只不过顾清寒也感觉到了秦秋今晚的不对劲，他一直都在看他，探究的眼神看着他，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之前根本就没有认出他。刚刚的那个问题，他以为秦秋是不是想起来他是谁了，但怎么可能？之前都不认识，现在怎么可能突然间就认识了？是不是以为在国外，所以胆子就大了起来？玩这一套？顾清寒冷笑一声，以为他和其他男人一样，用这种手段泡女人。秦秋轻笑，别误会，我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只是感觉你很熟悉，像是我5年前认识的一个人，只不过我没看到他的长相，但你们背部的蝴蝶很像。顾清寒愣了下，他的蝴蝶？他唯独把背后的蝴蝶给忘了，之前以为没认出他，所以高枕无忧，谁知道他居然记得，但是蝴蝶。顾清寒也笑了，好多人都有这个纹身，只能说和我喜好一样的人很多吧。怎么？你的前女友还是什么关系的女人，怎么能通过纹身认人？俩人在异国他乡，又喝了点酒，又都很放松。顾清寒突然想要问问，在他心里对他是什么评价？不是对顾总，而是对5年前的那个和他一夜情的女人，一个我有些抱歉的女人，当时对他造成了伤害，只不过不是我本意。若是再遇到他，希望给他赔礼道歉吧。秦秋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知道是周伯的阴谋以后，最开始以为找了个酒家女，只不过早上起来看到床单上的那抹红，现在他才知道自己想错了。对方也许和他一样是被算计，所以总想找到他道个歉。有了孩子以后，想见他是因为感觉自己不管不问的5年，他很不容易，总是要补偿他。可就在刚刚秦秋发现了顾清寒的纹身以后，完全傻掉。再联想2个孩子的姓氏，顾依依、顾阳阳，怎么会有这要巧的巧合？所以秦秋现在确定5年前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顾清寒，也确定他早就认出了他。至于为什么不想戳穿，秦秋现在还想不通，也许是根本就不想让他知道，仅仅是孩子想要见他吧。不过秦秋还是感觉对他很抱歉，如果他并不愿你，你还想要找到他吗？可能他根本就不在乎吧。顾清寒想到5年前荒唐的一晚，若不是秦秋，也许他当晚都活不成。其实应该不只是不怨秦秋，还应该感谢秦秋。那晚那些人追杀他，已经把他逼到了绝境，所以才会去那个地方装了一把舞女，后来还给了他4个可爱的儿女，也算是一份礼物吧。所以怨谈不上，不管在不在乎，我都想解释清楚。那晚我被下药，一点意识都没有，若是有意识，一定不会伤害他。秦秋对那晚形容只能是慌乱，其他什么都不知道。顾清寒不想再继续谈论这个话题，不然你请我跳支舞吧，你看他们都在跳舞，这里的夜晚是不是比帝都浪漫很多？之前我一个人来的时候也没人请我跳舞，我总是很羡慕他们。顾清寒说完以后，把手伸到秦秋面前。秦秋看得出来他在回避之前的那个问题，既然他不想谈，那便不谈，一切等回了帝都，他自然可以弄清楚。不过不管顾清寒是什么目的，总归他没有伤害过他。俩人的长相本就出众，舞池里面也是最养眼的一对儿。顾清寒感觉到秦秋的舞步并不协调，笑着说：“我还以为你无所不能，现在看来也有短板。我这是第一次跳舞，所以抱歉没有给你更好的感受。”秦秋只能跟着顾清寒的舞步，说实话很陌生。俩人最后只是胡乱的在舞池来回走动，也称不上是舞步。没人先提离开，就一直在跳。顾清寒感觉到自己醉了，也许是这一刻的放松吧。总是不知道他对秦秋的感觉到底是什么。秦秋知道了他是5年前的那个女人以后，显然对他的态度变了许多，心里疑问不少。虽然回到家才能解开那些谜团，可现在也确定自己的猜测，所以对顾清寒多了些好奇和关怀。回到酒店，是秦秋把顾清寒抱回来的。他喝的酒不多，不过醉的却很厉害。秦秋一晚上脑袋里面很乱，所以仅仅是喝了几口。把顾清寒送回房间以后，秦秋并没有离开，而是站在床边一直看着他，心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很乱。最后叹息一声离开。在秦秋离开以后，顾清寒睁开眼，眼里一点醉意都没有。第62章，交给我。顾清寒确认秦秋应该是知道了他的身份，只不过他的那一声叹气是因为什么？难道是失望？
估计怎么都没想到孩子的母亲会是他吧。不过刚刚听到他的话，原来他这么多年一直都对孩子的母亲是亏欠的心理，以为他从未当回事，看来还是不够了解他。顾清寒想不通其他的事，在酒精的作用下，最后还是睡了过去。而住在对面秦秋却是一夜无眠，他之前还担心孩子，现在能够猜到依依和杨洋应该是在顾清寒的家里，有人照顾。突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顾清寒。他既然知道他的身份，为什么一直都不说？所有的疑问都在秦秋的脑子里面跑来跑去。这一夜注定是个烦心的夜晚，因为第二天还需要和合作商开会，秦秋决定不睡了，把安然传给他的资料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心里的乱用这些资料来治愈。可惜看了一遍以后，并没有打消多少心里的疑问，甚至担心顾清寒喝醉了以后会不会身体不舒服，总感觉自己担忧的有些多。第二天一大早，秦秋订了酒店早餐，看了看时间，敲顾清寒的门。顾清寒其实昨晚也是一直都在浅睡眠，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所思，所以一直都在做梦。刚收拾好，便听见有人敲门，打开发现是秦秋推着餐车走进来。今日的秦秋和之前完全不同，西装加身，还特意抓了个头发。顾清寒倒是和往日一样，只不过今日的西装是明艳的红色，看上去张扬又霸气。先把蜂蜜喝了吧，解解酒，若是不舒服就告诉我。顾清寒疑惑地盯着秦秋，怎么过了一夜，他突然对他这么关心？顾清寒突然有些不习惯他的改变。我们今天需要见的对方是他们集团一个重要。顾清寒话还没说完，便被秦秋给打断。今天我来和他谈吧，对方是个出了名的老色棍，还是我来比较好。你之前一直都没见过他，不过他这个人的名声不是很好。放心，所有的文件我都看过，所以和他谈应该不成问题，我还可以压低他出的价。秦秋不知道为什么看完安然给他的资料，便不想让对方见到顾清寒。顾清寒长得确实是好看，出于对领导的关心，秦秋认为还是保护他比较好。对于秦秋的这个变化，顾清寒是真的吃不消。这个男人不会以为他们俩不过是睡了一夜，就需要对他负责吧？你知道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吧？我准备了不是一两天，万一搞砸了，这边的市场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准备了一晚上。我认为我可以说服他。秦秋接着他的话说。看着秦秋坚定的眼神，顾清寒耸耸肩。OK， 那么今天你来与对方谈，我来配合你。既然他的态度这么坚决，顾清寒决定不和他争辩。这是第一次顾清寒在一个男人的面前妥协，不过这种妥协也是一种信任。其实他来这里也只是抱了 50% 的希望，所以秦秋来谈也是一样。若是失败了，也算是给他的一个警醒。顾清寒倒是不在意。秦秋听到他答应，松了口气。若是他再强硬下去，他也没办法。不过秦秋的另一个操作就让顾清寒没办法接受。你确定不需要我进去？他们要见的是我，你认为见不到我他们能和你谈？顾清寒吃惊地站在合作公司楼下，没想到都到楼下了，秦秋突然提出不需要他上去。顾清寒认为秦秋是疯了，刚刚答应了他让他谈，不代表什么都能答应他，还真是有些得寸进尺。不管俩人之间之前发生了什么，都过去了这么多年，这个男人现在到底是什么思想？秦秋发现顾清寒发火以后，才发现是自己没有表达清楚意思。听我解释，不是说不要你上去，我刚刚的表达有误，而是你晚上去半小时。我先来和他们聊，其实我们可以选择的不只有他们一家公司，你可以有别的选择。顾清寒刚刚的火气出来，听到秦秋这么说，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说清楚些，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有权去找其他的公司寻求合作，或者说是备胎，不过他们在国内的选择只有我们。既然他们一直都犹豫不决，我们为什么不把主动权掌握在手里？来这里不代表只是为了他们而来，也可以为了其他公司。顾清寒听懂了秦秋的话，不过总担心这招会被对方识破。商场上的人心思都很敏捷，不只是他们能想到这个办法，也许对方也能够猜到，所以顾清寒不敢保证。放心，对方不会猜到，若是能猜到，他们就不会趾高气扬地等着你亲自来。秦秋此时的自信没有一丝犹豫，仿佛已经摸透了对方的心思。等我半小时，你上来以后，我绝对会让他们转变对我们态度。秦秋带着国外的律师团浩浩荡荡地上楼，把顾清寒留在楼下。不知道为何，顾清寒望着他的背影都感觉特别的踏实。这是第一次有个男人说他来，他可以。之前不管多么困难，都是他自己来抗。在国内的时候，总是以为秦秋腼腆，而且不善于言语。现在看来，只是他不说，心思其实细腻得很。既然要他等，他便相信他一次。顾清寒掐时间，确实是在半小时以后才慢悠悠地上楼去。到达之前预定的办公室以后，便看到秦秋坐在他应该坐的位置上，与对方侃侃而谈。从对方的脸上，顾清寒看到了为难。顾清寒推门而入，秦秋没有回头，还在继续说话。只不过顾清寒惊讶的是，秦秋说的居然是英文，而且纯真的英文腔。对方看到顾清寒以后，眼睛都亮了。这是你的意思吗？他说的话就是我要表达的，
若是你们还是一直不同意的话，我想我们没必要继续谈下去。顾清寒刚刚进来，听到了秦秋在压价格，所以也配合他。两方僵持不下，对方本以为这次可以抬高价格，谁知道完全背驰而行。现在谁都不肯让一步，只能说秦秋的话让对方哑口无言。具体用了什么办法，顾清寒都不知道，只是看到对方的迟疑，顾清寒知道应该是成了。就像秦秋所说，对方的选择只有他们，而他们的选择未必非要对方。之前是他着急了，所以对方才会一直都抓着不放。第63章细心。最后，顾清寒50%的希望变成了100%的成功。本来打算和对方周旋几天，没想到猜不到1个小时就搞定了。最后签约的时候，秦秋真的按照之前的约定把价格压低了。合约谈成，顾清寒整个人的心情都很好。这次是你做成的这个案子，想要什么奖励？还是直接给你包个大红包？不仅仅节省了时间，还给公司多赚了那么多的钱。不得不说，你的商业头脑比我厉害。顾清寒不是夸秦秋，而是刚刚在谈判桌上，秦秋的条理清晰，谈吐犀利，对方好几次都被他说得哑口无言。我只是多看了几遍安经理准备的文件而已，其他的都是对比之前的分析。还是因为有了之前的谈判合作，不然他们不会答应的这么爽快。秦秋其实没有感觉自己有多大功劳，对方还是看在顾氏的面子。若是没有顾氏这个招牌，他说的再精彩也没用。晚上是对方准备的酒会，他们的老板晚上才会现身，其实也是个中国人。估计他很想见见你，毕竟能把他的团队说得哑口无言的人，你还是第一人。顾清寒心情变好，俩人之间的氛围也好了很多。因为合作谈得快，所以一整天的时间都是空余出来的。顾清寒转头看了看秦秋，我带你去买衣服，今晚宴会穿的衣服。顾清寒除了陪依依逛街买衣服，这还是第一次陪女人逛街。俩人走在一起，有了那么一点男才女貌的意思。还是外国人的面孔，所以回头率高了些。顾清寒早上出门要谈合作，所以穿了个10厘米的高跟鞋，想要自己有气势。但这鞋逛起街来却一点气势都没有，完全是拖累。俩人在商场里面走了不到半个小时，顾清寒感觉脚已经要废掉了。秦秋发现身边的女人越走越慢，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再看他脚下，便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秦秋看了看周围，除了衣服，并没有可看到鞋。得罪了。顾清寒还没反应过来秦秋说这句话的意思，便被抱了起来。周围的人都在起哄，他们不管俩人的关系什么，在外国人眼里这就是浪漫。你要干嘛？快把我放下来，周围人都在看。秦秋看到顾清寒的脸都红了，本以为他是个冷漠的人，现在怎么感觉他这么喜欢害羞？你的脚如果再走下去的话，估计晚上没办法参加晚宴，会受伤。我带你去买鞋的地方，这样快一点。不过你要告诉我去哪里买鞋，这里我不熟。秦秋已经完全在这里转懵了，哪里都找不到。这里是女人购物的天堂，不过对于男人来讲太陌生。前面左转，然后看到电梯，我们下楼。卖鞋的地方在楼下。顾清寒虽然害羞，不过还是指了条路。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公主抱他。从懂事以来，他一直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所以在外都是一副冷漠脸，以至于所有人对他的评价都是一样的。但他们都忘了，他再厉害也只是个和其他人年纪相仿的女人。他们有的心思他也有，只是无处表达，也无人表达。选吧，我对这些东西一窍不通，你选一双舒适的鞋，我去买点东西。秦秋把顾清寒放在店里以后，便一人走了出去。等顾清寒鞋都买完以后，也不见秦秋回来。想要电话联系他，想起来这是在国外，他根本没有这里的电话卡。顾清寒站在门口张望了好久，都不见秦秋身影。在他以为他丢了的时候，才看到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你坐下，秦秋说道。啊？顾清寒愣住，没明白他的意思。秦秋四处看了下，把顾清寒带到有座位的地方，让他坐下。而后他蹲在顾清寒面前，把顾清寒的脚从鞋里面拿出来。喂，你干嘛？顾清寒小声问。只见秦秋从西装衣兜立马拿出一包创可贴，而后把他脚刚刚磨红的地方都贴了创可贴。另一只。秦秋抬手，顾清寒下意识地把另一只脚伸给他。秦秋把顾清寒的2只脚都贴好以后站了起来。现在看看应该好多了吧？这附近很少有卖创可贴，所以我跑了好多地方，看到有中国超市才买到。接过顾清寒手里的鞋，秦秋站在一边。顾清寒此时感觉他有一点傻，和在谈判桌上完全判若两人。谢谢。顾清寒说了句，不管是谈判还是他的细心，顾清寒都应该对他表示感谢。俩人之间的气氛总感觉很怪。秦秋好像又变成国内公司的样子，一直不说话，只是跟在他的身边。他本就不是个会调节气氛的人，所以俩人之间一直都很沉默。最后顾清寒给秦秋选的宴会礼服，秦秋也没有任何态度，他选什么他便穿什么。顾清寒在给自己选礼服的时候，故意选了一件大露背的衣服，这次是整个后背都露了出来，那只展翅的蝴蝶更加清晰。和昨晚不同的是，
今天再看到那只蝴蝶，秦秋依然很震撼，眼睛也总是想要看他的后背，不是因为其他，而是想要看清楚那只蝴蝶。顾清寒好像知道他的意图，所以一直都走在他的面前。对方是个年纪比较大的老总，他一直都在给他的女儿选女婿，所以你要注意，别被他选中。这是顾清寒进入宴会厅之前和秦秋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俩人进入宴会厅，还是引来了不少的关注。顾清寒挽着秦秋的手臂进来，便被大家所关注。顾氏的掌舵人还是第一次带着男伴，之前都是独来独往，或者是身边跟着女秘书，宴会都是很少参加，就算是来了，几乎也都是西装，礼服也都很保守。这次穿着艳丽且暴露，还是第一次。秦秋进来以后，眼睛一直在看四周，想找都这次宴会的主人，也是他们此次合作真正的幕后老板。今天虽然是签了合同，不过还要让这位大老板满意，才是这次谈判的真正成功。别紧张，既然他是宴会的主人，早晚都会出现。第64章确认。都知道我会来，你怎么早上那么淡定，现在反而有些急躁？顾清寒发现他从进来以后就一直很急，好像着急离开的样子。秦秋不是急，只是他一直都在想顾清寒背后的那只蝴蝶，他好像是被那只蝴蝶洗了脑一样，想不起其他，甚至不想让其他的人看到那只蝴蝶，只是有些不习惯这样的氛围。抱歉，顾清寒差点忘了，他之前没有来过这种商业晚宴，第一次来紧张在所难免。你去那边坐坐，我和几位老朋友聊聊。顾清寒把秦秋打发走，一个人端起酒杯走入人群。秦秋看了看时间，这个时候是国内的早上，他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和依依视频。4个小孩子正是早上起床的时间。哇，是爸爸的电话哦。依依一句话，其他3个小朋友全部跑了过来。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不要着急哦，我们都很乖。依依直接劝秦秋多在外面些时间，其实他是想让秦秋和顾清寒单独在一起时间长一些。依依，你们和妈咪在一起开心吗？他一会儿送你们上学去吗？秦秋看着远处与人攀谈的顾清寒，嘴里面故意问依依关于他妈咪的事。依依有些犹豫，而后说妈咪很忙的，这几天当然都是她送我们去幼儿园。爸爸，不和你聊了哦，妈咪叫我们吃早餐喽。好，爸爸回去给你们带礼物，要乖乖听话。秦秋听出依依语气的不对，也猜得到她在撒谎，看来孩子们也是故意隐瞒他顾清寒的身份。另一边挂断电话的依依拍了拍自己小心脏，爸爸突然问起妈咪，我差点说错了话。依依有些不解，爸爸怎么突然这么关心妈咪？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其他3个小朋友也都一头雾水。秦秋不是怀疑什么，而是确定顾清寒就是他们的妈咪。看着远处顾清寒，虽然和对方说话，不过脸色依然是很清冷的表情。想到2个还是他生出来的，现在细看确实有些地方很像，只不过性格嘛，却很不同。依依和杨洋的性格都很活泼，不过智商都很高，好像脾气都不像顾清寒。顾清寒转身便看到秦秋在远处看着他发呆，正当顾清寒要走过来的时候，秦秋看到他被人拦住，对方不知道说了什么，顾清寒的脸色有些变化，看得出他此时有些不高兴。秦秋快速走入人群，便听到顾清寒在拒绝对方的邀请。抱歉，这位是我今天的女伴。秦秋手环住顾清寒的腰，抬头才看到对方竟然是今天在谈判桌上的那位，也是安然给他发资料提到的那位色棍。他的眼睛此时正色眯眯地盯着顾清寒。方董，不好意思，我们去那边坐会儿。秦秋点头示意。顾总，怎么没听说你换了位男助手啊？还真是伶牙俐齿，我今天都不敢相信，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挖来的宝贝。方卓并不打算放2人走。方董，这位是我男朋友，是不是很优秀？我也感觉是个难得的宝贝。若是您再继续拦着，我的怕他对您动手。顾清寒故作惊恐的语气。方卓的脸有些难看，看着秦秋，好像他抢走了顾清寒一般。对了，方董，我听说您夫人喜欢中国的红茶，我已经让人买好邮寄了过来。秦秋突然提醒，态度好得很。这些都是安然给他的资料。方卓虽然乱来，不过他最怕的还是他的老婆。看到他难为顾清寒，秦秋当然要抓方卓的小辫子。方卓冷笑一声，看了眼秦秋，秦先生真是细心，居然我夫人的喜好您都知道。方董难道是吃醋了？是我告诉让他准备的，难道您这是怕您夫人比您受欢迎？顾清寒露出一丝笑容，表示理解他们夫妻关系好。秦秋和顾清寒的一唱一和，让方卓无话可说，但也给足了他的面子。俩人最后只是给宴会的主人打了个招呼，对方看到秦秋以后确实很满意。顾总，听说你招来一员猛将，现在看来确实是不错。林董，你这眼神是不是相中了他？您可不能为了选女婿把我的人挖走，他可是我千挑万选找到的人。顾清寒故意挎着秦秋的胳膊，搂得严严实实，好像怕对方抢走一般。俩人走要走的时候，里面正好已经开舞，舞会刚刚开始。秦秋看到顾清寒的眼睛一直看向舞池，顾清寒看面前的一只手，你要干嘛？不会是请我跳舞吧？
你的舞姿我是见识过的，还是算了吧。秦秋直接把顾清寒带进了舞池，不管舞姿怎么样，重在参与。俩人虽然是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面，不过他们的身影却不低调，好多人都看向他们。好了，我还是不想被人围观。顾清寒拍拍秦秋的肩，俩人走出宴会厅。刚出来，顾清寒便感觉到肩上被搭了件衣服。秦秋不好意思地看向别处，他总感觉顾清寒露背太招摇。夜里风凉，我们回去吧。秦秋守护着顾清寒后面，不如我们走回去吧，大约10分钟的路程，也好吹吹晚上的风。顾清寒提议，秦秋的第一反应是低头看顾清寒脚上的高跟鞋。放心吧，只有10分钟路程，没事的，走吧。顾清寒下楼向酒店走，秦秋走在顾清寒外侧，俩人好像又恢复逛街时静音模式。第65章想通了。顾清寒走路的时候，余光一直都注意着身边拘谨的秦秋，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秦秋这次与他出来有很多的变化。难道就是因为他背后的那只蝴蝶认出了他，让他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你晚上还是你先说吧。顾清寒笑着看了他一眼，我刚刚看你没吃什么，要不要找地方吃点东西？秦秋憋了半天，只想到这一句话。顾清寒看他一脸装淡定的样子，攥起的拳头却出卖了他的紧张，就没见过他这样的男人，和女人单独在一起居然会是这样。好啊，不过我先要把这身衣服换下来吧，既然是你邀请，你来定地方。听到顾清寒答应，秦秋松了口气。顾清寒的关心是真的想补偿他，可对于什么都不缺的顾清寒来说，他好像为他能做的并不多。秦秋纠结到底怎么做才不会让他感觉到突兀。回到酒店换衣服的顾清寒故意又穿了件半露背的裙子，背后的蝴蝶忽隐忽现，给人的感觉愈发的神秘。秦秋心里叹息，他不明白顾清寒来了国外以后怎么执着穿这么暴露的衣服，总感觉大家的目光一直都在看他的后背，想要把他的背遮盖住，却又怕顾清寒会感觉奇怪。秦秋发现自己的心里好像是出了问题，感觉到了秦秋的无奈。顾清寒嘴角的弧度一直都没有下去，这个男人确实有点意思，能感觉到他的欲言又止，没想到他一直都能忍得住。还没说要带我出去吃什么，不会一直都不和我说话吧？顾清寒看得出他紧张，只能主动和他说话。附近有中国面馆，晚上要不要吃点？或者你想吃牛排？秦秋有些头疼，不了解顾清寒的喜好。周围餐厅并不少，可他貌似不敢擅自做决定。顾清寒看了眼距离最近的面馆，好吃面。顾清寒好久没有这种放松的感觉，虽然秦秋一直都很紧张，但他的心情却很好。只能说秦秋这个人让他感觉很好奇，怎么他会有那么多面？怪不得孩子们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这次出差带着他来确实是个明智的选择。俩人才刚刚坐下，顾清寒的手机便响了起来。秦秋能够看到上面显示备注是大宝。顾清寒把手机拿起来的时候看了眼秦秋，我去接个电话，稍等。顾清寒找了个无人的角落，接起来视频，便看到对面4个小脑袋在镜头前面。嘿，你们这个时间不是应该去幼儿园了吗？为什么还可以给我发视频？妈咪，今天是周末哦，你现在在哪里？爸爸呢？依依撅嘴，没有爸爸和妈咪的消息，这样的感觉一点都不好。如果你们再和我聊下去的话，你们的爸爸就要吃完饭了。顾清寒心情好，和孩子们说话的时候也很轻松。4张小朋友同样惊讶脸，而后是手舞足蹈的挂了电话。顾清寒都能想到他们挂断电话以后是什么样的表情，估计都开心的跳来跳去吧。他知道4个小鬼心里的想法，无非是以为他们的爸爸和妈咪可以复合在一起，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和秦秋根本就不熟啊。小朋友们确实是以为顾清寒和秦秋现在发展的很顺利，妈咪居然和爸爸在约会哦，太棒了！依依在床上高声呼喊。真的吗？爸爸和妈咪这次回来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在一起了？盼盼问。估计是会的吧，不过不管怎么样，一定会越来越好。依依越想越开心。茵茵若有所思看着他们，可是爸爸和妈咪如果这次回来还和之前一样，我们要怎么办？杨洋耸耸肩，那就继续分隔两地，我和依依去爸爸那里，你们在妈咪这。茵茵看依依和盼盼已经高兴得忘乎所以，但她的担心却不少。茵茵的担心不少，同样秦秋一直都在想刚刚给顾清寒来电话的是谁，为什么看着头像会那么熟悉？他翻开自己的手机，置顶上面的第一个是依依，怪不得刚刚看到很熟悉，原来是依依打来的视频。原来依依还叫大宝，那杨洋是不是小宝？他们和顾清寒说了什么？看到他笑得那么开心，既然他们不想让他知道，他便继续装作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吧。顾清寒回来以后，发现秦秋的心情好像好了很多。你怎么突然很开心？秦秋点点头，想通了些事情，发现原来自己一直都很幸运。幸运在最糟糕的时候，他独自一人把孩子抚养长大。更幸运的是，回来以后孩子会找到他，不然他一直都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与他有血脉相连的人。顾清寒笑了笑，这次与我出来有什么感想？我发现你并不是像简历上写的那么简单，
原来你懂得这么多。秦秋有些心惊，毕竟系统的事无人能说，只是空闲时间喜欢学习，学历低但要学会上进。其实我见识真的很少。顾清寒没相信他的话，见识少的话，会在和他吃西餐的时候熟悉所有的餐桌礼仪，甚至好多的礼仪他都不懂，但秦秋做的却很规范，就好像是刻在骨子里的一样。英文腔的发音没有10年8年根本就练不出来。谈判桌上的他才是真正的他吧？平日里公司里面见到的他，一直都在刻意的隐瞒自己。只能说叶清雪一直对他念念不忘也是有道理。不过这个男人既然主动的招惹了他，就不要怪他不放他走。若是把他留在身边，对自己公司以后的发展只会有好处。看来顾氏确实应该给你匹配的职位，总感觉之前把你的才华埋没了。顾清寒不是在打趣，而是真的发现能力和职位不匹配。不管做什么，只要有能力，一步步爬上去不就好了，所以不着急。秦秋确实不急，用徐硕的话来讲，他已经是顾氏的一个奇迹，只是不知道这个奇迹最后顾清寒要怎么安排。第66章回国。因为秦秋的出色表现，事情提早办完，所以顾清寒和秦秋提前1天回国。俩人一起出国已经引起公司一堆人的议论，大家都想知道秦秋到底何方神圣，连着换岗也就算了，居然能和顾总单独出国，就连秘书安然都没有带着。不过公司里面的流言蜚语一直都在，只是当事人并不知道。秦秋回来以后是司机来接，而秦秋形单影只一人。去哪里？我让司机送你。秦秋看了看时间，去国际幼儿园吧。既然他想要送，秦秋也不客气。顾清寒听到地址一挑眉，居然是去接孩子。这个时间如果不堵车的情况下，正好可以接孩子们放学。顾清寒感觉秦秋是故意说的这个地方，他已经猜到他就是孩子的母亲，还去这个地方。俩人上车以后，秦秋突然开口问顾总，不好奇我去幼儿园干嘛？顾清寒看着秦秋的眼睛直接反问，你去幼儿园干嘛？倒是让秦秋猝不及防。不过秦秋稳了稳心神，接孩子，我的孩子。哦。顾清寒坐回来看着窗外，秦秋有些挫败，怎么又让他给占了上风？刚刚明明是他要看他是什么反应，最后让他的一个反问给弄得慌了阵脚。顾清寒看窗外是因为忍不住笑，秦秋刚刚的惊讶反应他都看在眼里，估计是没有想到他会提问吧。只是现在想想，确实他的简历里面没有写已婚，却多出来孩子，不管是谁都会惊讶。这点是他刚刚疏忽了，只是都知道他的身份了，还要套他的话。到幼儿园的时候，距离放学还有5分钟时间。秦秋下车以后，顾清寒的车便开走。秦秋看着车开走的方向发呆，他什么都不问，估计是不知道他知道他身份的事吧。顾清寒在车上给4个小鬼发了条消息，让他们不要暴露。茵茵看到以后惊讶地说，爸爸和妈咪回来了，而且爸爸在幼儿园外面哦。其他3个小朋友第一反应是趴在窗子向外望。依依和杨洋看到秦秋以后什么都忘了。四宝，我们收拾东西去找爸爸回家喽。杨洋拿起衣服和依依飞奔下去。秦秋看着最先跑出来的一双儿女，心情顿时好了起来，心里的疑问也都不及依依和杨洋的笑脸。爸爸，爸爸是在给我们惊喜吗？居然回来的这么早，我还以为会好久。依依抱着秦秋的脖子不撒手，不停的撒娇。杨洋也不甘示弱，拉着秦秋的手来回晃动。见到我这么高兴啊，我还以为你们在妈咪那里过得很好，要不要告诉妈咪你们去我那里？秦秋看到2个孩子相互看了眼，依依诺诺的说，没事的呀，妈咪很忙的，我们只要在电话里告诉她就好了。一直到家里也不见依依和妈咪联系。秦秋不忘提醒，不要忘记告诉妈咪你们来我这里。依依看着秦秋有些怪，但又说不出，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电话手表，又看了看秦秋。爸爸，我去洗手间哦。秦秋哭笑不得，一直都防着他。不过现在他才注意，不管是依依还是杨洋的手表，都不是普通人家能买得起。俩人的手表都是私人定制，而且定位通话于一体，之前他从来就没有注意过。刚刚他才发现，如果是普通人，怎么可能负担得起这样昂贵的东西？就连依依和杨洋的所有东西，如果细心的话都可以发现，其实全部都是品牌。这些秦秋之前都没有注意，这次从国外回来才发现这些点。要怪就怪他笨，之前还猜测孩子的母亲是不是靠夜场赚钱女人。2个孩子发现秦秋不对劲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平时都是讲故事，可见今天秦秋却让他们讲之前和妈咪的生活。2个孩子不知道该怎么讲，秦秋问什么他们就答什么。妈咪工作是不是很忙？平时谁来照顾你们俩？保姆阿姨，不过保姆阿姨做的菜没有爸爸做的好吃哦。依依答完还不忘彩虹夸秦秋。秦秋失笑，还好是在夜里，没人能看到他的表情。平时妈咪送你们上学吗？有司机叔叔，不过妈咪有的时候也会送我们哦。爸爸，你是不是很想见妈咪？你一直都在问关于妈咪的事哦。依依趴在秦秋的怀里，抬起小脑袋，睁着大眼一直看着他。虽然没开灯，秦秋也能感受到孩子们的眼神。若是爸爸想见妈咪可以吗？你们能不能帮爸爸约妈咪？
秦秋是真的想要以孩子父亲的身份见见他，既然在公司装作不认识，那就单独约出来见面。爸爸，你真的想要见妈咪？真的吗？依依很惊讶，你们想要我见妈咪吗？秦秋好像从来都没说要见他，不是不想去见，而是两个陌生人，完全没必要。但是看依依和杨洋的表情，他们好像很高兴。当然，我们之前以为你一直都不喜欢妈咪，所以才不见。爸爸，你想要什么时候见妈咪啊？我给你们约时间哦。两个孩子完全没有了睡意，都坐起来开始计划秦秋和顾清寒见面的事。你们难道不问问妈咪想不想要和我见面？秦秋猜顾清寒应该是不想和他见面，之前他把话说的那么明显，顾清寒都一直在回避。对哦，明天我要问问妈咪，不过我们想要你和妈咪见面。依依说完以后，杨洋也附和他的想法。好了，你们该睡觉了。秦秋把两个孩子放在身边，还像之前一样哄他们睡觉。而在顾家，茵茵和盼盼从看到顾清寒以后便一直跟着他。宝贝，你们跟着妈咪干嘛？这个时间该睡觉了哦。妈咪，你这次和爸爸出去有什么进展？盼盼一脸的八卦，问的问题也超乎他这个年龄该懂的范围。顾清寒思考了会，认真的回答，应该算是有吧。两个孩子顿时眼睛都亮了，等顾清寒继续说下去。第67章不见。顾清寒看到两个孩子一脸的八卦，不过他并不着急说，而是看着他们着急的样子。这么小居然就开始八卦他的事情。妈咪，你快说啊，我们等得好着急哦。盼盼有些不耐烦，顾清寒迟迟不开口说进展是什么。妈咪和他的进展是发现他确实很优秀，各方面都很厉害。两个孩子疑惑的眼神看着顾清寒，满脸的茫然，不理解妈咪说的进展居然是这些。爸爸之前一直都是这样，难道妈咪刚刚发现？妈咪，你们之间没有其他的进展吗？爸爸和妈咪的感情还没有和好？盼盼迫不及待地问。怎么妈咪刚刚说的也不是他们关系的事啊？妈咪，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还是有些喜欢爸爸？茵茵问得很直接，她着急盼盼一直问那么隐晦，莫不如直接问出口。顾清寒有些犹豫，不过看到两个孩子的表情，是真的很希望他和秦秋之间能发生些什么好事。可大人的世界哪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顾清寒蹲下来摸了摸两个孩子的小脑袋。宝贝，妈咪会很好的处理和爸爸之间的关系，不过可能还没有到喜欢的那一步，只是感觉爸爸确实很优秀，也希望你们能和爸爸好好相处，所以你们不要着急好吗？盼盼和茵茵的表情都有些失落，本以为妈咪和爸爸出去会相处得很好，现在看来好像并没有，所以妈咪会好好的考虑和爸爸重新相处看一看吗？茵茵一本正经地问顾清寒。顾清寒看着自己最冷静的女儿，发现好像没办法回答她这个问题。他现在仅仅是认为秦秋有些优秀，若是说其他的想法确实还没有，可若是和他们讲实话，小孩子又没办法接受，但又不能和他们说谎。茵茵半天都不到顾清寒的回答，耸耸肩，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好吧，妈咪，我知道你的答案，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可以和爸爸相处试试哦。爸爸其实很优秀，我们也不希望你自己那么累，不过你若是不喜欢爸爸，也可以找其他的男朋友，我们都是支持你的哦。顾清寒没想到茵茵居然会说这些，之前他们一直都不会问关于秦秋的问题，只会自己找爸爸。秦秋回到帝都都是他们几个小鬼自己查到的，包括秦秋的身份也是他们自己找到，现在反而告诉他找其他的男朋友也可以，不得不说他们是真的想要让他找依靠。盼盼听到茵茵的话有些生气，你怎么可以让妈咪找其他的叔叔？我不要，哼！看到盼盼跑掉，茵茵还很冷静地说，妈咪，我支持你所有的决定哦。妈咪，晚安。亲了下顾清寒以后，还体贴地把房门关好才离开。茵茵回到房间，看到盼盼还在生气，不要生气来，你听我讲好不好？盼盼不高兴，指着茵茵，你怎么可以说那些话？妈咪是要和爸爸在一起的，可你居然支持妈咪给我们找后爸哦！哼！哎呦，这叫以退为进，你懂不懂？孙子兵法战术，我们不能一味的劝妈咪，妈咪若是不高兴，把爸爸开除掉怎么办？茵茵完全掌握在手掌心的感觉，还运用上了兵法，这倒是把盼盼给说懵了，完全不解的看着茵茵，不理解她话里面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不要给妈咪压力，也许妈咪已经有一点点喜欢爸爸，只是她自己还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要反其道而行。盼盼虽然有好多的不解，不过发现有些道理，万一妈咪真的去和别的叔叔约会怎么办？茵茵考虑了下说，我们可以让杨洋去捣乱。盼盼重重点头，认为茵茵说的有道理。姐妹俩已经对顾清寒运用到了孙子兵法，可惜顾清寒却不知。而另一边的依依和杨洋一大早兴高采烈去上学，和姐妹俩的完全相反。你们怎么都不高兴？我和你们讲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哦。爸爸说他想要约妈咪见面哦。依依说完以后，盼盼和茵茵很惊讶。可是妈咪昨晚刚刚和我们讲过，对爸爸没有感觉，不喜欢爸爸。盼盼快言快语说出来。啊！依依和杨洋傻眼。那我们还要告诉妈咪爸爸要和他见面的事吗？杨洋问。
当然要问。茵茵肯定地说，若是你们不问，我来问。是个小朋友，中午又找到角落给顾清寒打电话。顾清寒接到电话，便打开电脑看上面幼儿园里面情况，又看到他们4个聚在一起。妈咪，爸爸说想要和你见面，你想见吗？茵茵问。顾清寒利索地说了2个字，不见。4个小朋友顿时很失落。茵茵道，好的妈咪，拜拜。这倒让顾清寒摸不着头脑，怎么没继续追问他，直接挂断了电话。其他3位小朋友看着茵茵，你们不要看我啊，妈咪说不见，我们又没办法说通他，既然不见，那就不见呗。茵茵完全无所谓，大人的事情我们不要掺和了，妈咪和爸爸没准2个人相处的不错，也许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吧，所以我们只要等着就好。现在茵茵倒是不着急，只不过其他3个小朋友却不同意茵茵做法。顾清寒一直看着幼儿园的实时录像，看到他们4个估计又在一起研究。顾总，周氏那边想让您亲自去谈。安然进来，看到对着电脑发呆的顾清寒。为什么？顾清寒表情有些冷，一个小小的周氏居然要让他亲自去，那边不满意项目组给的方案，修改了好多遍都不满意。安然最怕顾清寒突然变脸，不发火也怕。让秦秋去和周氏再沟通，告诉秦秋我最大限度给他自由空间，只要能谈下周氏。顾清寒也是临时想到秦秋，之前在国外的项目都谈得那么好，国内的小项目交给他绝对没问题。安然不敢相信这个项目居然交给了秦秋。第68章美女缠身。秦秋接到通知说要去周氏谈项目，他根本就不敢相信是让他去。项目组的人几乎能拿得出手的人都去了，都是垂头丧气回来。对方一直对他们的方案不满意，就连林文旭都看过那些方案，并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可对方迟迟都不肯签字。让秦秋去，其实林文旭也考虑过，只是他现在只是项目组的实习人员，怕对方会欺负他。我们把周氏具体情况和你讲讲，然后你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林文旭把之前好几套方案都给秦秋看了一遍，短时间内也记不住，我还是简单的和你介绍下吧，让你心里有个大概的概念。秦秋一目十行，看完把方案合上，看了眼林文旭，看完了也都记住了。我大致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我试着改改看，若还是不行，只能是顾总亲自出面。秦秋用了1上午的时间，自己在工位改了好久，最后不满意又重新做了份，拿给林文旭看的时候，林文旭傻眼，全部推翻重新做的。这么短的时间，他都不知道顾总到底招来了一个什么福将，怎么哪个部门都能做得风生水起，这比其他项目组的同事做的都要好，而且标新立异，完全是另外一个思路，他之前都没有想到。要不你拿起给顾总看看，毕竟对方点名要的是顾总，但顾总却点名要你去对付他们。秦秋看了眼手中刚刚新鲜出炉的方案，最后还是去找了顾清寒，这也是俩人从国外回来以后的第一次见面。安然现在看到秦秋都不拦着，他见顾清寒也不需要先通报，倒是秦秋还是和之前一样，先过问安然顾清寒是不是方便见他。去吧，顾总刚刚开会发了火，估计心情有些不好，所以你说话注意些。安然的提醒让秦秋愣了下，他突然想起来顾清寒回来以后又变成了高高在上的顾总，在国外的那个顾清寒仅限于俩人在国外的相处。顾清寒刚刚接到林文旭电话，告诉他秦秋上来找他，等了好久没见人，打开监控看到他和安然在说话，顾清寒有些不耐烦。秦秋进来的时候还能看到他的眉皱在一起。顾总，这是我新做的方案，林经理说周氏那边的负责人是周家人，所以有些挑剔，想要您先看看，若是不行我再改动一些。顾清寒看了好久，可以说是看得很认真。你刚刚一个人做的？秦秋点头，之前的方案我看过都大同小异，所以只能改变思路，若是再不行，只能您亲自过去和他们谈了。我和你一起去，若是不行我就上去，走吧。顾清寒看了看时间，直接带着秦秋出门，手里的方案递给秦秋。秦秋都没有反应过来，顾清寒居然要和他一起去周氏，不是谁都交给他来负责，现在是不放心。没想通顾清寒到底是什么意思，秦秋只能跟着出去。俩人到周氏楼下的时候，顾清寒和上手里的文件。周氏这次负责这个项目的是周家刚刚回国的大小姐周木子，她的想法确实很超前，若是按照她的想法来看，你的方案她应该会喜欢，不过她这个人花名在外，所以我还是提醒你一句要小心。秦秋都已经上了电梯，还在回想顾清寒刚刚的话，既然知道是周木子负责这个项目，还要让他来，这难道不是故意让他用美色诱惑对方？秦秋摇摇脑袋，认为自己刚刚好像是想偏了，不应该是美色，而是顾清寒故意让他来，是不是还有别的想法？不然为什么都到了楼下才告诉他刚刚那些话？还是提醒他不要乱来？可他根本就知道对方是谁，怎么能想那么多？秦秋见到周木子以后，想对顾清寒说，他刚刚的那些话其实不完全，明明对方也是个漂亮的女人，确实有花心的资本，又有钱，长得又漂亮，只是他的目的好像是来谈合作，和对方是谁没有任何的关系。顾总没来，居然还派了人来，据说你是目前顾氏发展最快的人，我一直都好奇能让顾清寒同意连升2次的人是谁，
今天一看确实够帅，只是不知道你的方案对不对我的胃口。秦秋心里冷笑，这个女人是在选美，还是来谈合作？顾总让我务必要给周董这次把我们方案介绍清楚，若是有问题，一定是我没有表述清楚，所以周董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打断我。秦秋后来一直都后悔他说的这句话，因为他认为周木子之后一直都在故意打断他的话，就连和他一起来的项目组的同事都发现了问题。一个方案停停讲讲，将近2个小时才完事。周木子大手一挥，你们都出去，我和秦先生单独聊聊方案里面的问题。项目组跟过来的人看了眼秦秋，不知道该不该出去。秦秋对着他点点头。人都出去了以后，周木子把门关上，最不理解的是他把窗帘也给拉了起来。秦秋，我居然不知道顾氏从哪里把你给挖了过去，不过就在刚刚我理解了顾清寒为什么这么器重你，你居然能做出来我很满意的东西来，这在周氏内部都很少见。不如我开高价，你来周氏，我给你我私人秘书的位置怎么样？然后年薪是你在顾氏的几10倍，要不要考虑看看？周木子说话的时候已经走到秦秋身后，趴在了他的肩上。秦秋都怀疑刚刚顾清寒说那些话是不是故意和周木子商量好，怎么他对周木子这么了解？主要是俩人刚第一次见面，不过开会的2小时，这个女人也太直接了吧。周董，我在顾氏很好，您若是认为项目可以合作，我们另外抽时间签合同就好。我先回去，还要去幼儿园接我女儿和儿子放学。秦秋起身把电脑和方案收好，故意退后几步远离周木子。周木子轻笑一声，好啊，不过我需要你亲自带着合同来签约。第69章莫名的情绪。秦秋答应，好，明天我带着合同过来，我们再谈具体细节。秦秋往外走，周木子跟在后面。在电梯口的时候，周木子站在秦秋身边，秦秋轻不可见的身体向外倾斜了一下，这个小动作被周木子看在眼里，不过装作没看见。上电梯的时候，周木子也跟了进来。既然你是顾总派来的人，我当然要亲自送你们出去，这样才能显示出我的重视。周木子下电梯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没站稳，脚上的高跟鞋不稳，秦秋下意识地扶了下。之后，周木子的手便一直挎在秦秋的手肘处。秦秋想要挣脱他的手，毕竟俩人不熟，可在外人看来，俩人之间挎着走，又是周氏大小姐，大家都在猜秦秋身份。多谢哦，刚刚地上太滑没站稳，所以借你的胳膊用一下没事吧？周木子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像刚刚在会议室里面那么正式，反而有些小女孩的撒娇音。秦秋远离他的身体，也没办法再向旁边去动，只能僵硬的让他挎着，不过面部表情僵硬的很。顾清寒从俩人出来，便看到他们挎在一起，周木子脸上的笑更是扎眼。他之前都已经提醒过秦秋，他居然能让周木子亲自下来，看来他的提醒秦秋都没有听进去。秦秋要和我吃个晚饭，这个时间我们刚好去旁边坐下吃个晚餐。还有我刚刚的话，你可以考虑下，我认为你的思想只有我可以理解，顾氏现在项目组整体的思维都一般，恐怕会限制你的发展。周木子确实是喜欢长得帅有能力的男人，不过他认为自己并没有错，美好的事物大家都喜欢，他只不过是表现了出来而已。早就听说顾氏内部有个出名的秦秋，他没想到会这么快见到，也回到了顾清寒给他升职的原因。若是在他的身边，他也愿意为这样聪明的人打破惯例。既然这么好的机会，他当然要想办法把人挖过来。不过手段嘛，当然是美人计。他不介意利用美色来迷惑对方，若是中了计为他所用固然好，若是对方不吃这一套，他也没损失什么。但至今为止还没遇到不吃这一套的男人，只是秦秋的反应让他抓狂，怎么这么优秀的男人对他会不为所动？多谢周总裁，不过我刚刚也说过，我在顾氏很好，所以并不考虑您的提议。周董，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我便先告辞。秦秋抽回自己的胳膊，后退几步以后转身离开。对于刚刚周木子碰过的地方，他感觉到有些嫌弃。上车以后，把衣服脱下来让在腿上面。顾清寒看了他一样，在顾清寒的认知里面，秦秋脱衣服是因为对周木子产生了其他的情愫。他之前在公司对女同事都是避而远之，刚刚居然是让周木子挎着手臂出来，俩人刚刚好像还聊得很开心的样子。秦秋感觉到了顾清寒在看他，所以他也转过头看他。与周总聊得怎么样？看起来是不错。顾清寒不知道为何脑袋里一直想的是他们俩刚刚挎在一起的样子。秦秋看他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副冷漠的样子，突然想逗逗他。确实不错，而且周董让我明天亲自拿着合同来签约，后续问题明天也会一并的细聊。不知道为何秦秋就想故意这么说。看来你对周董的评价很高啊，不过你们俩讲一个项目需要2个多小时。顾清寒在下面等的越久想的越多，还以为是遇到了什么难题，可看到俩人出来谈笑欢欢的样子，发现自己是想多了。只是2个小时的时间，居然能相处的关系这么好，看来这位周家大小姐还真的如传闻那般啊。秦秋都能被他给影响，不得不说有些手段。秦秋发现自己好像是开的玩笑有些大了。顾清寒脸上冷漠的表情居然有些愤怒，夹杂着不屑。看来他是误会了，他知道不能再继续斗下去。
其实刚刚是周董下电梯的时候滑了下，我只不过扶了下，谁知道他为什么一直都不分手？不过我一直都很绅士，衣服脱下来也是因为刚刚被他碰过。秦秋解释不是怕什么，而是不想让顾清寒误会他这个人。确实才刚刚2个小时，他和周木子的状态会让人误会，但他并不想让他误会。自从知道他是孩子的妈咪以后，总是下意识的会注意到他的感受。秦秋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中了什么魔。和我一起出去吃晚饭。顾清寒不是疑问句，而是直接命令。秦秋看了看时间，好，距离接孩子的时间还来得及，国际幼儿园在放学2小时内把孩子接走就可以。秦秋真的怀疑顾清寒是故意带他来这里吃饭，因为他们进来以后便看到坐在里面的周木子，身边还有一位女性朋友。俩人并没有注意到秦秋和顾清寒进来，顾清寒其实也没注意到他们，只有秦秋看到了他们。不是他故意看，而是刚刚见过的人，周木子穿的又惹眼。这家餐厅目前除了他和顾清寒，只有2桌在用餐。俩人坐下以后，秦秋是背对着周木子，而顾清寒正好看到周木子。你们俩还真是有缘分，居然吃饭都能碰到一起来，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秦秋听出来顾清寒话里面的火气很大，不过他好像没做什么事惹他生气啊，还是别了吧，本来就不熟，只是见了一面而已，而且他有其他朋友在，若是感觉不合适，我们要不要换一家？秦秋对周木子本就无感，甚至有些不喜欢那么直接的女人，他不想一会儿俩人还要见面说话，莫不如换个地方远离他。为什么要换？我认为这里很好。怎么，你是怕见到他？顾清寒冷哼一声，撒气一样的翻了翻手里的菜单。秦秋看他的样子也不敢再多话，不过周木子是看到了顾清寒才注意到对面的秦秋。第70章误会了。顾清寒看到周木子走过来，看了眼秦秋。秦秋不知道顾清寒的那一眼是什么意思，里面的警告意味十足。他只是坐在这里什么都没做，他是什么意思？直到身边闻到一股很熟悉的香味，秦秋才知道是周木子过来了。刚刚秦秋还在说要接孩子放学，下一秒我居然在这里看到他和顾总一起，看来传言并不假呀。顾总对秦秋的照顾确实不一般啊。不过顾总，恕我直言，我是真的很欣赏秦秋，若是我想把他挖过来，你不会说我夺你所爱吧？周木子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秦秋。顾清寒脸上的笑容明媚，优秀的人确实抢手，我也是刚刚挖掘的宝藏，居然才和周董见了一面便让您相中了，说明我的眼光还是不错的。可惜他和我签了合同。没事，我可以赔偿合约里面的损失，只要秦秋愿意来我公司，我给他开更高的价格。周木子笑着对顾清寒说，眼里的笑意却未达眼底。周董真是爱说笑，我们说了这么多，当然要问下当事人的想法才行。顾清寒满脸笑意的苦看着秦秋，眼神里面确实其他情绪。秦秋听出来俩人之间的火药味有些足，不过他不理解，难道仅仅是为了他？他只不过好周木子刚刚见面，而且俩人之间是合作的关系，怎么火药味十足？感觉刚刚是唇枪舌战，不像是合作关系，而是对手。可接下来2家公司的合作会很频繁，若是他们俩都是这样的状态，秦秋在想以后该怎么继续合作。秦秋，你不必因为顾总在便不说出自己真实想法，只要你想要跳槽，我周氏随时都欢迎。周木子坐在顾清寒身边，俩人都在秦秋对面，好像势必要让秦秋选一个。周董，我刚刚说过我不会离开顾氏，不管您是什么条件，我的态度不变。若是引起您的误会，我可以道歉，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秦秋说完话的时候，看到顾清寒嘴角讽刺的笑，像是对周木子故意露出的笑。周木子倒是不介意，不过脸色也不是很好看，毕竟当面又拒绝了他一次，看来还是顾总的魅力大。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顾总谁都不爱，只爱他自己，所以秦秋还是要保护好自己，不然受伤的只会是你。周木子离开的时候显然是生气了，不过刚刚他留下的那句话让秦秋不解，听他话里面的意思好像很了解顾清寒，就像刚刚去周氏顾清寒提醒秦秋的一样，俩人之间对对方都有些情绪在。周木子离开的时候故意走到他们这一桌，顾清寒，你怎么一直都是这一副表情？你不会以为我回来真的是与你合作吧？你想想我们之间怎么可能合作得下去？不过这次确实是方案吸引了我，所以我不拒绝钱，但也仅此一次，以后不会再有。顾清寒凌厉的眼睛看着他，周小姐还是和以前一样的不成熟，看来国外这几年并没有让你成长。这本就是个互利共赢的时代，若是你一定要那么想，我也没办法。当然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毕竟合同还没签。周木子没想到还是赢不过他，都这个时候了，顾清寒还能这么冷静，一点其他的反应都没有。不得不说，顾清寒比他印象中还要难对付。周木子走了以后，顾清寒倒是心情很好的吃了很多的东西。秦秋纵使心里有很多的疑问，也知道不能在这个时候问出口，毕竟他没有权利问。俩人出来依旧是坐顾清寒的车，秦秋看了眼时间，送你去幼儿园来得及，不用着急。难道你不好奇我和周木子之间是怎么回事？
顾清寒反问秦秋，没想到他心里的疑问都被顾清寒看破，确实有些好奇。5年前他的哥哥追求我，不过我并不同意，后来那晚发生了些事情，而他哥哥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因，当晚和人打了一架，变成残疾，所以他处处针对我。顾清寒说的那晚，是不是就是5年前和他子在一起的那晚？他虽然没有明说，不过秦秋猜得到，因为他说的很简单，没有说具体的事，这样回避的说一定是和他有关系。如果那晚没有发生其他事，你会和他哥哥在一起吗？秦秋很好奇，是不是如果没有那一晚，他们之间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交集？不会，我本就不喜欢他哥哥，而且和他哥哥是2个世界的人，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走到一起。顾清寒对周木子以及周家没有任何歉意，因为自始至终他都没认为是他的错，只是周木子一直都揪着不放，都过去了这么久，居然还能出来找事，所以今天不去见他，是不想惹更多的麻烦事？顾清寒问。他好像是误会顾清寒，之前还以为是故意叫他去，原来是俩人之间有这样一段故事在，是他想多了。顾清寒突然笑了，所以你不会是以为我故意叫你去，还告诉你他这个人花心？你是不是想到其他的地方去了？顾清寒一直盯着秦秋，他的脸有些红，眼神闪躲。看来他是猜对了，原来我在你心里居然是这样的形象，看来你是把我想歪了。俩人之间很少有这么轻松的时候，主要是顾清寒一直都绷着自己，他放松下来以后，俩人之间氛围就很好。只不过以为你都知道他那个样子，还要让我去，所以秦秋有些不好意思，为了他刚刚的瞎想。顾清寒打趣，不过你倒是对自己很有信心啊，怎么会认为周木子会看上你？不过通过刚刚的事来看，他确实很欣赏你，你难道就没有一丝动心？他给你开的价钱可不低，周木子为了对付他还真是什么办法都用，居然连秦秋都不放过。不过刚刚秦秋的回答倒是一点都不犹豫，没有，我知道自己各方面都不足，至于他的心理我不想了解。秦秋确实很清楚，若不是系统，他什么都不是。第71章面馆相遇。秦秋做的确实很好，一句话把顾清寒所有的疑虑都打散。顾清寒心里的那点不舒服，因为秦秋的一句话而消失不见。秦秋绝对不会因此想多，因为他说的只是他内心所想，不是为了哄顾清寒。再次来到幼儿园，顾清寒才问了之前应该问的问题：你是来接你的孩子？怎么没听说你结婚？孩子居然都这么大了。秦秋没想到顾清寒居然问他关于孩子的问题，之前他提了那么多的醒，他都不理会，现在自己居然想要了解他。说来话长，不过确实是我的孩子，你想不想见一见？问完以后才发现他好像是说了不该说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上下属，他怎么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俩人有点小尴尬。我和这个人估计不适合和小孩子接触，毕竟比较严肃，以后有机会吧。明日若是周木子难为你，不需要为他做任何妥协，这个合作做不做都可以，临时毁约也行。顾清寒说完以后坐着车离开。晚上秦秋接到2个孩子的时候，他们都有些垂头丧气，明明早上送来的时候是兴高采烈，怎么一天的时间变了样子？你们要不要和爸爸说说发生了什么？依依撇嘴，妈咪说没有时间见爸爸，可是我想让你们见面啊，他怎么可以拒绝？爸爸都约他了，他还不同意。依依有些生气，嘟嘟囔囔说了很多都是埋怨妈咪的话。秦秋早就猜到顾清寒会拒绝，虽然他心里清楚对方就是顾清寒，但既然他不想见便不见，也许他还是不放心吧。等到他什么时候想通见再见吧。至于小孩子的心理，秦秋也都理解，妈咪一定是有其他的事要办，爸爸最近也很忙，等过段时间爸爸再约妈咪好不好？妈咪是女孩子，也许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依依不要生妈咪的气。小孩子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有了秦秋的安抚，他们的状态好了很多。不过2个小朋友可没有就此放弃。爸爸，我们带你去妈咪最爱吃的一家店，我们今晚去那里吃饭好吗？依依想要吃那里的面，对于依依的要求，秦秋当然会答应。他们很少会和秦秋提去外面吃，所以只要提出来这样的要求，秦秋从不会拒绝。在3人打车离开以后，顾清寒的车从拐角处出来等盼盼和茵茵。妈咪，我们好想你哦。顾清寒失笑，自从他们从秦秋那里回来以后，便学会了每天的花式告白，动不动就会说爱他，也会说想他。不过听了心情确实很好。既然你们今天这么乖，妈咪带你们出去吃面好不好？好耶，妈咪我们爱你哦。2个小朋友听到可以和妈咪出去吃面，当然高兴。顾清寒若是知道此时秦秋也带着孩子在，他一定不会选择来这里。依依带秦秋来的地方是一家很小的面馆，一共就6张桌子，所以只要进来就可以把里面都看个遍。秦秋还以为顾清寒喜欢的会是什么高档的地方，没想到会是一家很小的面馆。爸爸，这里的面很好吃哦，我们和妈咪都喜欢。秦秋看了眼菜单，爸爸一定也会喜欢这里的面。3个人才刚刚坐下，面都没有点完，门口的铃铛响，盼盼和茵茵手拉着手跑进来，后面跟着顾清寒。
秦秋手里的菜单直接掉在地上，可以说四目相对，一时间想要逃离都不可能。爸爸！茵茵和盼盼的第一反应叫了出来。妈咪！依依和杨洋也有些兴奋，而后是满屋的寂静。毕竟整个小屋内只有他们俩大人和4个长相一模一样的孩子。打破僵局的还是店老板，你们一家6口怎么还分开来？快看看都要吃些什么。这次我终于见到孩子们的爸爸，长得还真是英俊，怪不得能生出这么好看的孩子。4个孩子看看傻眼的秦秋，又看了看愣住的顾清寒，4个孩子表情都有些兴奋。这次他们并没有故意安排，真的是偶遇哦。不过巴巴的表情有些太傻了，居然眼睛一直在盯着茵茵和盼盼。秦秋当然傻眼，之前一直以为是双胞胎，谁能想到居然是4胞胎，4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现在都站在他的面前。另外2个明显也认识他，而他完全分不清楚。秦秋深吸口气，看向面前距离他很近的小女孩，使用亲子鉴定图谱。定，使用成功。亲子鉴定图谱分析中，分析完成。姓名顾盼盼，年龄4岁0.2个月，生日8月3号，智商142，生母顾清寒，生父秦秋。秦秋又看向另外一个孩子，脑中的亲子鉴定图谱又重新出现。亲子鉴定图谱分析中，分析完成。姓名顾茵茵，年龄4岁0.2个月，生日8月3号，智商155，生母顾清寒，生父秦秋。当秦秋看见这2份亲子鉴定时，整个人顿时呆若木鸡。原来真的有4个孩子，而且都是他的亲生骨肉。相比较秦秋的傻眼，顾清寒倒是神情自若，只是没想到他见到4个孩子同时出现会是这样的表情，一时间也不知道是心酸还是好笑。他整个人看上去都傻了。我们坐下先吃饭，其他的一会儿再说吧。顾清寒说完以后，4个孩子都围在秦秋身边。爸爸，我是依依，我是大宝哦。爸爸，我是盼盼，我是2宝，你认出来了吗？我是3宝，我叫茵茵。爸爸，我们之前生活过哦。杨洋是我是4宝，也是唯一的男宝。爸爸一定可以分得清楚我和他们的不同。4个孩子依次说话，对于刚刚分清楚依依和杨洋的秦秋来说，现在有了新的挑战。他需要分清楚4个孩子，确实不容易。而且看样子他们好像都和他生活过，看来之前他确实忽略了很多。第72章一起住。你们都和我一起生活过？秦秋问。4个孩子同时点点头。所以你们早就知道我的身份，只是一直没有告诉过我你们是4胞胎。秦秋又问。4个孩子又同时点点头。秦秋也点点头，表示他都了解了。不过4个孩子看他不说话，以为他是生气了。4个孩子同时看向顾清寒，希望他能帮忙解释。他们以为你生气了。顾清寒说了句。秦秋反应过来以后，看着面前长得一模一样的4个孩子，我没生气，只是一时间有些气，自己当时居然没发现你们的不同，是我的疏忽。若是他的心再细些，再多多观察一下，也许早就会发现端倪，也不需要等这么久。现在更是分不清他们4个谁是谁。还好今天的衣服穿的不同，他可以通过衣服的不同记住。若是再换一身衣服出现，他一定认不出来。爸爸，你不要着急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妈咪可以分得出来，就算从小照顾我们的阿姨也分不清我们，因为我们长得太像了。不过我们相信爸爸以后一定可以分得清楚。茵茵体贴地安慰秦秋。谢谢茵茵相信爸爸。秦秋只能听他那么安慰自己，现在心里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其他的情绪，只是看着他们都感觉很美好。而且他和顾清寒之间有一些尴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顾清寒虽然表面很淡定，但也有些感觉不知道聊些什么。之前2人是同事关系，现在变成了孩子的父母，但又没有任何感情，所以相处起来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毕竟之前都是在公司像同事一样的相处。是个小朋友，眼睛不停地看顾清寒和秦秋2人。爸爸妈咪，我们要不要先点吃的东西？我们好饿哦。茵茵打破僵局，秦秋才发现他们坐了好久，可一直都没有说吃什么。最后他都不知道自己胡乱点了什么，吃饭的时候也一直都盯着4个孩子。你不需要管他们，他们自己可以吃得很好，不需要照顾。顾清寒看秦秋不停地给孩子夹菜，还不忘嘱咐烫嘴。这么看，确实是一位合格的爸爸。你把他们教得很好。秦秋由衷地对着顾清寒说了一句。之后一顿饭，2人一句话都没说，不是不想说，而是不知道说些什么。毕竟他们现在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转变。4个孩子今天也格外的安静，不说话，吃完了以后也不着急喊走。顾清寒看了看时间，我送你们回去吧。每次带着孩子出来开的都会7座的商务车，尤其是接送他们去幼儿园。秦秋没有拒绝，他其实想要找顾清寒聊聊，刚刚依依还很失望顾清寒不约，现在2人正好遇到，可又多出来4个电灯泡，也没办法聊。车上的4个小朋友坐在后面，从上车开始便坐在一起，不知道在研究些什么。其实今天最开心的莫过于他们，
一直心心念念的爸爸和妈咪在一起，今天终于实现了。但现在有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今晚去哪里住？茵茵问。其他3个小朋友看了眼前面的2个大人，都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我想和爸爸住。盼盼伸出自己的小手。我和洋洋一直都是和爸爸住，今天当然也是。依依没怎么考虑，便直接做出选择。3个人同时看向茵茵。茵茵看了眼秦秋，其实我也想去和爸爸住，不然我们今晚都去找爸爸。可妈咪怎么办？依依问。4个小朋友同时陷入沉默，留下妈咪一个人，他们不忍心，可又都想和爸爸住在一起。不然，我们让妈咪也和我们一起住在爸爸家里不就好了？依依认为这个办法是解决问题的最优解，这样妈咪也不会孤单，还可以和爸爸在一起，又能让爸爸和妈咪也住在一起。其他3个小朋友同时惊喜脸，都认为这确实是个好办法，让妈咪住在爸爸的家里面。车子到达秦秋家楼下的时候，4个孩子都下车站在下面。妈咪，我们今晚都住在爸爸家里哦，依依说道。顾清寒看到刚刚他们在后面研究室，就知道和这事有关系，一点都不意外他们的决定。好，你们在这住几日也可以，明天我让司机把你们的衣服送过来先。4个孩子没想到顾清寒会这么轻易的就答应，可是他们刚刚想的明明是要妈咪也住在这里啊。妈咪，你可不可以也住在这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依依问。之后其他3位小朋友也期盼的眼神看着顾清寒。是这样，妈咪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如果留在这里会很不方便，所以你们在这里就好了，想回去可以给妈咪打电话好不好？顾清寒怎么可能留在这里？他和秦秋之间又不是很熟悉，俩人若是在一个空间会感觉到很尴尬。4个孩子都有些失望。可是妈咪的工作在爸爸家里面也可以做呀，为什么一定要回家？杨洋问。秦秋也看着顾清寒，他认为孩子说的有道理。至于他们让顾清寒住在他家里，他倒是不介意，毕竟还有4个孩子在，也不是只有他们俩。妈咪的电脑在家里，那里面有我要看的资料。好了，太晚了，你们和爸爸上去休息吧。顾清寒知道，若是再聊下去，他未必是他们4个的对手。他们只要刨根问底，能问出很多的问题来，莫不如直接拒绝他们。好了，我们上去和妈咪说再见。秦秋看到他确实不想留下来，便出声让孩子们和他走。看着秦秋和孩子们的背影，顾清寒确实感觉到有那么一点孤独。4个孩子居然都那么喜欢他，兴高采烈的都和他回了家。他还真是养了4个小白眼狼，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他。不过也好，让秦秋体会下一个人带4个孩子是什么样的感受。虽然孤独，不过也很轻松的感觉。第73章小鬼撮合。秦秋的第一感受是热闹，之后便是开心，最后是幸福的苦恼。4个孩子一人一句话，屋里面都热闹起来。尤其是他们的性格都很外向。离开顾清寒，和他到家里以后，嘴里的话就没有停止过。等他们洗完澡以后，秦秋已经完全分不清谁是谁，不过能认出依依，但也不敢确定，毕竟没了刚刚衣服颜色的区别，都是一样的睡衣，真是完全变成了一模一样宝宝。主要是4个孩子还很一致的站在他面前。爸爸，我是谁？秦秋看了好久都不敢确定他是谁，满屋子笑声取笑他。秦秋蹲下来看着他们4个，你们要不要再告诉爸爸一下谁叫什么名字？我是依依，大宝；二宝，盼盼；我是安静的3宝，茵茵；我是唯一的男宝，也是4宝，洋洋哦。秦秋认真的看着4个人，想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不同，从而分辨出来谁是谁。其实还是有一些用处。好了，我现在哄你们去睡觉，今晚你们谁在一起，爸爸睡在另一个卧室。之前只知道是双胞胎，所以秦秋只买了一个儿童床，足够睡下他们俩。现在是4个，所以大床和儿童床连在一起，只能睡下他们4个，所以秦秋只能去其他的卧室。4个香喷喷的又胖嘟嘟的小朋友排排躺在一起，看着心情都很好。今晚想要听什么故事？秦秋已经不需要看故事书，几乎都记在了脑子里面。爸爸，我们今晚不要讲故事，我们来聊天吧，聊聊妈咪怎么样？杨洋一脸的坏笑，明显是有话要说。既然你那么想说，你来说说看妈咪，我听着。秦秋想听听他怎么说顾清寒，之前一直都没有说破顾清寒的身份，所以并没有聊过他。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对方是谁，所以并没有避讳。而且4个小朋友一直都希望爸爸和妈咪在一起，这个时候当然是要给爸爸出招了。在你们讲之前，是不是要问问妈咪是否到家了？秦秋一直注意时间，过去40分钟，他猜应该是到家了。可他来打这个电话显得太刻意，所以让4个小朋友来打。爸爸，你怎么还不好意思了？这个电话明明应该是你给妈咪打，既然你害羞，还是由我来打吧。依依拨动手表电话。顾清寒以为是有什么事，刚刚明明那么高兴和秦秋走，现在想起来他怎么想妈咪了？还是后悔想要和我回来住？妈咪，爸爸问你是不是安全到家，不过他有些害羞，所以让我来问你哦，其实是爸爸在关心你。依依故意说是秦秋让他问的话。顾清寒怔了下，到家了，
你们乖乖听爸爸的话，不能捣乱，知道吗？妈咪也要休息了，拜拜。依依手机放的是外放，所以大家都听到了顾清寒的话。哎，妈咪也害羞了。依依小大人一样的耸耸肩，一副你们大人的反应我都懂。秦秋哭笑不得，怎么这4个小鬼这么难对付？之前就知道他们很聪明，现在才知道不只是聪明，明明就是高智商，其实好多事都明白得很。爸爸，你是不是喜欢妈咪？那有没有想过重新追求妈咪？我们可以当你的智囊团哦。说起这个来，依依顿时没有了睡意。其他3个小朋友也都一脸兴奋地看着秦秋。你们想让我怎么追妈咪？难道这么多年妈咪身边没有其他优秀的叔叔？以顾清寒的身份，身边优秀的人一定不少，只是在公司并没有看到有人来找他约会。茵茵叹了口气，妈咪其实很单纯哦，当然有很多的人要追妈咪，只不过妈咪都不喜欢。妈咪拒绝了很多的人，不过我们认为爸爸和其他人不同，而且我们都支持爸爸追求妈咪，有了我们的支持，爸爸的胜算很大哦。妈咪真的很好追，我们帮爸爸。盼盼也同意茵茵的话。秦秋看刚刚都躺下要睡觉的4个孩子，现在全部坐了起来，一个个都在细数顾清寒有多么好，俩人之间多么般配。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心愿他是很清楚，只是现在的现实问题是他们身份的悬殊，以及顾清寒对他的看法。你们有没有听过妈咪是怎么评价爸爸？他讨不讨厌爸爸？秦秋问的不确定。4个小朋友相互看了眼，而后在对方的眼中都知道该说什么。爸爸，妈咪说你很优秀，很厉害哦，总是在夸你呢。依依秉承要让爸爸知道他在妈咪心里是不同的，所以让爸爸知道妈咪夸他。对哦，妈咪从来都没有夸过其他的男人，爸爸是第一个。盼盼也附和。其实妈咪心里面有爸爸，只是他已经好久没有和异性相处过，所以爸爸你要加油。你是男孩子，当然要主动一些，多对妈咪表示关心，他自然就会对你刮目相看了。茵茵是最理智分析俩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很想让妈咪很快接受爸爸，也看得出来爸爸想要对妈咪好，所以一定要用对办法撮合他们。妈咪不会认为我很烦，或者说妈咪不喜欢什么。秦秋现在还不知道顾清寒的喜好，4个小朋友对顾清寒是非常了解，问到喜好完全都给秦秋列举了出来。爸爸，你听我们的准没错，这些都是妈咪喜欢的，还有不喜欢的，你一定要记住哦，不要记错。然后妈咪从来都没有收到过异性送的花，不过妈咪很喜欢花，爸爸你可以送哦。秦秋认真的在手机备忘录里面记，他都没有注意到自己有多么在意顾清寒的喜好。其实刚刚只是孩子们要聊这个话题，但是慢慢的他也想多了解顾清寒，记载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最后看到4个孩子已经困得迷迷糊糊，他才发现聊得太晚了。好了，我们现在睡觉，明天再继续聊这个话题。第一天面对4个孩子，哄睡的办法居然是聊顾清寒喜好。第74章有点动心。秦秋要照顾4个孩子，既幸福又苦恼，毕竟一个人对付4个小鬼还是很难。理解顾清寒为什么请了2个保姆来照顾他们。他独自一人照顾他们4个的第一天，他们上幼儿园迟到，他上班也迟到，兵荒马乱的一早上，还好他挺过来了，也还好他们自理能力很强，不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门。你居然也会迟到？上面已经打来2次电话叫你上去，不过恭喜拿下周氏的项目。林文旭也猜到了秦秋会把周氏的项目签下来，他的方案非常新颖，当时他看的时候便预料到周氏的人会喜欢。再次面对顾清寒，俩人之间的身份已经发生了转变。其实昨晚有很多的话想要对他说，可孩子们在又都没有说出口。秦秋想现在是机会，正好与他谈谈。顶楼现在对于秦秋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他已经不需要任何人的通报，便可以直接去见顾清寒。周氏的人说你的电话打不通，所以把电话打来我这里，下午1点让你去签约。还有，这是我们这边出的合同，既然你要和周氏签约，最后还是我们自己带合同，不然我不放心他们那边。顾清寒把桌面的合同给秦秋接在手里之后，站在那里没说话。他在想应该怎么开口才不会显得突兀。其实我想和你聊聊。顾清寒问，关于孩子们，可以，你想聊什么？本来是秦秋想要找他聊，可顾清寒一句话便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是，想聊聊你我之间的事。秦秋鼓起勇气说出他一直心里所想。其实我早就知道是你，在国外的时候，我看到你背上的那只蝴蝶认出的你。很抱歉，5年前对你做的事，当时我被人下了药，意识不清醒，做出伤害你的事。不过一直想要找机会回来找到你，和你道歉。顾清寒点点头，我接受你的道歉，不过孩子是我自己想要生下来，你不需要自责。还有，孩子们很喜欢你，我也放心让你和他们在一起，只是要辛苦你照顾4个。与男人相处的机会少之甚少，顾清寒也不知道他到底要聊什么。他们是我的孩子，这么多年你照顾他们一定很辛苦，为什么当年不找我？我若是知道他们的存在，不会这么久不回来，让你一个人照顾他们5年时间。顾景之想以他的身份是可以很好的照顾4个孩子，可因为未婚生子，外界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若是他能及时出现，
也不会让他一个人去面对。真的很抱歉，这么多年让你一个人面对所有，我却什么都不知道。秦秋的道歉让顾清寒倒是有些意外，而且孩子是他自愿生下来，更何况当年的事又不能怨他。其实准确来说，应该是他利用了他逃命。不过看到这个男人这么老实的和他道歉，他并不想说出当年的事情。你这么说，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到你。我们俩没必要弄得这么正式吧？顾清寒看他这个样子，反倒是放松了许多。秦秋，我很好奇，你后来回忆起那晚，会不会想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顾清寒是真的很好奇，毕竟他刚刚讲是在国外看到他后背的蝴蝶才认出他。现在想想，怪不得那晚他一直都不正常。晚上在他的房间里面看了他那么久，原来那个时候就确定了他的身份。估计他那时的心里一定很纠结吧。秦秋有些不好意思，俩人居然说起5年前的那晚。现在想想，确实除了背上的蝴蝶，其他的都想不起来。不过秦秋每当回忆起，其实那晚俩人之间的感觉，他一直都记得。不得不说，他和叶清雪在一起，从未有过那种冲动。但是那晚对顾清寒却有男人对女人的冲动，不是因为药物。后来回忆起来还会想他，以为你是酒家女，所以在国外看到背后的蝴蝶很惊讶，一时间接受不了。你呢，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是谁？有没有很失望？毕竟在他身边的都是海归或者成功人士，而他的身份只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他们俩身份悬殊很大，谈不上失望。不过你后来给我的惊喜很多，我之前只是答应依依要好好了解你，之后发现你确实是个宝藏，不管哪一方面都很优秀，甚至有的时候比我还要聪明，不然怎么会生出那么聪明伶俐的4个小鬼？顾清寒承认他很优秀，甚至比他见过的那些世家子弟都优秀。尤其是秦秋在工作时候的魅力让他有些着迷，他不会吝啬对男人的赞美。虽然之前只有他一个男人，让他能看得上的男人并不多，他并不注重家世，而是要看这个人的才华。知气那几年，所有人都认为是他不想找，其实并不是，而是他没有找到能够让他动心的人。虽然和秦秋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好多做法，或者说是这个人让他很感兴趣。他就像是个未知的领域，在他想要靠近的时候，总是会给他惊喜，但还没有到爱上他的地步，仅仅是感兴趣。秦秋还是第一次看到顾清寒开玩笑的口气说话，他的每一面都让秦秋心动。可知道俩人之间的身份悬殊，又不敢靠近。孩子最近在我那里，等他们想要回去，我再送他们回去。你要不要去我那里看看？也许孩子们会很高兴。只是最近我在找大一点的房子。秦秋也是尽早动了换房子的心思。4个孩子，而且距离他们上幼儿园以及他上班都有些远。他手里面现在有钱，足够付首付买房子。之前没有打算留下来，现在确定想要留在这里，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做打算。顾清寒有些想要笑，这个男人买房子也要和他讲，他们之间的关系貌似只是比之间熟悉一点点而已。不过自从他认出来他以后，对他的态度倒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第75章，他的东西我都要抢。安然有些好奇，怎么秦秋这次走的时候这么高兴，而顾总的心情看上去也不错。俩人到底聊了什么？怎么都兴高采烈的样子？防止周氏这次在合同里面做手脚，顾清寒最后还是让律师团跟着秦秋一起。毕竟这是秦秋自己一个人谈下来的合作，也是第一次签合同，很多的地方还是不懂，所以秦秋也同意律师团跟着一起。周木子看到顾氏阵仗这么大，来的人居然会这么多。我们又见面了，秦秋，估计以后见面的机会会更多。我猜顾清寒一定给了你一份拟定好的合同吧？既然这样，拿出来我们签字就好。这倒是让秦秋惊讶，他居然都能猜到顾清寒准备了一份合同。签字都很顺利，一共用了不超过10分钟的时间。虽然是自家弄的合同，还是经过2家律师一致的审核才签字。不过周木子的眼神一直都在秦秋身上。这个男人陪着顾清寒出国，又单独和顾清寒去吃饭，还有查到他居然照顾顾清寒的孩子，所以他认定他和顾清寒2人之间不仅仅是简单的上下属关系。签完字，秦秋带着律师团要走，不过又被周木子给拦了下来。秦秋，我们谈谈顾清寒吧。我知道你们2人之间关系不一般，2家公司的律师团都在，周木子就口无遮拦。秦秋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便让顾氏律师团的人先走。既然周总想谈便谈，不过你说我和顾总之间关系不一般，我想知道在你的认知里面我们怎么不一般？若是之前秦秋不会对周木子的敌意这么大，可听顾清寒说了前因后果以后，发现周木子就是在无理取闹。秦秋，你是不是喜欢顾清寒啊？顾清寒给你的我都可以给你，不过在那之前你最好还是先了解下顾清寒，不然容易被骗。你应该还不知道他专门骗男人感情，然后又把对方弃之不理。秦秋听完他的话，冷笑一声：周董，我刚刚问您的问题是我和顾总的关系怎么不一般，至于您说的这些我并不感兴趣。终于理解顾清寒为什么会说可以随时反悔和周氏的合作。他现在有种强烈的预感，因为周木子他都想直接毁掉合作，但他又不能情绪化。你们单独吃饭，
顾清寒可是很少和男人出去吃饭，而且你居然能和他单独出国出差。周木子说的这些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刚刚秦秋还以为他发现了孩子的事情。既然周董没有其他的事，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聊下去，我先告辞。秦秋起身，便听到周木子说：“你难道不知道顾清寒生了4个腹不详的孩子吗？他那个年纪为一个男人生孩子，难道你不好奇那个男人是谁？这么多年没有人挖出来过，你不会是想要做孩子的便宜爹吧？”周木子话语里面是满满的不屑，不仅是对顾清寒，还有对他的孩子和秦秋。周董，不管顾总的孩子是谁，这和你都没关系。还有为了自己的私欲，在背后抹黑一个人，好像不是你这种身份的人该做的事。至于我，只是顾氏一个普通的员工，我和顾总之间的关系，若是因为一顿饭就发生变化，我只能说是周董的见识浅短。若不是周木子太过分，秦秋也不会公然的回对他。只是秦秋出来的时候，没想到会遇到顾清寒，他怎么会在这里？周木子，你还是一如既往，一点成长都没有。不过让你失望了，这个男人你无法撼动。顾清寒挑衅意味十足。更让周木子受不了的是，顾清寒的手已经挎在秦秋的胳膊上。周木子，你是不是很好奇我和他之间的关系？看到我们这样，你还满意吗？对了，你那个无能的哥哥是不是这辈子都好不了了？可惜了，周氏的继承人是个废人，还要你出来用美色招揽客户，你父亲也舍得。顾清寒刚刚有一点让他忍受不了，那就是周木子对他孩子的侮辱。他的孩子不管父亲是谁，都是顾家光明正大的存在，他的诋毁让他没办法接受。你顾清寒，你居然还敢踢我哥哥，都是你害的，不然他怎么会变成那样啊？没想到你也会有一天包养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下属，真是可笑。周木子之前还对秦秋满是诱惑，现在都是对他的不屑。只要是顾清寒的东西，他都要抢。但现在看来，秦秋这个男人完全是着了顾清寒的道，怎么说都不管用。周董，你最好把嘴巴放干净些。我说过，我和顾总只是同事关系，还有你们家的事，不要上升到这里来。秦秋直接把顾清寒带走，留下怒火冲天的周木子。俩人出来以后，顾清寒心情还不错。刚刚怎么不告诉他你是孩子父亲？他已经在外面听了好久，还以为秦秋会趁机说他的身份。听到最后，他一直都是在维护他，不过没有说他的身份。没有征得你的同意，还是不要随便的乱说。而且他故意说那些让我动怒，我知道他的意图，所以并不会失去理智，只是不想要他说你和孩子们。他是个男人，不能允许别人说他的女人和孩子。秦秋都不知道何时把顾清寒当做了自己的女人，任何人说他的不好，他都没办法接受。顾清寒看他刚刚维护自己的样子，确实有点小感动。你不是说要带我去你家里和孩子们吃饭，要不就今晚？顾清寒问完以后，倒是让秦秋傻眼，怎么突然就换了个话题？怎么不愿意？还是不方便？顾清寒看他一直在考虑，也不说话。秦秋急忙否认，不是，我只是在想该怎么去接孩子，好像我的车坐不下我们。好像不只是要换房子，还要换车子。若是一起出行的话，是6个人，一辆车根本就坐不下。顾清寒指了指门口，坐那辆接他们的商务正好。第76章，整整齐齐一家人。4个小朋友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是爸爸和妈咪亲自来接。同时出现在门口的俩人，看到4个小朋友出来，好像是傻了一样看着他们发呆。顾清寒还是第一次看到4个小鬼失态。刚刚他在车上就和秦秋说过，4个孩子今天一定很惊讶。昨晚他们一直要让他留在秦秋家里，他拒绝，他们都很失望。他当然要拒绝，不然怎么面对尴尬的气氛？妈咪，爸爸！之后4个小朋友飞奔来，妈咪，你居然和爸爸一起来接我们！我以为在做梦一样。依依抱着顾清寒，别提有多兴奋。妈咪今晚和我们一起回家吗？茵茵问。这个问题让4个小朋友都看向顾清寒。妈咪和我们一起回家吃爸爸做的饭，所以我们今晚一起去超市好不好？秦秋说完以后，4个小朋友都欢呼。本就是4胞胎，很明显，又是在幼儿园门口，所以好多人都看向他们。秦秋怕给顾清寒带来不便，所以匆匆忙忙带着4个孩子上车。顾清寒都是第一次和4个孩子同时逛超市，家里面有保姆，所以这些事他从来都不参与。现在居然要和秦秋还有孩子们一起逛超市，看着秦秋好像对这里很熟悉，4个孩子和他在一起逛超市也很娴熟。茵茵走在最后，拉着顾清寒的手，妈咪，我们都会和爸爸一起逛超市买菜和吃的东西，很好玩的哦。以后妈咪也会和我们一起，她经常带着你们来这里。顾清寒好奇，当然，爸爸还会给我们买很多好吃的东西，妈咪都没带我们来过，我们都不知道这里居然有那么多的东西。家里面的保姆阿姨会把所有的东西准备好。茵茵和其他3个小朋友也没来过超市。顾清寒有些心酸，和他生活在一起，孩子们确实少了很多乐趣。以为给了他们最好的生活，其实陪伴的时间太少，他把多数时间都用来工作上，家里面少了太多的烟火气。
现在他们6个人才像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常，带着孩子逛超市，然后回家做饭吃饭，一起哄孩子睡觉。在秦秋出现之前从来没有过。保姆买好一切，都是最好的东西。之后保姆来解决每天吃什么，营养搭配均衡。他从不会关心这些事。茵茵喜欢和爸爸在一起的生活吗？茵茵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和妈咪说实话，她怕伤妈咪的心。你想说什么都可以，不需要想很多，妈咪想听你说实话。茵茵是4个孩子里面最不像孩子的，她的思想有的时候和大人一样，考虑问题也会比其他3个考虑得多。刚刚她的犹豫，顾清寒就注意到，她是怕说了实话伤到她。喜欢，很喜欢和爸爸在一起，但是更喜欢和爸爸还有妈咪在一起。现在他们才是整整齐齐的一家人。之前有保姆阿姨对你们不好吗？聘请的都是专业的保姆伺候他们，从小各方面都是最好的。保姆阿姨对我们很好，可她又不是我们的家人，爸爸妈咪才是啊。茵茵的话让顾清寒沉默。原来孩子的心里只是需要家人，那些保姆不管对他们多好，都只是外人。这些话他们从来都没有对他说过。秦秋出现以后，他们对他好像亲近了许多。妈咪，你喜欢爸爸吗？爸爸对我们都很好哦，比任何人都要好。而且我告诉妈咪一个秘密，爸爸其实很喜欢你，还和我们打听你的喜好。你看他现在买的东西都是妈咪爱吃的。茵茵知道要在这个时候撮合妈咪和爸爸。顾清寒都没注意他们在前面买了什么东西，只是秦秋时不时的会回头看他一眼，而且在听其他3小朋友说话。他确实很有耐心，对待4个孩子的耐心比他好很多。现在看好像是他一直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而他倒是像后来才加入他们。一家人买了许多东西，第一次来到秦秋的家里，比想象的还要小，而且很简陋。很难想象4个孩子居然能够和他生活在这里，而且一点怨言都没有。他是真的小看了4个孩子。秦秋发现今天一整晚顾清寒都很沉默，不知道他在后买和茵茵聊什么，不过他都一直话很少。你和他们玩，我去做饭，不过我这里条件有限，不要嫌弃就好。秦秋虽然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不过一定比他这里强很多。孩子们说过家里面有2个阿姨伺候他们的起居生活。顾清寒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不停地打量，这里几乎被孩子们的东西堆满，倒是秦秋的东西少得可怜。妈咪，你过来啊。杨洋跑过来把顾清寒拉到卧室内。4个小鬼不知道在一起研究了什么，叫他过去。顾清寒倚在门口，说说你们要干嘛？看着他们就是有话要说。4个小朋友堆满了满脸的笑。顾清寒感觉事情不妙，有话就说，不要和我装可爱，我不吃这套。不过心里还是忍不住夸赞自己怎么会生出这么优秀的4个孩子，不仅聪明，更是长得可爱。妈咪，我们今晚想要和爸爸还有妈咪睡在一起可以吗？依依说的可怜兮兮，刚刚嬉皮笑脸的样子不见。我们从来都没有和爸爸还有妈咪睡在一起过，所以今天可以满足我们吗？茵茵鲜少会和他们一起，这次居然会先说话，而且4个小朋友都可怜兮兮的望着他。我今天是临时过来的，所以什么都没有准备，下次好吗？顾清寒除了身上的这身正装衣服以外，什么都没带来。这里距离家里面并不近，明天还要去上班，所以衡量以后还是拒绝了他们。妈咪，我们可以让司机叔叔回家去取你的东西哦，爸爸睡在客房，你和我们睡在这里就好。依依反应很快，还故意说秦秋住在客房。妈咪，我现在给司机叔叔打电话。依依道。第77章留宿。在4个孩子的催促下，顾清寒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权利。若是不住在这里，估计他们又会很失望。可是与失望相比，现在顾清寒搞不懂他和秦秋之间的关系。怎么自从秦秋知道他是谁以后，俩人之间的发展好像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范围。现在4个孩子也都擅自替他决定。杨洋还不忘跑去告诉秦秋晚上顾清寒留宿在这里。秦秋手中的锅铲差点没劲的扔出去，主要是不知道他嫌不嫌弃。杨洋跑回来说，妈咪，爸爸很高兴你可以留下来，还说以后都可以住在这里哦。说完以后一副等夸的表情。顾清寒太了解自己的儿子，这话绝对是他瞎编出来。秦秋不可能说出这些话来。秦秋确实是一句话都没说，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过还有4个孩子在，他留宿在这里也没什么。晚饭做得很丰盛，秦秋虽然从孩子们的嘴里面知道顾清寒的喜好，但还是怕他吃不惯，所以多做了些。妈咪来了以后待遇好不同，爸爸偏心。依依看到桌子上的菜眼睛都直了，其实馋得很，不过这个机会还是不能放过。妈咪，只有你来了，爸爸才做了这么多的好吃的，所以你看爸爸对你多好。茵茵已经收到依依的眼神，知道此时要说些好听的话。秦秋有些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准确意义上，这是一家人第一次在家里吃饭，这种氛围顾清寒还是第一次体会。不得不说，秦秋的厨艺确实是很好，怪不得孩子们回家以后都不爱吃保姆阿姨的饭。顾清寒尝了一道菜，很好吃，没想到你的厨艺居然也这么厉害，喜欢以后再给你们做，若是喜欢什么都可以提前告诉我。秦秋听到他说好吃才放心，
刚刚一直都担心他会不习惯。这顿饭秦秋吃的心里无底，而顾清寒和孩子们吃的倒是很开心。顾清寒只是感觉每次和秦秋在一起都会很放松。妈咪，你以后每天和我们在一起都可以吃到爸爸做的饭哦。盼盼趁机诱惑顾清寒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盼盼，这样会打扰爸爸，你们4个一直都要在这里吗？爸爸每天没办法能够很好的照顾你们，毕竟你们是4个宝宝，爸爸每天还要上班，所以你们住几天之后，要不要和妈咪回家？顾清寒想的是他们会很打扰秦秋，而且他知道一个人照顾4个孩子并不简单。若是住几日还可以，但如果长期生活在一起，估计秦秋是照顾不过来。可是在秦秋和孩子们的意识里，顾清寒话里面的意思是他们相处几天就够了，还是要和他回家。妈咪，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们可以和爸爸在一起，现在为什么要反悔？依依有些慌张。秦秋看到4个孩子都有些慌张地看着顾清寒。我能够照顾他们，而且他们都很乖，若是你不放心的话，秦秋一时间也找不出怎么能证明他很好照顾孩子的依据。顾清寒看他们都那么紧张，便知道他们是误会了。你们干嘛这么着急？我的意思是想要回来随时可以再回来啊，回我那里住几日，想要来这里再回来你这住几日，你们刚刚是不是误会了？4个小朋友同时看向秦秋，秦秋也有些哭笑不得看向他们，确实是想错了，以为顾清寒以后都不让孩子们来他这里。顾清寒看他的表情便知道是想歪了。你不是说要买房子，所以最近若是不方便让他们回我那里，如果你想要看他们随时都可以去。从依依来找秦秋，顾清寒就知道孩子们早晚都会和他相认，毕竟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他不会阻拦他们见面和相处。爸爸为什么要买房子？和我们住在一起就好了，我们家的房子很大哦，而且我们一家人就是要生活在一起啊。杨洋说完以后，故意看了眼顾清寒，其他3个小朋友也同意杨洋的话。爸爸周末去看房，你们回妈咪那里好吗？秦秋会让顾清寒尴尬，所以故意岔开话题。抛开去顾清寒房子住的问题，这顿饭吃的还算开心。司机像是知道时间一样，饭后直接把顾清寒的东西给送了过来。只是顾清寒看着一行李箱子的衣服有些头疼，他只是在这里住1晚而已，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衣服，一定是那群小鬼捣乱。4个小朋友确实是想了很多鬼主意，把顾清寒留在这里只是第一步，晚上睡觉的时候才是重头戏。顾清寒洗好澡，看到秦秋居然还在卧室没出去。妈咪，我们都在等你，快过来，然后爸爸给我们讲睡前故事。盼盼拍了拍自己身边的位子。顾清寒看了眼低头看儿童故事书的秦秋，他显然故意不看他。若是爸爸陪你们，那妈咪去客卧睡好不好？他们总不能躺在一个床上吧？他还没办法去接受。不可以，4个声音同时响起。妈咪答应过我们今晚和我们一起睡，我们还没有和爸爸妈咪一起睡过，所以妈咪不能走。依依怕顾清寒跑掉，直接过来拉着顾清寒上床。看出顾清寒不想和他在一个床上，秦秋解释，我只是给他们讲故事，等一下我睡客卧。最后秦秋躺在床的最外面，旁边是盼盼和茵茵，然后是顾清寒。依依和杨洋躺在顾清寒旁边的儿童床上面。好了，现在都闭眼，我要讲故事喽。秦秋一说话，顾清寒不自主的也闭上眼睛。室内只开了秦秋旁边床头的一个灯。4个小朋友今晚也格外安静，都听着秦秋在讲。顾清寒还是第一次听睡前故事，小的时候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待遇。秦秋的声音低沉的有磁性，和白天在公司的他有很大的区别。顾清寒听得昏昏欲睡，最后直接去和周公约了会。秦秋听着耳边均匀的呼吸声，心里一片满足。第78章赌就赌大歇。顾清寒是被早上秦秋叫孩子们起床的声音给叫醒，他醒来有些茫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还好看到旁边的孩子们，他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不过惊讶的是，他居然在陌生的环境一夜无梦到天亮。盼盼小身子抱着顾清寒，诺诺地问：妈咪和爸爸会一起送我们去幼儿园吗？好，妈咪和爸爸一起送你们去，所以现在你们要马上起来，不然爸爸和妈咪上班要迟到了。顾清寒还是第一次早上的时候抱着女儿软糯的小身体，平时在家里这个时间都是保姆叫他们起床。你照顾他们起床，我去做早餐。秦秋看了看赖床的4个人，他在这里好像顾清寒会不好意思。秦秋走了以后，依依吐槽：妈咪，你昨晚听故事睡着了，我们都看到你睡得好香啊。顾清寒有些尴尬，他昨晚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睡了过去，只是听秦秋的声音很舒服，然后意识越来越薄弱，最后什么都不知道了。时间紧张，我们快起床了。顾清寒把4个孩子都叫了起来，又陪着他们一起刷牙洗脸。他此时才知道4个宝宝有多听话，居然穿衣洗漱都是自己完成，他只需要在一边看着就好。之前他到底是缺失了多久的关注，才会这么不了解他们的成长？平时都是爸爸早上照顾你们吗？每天都是？依依有些自豪，当然了，爸爸很厉害，可以照顾我们4个人哦。不过若是妈咪在这里，爸爸也可以一起照顾，这叫男友力爆棚。男友力爆棚？顾清寒都不知道
他是从哪里听到的这个词。俩人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顾清寒都不敢相信这兵荒马乱的一早上是他和秦秋2个人把4个孩子给照顾好的。顾清寒回到车上叹了口气，你每天都是这样，不会感觉累吗？他们4个小鬼真是难对付，若不是今天早上体会，顾清寒都不知道居然有这么多的事。一会儿他的衣服弄脏了要换，可是马上就要到时间出发，另一个又说要去厕所，还有一个说要喝水。更甚的是，杨洋要带着秦秋早上做的3明治去学校，然后秦秋又准备了4份给他们带走。顾清寒在一边看着都感觉到头大，只有秦秋有条不紊地安排好所有。他确实是个好爸爸，一个很称职的父亲。还好，不过和他们在一起很有意思，应该说生活很充实。秦秋知道顾清寒是第一次体会，孩子们之前说过都是保姆阿姨伺候他们。我去周氏取车，你先去上班，送你过去吧，时间还来得及。顾清寒让司机调方向送秦秋去周氏。秦秋看到自己的车子在周氏门口，只不过没想到会遇到来上班的周木子以及他身边那个很眼熟的人。秦秋，你一大早来我公司，不会是后悔了吧？难道是来找我？周木子挎着商清扬的胳膊，可并不妨碍他对秦秋放电。商清扬有些不高兴，周小姐难道不知道秦秋有孩子？没准人家也有老婆，他不会是骗了你的感情吧？我只是来这里取车，周董误会了。秦秋本就和俩人没什么可聊，秦秋还开着我的那辆车吧？怎么开着我的车出来泡妞？难道姑娘们不知道你有孩子吗？商清扬刚刚看到周木子对秦秋笑，就感觉到格外的刺眼。虽然周木子的花名在外，可在他眼前对这个穷光蛋放电，商清扬认为这是在侮辱他。商先生是不是忘记了，你的那辆车是打赌输给我，应该叫我的战利品。秦秋说完以后，商清扬认为在周木子面前丢了面子，那是你运气好，若是再赌一次，我不信你的运气还会那么好。商清扬也是因为周木子在，男性不能被质疑，尤其是在女人面前。秦秋的话对他就是赤裸裸的挑衅，他怎么能忍？秦秋冷笑，抱歉，没时间陪你玩，我还要上班。周木子感觉到很好玩，他很好奇秦秋居然和商清扬认识，而且听俩人之间的对话，好像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商少爷，弄得我都想看看你俩之间打了什么赌。我相信若是再赌一次，你一定能赢。被女人一夸，商清扬已经迷失了自己，顿时爆棚。秦秋，我们再赌一局怎么样？秦秋确实没时间和他玩小孩的游戏。远处顾清寒还等在车里，上次也是因为依依想要他赛车，这次有周木子在，也知道是周木子故意鼓动商清扬，所以秦秋不想掺和。商少爷，我对你的赌约没有任何兴趣，你还是去找别人玩吧，我的时间宝贵。顾清寒在远处看到秦秋表情有些不耐烦，而对面的周木子他也认了出来，以为是周木子又难为他。顾清寒走过来就听到商清扬那欠扁的话，你莫不是怕了吧？是不是怕我揭穿你的面目？明明是个穷光蛋，还开着豪车出来招摇撞骗，周小姐千万别被他的脸蛋给骗了。不是你不想赌，而是你怕输吧？若是在周小姐面前输给我，你怕丢了面子。不管他说什么，秦秋都不为所动。周木子要的不就是这样的效果？秦秋只能说他很幼稚。赌什么？我的男人还不用你们来质疑。周木子，你这次找的男人真不怎么样，怎么一身的盲流气质？顾清寒戴着一副墨镜，身着紫色正装，走过来的时候气场强大，手挎在秦秋的胳膊上。怎么了？你们在聊什么？询问秦秋，他走过来只听到商清扬说的那些话，具体发生什么他还不知道。顾清寒，今日怎么承认他是你男人了？商少爷只是想和他赌一把，他都不敢。果然，你找的男人不怎么样，不过他有孩子，你知道吗？你们俩还真是天生一对啊！周木子只要能找机会戳到顾清寒的痛处就开心。顾清寒冷笑一声，赌什么？谁说我们不赌？当然要赌，这次赌大点。第79章，豪赌。商清扬大小也是个富二代，当然认识顾清寒。不过没想到秦秋这么快会搭上顾清寒，还真是有手段。周木子刚刚只是想要侮辱秦秋，可顾清寒的话让他也起了胜负欲。商少爷，听到了吗？顾总说赌，只是不知道秦秋这个当事人同不同意。秦秋还在顾清寒刚刚那句我的男人的话里没出来，听到周木子的话，立马说我听他的，他说赌那便赌。上次听依依，这次听顾清寒，他不能让顾清寒丢面子。上了秦秋的车，顾清寒才想起来问你们赌什么？刚刚只顾着置气，忘了问。赛车，我现在开的这辆便是从他的手里赢过来。秦秋看着前面商清扬的车越开越快，刚刚4个人约定好，商清扬定好地方，秦秋开着带着顾清寒跟在后面去赛车场。顾清寒惊讶，你居然还会赛车？他都怀疑调查的那些是不是被人做了手脚，怎么秦秋的这些技能他都不知道？秦秋也不知道该怎么回他，毕竟系统的事没办法说，只是上次侥幸一次便赢了他，其实这次我也没有信心，毕竟他是专业赛车手。虽然秦秋这样说，可顾清寒隐隐感觉他会赢，估计是一种对他盲目的自信吧。
这次来的是 F1 专业赛车场，开的也都是专业的赛车，一看就是商清扬的地盘，周围都是他的人。秦秋戴着眼镜，倚抱着手臂倚在车门上。商少爷，这次想怎么赌？这眼镜还是刚刚顾清寒戴着的，下车前给秦秋戴上。原话是：输人不输阵，不管最后结果如何，气势要拿出来。秦秋看着他斗志昂扬的脸，才发现她也只不过是比他小1岁的女孩子而已，有的时候会露出女人调皮的一面。秦秋，我们这次赌大点怎么样？商清扬自信满满，他的主场还有周木子在，无论如何都不能输。这次可是专业的赛车，还是他熟悉的赛道，秦秋绝对赢不了他。好，你说赌什么？赌多大？秦秋一副客随主便的意思。他钱是没有，不过赌多大他都不怕，毕竟系统只要在，他只会赢，这个自信还是有的。刚刚和顾清寒说的那些话并不是骗他，而是在他面前不能太自负。商清扬犹豫，他之前开职业赛车一场得的奖励都是几百万美金，不过和秦秋赌，好像他也赌不起。不过阵势还是要有，毕竟他的那辆车可是千万的跑车都被秦秋给赢去了，这次怎么也要收些利息回来。我们直接赌现金，输的一方给赢的一方200万。顾清寒听了以后嗤笑一声，一辆跑车1000万，你说赌一场只有区区200万，商少爷是在和我们开玩笑？1000万不能在手，若是商少爷答应我们马上准备，若是赌不起，我们也别在这浪费时间。周木子听到顾清寒的挑衅，他无法咽下这口气。好，赌，商少爷若是输了，这钱我来出。秦秋摇头，原来商少爷是输不起啊，居然要女人来替你拿赌金。商清扬怎么能容忍别人看不起？谁说我要周小姐的钱？当然要和你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你不要高兴太早，先想想你输了钱从哪里来吧。商清扬，我能赢你一次，就能赢你第二次。秦秋放狠话。俩人换好赛车服出来，秦秋并不放心商清扬，绕着赛车检查了好久，并没有发现有任何问题。周木子站在商清扬身边吗？拉着他的衣领，吻了下他的脸，加油，我相信你。商清扬兴奋过了头，刚刚周木子居然吻了他。秦秋挑眉看向顾清寒，突然低头在他耳边说，你要不要也给你男人鼓励一下？听出来秦秋是在揶揄他刚刚说他是他的男人，当时也是一时情急，所以才会脱口而出，谁知道他居然还记得。不过看周木子挑衅的眼神，顾清寒当然不会示弱，双手拉紧秦秋的衣领，俩人之间的距离只要秦秋轻轻一低头便吻到一起。顾清寒轻启唇，加油，我的男人。而后在秦秋的脸上也落下一吻。秦秋的心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咚的一声，不知道是被什么给敲击到，脑中一片绚烂烟花绽放。只是一个轻轻的吻而已，他居然动了心。上了车以后，顾清寒站在车前给秦秋加油。车子一出发，秦秋就没有给商清扬任何机会。叮！恭喜宿主，神级车技正式启动。两辆车之间差的距离不是一点半点，秦秋已经超出了商清扬好几个弯道。车上的秦秋感觉热血沸腾，也不知道是因为刚刚顾清寒的那个吻，还是因为男人的尊严不能输。总之他都看不清楚自己的心了，只是知道绝对不可以输，不能让他的女人丢面。顾清寒一张明媚的脸，笑容一直都没下去。周木子，这局你还是注定会输，我无意与你争个输赢，这都是你自找的。周木子看着远处远远落在秦秋车后面的商清扬，手攥紧拳头控制自己的怒火。没想到商清扬居然这么弱，本以为一个职业赛车手怎么都能比得过秦秋，现在看确实是输了一塌糊涂。随后周木子突然想通了什么，看着顾清寒，不过你选男人的眼光不怎么样，他有了孩子，没准都有老婆吧，你和他在一起，难道他老婆不知道？正在周木子因为自己赢了的时候，顾清寒说了一句话，直接把他震晕。周木子，你难道就没想过他的孩子其实就是我的孩子吗？顾清寒在他耳边说完以后，去终点迎接秦秋，留下周木子一个人在风中凌乱。刚刚顾清寒的话是什么意思？周木子瞪大眼睛，难道他孩子的父亲就是秦秋？怎么可能？顾清寒心情大好，看着马上冲到终点的秦秋，原来看赛车的感觉会这么好，真是刺激啊！尤其是看秦秋赛车，他会有种心情飞扬的感觉。第80章1000万到手。秦秋的车冲击的时候，就看到顾清寒跑到了终点，他看得出他的心情不错，其实何止是他的心情不错，他的心情也一直都很激动。刚刚车子一路开过来，他的心里面想的一直都是他。车子刚刚停稳，秦秋从车上下来，就看到一个身影直接跑过来跳到他的身上。秦秋的手下意识地把人接住，抱在怀里。顾清寒有些兴奋，秦秋，你真的是太帅了，刚刚那个甩尾比专业赛车手还帅气。秦秋还是第一次看到顾清寒这么兴奋的一面，完全不掩饰他的激动心情。我们赢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赢，真的是太棒了。顾清寒都不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一点都不像外界传言的清冷女总裁，因为他没办法隐藏自己的激动心情。想不想要感受一下？
我带你兜一圈去。秦秋被他的心情所感染，知道他现在一定想要试试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所以何不带他去感受一下？真的吗？顾清寒惊讶，他从来没有坐过那么刺激的车。刚刚他在上面看的时候，都在想此时秦秋在车里面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也很紧张兴奋？这么多年，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么疯狂过。心里面没有公司和其他的烦心事，只是放肆的疯狂一次。俩人抱在一起的样子，惹得周木子心生愤恨。他以为这次通过商清扬能搓搓秦秋和顾清寒的锐气，谁知道他居然这么窝囊，输得那么惨，害得他的面子也丢了。商清扬的车开回来的时候，顾清寒和秦秋都差点忘了还有他的存在，主要是他太慢了，俩人都快聊完天了，他才回来。商少爷，愿赌服输，我们说好的1000万，所以麻烦把账结一下。顾清寒从秦秋的身上下来，没忘记最重要的事，那就是要钱。商清扬眼神有些躲闪，心里气急，周围都是他的人，他刚刚输得太丢人了，大家都给看在眼里，以后他还怎么混？怎么？难道商少爷不服气？场地是你选的，车也是你选的，规则更是你制定，莫非你是没钱，想要白玩？周围都是场地里面刚刚看热闹的人，顾清寒的话他们都听在耳里，嘲笑的语气明显是没有瞧得上商清扬。也对，商清扬只是商家少爷，家里面还是他的父亲做主，可顾清寒却不同，现在整个故事都是他在做主。这么一看，商清扬还是个在外面闹事的小孩子，而顾清寒已经是商场上大战四方的女总裁。周董刚刚说，若是商少爷没钱，这1000万他来拿，所以现在你们到底谁给钱？这么多人都在看，你们不会真的是要耍赖吧？秦秋也接话，周木子和商清扬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丢人已经丢大了，若是不给钱，落得名声更难听。呵，这什么急？又没说不给，商少爷的车刚刚停稳，你们就这么迫不及待要钱？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有多缺钱，我看你们都是为了钱吧。周木子居然是反咬一口，他可能刚刚已经忘记了是谁先提出要赌。顾清寒冷笑一声，貌似是你们二位把要去上班的秦秋拦住打赌，难道是失忆了？还是说现在开始找各种理由耍赖？我顾氏不差那1000万，只是你们这么不讲信用，还真是让人看着可笑。若是商少爷没有，我可以去商市去找你父亲亲自谈，办法他都有。顾清寒根本就没有把商清扬放在眼里，至于周木子，只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而已。他已经不是第一个给他使绊子，所以习惯就好。每次不都是被他给玩虐，可惜周木子不长记性。好啊，我刚刚既然说了钱我来给，当然不能食言，给你写支票可以吧？周木子丢不起这个脸，不想让这么多人在这看着。周小姐，本来就是我和秦秋赌，既然输了，钱当然是我来拿。商清扬心里其实是没底，动用1000万，他父亲一定会问他怎么花的。不过他也想好了，回去和他奶奶撒娇，1000万也不是大问题。二位谁拿你们商量好就好，我和秦秋只负责收钱，毕竟我们讲好输赢不拖欠。顾清寒不在乎他们俩谁能给钱，最后只要钱到手，谁的都无所谓。商清扬大小也是在外玩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让周木子花费？最后还是他自己给的秦秋支票。刚刚谈的时候，秦秋还没有感觉怎么样，可支票上面的那几个零真的是震撼到他，居然靠赛车赢了1000万。之前他还在想买房子需要按揭付款，现在看来不需要，而且地点也可以随意挑选，一切都发生的刚刚好。周木子最后怒气满满转身离开，商清扬也追了出去。顾清寒看秦秋拿着支票发呆，拿着，这是你靠自己的智慧赢到手的，又没偷没抢。秦秋收好支票，指了指赛车，走，带你兜一圈去。商界无所不能的顾清寒对于赛车还是第一次玩，充满了好奇。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那么多的车都追不上我们，原来你堪比专业赛车手。顾清寒对于那晚的记忆还历历在目，若不是专业的，怎么会躲过那么多的车和摩托？今天看到他赛车才想得通，也不知道叶清雪如果知道他这么优秀，会不会后悔当年的决定。不过他是不后悔与他发生关系，毕竟这么优秀的男人还是很难找到。现在想想，若是和他继续走下去，也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你若是这么说，我也无法反驳，不过真的只是自己喜欢，倒不是专业。秦秋今天最大的收获是赢了以后让他开心，之后又让他感受飞一样的车感。顾清寒感觉自己一整天都处于兴奋的状态，心里压抑的一些东西在遇到秦秋以后都要破土而出，他好像想要控制也控制不住，那是最自然的感情流露。第81章换车。俩人一整天都没有去公司，好像都忘了要上班的事情。若不是秦秋提醒，顾清寒都已经忘记下午接孩子放学。顾清寒一圈又一圈的让秦秋载着他在赛车场玩，最后甚至自己还试着开车跑了一圈。秦秋带着他开车回室内的时候，顾清寒一直在说车速太慢，我们现在不是在赛车场，所以没办法跑起来，若是你喜欢，以后还带你来玩。在秦秋的眼里，他也是被压抑了很久，
刚刚只是得到了释放，所以才会这么开心。不过这么看，你赛车赚的钱确实比工作要来得快，但是太危险，以后还是尽量少来玩。顾清寒兴奋之余，也担心这样的打赌，若是被人使坏，危险系数太高。刚刚赛车之前，秦秋检查赛车的仔细程度就可以看得出，他不信任商清扬。之前虽然不知道俩人在哪里玩，不过刚刚的一个动作还是为自己负责任很多。这样的赛车自己出来玩玩还可以，若是和人比赛，顾清寒并不赞同。突如其来的关心让秦秋有些意外。今日他和顾清寒之间的距离因为一次赛车拉近了许多，他自己估计都没有感觉到，他们聊天的时候对对方的关心多了很多。周末要不要陪我去看房子？想要买个学区房，距离公司也近的地方，毕竟以后要为4个孩子考虑。现在资金不是问题，所以秦秋也敢想买个好一点的房子。虽然不知道他以后还会不会来住，但也想听取他的意见。听到约他一起买房子，顾清寒很意外，毕竟买房子是他的事情，被他这么一问，好像他也有份一样。别误会，毕竟以后孩子会住，你可能考虑的会比我要全面，而且我也不认识其他的女生，所以想要你陪我一起。秦秋不说还好，一说让顾清寒想的更多，他好像在解释他身边没其他女人，可他刚刚根本什么都没问，他又没有关心他的身边有没有其他的女人，他干嘛交代的那么清楚？但确实像他所说，孩子住的地方不能太随意。好，不过你打算买多少钱的房子？而且地理位置不同，价钱也不同。顾清寒的房产并不少，他虽然不缺钱，但是喜欢投资。他其实在秦秋提起要买房子的时候，想过借给他一套住，但猜测他一定不会答应。1000万都花掉买房子，尽可能买到核心一房子。不过秦秋心里清楚，在帝都1000万确实买房子不算钱多。俩人都没想过有一天居然会一起探讨买房子事宜。顾清寒当晚带着孩子们回了顾家别墅住。对于孩子们来说，爸爸和妈咪一起来接他们已经是很大的惊喜。至于住在哪里不重要。周六一大早，顾清寒起来已经忙活了一早上，不停地在穿衣镜前换衣服。4个小朋友也在门口观察了好久，看妈咪的样子，应该是出去约会，一直都在打扮，是和谁出去？依依是秦秋的最强烈拥护者，有了一丝危机感。若不是和爸爸出去，他绝对不会同意妈咪约会。不知道啊，爸爸说他周末出去看房子，难道是和爸爸出门？茵茵记起秦秋的话，可是也不敢确定。洋洋，你问问妈咪要去干嘛？依依直接把洋洋给推了进去。洋洋都没反应过来，不过他也习惯了每次被3个姐姐这样对待。顾清寒看到出现在卧室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又惹祸了？4个小朋友里面最调皮的家就是洋洋，每次惹祸都会来他这里避难。妈咪，你好漂亮哦，像是仙女一样哦。妈咪今天不陪着我们在家吗？顾清寒看了洋洋一眼，总感觉他话里有话。之后走过来打开门，便看到门口其他3个小鬼头，就知道他们一定在这里。每次都让洋洋来打前站。你们要干嘛？有话说，不要在这里捣乱。依依狗腿一般的抱着顾清寒的大腿。妈咪，你要去哪里？我们也要一起去。妈咪，你带着我们出去玩吧，今天是周末哦。盼盼提议。顾清寒叹了口气，他生的孩子他最了解，他们绝对不是要和他出去玩，估计早就盯着他很久了。我陪着爸爸去看房子，你们要一起吗？4个小朋友听到顾清寒的话以后，顿时眼睛都亮了。妈咪，我们还是自己在家里面玩，一会儿还要和外教姐姐上课，你陪着爸爸去就好了。妈咪，我们来帮你选衣服。依依马上改变策略，妈咪和爸爸出去，他们一定不能去打扰。看着4个孩子忙前忙后给他选衣服，还不停的搭配，最后他都感觉自己穿的好像是个大学生一样，浑身上下都是活力2个字。顾清寒不理解4个孩子为什么那么喜欢让他穿卫衣，和他平时的打扮相差太多。秦秋开着车来接顾清寒，看到他的打扮，便想到那日在商场遇到他的时候，他也是类似的打扮。顾清寒最先注意到的是秦秋的车，你换车了？跑车变成了某高端商务车。没想到商清扬叔给我的跑车还能卖900万，这辆7座商务不到200万，我刚刚去买的，剩下的钱可以买房子的时候用。秦秋一大早开着车本打算去看看价钱，但没想到商清扬的这辆车是限量版，对方出价800多万，他抬价900万成交，随后直接去 4S 店买了辆商务车，手里面握着1700万去买房子。顾清寒倒是没想到他的速度居然这么快，一天时间办了这么多的事，看来是真的打算定在帝都。那就去幼儿园附近吧，那边有以后孩子上的小学和初中学校，而且距离公司也很近。顾清寒其实早就打听好了那附近的房价，2000万买个300平左右的房子应该是绰绰有余，4、5个人住也足够。俩人来到售楼中心，看上去就像是新婚的小夫妻一样。顾清寒还戴了一顶帽子，和秦秋都是一身运动风。第82章买房。这里是帝都有名的高档小区，来这里买房的人都是非富即贵，而且这里的业主也都非常的注重私密性。俩人进来的时候，除了工作人员以外，
没有其他人在这里看房子。工作人员3两集在一起聊天，看到俩人的打扮以后，都上下打量了好久。顾清寒的衣服都是私人定制，所以根本就看不出牌子。秦秋穿衣服更随性，也都是在商场里面买的普通国货运动装，所以销售人员根本就没有认为俩人是来买房子。只有顾清寒和秦秋俩人看得认真，没有人接待也不在意。看好了位置以后，秦秋还不忘问顾清寒的意见，位置不错，问问户型和面积，如果满意就可以定下来。顾清寒本就不在乎钱，只是买自己的满意，所以速度很快。秦秋找了一圈，看到远处坐着的俩人，请问这套户型和面积是多少？销售很不情愿，我们这里的房子都是大户型，最小的也是200平，若是买不起就不要看了。顾清寒嗤笑一声，不屑地看了眼销售，他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待遇，一个工作人员居然敢这么对待他。这时门口不知道是谁来了，所有的销售都在跑到门口去迎接。周伯进来的时候，一眼便看到秦秋。秦秋，你怎么来这？这的房子很贵，这是不是你新交的女朋友？周伯并没有认出来顾清寒，他今天的打扮还戴着帽子和墨镜，没几个人能认得出来他。周伯把秦秋拉到一边，小声问，在女人面前也不能装啊，这里房子你买不去，就算是你奋斗一辈子都买不起，帝都的房子都不便宜。秦秋嫌弃的把周伯搭在肩上的手拿掉，还拍了拍自己的衣服，好像刚刚有什么脏东西一样。这好像不劳你费心，买不买得起都是我自己的事。猫哭耗子假慈悲，看他虚伪的样子，秦秋都不想再多和他说一句话。秦秋走回来问销售，有没有300平的房子，一梯一户。销售不知道秦秋和周伯的关系，不过看到俩人勾肩搭背，貌似感情还不错，他也不敢得罪秦秋。先生，这栋都是330平左右大平层，价格几乎都在6万1平，所以一套下来要2000万，不过全款打折也要1800多万。秦秋听完以后，脑袋里面在算账，1000万和他卖车剩下的700多万，还有公司的奖金，好像确实1800多万够。顾清寒则专心得看房子和户型，不行，这套的户型一般，还是再看看别栋。顾清寒不是很满意，可是顾清寒的话在销售和周伯的眼里其实就是买不起。周伯假好意走过来，你们俩是买不起这里的房子，还是不要在这看，也是耽误大家的时间，不如去看看帝都周边的老房子，也许付个首付还可以。顾清寒被周伯吵得有些心烦，你不是这里的销售，麻烦你闭嘴，我不是很想听你的建议。销售看到周伯吃瘪，也帮着他说话，女士，这里的房子最低都在1200万左右，所以若是没有消费能力，还是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为好。顾清寒抱着手臂有些生气，区1000多万的房子，你以为很贵？我刚刚说过这户型我不喜欢，难道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周伯心里看不上秦秋和顾清寒，认为他们俩来这里根本买不起，还要装有钱人。他怎么也想不到来这看房子还会看到秦秋，只不过是顾氏的一个清洁工，无论如何他都买不起这里的房子。秦秋，我是为了你们好，你和女朋友还是别在这里看了，这住的人都是些商人，你在这里买这辈子估计都还不完钱。周伯好心提醒，他是真的看不惯秦秋这副淡定的样子。秦秋问销售还有没有其他户型，这套他不满意，所以换其他。销售也不满意，秦秋和顾清寒挑来挑去，听到周伯的话，更是不愿意为俩人服务。自己看吧，这里面介绍所有户型，有满意的可以直接买。顾清寒把销售递过来的宣传单直接扔在他的脸上，怒气直接到达最顶端。顾客是上帝，难道你不知道？看着我们的穿着，以为我们买不起？既然这样，我确实要叫你们的领导亲自来为我服务，顺便看看他的下属是怎么消极工作。销售根本就不相信顾清寒的话，你们俩以为这里谁都能买？看看你们的穿着，连这里的厕所都买不起，还在这里装什么？周伯完全站在一边看热闹，能让秦秋吃瘪，他愿意看得很。刚刚都已经提醒过他，是他自己不听话，怨不得他。顾清寒冷笑一声，打了通电话，半小时内若不滚过来，以后就别想见我。对面刚说了句姑奶奶，后面的话没说完便被他给挂断。周伯，你吃着叶家的软饭，在这里装什么？顾清寒直接没给周伯面子，周伯的脸顿时变成了猪肝色。他最讨厌别人说他是吃软饭，娶了叶清雪入赘叶家，外界众说纷纭，但他也受不了别人这么说他。你什么？大庭广众，你要干嘛？秦秋站在顾清寒面前，顾清寒电话对面的人不到半小时便风风火火赶了过来。售楼处的销售看到人以后都倒抽了一口气，此人便是帝都建筑大佬周庭林家的公子周硕，也是这里的开发商。姑奶奶，我都没收拾就直接过来，你看我这形象，不过你怎么这身打扮确实年轻了很多。周硕眼睛里只有顾清寒，俩人可以说从小一起长大，听着像是青梅竹马，其实顾清寒一直把周硕当成是傻弟弟，欺负他的事没少做。周硕，你们家销售说我买不起这里的房子，要把我赶出去，我听着可笑，原来你们周家卖房还看买主，不顺眼的就赶出去。顾清寒的火气大，都撒在周硕身上。
周硕一听，火气更大。谁说的？谁敢这么对你？第83章何心意的房子。秦秋也不认识周硕，这面除了顾清寒以外，就算是这里的销售，也只是在远处看到过他，没人能够这面近距离的接触周硕。他可是这里的大老板，他们怎么可能有机会接触到他？今天，硕对顾清寒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俩人之间有多熟悉。周博完全就不认识周硕是谁，虽然听说过这号人物，不过确实第一次见。他最好奇的是秦秋的这个女朋友身份是什么，怎么能轻易的把周硕叫来？而且看样子俩人之间关系匪浅。周博想要上前去介绍自己，但周硕根本就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你们刚刚谁对他出言不逊？我都不敢对他说一句重话，你们好大的胆子！周硕完全把顾清寒当作是妹妹，平日里就算他对他态度一般，可周硕了解顾清寒，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若不是气急，绝对不会一大早就把电话给打过来。听得出他的怒气，顾清寒本就是个不好惹的主，不会让自己吃亏，同样也不是个惹事的人，所以他知道这里一定有人先惹到了他。销售瑟瑟发抖的站在一边不敢言语，他哪知道顾清寒居然是周硕的朋友。周硕来的消息直接惊动售楼处的经理李航。周少，您怎么亲自过来了？您有事给我一通电话，我来解决。李航看气氛有些剑拔弩张，销售吓得都不敢说话。李航，你教出来的好下属，我公司从来都不养闲人，居然还敢把客人赶出去。我说过，只要是来这里买房的人都一视同仁，你们好像都没有做到。今天在这发生的事，你最好回去好好看看录像，该开除的蛀虫立马开除掉，不要影响我们公司的名声。顾清寒等得不耐烦，没时间看你在这里教训下属，马上给我介绍一套满意的房子。周硕立马变脸，我让李航给你们亲自介绍，我陪同怎么样？顾清寒冷着脸拉起秦秋向里面走，周博和销售都被扔在原处。李航回头看了眼销售，眼里是满满的警告，刚刚他差点都被连累。周硕眼睛一直看秦秋，想要知道他是谁。顾清寒身边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男人，这还是第一位，他很好奇。你买什么房子？喜欢我送你一套不就好了？要什么类型的别墅？周硕财大气粗，对于给顾清寒一套房子一点不心疼。不是我买，是他买，你最好能给便宜一些。顾清寒指了指秦秋，也没具体介绍俩人之间的关系。周硕满眼都是八卦，可惜顾清寒不理会，秦秋更没办法去介绍俩人之间是什么关系。现在最多只能算是上下属的关系。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几个人住？周硕想要旁敲侧击一下，顾清寒不说，他就换个人下手。6个人住，不过2个大人，4个孩子，大平层就好。秦秋想了好久，到底说几个人，最后还是说了6个人，把顾清寒也算在了里面。周硕一听4个孩子，这不就和顾清寒家的4个小鬼一样？难道他就是那4个小鬼的父亲？顾清寒看到周硕跃跃欲试，想要问其他的问题，他急忙打断：快确定下来哪一套适合，我们还有其他事。李航最后给秦秋选了一套，顾清寒点头以后，秦秋才定下来。周硕在这里，价钱当然合理，1500万买了套330平的房子，秦秋倒是很意外，没想到周硕能给这么大力度的折扣，而且这套房子是周硕自留的一套，里面都是精装修。顾清寒听到是他自留的，直接说满意，就要这套。他的房子一定都是最好的装修，而且楼层各方面都是最好的那一套，把这套扣下来准没错。最后房子都没看，秦秋直接交款拿钥匙，比买车的时候还要顺利。俩人出来的时候，周硕还要请吃饭，被顾清寒给拒绝。秦秋倒是对周硕很感谢，毕竟买到何心意的房子还这么便宜，也多亏了他。更重要的是把他的房子给买到手，感觉有些不好意思。回到车上的顾清寒说，周硕房子多的是，不差这一套，不过借着他的手装修都省了。刚刚他的下属得罪我，这套房子就当是他的赔罪，我们又不是没花钱。虽然话是这样说，但秦秋知道周硕也是看了顾清寒的面子，说到底还是因为顾清寒，不然他也不可能买到地理位置各方面都满意的房子。房子应该可以随时搬过去，你想好什么时候过来？而且你为什么说房子是6个人住？除了你和孩子，还有其他人？顾清寒刚刚听到秦秋说6个人的时候还很意外，难道他是为了未来的老婆做打算？可是他不是没有女朋友。秦秋想了想措辞，我是为了你考虑，若是像之前孩子们想要你陪的时候，你也可以住在这里，而且这里距离公司很近，你也可以住在这里，就当是陪孩子们。当时周硕问出问题的时候，秦秋的第一反应就是6个人，他好像直接把顾清寒给算在了里面，可又不能说得太明显，毕竟俩人之间的关系很单纯。顾清寒心里面的那点小不舒服，因为秦秋的解释烟消云散。他刚刚还以为他是为了以后的女朋友做打算，不过想到他以后有别的女朋友，顾清寒心里面便很不舒服。孩子还要在你那里住几日，我可能下午回去要搬家，然后收拾好了以后再把孩子接过来。秦秋刚刚想了想，他也没什么东西，只要把之前房子退租，然后东西搬过来，这边的房子直接可以入住。既然已经都买好了，就不想在之前的房子那里住。顾清寒想了想，
我帮你吧，我之前看过你那里的东西并不多，我们俩今天就可以收拾好。之前去他那里，顾清寒看除了孩子们的东西以外，秦秋的东西少得可怜。虽说是收拾，其实大多数都是孩子们的东西。第84章搬家。再次来到秦秋的家，这次只有他们俩人。不知道为什么，俩人都有些尴尬。也许是俩人身份和之前变化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独处一室的原因。秦秋不知道该不该让顾清寒帮忙。你坐在这里等我下，我的东西不多。顾清寒确实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可也深知自己是来帮忙，不能坐视不理。我收拾孩子们的东西吧，不然总感觉自己在这没什么用处。明明说是来帮忙，也应该做些什么事。屋内安静的只有收拾东西的声音。秦秋的衣服只有一行李箱，屋内的其他东西秦秋也不打算带过去。来到客卧，看到满床都是孩子们的衣服和玩具，而顾清寒苦恼地站在一边，无从下手。看到秦秋来的以后，有一些心虚。我想都拿出来收拾，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弄。我是不是弄巧成拙了？越说声音越小。秦秋看到这一幕，感觉很好笑。平时里雷厉风行的顾清寒，居然也有不会做的事。看来以后居家的东西确实不应该交给你来做，以后还是我来吧。看到他像个无措的孩子一样站在一边，秦秋也不忍心责怪他。顾清寒有些不好意思，本来是真的想要把帮忙，可惜无从下手。还以为事情很简单，谁知道他好像是高估了自己。说是来帮忙，其实还帮了倒忙。最后都是秦秋一个人完成，他只是坐在一边等，顺便欣赏了下他。这个男人虽然没有华丽服饰的装饰，可也无法掩盖他的帅气。怪不得当年叶清雪会喜欢他，而且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发现他的缺点，他都是在不停地给他惊喜。秦秋，若是没有孩子，你规划过未来的生活吗？很想知道他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秦秋其实还真的没有具体想过，毕竟因为当年的事，他以为已经毁掉了生活。现在看好像也还不错，只是最近才开始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可能做个普通人，碌碌无为过一生。不过现在不同，有了你们，所以当然要有打算。谢谢你把他们健康的生下来，还照顾得这么好。秦秋很感谢，只是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顾清寒有些不好意思，想要走出去，并没有看到地上的衣服，踩在上面以后被绊了一跤，身体摔下来的时候，秦秋去拉他，俩人最后都倒在了床上。秦秋把顾清寒保护在自己的怀里，他躺在下面，顾清寒摔到他的怀里面，俩人面对面，鼻翼对鼻翼，一时间的距离有些近，两人都呆住不动。秦秋只感觉身体里面血液流速快，鼻子里面都是顾清寒身上的清香味，想要把他抱得更紧些，眼里都是他娇羞的模样。而顾清寒也好不到哪里去，他除了秦秋没有别的男人。现在俩人距离这么近，秦秋满满的荷尔蒙充斥着他的周围。最后不知道是谁先主动，但秦秋感觉到唇上面有温度的时候，顾清寒突然推开他跑了出去。秦秋躺在床上舔了下嘴唇，刚刚他和顾清寒是亲到了，原来心里对他的感觉是这样。之前和叶清雪是男女朋友的时候，从未有过这样的冲动，到最后俩人分手也没有过这样近距离的接触。那个时候甚至有些抵触他靠得太近，可刚刚他很想和顾清寒靠得近一些，而且每次见到顾清寒都想对他好一些，他永远都看不够他。不得不承认对顾清寒的感情发生了变化。而顾清寒跑到卫生间里面，看着镜子里面满脸通红的自己，他刚刚怎么会那么冲动？只是想要靠近一些便做了，谁知道他们会吻到一起，可那种感觉确实不错。他摸了摸自己的心脏，跳动得很快，这种感觉只有和秦秋在一起的时候才有。之前他不相信什么男女之间爱情，可刚刚他是怎么了？难道这就是心动？他对秦秋居然有了心动的感觉。他一点都不排斥秦秋，也很喜欢和他在一起相处，只是若说是再进一步，现在可能还不是时候。顾清寒想清楚以后，冷静了好久出来，秦秋已经收拾好了所有，俩人都绝口不提刚刚发生的事情，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们走吧，房东在楼下，只要把钥匙给他就好。顾清寒看了眼空空如也的屋子，行李呢？刚刚我一个人送了下去，都装在车里面。秦秋说完以后，看了眼顾清寒，发现他的脸还是很红。顾清寒被他看得有些不知所措，直接先走了出去。房东见到俩人下来，热情地问：小秦啊，这是你女朋友啊？真的是好漂亮哦，不过怎么没看到你女儿？以后你们若是还回来住，可以随时联系我，我还有其他的房子可以租给你。说完还不忘看了看顾清寒，眼里都是对顾清寒样貌的惊艳。走之前还不忘说：你们俩真是男才女貌，般配得很。俩人刚刚才冷静下来，被他这么一说，突然又不敢看对方。顾清寒在商场上认为自己没有退缩的时候，可是因为秦秋好像已经变得不像了自己，怎么突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秦秋其实心里对房东的话很满意，看来他和顾清寒看上去真的很般配，外人的眼光才是最准确。走吧。俩人开车到新房子的时候，周硕早就给这里的所有人都打过了招呼。卖给秦秋的那栋楼是这里面楼王的位置，楼层也是最好，人只要拎包入住就好，
俩人收拾东西的时候，周硕已经让人去打扫干净。秦秋知道这里的房子一定会是装修的很奢华，可看到的时候还是被惊艳到，只能说周硕一定是亏了，这房子装修都不止200万。多谢你的朋友，不然怎么可能买到这么好的房子，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顾清寒说道，你就当替他把这栋房子利用起来，不然他那么多的房子还不知道这里要空闲出来多久，也是一种资源浪费。第85章乔迁之喜。4个小朋友在家里面等了一整天都没有顾清寒和秦秋的消息，我们要不要问问爸爸和妈咪在干嘛？真的好无聊啊。依依百无聊赖的躺在玩具房里面，对周围的玩具都提不起兴趣，想要知道爸爸和妈咪在哪里。明明只是去看房子，怎么一整天了还没有回来？不然我们让司机叔叔带着我们去找爸爸和妈咪。茵茵永远都能提出最大胆的想法，而且都是她已经成熟的想法。其实她也想知道爸爸和妈咪在做什么，不如去找他们，给他们个惊喜。其他3个小朋友都看茵茵，表示对她的提议赞同。我来给妈咪打电话，之后我们去找他们。顾清寒接到茵茵电话的时候，和秦秋刚刚参观完新房，并不比他现在住的别墅小，各方面的设施都很齐全。他一眼就能看得出周硕对这里刚刚进行了改装，好多都是适合小孩子居住。电话里面茵茵问，妈咪，你和爸爸在哪里？我们好想你们哦，想要见到你们。顾清寒看了眼卧室收拾东西的秦秋，要不要来找妈咪？我们晚上出去一起吃饭，庆祝爸爸买了房子怎么样？电话对面4个孩子同时欢呼，哇吼，好呀好呀。妈咪，我们让司机叔叔送我们去找你和爸爸哦。妈咪，我们还要穿一样的衣服，我们一家人哦。4个小朋友得偿所愿，换了衣服，还不忘给秦秋和顾清寒拿新衣服过。茵茵有些傲娇，这是我之前准备好的衣服，准备给爸爸和妈咪一个惊喜。4个小朋友换好粉色的衣服，还穿着一样的背带裤子，看上去软萌可爱。顾清寒住的地方距离秦秋的新房很近，司机师傅把孩子送到地方的时候，小朋友对这里就很满意。爸爸的新房就是这里，很不错的样子哦。杨洋左顾右盼了好久，顾清寒开门就看到4个本就长得一模一样的孩子，穿的还一样，看上去傻得可爱。妈咪，这里是我们以后要住的地方吗？我们今天就要在这里住吗？杨洋早就冲了进去，之后其他3个小朋友也跑了进去，屋里面都被他们给跑了一遍。秦秋回过头就看到4个小萌娃站在门口看着他，怎么了？喜欢这里吗？以后爸爸就住在这里，你们也住在这里，怎么样？4个小朋友听到以后眼睛都亮了，只要能和秦秋在一起，不管住在哪里他们都高兴。爸爸，我们把这里买下来了吗？以后你都不会走了对吗？我们好喜欢这里哦。爸爸，可是妈咪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吗？这里好大啊。对啊，我们想要妈咪也住在这里。小孩子你一言我一语，看似孩子般的问题，其实都是他们故意问出来。秦秋有些难回答，毕竟他和顾清寒之间想的关系有一点微妙，虽然共同有了4个孩子，可是好像还不能同居。可是看到他们4个的表情又都很期待。顾清寒在外面已经听到了孩子们的问题，听到里面沉默，就知道秦秋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们想好今晚去哪里吃饭了吗？我们现在要出发了，晚上还要回家里把你们的东西送过来这里一些，以后这里和别墅那边都可以住。顾清寒把他们的问题给打断。4个小朋友又转过头看顾清寒，顾清寒和秦秋俩人对视一眼之后转向看别处。小朋友们好像看到了俩人之间气氛的微妙，小朋友们也相互看了眼，表示都懂对方所想。看来爸爸和妈咪之间有小秘密哦。当天晚上为了表示庆祝，顾清寒带着他们去了一家私房菜。周硕本就一天都是满肚子的疑问，又不敢问顾清寒，谁知道晚上还会遇到一家6口人，他决定要上前去好好问问。4个小孩子看到周硕，异口同声诺诺的喊了句舅舅。宝贝们，你们这是和谁一起来？明知故问完了以后还看了看顾清寒和秦秋。顾清寒威胁的眼神看着周硕，让他不要乱来。舅舅，我们和爸爸还有妈咪一起来的哦，我给你介绍下我们的爸爸。依依拉着周硕的手，正式的给他和秦秋进行了一番介绍。这是我们的亲生父亲秦秋，是我们的爸爸哦。舅舅他是不是很帅？周硕看了秦秋好，重点头，确实很帅。你们什么时候找到的爸爸，舅舅都不知道。顾清寒瞒得他够久，看来孩子们都很满意秦秋，而且通过依依的介绍，周硕才知道秦秋是孩子的父亲。5年前那个顾清寒死活都不说的男人就是他，没想到5年后俩人居然又走到了一起，或者说这5年俩人之间根本就没有断了联系。现在看还真是有意思了。周硕，我们要去吃饭，你最好不要过来捣乱。顾清寒出声警告，看到他一脸的坏笑就知道没好事。周硕怎么可能听顾清寒的话，搭着秦秋的肩膀就进了包房。看来今晚是家宴，我也不是外人，当然要一起，这顿我请。舅舅，今晚是我们家的乔迁之喜哦，所以谢谢舅舅。茵茵知道爸爸的钱不多，而舅舅有钱，所以直接把这顿饭扣在周硕身上。周硕一听来了兴致，
看到秦秋说的一家6口居住的房子，还有顾清寒和4个小鬼喽。秦秋本就很感谢周硕，怎么可能好意思让他花钱？周先生对于今天的事表示感谢，所以这顿就当是请你，也顺便吃了顿乔迁宴。周硕观察了秦秋很久，对他还是比较满意，而且他也相信顾清寒的眼光，只是不知道他是谁，什么样的身份背景。不过看顾清寒一直都只警告他，也知道不能问太多。都是一家人，还是我来做东，而且这里也是我的产业，怎么可能让你花钱？一家人的晚宴最后还加入了一位周硕。周硕本就话多，一直都在找话题聊，不过他说什么秦秋好像都可以和他聊。第86章生病。顾清寒看秦秋去洗手间的时候，提醒周硕，你最好马上离开，不然我不保证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来。一晚上都听他在说，顾清寒只想清静的吃顿饭而已。周硕心情很好，对他的威胁无所谓。怎么？怕我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啊？都一起买房，还有什么好隐瞒？而且我看他貌似还不错，哪家的公子，在哪高就？我怎么之前没听说过他？周硕想了好久，都没有想起来秦秋到底是谁。顾清寒就知道他关心的都是这些浅显的外在东西，秦秋的身份根本就和他想的没有一点关系。快走，他的身份不需要你知道。你怎么那么多事？最后趁着秦秋没回来，周硕被顾清寒给撵了出去。秦秋回来没看到周硕，还在问周公子走了，他还有其他事，不用管他，以后聚在一起的机会多的是。顾清寒心里想的却是以后少和周硕遇到，不然他的大嘴巴全世界都容易知道。现在他和秦秋的关系还不需要让其他的人知道，毕竟俩人之间还只是因为孩子接触，之后什么样还不知道。虽然发觉心里对他有些心动，可谁知道以后的事情会怎样？因为俩人在房子里面发生的尴尬事，晚饭后顾清寒并没有和秦秋还有孩子们去新房子，他现在需要冷静下，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经乱了，在没搞清楚自己的心意以前，不想和秦秋接触的太多，怕扰乱他的思想。秦秋看得出顾清寒在躲着他，刚刚在房间里面发生的事也只是个意外。小孩子们的心思很敏感，看出来顾清寒和秦秋之间不对劲。虽然对新房子很喜欢，但是更关心的还是他们俩人之间的关系。爸爸，妈咪今天为什么不和我们在新房子住？你是不是惹她生气了？依依问正在窗边发呆的秦秋。爸爸也有些怪怪的，回来以后便一直在发呆。秦秋低头看着今天打扮一模一样的孩子，在思考他是哪一个。依依有些不确定，虽然之前能区分开依依和杨洋，可4个在一起又是一样的衣服，区分起来确实很难。依依笑嘻嘻看着秦秋，爸爸好厉害，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哦。秦秋失笑，没吵架，只是大人有好多事要想清楚，所以爸爸刚刚在安静的思考。依依虽然不理解，不过也点点头。爸爸，我们以后都住在这里可以吗？妈咪以后还会过来住吗？秦秋蹲下问，你们希望妈咪来这里住吗？当然，我们希望一家人在一起，妈咪和爸爸永远在一起。依依回答的毫不犹豫。既然这样，爸爸努力让妈咪来这里住。他对顾清寒的心意很明确，只是他们俩的地位确实有些悬殊，不过他会用实力打消这些悬殊和差距。秦秋想得很好，但是没想到周一上班又给了他一个惊喜。因为这次周氏的事情完成得很好，而且秦秋一直以来表现的都很好，所以顾清寒又给他调了岗位，这次调的是总裁助理的职位。若是在之前，大家可能还会很惊讶，但发生了这么多事，秦秋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并没有人提出异议，反倒是都赞同顾清寒惜才。安然倒是很惊讶，秦秋居然能做到现在这个位置。你的办公室在总裁室旁边，若是有任何事，顾总会亲自给你下达。毕竟现在秦秋比他的职位都要高，可以说秦秋的领导只有一个，那就是顾清寒。下面不管哪个部门的经理都在他的领导之下。这次升职倒是弄得秦秋感觉莫名其妙，他还感觉顾清寒在躲着他，怎么就给他升了职？俩人现在可以说只有一墙之隔，可却一整天都没有见到面。他来顶楼其实应该是和他报道，可是他好像一直都没有时间。秦秋已经百无聊赖的在办公室待了一整天，顾清寒好像一直都没有回办公室，若不是安然说他出门办事，他真的以为是故意不见他。看了看时间，把徐硕给他的程序修复完发给他以后，秦秋决定下班，不然这个时间公司的人都走空了。既然见不到顾清寒，他也不着急，毕竟以后俩人都在一层楼，几乎每天都会见面，不急在今天。可当秦秋刚刚出办公室的门，便看到顾清寒从电梯上下来，俩人刚好走得面对面。听安然说你来顶楼，一天适应的怎么样？秦秋看他，感觉他的脸色苍白，有些不对劲，走过去抬手刚要放在他的额头上，顾清寒却向后退了2步。别动！秦秋一只手把他拉回来，另一只手搭在他的额头。发烧了自己不知道吗？今天去了哪里？秦秋有些生气，看他很疲惫的样子，而且能明显闻到他喝了酒。自己生病还喝酒，怎么能这么不会照顾自己？生病还要喝酒，真是不要命了！跟我走。想着带他去看医生，已然忘了俩人现在的关系。
顾清寒虽然借着酒精还有些发烧晕乎乎，可是当秦秋靠近的时候，还是感觉呼吸急促。你别靠那么近，我和你去哪里？还有些今天的文件没签，你去接孩子们吧。顾清寒刚刚还以为他早就下班，谁知道能在公司遇到他。时间还来得及，我先带你去看医生，文件明天可以再签。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不然真的病重，明天可能你都不能来上班。快和我走。没给顾清寒说话的机会，秦秋把他拖走。顾清寒的手别他牵着，他想要抽回来，可是无论怎么用力都挣脱不开。最后没办法，本来就身体不舒服，只能任由他牵着。顾清寒在车上给司机打电话，让他去接4个孩子回顾家。秦秋没反驳，这个时候他的任务是带着他去医院，至于孩子，他相信保姆能照顾很好。抱歉，耽误你的时间了。顾清寒说，只是秦秋突然看过来的眼神让他闭了嘴。第87章生气。秦秋的眼神有种你敢再继续说我就动手的感觉，而且顾清寒能感觉到秦秋身上隐隐的怒气，他也搞不懂秦秋是在和谁生气，他又没有招惹到他。顾清寒感觉自己越来越晕，闭着眼睛靠在车座上。喂，你是不是生气了？我好像没招惹你吧？一个大男人还这么爱生气，也不知道像了谁。一个人嘟嘟囔囔说的话，以为秦秋没听见，其实被他听得一清二楚。你什么时候感觉自己不舒服？秦秋问。早上出门的时候吧，不过没太在意。顾清寒不知道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秦秋长叹一声，早上不舒服，然后好出去喝了酒。你知道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吗？若是病得再严重点，你可能现在已经进了医院急救了。感觉到秦秋越说越生气，可顾清寒认为哪有这么严重，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发烧，让他弄得好像他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一样。秦秋，你能不能盼我点好？我只不过是发烧了而已，让你一说，我怎么感觉我命不久矣。顾清寒的话音刚落，秦秋的车直接停了下来。顾清寒若不是在安全带，估计已经被弹射了出去。你干嘛？停在大马路中间，快走吧。秦秋转过头，很认真地看着顾清寒，以后不要乱说话。被他认真的眼神吓到，顾清寒刚要问哪句话，瞬间想起来他刚刚说的那句命不久矣。不得不说，这个男人还真是认真，心里面好像有一只手不停地挠他，痒痒的。怎么每次单独和他在一起都是这样，好像很温暖又很害羞。顾清寒叹了口气，开车带着他去医院，全程拉着他的手，不管挂号还是看医生都一直在他的身边，就连医生都夸你男朋友对你真好，还体贴。俩人都没有反驳医生的话。抽血化验全部流程走下来已经是晚上的8点多，最后医生给开了药打吊瓶。顾清寒已经快要睡着，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还是被烧糊涂了。护士来给他打针的时候，他不停地向后退缩，耳边一直有个温暖的声音，没事别怕，我在这里。这句话让他慢慢放松下来，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睡了过去。秦秋看着在自己怀里面睡得香甜的女人，刚刚还在车上和她狡辩，睡着以后格外的乖巧。看了看时间，秦秋找护士开了个病房，把她抱着放在病床上。护士看了以后一脸的羡慕，你女朋友好幸福啊。秦秋笑了笑，麻烦帮我看一下，我出去买些东西，很快回来。秦秋的速度很快，回来的时候顾清寒还没有醒，看着他苍白的脸，就会想起来他平时里西装冷脸的样子和现在完全不同。这个时候的他不堪一击，一点攻击性都没有，反而有些娇弱。这是他在他面前第几次露出不一样的一面，他已经数不清楚。看着他悠悠转醒，秦秋摸了摸他的额头，松了口气。饿了吗？顾清寒点点头。药还没打完，护士说最好吃点东西，不然怕你的胃不舒服。我刚刚出去买了热粥，现在喝点。秦秋便说已经边把他的病床摇了起来。顾清寒去接那碗粥，被秦秋给躲了过去。顾清寒不解地看着他，我喂你，你的手不方便。一碗粥被秦秋喂着吃完，只是顾清寒注意到他的脸还是一样的黑，猜测他应该还是在生气。收拾好坐下来的秦秋抱着手臂看着他，俩人四目相对。看着我干嘛？秦秋看他的眼神还有些小心翼翼。你是不是还在生气？我刚刚说那句话只是无心之举，而且我也没想到晚上会严重。顾清寒以为他还是在为那句话生气，他怎么会知道他在意的是一句话？我只是气你没有照顾好自己，不过也不怪你。确实是不怪他，但是想想他这么多年是不是也是这么熬过来的？顾氏靠着他一个人支撑这么多年。今天听安然说他在外面有应酬，而且不是一场，一整天都在外面见客户应酬，就算是身体不舒服也要撑着把所有工作做完。刚刚看他睡得那么香，才想到他也只不过20多岁，没人可以让他撒娇，以为硬撑着就可以好。若是没有他，他是不是今晚还要在公司加班？一句话击中顾清寒的内心，他想的居然是这个，他这是在关心他的身体。之前哪次生病了，不都是他一人挺过来，从来没人这么关心过他。护士进来的时候还在说，
你男朋友对你真好，一直都在这照顾你，怕要凉，刚刚放在怀里暖，还去给你买吃的东西回来。我给你把针拔掉以后，你们就可以回家了。如果明天还是反复发烧，还是要来，不能马虎。回家吧。秦秋出门的时候还是拉着他，只是顾清寒发现车的方向有些不对劲，根本就不是他回家的方向，反倒是去他家里的方向。他这是要干嘛？车一直停到秦秋家楼下的时候，顾清寒才问：不是送我回家？这里是你家？秦秋解开安全带，你想回家？你现在这个样子，如果回家把感冒传染给孩子怎么办？而且你家里谁能照顾你？保姆？2个保姆照顾4个孩子已经很辛苦了，你就不要再捣乱了。而且他们也不能无时无刻的照顾你，万一你晚上发烧反复怎么办？说的这几句话让他都没有办法拒绝他。秦秋也没给他说话的余地，直接下车等他。再来新房的感觉和第一次来不同，这里的东西都是最新的，但却多了烟火气，还有很多孩子的东西。可这里被秦秋收拾得很干净。你去洗澡休息，先穿我的衣服，这2件都是新买没穿过的衣服。秦秋倒是一点都不尴尬，只是顾清寒看家里只有2个人，看到他好像很自然的样子，倒是没把他当外人。第88章墓地。顾清寒进去洗澡的时候，秦秋才松了口气。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手心里面都是汗，虽然说出的话很自然，可他也只有过顾清寒这一个女人，而且和女人独处一室的事，如果不算5年前，那现在应该他也算是第一个。给顾清寒把床铺好，又热好牛奶，等着他出来。顾清寒穿着秦秋的睡衣，有些不好意思走出来，头发不吹干。秦秋像是拉顾清寒的手上瘾一般，又把他拉到浴室。干嘛？顾清寒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他让干嘛他就跟着干嘛。之前想要拉他手的男人都直接被他拒绝，根本就碰不到他。怎么秦秋他就没办法拒绝？总是被他牵着鼻子走的感觉，他还一点都不排斥也不反感。秦秋拉着他在镜子前站好，吹头发，你想湿着头发睡？吹风机吹得顾清寒的心都暖了，这个男人怎么能这么霸道又暖？他都快要沉沦在他的这种男友力当中。顾清寒称这种感觉为男友力，俩人都感觉暧昧氛围的流动，若不是有电话进来，秦秋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秦秋出去接电话的时候，顾清寒看着镜子里面脸色绯红的自己，骂自己没出息，怎么仅仅是吹了个头发他就脸红了。顾清寒冷静出来的时候，看到秦秋一手拿着电话在哄孩子，他听到对面是孩子们，另一只手端着一杯牛奶给他。顾清寒接过来发现还是温热的。挂断电话以后，秦秋说，我和他们说你在我这里，让他们明天乖乖上学，明天我们俩一起去接他们回家，你把热牛奶喝掉，然后去睡觉，明天如果退烧才能去上班，我让你司机把你的衣服送过来，一会儿我下去拿。所有的事秦秋都安排好。顾清寒还真是第一次体验这种感觉，不错。本以为会睡不着，可是躺在床上没一会儿，顾清寒就已经睡了过去。秦秋一晚上进来好几次给他量体温，他都不知道。早上如果不是秦秋叫他起床，顾清寒都有可能一直在睡。顾清寒收拾好自己出来，便看到桌子上面的清粥小菜。家里面平时保姆做的也都和秦秋差不多，但是顾清寒看着秦秋忙碌的背影，却有种家的感觉。他是爸爸，而他是妈咪，还有4个可爱的孩子。秦秋的手在他额头上微凉的触感，才让顾清寒回过神。烧退了，不过药还是要吃。今天如果还有应酬就不要去，你现在还是有反复发烧的可能。顾清寒乖乖答应，今天一整天都在公司，而且你也可以监督我。俩人一起来公司，还坐的是秦秋的车，公司的人也都不意外。对于秦秋这个人来说，在顾氏发生什么事他们都不意外，只是今天早上的俩人看上却是格外的配对。徐硕在停车场遇到俩人，跑到秦秋身边问，什么情况？你这助理还管接送，司机的活你也包了？估计是这样，我还能多赚一笔。秦秋顺着他的话说，高手啊兄弟，这都可以，看来你要把顾氏的钱都赚到自己的腰包啊。徐硕不停地唠叨。顾清寒听不到俩人在前面说什么，可是看到徐硕鬼鬼祟祟的样子，就知道没研究好事。徐硕，他是我助理，不是你下属。顾清寒提醒。徐硕傻眼，突然贼兮兮地问，顾总，你的占有欲好强啊，看来秦秋有的受了。说完以后自己直接跑走，他才不等顾清寒骂他。不过看着俩人一起来，还真是赏心悦目啊。昨天秦秋来顶楼报道，可今天才是他正式工作的第一天。从顾清寒到达办公室开始，秦秋就要站在他的旁边，安然汇报的所有事他都要记下来，因为以后秦秋是他的私人助理，所以这些事以后都是他来负责。不过现在仅仅是工作上的事情，之前只是在一个部门，现在要了解公司所有部门的事，而且每一个流程他都要熟悉。若不是自己亲自参与，秦秋都不知道顾清寒是怎么记住那么多的东西，甚至哪个部门现在主要的项目是什么，他都一清二楚。一上午陪着他处理文件，顾清寒好像是机器人一般，一直都不停地翻阅，有问题的点他很快就会指出来。之后下午是跟各部门的老总开会，
他也跟在一边。不得不说，顾清寒作为一个女人，她看待问题的角度却让秦秋很惊讶，根本不输任何一个男人，解决问题也是干净利落。一天所有事忙完，已经是下午3点多，可顾清寒一点都不见累。秦秋走过来，把他的电脑拿走。你现在需要休息，从早上9点到现在，除了午饭时间，你一直在工作。之前每天都是这样的强度，你不会感觉累？秦秋如果每天这样，他都不保证自己不会累。习惯了，还好吧。今天没出门，其实确实是不累。这样的强度，对于顾清寒来说没有一点感觉。不过他差点忘了，秦秋是第一天跟着他工作。不好奇我为什么调你来顶楼？是不是有些突然？那天顾清寒让安然去人事部发调令的时候，还在问他要不要考虑。其实他早就有这个想法，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一步步让他去各部门，也是看看他的能力到底如何。现在看，确实没看错他。有些好奇，我认为你好像不缺秘书。秦秋想想，外面的秘书室里面可是有14位都是他的秘书，但是他是唯一的一位男性。确实不缺秘书，可是却能为我分忧的助理。而且你的能力不在我之下，那2个部门你都能完成任务很顺利。我想现在的这个职位，你一定也能做得很好。确实顾清寒还有一个原因一直都没说，也是他的私心。他想要秦秋在他的身边近距离和他接触看看，如果长期接触还不错的话，他并不排斥和秦秋的进一步发展。只是这些他没办法告诉秦秋，所以只能想到现在这个办法。第89章需要静养。正如顾清寒所说，秦秋不管是领悟能力还是实力都很强。在目前的岗位不到3天时间，顾氏大部分他都了解清楚，甚至比好多顶楼秘书都厉害。只是顾氏的董事们不是很同意秦秋来顶楼，毕竟他没有学历，实力大家也都看不到。甚至是开董事会的时候，老总们都不是很希望他在场。说到关键问题的时候，大家都看顾清寒和秦秋，而且有的话都是一句带过。秦秋听得出他们好像有很多的话没说，看似都是在故意回避。1次2次他不懂，但是慢慢他知道是在防着他。确实安然是经过集团审核好久，才是唯一一位可以和顾清寒进去开会的秘书。秦秋才刚刚来公司没多久，就连升了3级，目前他的岗位也算是做到了顶端。这样一个人，董事们都是提防着。顾清寒冷着脸，开会的时候不是让你们说的模棱两可，而是有什么说什么。怎么，这里你不敢说害怕什么？难道害怕有商业间谍？还是不相信我的眼光？我能害我自己？一句话让各位董事都不敢回话。顾清寒明晃晃地向着秦秋。没办法，这场董事会开得大家都不开心。顾清寒一贯都是对谁都不会温柔以待，尤其是在开会的时候，把各位董事们都收拾了一遍，也没人敢反驳。大家没看到我的成绩，所以有质疑很正常。俩人回到办公室，秦秋看他一直还在生气，不得不劝他。而且那些董事们的心理，秦秋也明白得很。顾氏本就是大企业，招聘的时候谁不是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就看顶楼秘书室里面的那些，个个都是硕士研究生，甚至还有好几位海归。这么一比较，他真是逊色了太多。尤其他之前的岗位只是个清洁工，这身份的转变太快了，他们一时间难以接受也是很正常。顾清寒冷笑，他们是不想承认一些人的优秀，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之前他也有色眼镜看待，后来发现学历确实不是唯一标准。秦秋发现在公司的时候，顾清寒就是个霸道女总裁，就连他在这里也不得不佩服她。这是常年形成的习惯，不管在谁的面前，只要是公司，他便是顾总。秦秋看了看时间，我们到时间该回家了。提到回家，顾清寒就有些走神。他和秦秋住在新房子已经快1周了，孩子们一直都在顾家，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他们会那么听他的话。用秦秋的话说，他的发烧感冒还没好，不能传染给孩子，所以他们俩住在这里是为了他的身体。同样为了身体，这几天顾清寒要严格按照他的时间安排，朝9晚5上班，晚上10点之前必须睡觉。顾清寒感觉这几天他已经过得有些堕落了，吃的3餐都是秦秋自己亲手做的，俩人中午的饭也都是秦秋早上做好带过来，说是为了给他补身体。他的这些营确实是够，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被他给养胖了。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把孩子接回来住？他们已经好久都没有看到我们俩，虽然现在俩人住不会尴尬，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说不清楚，只是孩子的爸爸妈妈，可俩人之间好像又没有其他的关系。好，你的身体好的差不多，我们确实应该把他们接回来住。秦秋说完以后，顾清寒心里嘀咕，他压根也没病多重，弄得好像很严重一样。4个小朋友这几日过得那是很滋润，没有了顾清寒的约束，有知道顾清寒和秦秋在一起，别提多高兴。就算一直让他们在那边住都不介意。车里面4个小朋友的眼睛不停地在驾驶座秦秋和副驾驶顾清寒之间来回穿梭，安静的不得了。你们今天怎么这么安静？怎么是不高兴把你们扔在家里？顾清寒可是很少看到他们有这么安静的时候。妈咪，你的身体好了吗？爸爸说你需要静养，
所以我们不能打扰。依依说话的时候还不忘帮秦秋说话，他们都有偷偷给秦秋打电话，而且问了俩人之间的关系发展。虽然只是照顾妈咪，但是他们相信爸爸和妈咪之间关系一定能够变了很多。顾清寒看了眼秦秋，他居然说他需要的是静养，怪不得这几天孩子们都不给他打电话，原来归根结底是他的原因，还真是让他见识到了。秦秋倒是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话确实是他说的，他也只是为了顾清寒的身体着想。这几天他可以专心的照顾他，不然还有孩子们在，他的精力总会分散很多。难道你静养之后的身体恢复的不快吗？秦秋说话的时候还不忘看了眼副驾驶的顾清寒。顾清寒摸了摸自己的脸，总感觉秦秋意有所指，难道是在说他胖了？我想说的是你的气色现在很好，而且休息的好，整个人的状态也好了很多。秦秋发现他好像是想多了。对啊，我们也发现妈咪漂亮了好多哦，都是爸爸照顾的好。如果妈咪还需要静养，我们还可以去和保姆阿姨们住在别墅，他们把我们照顾得很好。茵茵秉承着不能打扰爸爸和妈咪二人世界，看来他们很快一家6口人会生活在一起了。爸爸和妈咪现在的气氛太好了。晚上在秦秋的新房子吃饭，只有顾清寒看了看时间，有些犹豫地说：“我先回去了。”秦秋不解地问：“你去哪里？晚上有应酬？我记得最近你的应酬都推了。”啊，他不是应该回家了吗？秦秋看了看时间，快去洗澡。晚上你还是按之前的时间睡觉，我哄他们睡，你自己睡。顾清寒怎么感觉他说的这么暧昧，好像他之前睡觉需要他哄一样。可是他不是应该回家住吗？现在他的病也都好了，难道还要住在这里？看他的样子是让他继续住下去。你去洗澡，我去给你热牛奶，然后你要按时睡。秦秋说道。第90章同居了。最后顾清寒莫名其妙的又在家里面住了一晚，看似好像和之前一样，但又好像有哪里不一样，怎么感觉像是同居在了一起，弄得顺理成章，他也住的是心安理得。第二天一大早，他们更像是一家人在一起生活，只不过他这个妈咪不需要忙任何，只要照顾好自己，孩子们不需要他来操心，一切其他的事都是秦秋一个人来完成。她就像是被宠坏的女人一样。俩人又是一起送孩子们上学，看着4个孩子犹豫不下车，顾清寒问：“怎么了？”盼盼诺诺地问：“妈咪晚上还是会和爸爸一起来接我们回家吗？”“当然，以后都会一起来接你们，一起像今天早上一样来送你们。”秦秋答得很肯定，得到了想要的回答，都兴高采烈去上学。茵茵在最后不忘提醒：“妈咪爸爸，这个月的亲子日不要忘记一起来哦。”秦秋想起来上次错过的亲子日，他还一次都没有参加过，这次确实是不能错过。之前都是你一个人来参加。顾清寒点头，学校规定1位家长也可以，2位当然是最好，之前都是我一个人。上次临时出差是意外，之前我缺席的时候也很少。秦秋接着说了句：“我以后也不会缺席，会一直参加，弥补之前不在他们身边的日子。所以这次我们2个人一起去。”顾清寒当然不会拒绝，毕竟孩子们一直都盼望他可以来。之前参加亲子日的时候，好多项目都是需要爸爸和孩子完成，孩子们都很向往，这次都可以满足他们的愿望。在俩人把4个孩子送到幼儿园以后，4个小朋友又有了新一轮的谋划。别的小朋友爸爸和妈咪都住在一起，但昨晚爸爸和妈咪是分开睡的哦。依依晚上故意不睡觉，半夜偷偷出去看发现的。哎，爸爸的速度好慢哦，应该想个什么办法呢？依依有些苦恼。刚刚爸爸和妈咪答应亲子日一起来，茵茵插了一句话，顿时其他3个小朋友都惊喜地看着他。茵茵再次肯定，他们答应我说一定会一起来哦。杨洋眼珠一转，我去找老师，我们可以增加游戏哦，让爸爸和妈咪多接触的游戏。4个人密谋玩游戏的时候，让爸爸和妈咪肢体接触。在孩子的眼里，爸爸和妈咪应该多抱抱亲亲，就像是他们之间也都相互抱抱亲亲，所以才会是一家人。可是顾清寒和秦秋在他们的面前都没有过。其他的小朋友都说爸爸妈咪在家里面是有抱抱和亲亲。幼儿园每次举行亲子日，老师们都是绞尽脑汁的想游戏。这次4个小朋友一起来给建议，老师们当然要接受。老师，你没有看错哦，爸爸和妈咪之间亲亲才能相亲相爱，小朋友要在充满爱的家庭长大哦。老师们一听杨洋说的，好像也有道理。没办法，看着4个孩子期盼的眼神，也只能答应。但是报名的时候，看到这次居然是爸爸妈妈同时参加，老师们才知道怎么回事。都知道他们是顾清寒的孩子，外界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他们是严格保守秘密的，幼儿园都不会问，那是人家的隐私。只是这次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参加，这还是第一次。大家之前都看到过秦秋接孩子，可是并没有和他讲过话，所以幼儿园的老师们都很好奇顾清寒的老公到底是谁。这次大家终于可以一睹真容了。给老师们都讲好了以后，下一步茵茵已经开始在订衣服。顾清寒都是给他们做的私人定制，所以他们都认为给他们做衣服的人。这次4个小朋友研究也要穿亲子装，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是一家人。做衣服的是顾清寒的朋友安迪，
听到茵茵要订亲子装，还有男版，很好奇顾清寒居然有男朋友。茵茵宝贝，你告诉安迪阿姨，妈咪的男朋友叫什么？妈咪的老公当然是爸爸喽，怎么可能是别人？茵茵一副你明知故问的样子，不明白安迪阿姨怎么能问出这个问题来。安迪惊讶地问：你们的亲生爸爸？电话对面的4个孩子异口同声答应：对呀。安迪吃惊，怎么顾清寒发生这么大的事，他居然都不知道？从他们4个小鬼头的嘴里是很难套出来话。安迪决定有时间去找顾清寒亲自问清楚。不过既然宝贝们开口让他做衣服，他当然要给顾清寒一个惊喜，不仅仅要做亲子装，还要让俩人单独穿出去，是情侣装。宝贝放心，衣服做好我让人送去顾家，一定会让你们满意。顾清寒和秦秋对孩子们做的事一无所知。到亲子日这天早上，4个孩子起的比秦秋都要早，而且分工还很明确。妈咪，起床啦！盼盼和茵茵来教顾清寒，依依和杨洋在秦秋的床边叫他起床。顾清寒已经好久都没有这么早起来，时间还早，你们要干嘛？妈咪，你要打扮一下，今天我们要变成幼儿园最靓的仔，你是最美的妈咪。依依笑嘻嘻地阐述自己想法。顾清寒看了眼床尾的袋子，你们在安迪阿姨那里订了衣服，是为了这次亲子日订的哦，爸爸也有，我们一家人都是一样的衣服。依依还不忘拍了拍自己身上的衣服。顾清寒就知道他们的心思绝对不简单，每次出门都执着于大家一起穿亲子装，每次有秦秋的时候，他们都要准备一家人穿的衣服。这次他也很期待，只是这次居然是浅粉色，穿上更年轻。妈咪，你真的好漂亮哦！依依看着顾清寒。秦秋已经习惯了让孩子们打扮出门，这次也不例外，只是粉色的衣服还是第一次穿。依依小声说：爸爸妈咪也和我们穿的一模一样哦，我们是家庭装。听到顾清寒也穿，秦秋当然不会拒绝，还是很喜欢和他穿亲子装。第91章亲子日，只是俩人出来都傻了眼。确实是亲子装，但是他们俩粉色卫衣前面和后面都有半颗星，但是他们俩站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身上衣服的星能够合在一起。之后前面是一颗星，后面也是，妥妥的情侣装。哇，爸爸和妈咪的衣服好漂亮，上面还有星星哦。顾清寒能猜得到，一定是安迪搞的鬼。不过这种感觉也不赖，站在一起是亲子装。秦秋也发现他们俩的衣服玄机不仅仅是亲子装，而是情侣装。看到这幕，心情抑制不住的好。再看一家的打扮，出门绝对可以炸街，到幼儿园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双胞胎就已经很显眼，而他们是4胞胎，长得还都那么好看，现在打扮的更是招摇。只是大家都知道顾清寒是单身，现在秦秋来，各位家长也小朋友也都很疑惑他是谁。班上面的小胖走过来嘲笑：洋洋，你们不是没有爸爸，他是谁？是不是你妈妈的男朋友啊？可他也不是你们的爸爸啊。小胖的一句话其实是所有人心里的疑惑，毕竟顾清寒大家也都熟知，帝都有名的单身女强人，今天居然带着男人出现在孩子的亲子日，所有人都好奇她带来的男人是谁。他是我爸爸，不是妈咪的男朋友，是妈咪的老公哦。杨洋有些不高兴小胖的说法。小胖听到杨洋解释以后捂嘴笑：你妈咪的老公也不是你们亲生爸爸，是你妈咪给你们找的后爸啊。依依过来推了小胖一下：他是我们的亲生爸爸，之前爸爸不在这里，去别的地方，现在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所以我们有爸爸。越说越生气，4个小朋友都有些不高兴。小胖被依依推了一下，差点倒在地上，也有些小脾气。哼，骗子，他才不是你们的爸爸，他就是你们妈咪找的男朋友。小胖的父亲听到自己的儿子都已经有了哭腔，走过来态度有些不好：你们家孩子怎么回事？怎么能随便推人？秦秋走到孩子们身后：先生还是最好问清楚事情始末，到底是谁的孩子不懂事？我不希望小孩子的事大人参与进来，更是不理解孩子的家庭教育怎么回事，怎么可以随便猜测别人的家庭成员关系？小胖父亲不服气：难道事实还不让别人说？你不就是他们妈妈的新男朋友？现在的男人做什么不好，居然甘心做4个孩子的后爸，真是可笑。你难道不是为了钱才和那个女人在一起？说出来的话是满满的不屑。都知道顾清寒的身份，以为秦秋只不过是顾清寒养的男人而已，对秦秋看不起得很。如果再恶意伤人，我不介意和你走法律程序。还有我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我不能来？哪里让你认为我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之前我不来，不代表我不存在，身份特殊性让我没办法时时刻刻陪伴在他们身边，所以你最好不要妄加揣测。秦秋无法解释更多，只能是简单的解释说身份特殊。只是刚刚的那一幕，他在想是不是之前也发生过很多次。小朋友们都会嘲笑没有爸爸的孩子，他们今天应该不是第一次遇到了吧？顾清寒拉着秦秋的手：不用和他废话，让公司的法务联系他，我们走法律程序。既然诬陷我先生和我孩子之间的关系，我当然不能放过。周围看热闹的人总算弄清楚，原来人家是2口子，真的是孩子父亲。小胖父亲听到顾清寒要走法律程序，顿时没了嚣张的气焰。哼，我都说了，
这是我们的巴巴，告诉你们哦，这是我巴巴哦。杨洋有些傲娇地拉着秦秋大喊，屋内的所有人都听到了，现在谁都不敢质疑他们的关系。秦秋紧紧拉着顾清寒的手，之前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你们是不是受了很多委屈？不知道为什么，想到有人质疑他们，秦秋就很自责。好像真的没有，只是你第一次出现，所以他们才会猜测很多。不过你看孩子们好像并不介意，你不要小瞧他们，其实他们的内心很强大。顾清寒看到4个小朋友可是开心得很，在一边也不知道和小朋友们聊什么，笑得前仰后合。之前顾清寒就对他们没有隐瞒，他们知道有父亲只是不在本市，去了别的地方。他确实是没有骗他们，知道孩子们的智商很高，没必要隐瞒。之后秦秋回来，他也没有拦着他们见面。不过惊喜的是，秦秋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4个小朋友跑回来，气喘吁吁，爸爸妈咪，我们要开始游戏了，嘻嘻。顾清寒听着前面宣布游戏规则，再看4个小朋友古灵精怪的眼睛，发现哪里不对劲。你们幼儿园怎么又改了游戏？不敢相信要爸爸和妈咪一起玩游戏，到终点还要抱抱亲亲，这在孩子们面前是不是有些不妥？茵茵严肃地说，老师说要让孩子感受爸爸和妈咪之间的爱。这次的游戏是老师想了好久想到的，还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我们都举手同意。秦秋也傻了眼，怎么直接还亲亲？看着其他的夫妻好像一点都不惊讶，也不害羞，但他们的关系并不同。4个小朋友眼巴巴地看着顾清寒和秦秋。妈咪，你不想和爸爸玩这个游戏吗？可是我们很想看啊。依依有些委屈，说话的时候还很伤心。其他的小朋友爸爸和妈咪都举了手，你们也要举手哦。虽然是亲子日，只不过游戏是举手报名制。秦秋没办法直接举手，怕顾清寒不同意，也怕他感觉他轻浮。不只是4个孩子看着顾清寒，现在就连秦秋都在看着他。上面老师还在喊，还有最后2队的名额哦，不要犹豫，上台喽。顾清寒拉着秦秋直接上了台，他并没有注意到秦秋嘴角的笑。秦秋知道这次是他们很好加深接触的机会，顾清寒之前总在回避。第92章，辛苦了。当秦秋反应过来的时候，俩人已经站在了台上。再看顾清寒的耳朵都红了，明艳的脸也是绯红一片。秦秋发现顾清寒和他在一起后特别喜欢脸红，之前都是冷冰冰的样子。不过他喜欢现在有烟火气的他，之前的他距离太远，让人没办法靠近。别紧张，我们一定会赢。顾清寒想说他不是紧张输赢，而是不管输赢，俩人都要抱抱和亲亲。主要是现在好像是他主动一样。前面的主持人看到顾清寒和秦秋上来以后，便知道4个孩子和他建议这个游戏的目的。接下来各位家长请听好游戏规则，爸爸背着妈妈从起点到终点，而后俩人面对面夹着气球返回到终点，把气球夹碎后，妈妈亲爸爸的脸说一句老公辛苦了，而后第2圈爸爸亲妈妈说老婆辛苦了，计时3分钟，夹碎气球最多一组获胜，输了可是会有惩罚的哦。听清楚规则了吗？听清楚的话，我们现在马上开始。秦秋故意揶揄，听清楚了吗，老婆？故意把后面2个字说得很重。顾清寒感觉今天的秦秋就是故意调戏他，不过他可是顾清寒，怎么可能让他给调戏了去？你准备好了吗，老公？俩人互不相让，只是他们忽略了小朋友们。游戏准备的时候，4个小朋友已经来到俩人身边，只是俩人只顾着斗气，根本就没发现。哥，我们听到了哦，以后爸爸和妈咪在家也要这个样子称呼对方哦。秦秋和顾清寒低头，便看到4张笑脸正仰着头看着俩人。嘿，你们4个是不是在这里看热闹？一会儿不要忘记给爸爸和妈咪加油。秦秋刚刚也是胆子大，一下子说了平时不敢说的话，怕顾清寒会感觉他轻浮，所以急忙转移话题。爸爸，我们是4个宝宝哦，别人家里只有1个宝宝加油，所以我们一定会超过其他人。杨洋今天虽然穿着和其他3个姐姐都一样，可是顾清寒故意把他的头发抓起来，让别人能区分出来他是男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被抓了头发以后，自己都知道要保持形象，所以今天来到这里，一直跟在秦秋和顾清寒身边，没有调皮。好了，你们去终点等着，游戏马上开始。秦秋把4个孩子打发走了以后，拉着顾清寒的手，看着老师把他们俩的手用绳子捆在一起，俩人现在都只有一只自由的手，另外2只紧紧地捆在一起，没办法动。顾清寒嘟囔，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游戏，怎么还捆手？估计是怕有人中途逃跑，这样谁都跑不了。若是俩人跑了，像不像是私奔？顾清寒扑哧一声笑出来，想到若是秦秋拉着他的手跑出去，还真有点私奔的意思。你的想象力还真是丰富，都是孩子的父母了，还怎么私奔？不现实啊！秦秋看了眼在终点手舞足蹈的4个小鬼头，神神秘秘地说：“父母私奔约会，把孩子扔掉，怎么不现实？要不要试试？”顾清寒僵住，他是不是疯了？居然还真想跑啊！秦秋没想到他还真的当真了，明明就是故意吓他玩，怎么还当真了？我只是和你说笑，好不容易盼到的亲子日，我怎么可能舍得走？顾清寒瞪了眼秦秋，在外人眼里，俩人是在打情骂俏，恩爱的很。
顾清寒可能自己都没有发觉，他瞪那一眼更像是在撒娇，不自主流露出来的情感才是他最真的内心想法。好了，我们各位家长都研究好战术了吗？游戏即将开始，准备好，倒计时3分钟开始。一声令下，周围的家长和孩子都在加油呐喊。秦秋的手紧紧拉着顾清寒，俩人身高都占了优势，跑起来腿长还快。第一个气球夹在中间回到起点时还是第一名，可是当把气球夹碎以后，俩人惯性作用直接紧紧抱在一起。之后是顾清寒亲吻秦秋，可是顾清寒不动，秦秋也不敢动啊。4个孩子急得团团转，妈咪亲爸爸呀，妈咪其他组追上来了，你快点亲呀，妈咪啊你不要害羞了，若是输了可是有惩罚的哦。4个吸盘你一言我一语，吵得顾清寒也忘了害羞，抬起头在秦秋的脸颊亲了一口，老公辛苦了，脸和脖子都已经是红了一片，眼睛也不敢看秦秋。哇哦，好棒啊！孩子们倒是乐得开心。之后俩人又再次跑到过去运气球，回来以后秦秋倒是没犹豫，老婆辛苦了，说的顺理成章，好像已经练习了很多次一样。在之后俩人已经忘记了其他，只知道这是比赛，所以速度快了起来。那句老婆和老公辛苦了说得很是顺嘴。主持人喊时间到的时候，正好秦秋和顾清寒夹碎最后一个气球，可秦秋还是进行了最后一步，在顾清寒脸上亲了一下，老婆辛苦了。顾清寒看其他家庭都已经站好，只有俩人还在抱抱亲亲。主持人打趣，哦哟，这个时候有的家庭趁机会表白哦，不过不要着急，你们已经是冠军了。我们可以看到2位夹碎的气球数最多，所以这局游戏顾清寒家庭胜出，可以获得礼物和奖状哦。虽然礼物不贵重，可是4个孩子第一次有爸爸参加的亲子日就取得胜利，高兴得不得了。在之后不管是什么游戏，俩人像是开了挂，一般都要争个第一。顾清寒发现其实并不是他有多厉害，而是秦秋好像不管什么游戏都可以玩得很好，他的体力更是不知道累。4个孩子也都开心的要疯掉了，全场他们都是焦点。最后赢了一堆玩具和奖状，还有一张全家福回来。回来的车上，孩子们还在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秦秋早上时候的发型早就不见了，不过却不见一点疲惫。顾清寒是第一次在亲子日玩得这么疯。第93章见家长。这时顾清寒的手机响，他看了一眼之后，脸色瞬间变冷。秦秋没注意到后面的4个小朋友吵得根本就没听见他的电话响。我们晚上要不要出去？秦秋趁着红灯装过头，便看到顾清寒看着电话发呆，脸也是冷得很。是不是不舒服？还是累了？顾清寒轻扯嘴角，我们回家吧，不想去外面，我有些累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习惯称那里是家，只有回到家里他才能完全放松。可是刚刚的那通电话让他回到现实，现实里他是顾家人，他是顾氏无所不能的决策者，不是儿女情长的顾清寒。回到家的顾清寒把自己关在书房很久，秦秋来叫他的时候，听到他在书房好像在吵架，手还没落下，书房的门被打开，然后出现顾清寒一张愤怒的脸。看着穿着外衣拿着包的顾清寒，秦秋问，你去哪里？回顾家，你也和我一起去，我刚打电话让司机来把孩子送回家里。顾清寒说话的时候一点温度都没有，就是在陈述一件事。要不吃完饭再去，现在孩子们都在吃完饭，他们已经在幼儿园玩了一整天，又累又饿，你也是，什么是吃完饭我们一起解决。秦秋把顾清寒拉到餐桌前坐好之后，不停地给他布菜。看得出顾清寒的心思不在这里，4个孩子看得出顾清寒心情不好，吃饭的时候都很乖。之后秦秋把4个孩子送到楼下，让司机带回去。爸爸妈咪怎么了？小朋友们有些担心。秦秋想要不要问他们，也许他们知道些什么。妈咪说带我去顾家，你们知道妈咪要带我去见谁？说完以后，秦秋发现4个孩子的脸也都很气愤，和刚刚顾清寒如出一辙。怎么了？可以告诉爸爸吗？是外公啦，我们一点都不喜欢他。依依撅嘴，才不要认他是外公，他还对妈咪吼，对我们也不好，是坏人。盼盼有些赌气。秦秋听得一知半解，你们慢慢告诉爸爸，是不是外公对妈咪和你们都不好？4个小朋友同时点头。英英努努嘴，想要说什么，可又不知道说出来对不对。秦秋鼓励他，你想告诉爸爸什么？他说他骂妈咪，还说我们都是野种。英英的声音越来越小。秦秋的手突然攥紧，他没想到会骂得这么严重，他们那么小，居然也记住了这句话。顾清寒应该和那边闹得很僵吧，不然怎么可能那么气愤？小朋友们也是提到那个人，都是一脸愤愤不平。好，你们回去，以后爸爸在你们身边，你们是爸爸的宝贝，不是野种。他说的不对，你们有妈咪，同样也有爸爸。不想要让他们记住那么难听的话，秦秋不停地在他们的耳边说他们是他的宝贝。孩子们都被接走了以后，秦秋站在楼下好久。虽然不知道顾清寒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但他能理解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失望。可那也是他的外孙，难道他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
不管孩子们的父亲是谁，他们也都是顾清寒的孩子，和顾家也是有血缘关系。他怎么能那么狠心，这么多年都不管不问？冷静了好久才上楼，之后开车带着顾清寒回顾家。这次是真正的顾家。秦秋拉着顾清寒的手站在顾家大门外，不然我们回去，等冷静好了再来。顾清寒像是骄傲的孔雀一样昂起头，不，现在就进去。顾宅的保姆张妈来开门的时候，一脸担忧地看着顾清寒，小姐，顾先生正在生气，您一定要冷静啊。顾清寒冷笑一声，而后笑着说，谢谢张妈，不过他看见我只会更生气。张妈疑惑地看了一眼秦秋，也知道俩人刚刚因为什么在电话里面吵，看来他就是个年轻人。秦秋对着张妈点点头。秦秋看到一脸怒气的顾怀山坐在沙发上，阴雾的眼睛看着他们俩，突然拿起面前的水杯，直接朝着顾清寒就扔了过来。但顾清寒却一点都见躲，秦秋把他一把拉过来，茶杯和里面的热茶都在他的脚边。见到了，满意了吗？我可以离开了吧？顾清寒语气冷淡。顾怀山怒气满满，顾清寒，你对我这是什么态度？你知不知道你找了他这样一个人，会丢我的面子，更会让顾氏丢面子。外面那么多的二青年才俊，你不要，可你看看他有什么？学历没有，家世没有，你是不是要气死我？秦秋刚刚弄懂，和这俩人吵架是因为他。看来这位顾先生对他很不满意，都已经把他数落得一无是处了。顾清寒冷笑一声，你想让我嫁给谁？嫁给对你公司有帮助的人。你不要忘了，现在顾氏是我掌权，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最难的时候是我一个人挺过来的。当年我差点被别人杀了的时候，若不是他，我怎么可能今天还站在这里？我也和您说最后一遍，就他了，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认定了。顾怀山起身指着顾清寒，我要把顾氏收回来。顾清寒根本就不在意，收回顾氏？你以为今天的顾氏还是5年前吗？你大可以试试你能不能收回去。若是你安然的度过晚年，我可以养你，但若是你一定要做些什么，我不介意把你送到某个小岛上度过后半生。不理会顾怀山气得暴躁的模样，顾清寒拉着秦秋离开。出了门以后的顾清寒还在生气，呼吸急促，而且手也在不停的抖。之前不管他多生气，最多也只是眼神犀利，但今日他和往日太不同，因为那是他的父亲。秦秋把顾清寒拉过来，抱在怀里面，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对不起，因为我造成你们之间这么大的矛盾，你不要生气，以后会慢慢好起来，好不好？顾清寒脸贴在秦秋的心脏处，不要提他了，和你没关系，我很快就好，借我抱抱就好。第94章看星星。秦秋安抚着顾清寒，知道此时的他一定很伤心失落，可他又说不出其他的话安慰。当年确实是因为阴差阳错造成事情不可逆转，既然已经出来，孩子们也有人管，不如我们上山去看星星。顾清寒迷茫地看着秦秋，不知道他提议的地方在哪里。我带你去，今晚就当是我们放松一晚。秦秋开车带着顾清寒上了山，晚上的山顶温度很低，可却能看到山脚下整个城市的全貌，是不是很美？看天上也很美，这里可以让你放松很多。如果心情还是不好，可以对着远处喊出来。顾清寒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那么认真的脸，突然心情好了许多。你怎么发现这里？是不是和别人也来过？问完以后的顾清寒有些后悔，他这是以什么身份问出这样的问题？太突兀了。放心，你是我第一个带上来的人，之前我只是听说过这里，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不确定这里会怎么样。不过现在看我赌赢了，这很美。刚刚秦秋一直想要带着他放松心情，便想到当年同学说的这个地方，一路也都是导航过来，其实心里并没有底。现在看来这地方来的不亏。心情好点没？顾清寒问。如果我心情还是不好，你接下来要带我去哪里？故意逗他，想要知道他还有什么办法哄他。秦秋思考了很久，说了句没了。顾清寒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没了？他居然说的是没了，这个男人还真是诚实啊。怎么，很失望啊？秦秋看到顾清寒的表情，忍俊不禁。刚刚发现顾清寒好像是故意的，所以他也想要逗逗他。看到他不再想刚刚的事，还知道和他聊其他的事，当然要转移他的注意力。其实还想，要不带你去酒吧大醉一场，然后睡一觉，明天就把什么事都忘了。可又想那样是不是太伤身体？毕竟你的身体才刚刚好，不想让你再病一场。想到自己当年出事了以后，被叶清雪的人送回去，他想要逃回帝都，可是每次都能被他的人给抓回来。再后来不逃，就每日都喝酒度日，那段时间过得浑浑噩噩。可是醒了酒以后，还是要面对现实，只是一瞬间的麻痹作用，无法逃避开任何事，还把自己的身体伤害，所以他不想顾清寒去尝试。你想不想知道我之前为什么退学？当年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那晚之后我会不见？秦秋突然就想要和顾清寒说这些事情，估计只有叶清雪和周伯还有他们3个人知道。顾清寒有些意外，他居然会想要告诉他当年的事。其实他早就调查得一清二楚，醉酒后的第2天醒了以后就找人调查，包括这么多年他过得怎么样，他也一清二楚。只是听他亲口说出来又很不一样。好啊，
就当听故事了。秦秋把5年期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顾清寒，还有这5年为什么没回来也告诉了他。只是秦秋并没有告诉顾清寒叶清雪和周伯礼2个人的名字，他们都已经是过去式，没必要说出他们的名字。顾清寒听完以后点点头，过了会儿问：你还想着他吗？当然不会，后来想想我对他其实也不是爱，当时还是太年少，所以我很抱歉把你牵扯进来，如果不是我，你应该有别样的人生，也不会和自己的父亲闹得这么僵。所有的父亲都是为了儿女好，希望他能找到门当户对，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秦秋自己也承认和顾清寒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不是有孩子，他们不可能有交集。怨他们吗？顾清寒问。秦秋点点头，他怎么可能不怨？美好的未来都被周伯给毁了。若当年大学能顺利毕业，他的成绩并不差，一定也可以在帝都落脚。可他把一切都给毁了，他的路和之前差了太多。若不是孩子找到他，可能现在还真只是个清洁工之类的工作。所以秦秋不只是对顾清寒感觉到抱歉，还很感谢他。虽然很怨他们，不过很庆幸有你，还有4个宝贝。有了他们以后，让他不想去计较太多。俩人站在山顶好久，顾清寒的心慢慢冷静下来，突然感觉到很累，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秦秋看他心情好像还不错，既然听了我的故事，是不是心情好了很多？我们现在回家吧，这里晚上太冷。顾清寒没动。秦秋，你想知道当年我为什么会在那里吗？你想说就说，如果还是不想说，我不为难你。秦秋看得出他的犹豫，也许有苦衷，所以并不着急。其实当年我是被对家追杀，其实到现在也没有找到那个人，若不是出现在你的房间，我可能就没有今天。不过都是顾家的对手，可是我爸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只会埋怨我未婚生子。我应该谢谢你，当年其实是你救了我一命，不然我真的无处可逃。想到那个时候走到的绝境，还好最后化险为夷，还有了4个宝贝。难道这就是所说的缘分和命中注定？看来我们缘分不浅啊。秦秋打趣，他们俩只能说是同病相怜，一个被算计，一个被追杀，赶得巧了在一起。顾清寒轻笑，发现他要是这么说，好像也有些道理。既然都说出来了，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秦秋的衣服一直都在顾清寒身上，他感觉不到冷，但是秦秋已经冻僵了。你什么时候把衣服给我？顾清寒刚刚都没注意到，秦秋的身上还穿着白天在幼儿园的那件亲子装。山顶晚上的风很大，怪不得顾清寒一点感觉都没有，原来他的衣服一直披在他身上。说不清楚这个男人怎么会这么傻，一直都不说。也许我这是苦肉计，感动吧。秦秋拉着他回到车上，还不忘逗他。第95章日常。自从2人那天从山上谈心下来以后，距离又拉近了许多。都知道对方是被算计，并不是有意来接近对方。其实秦秋并不知道的是，顾清寒对他的事早就了如指掌。虽然他没有说当年的事是谁所为，顾清寒可都查的是一清二楚，但也装作不知道，毕竟他都亲口说出来了，和查的那些一样。看来他是真的一点没隐瞒。一家6口也都顺理成章的睡在秦秋的高层。之前的顾清寒的别墅，除了佣人，他也很少回去。虽然俩人没有明确确定关系，但好像和夫妻没什么区别。可能最大的区别是俩人分房睡。顾清寒也体会每天早上哄孩子起床的平凡生活。他和秦秋在一起以后多了些烟火气。现在顾清寒已经站在厨房研究半个小时了，可是还没想明白该怎么动手。4个小朋友站在门口，担忧地看着他。妈咪，爸爸说厨房很危险，你还是出来吧。依依有些担心。妈咪很聪明，这么简单的事还是会的。顾清寒不信做饭还会难倒他。这里没有保姆，秦秋今晚加班去参加顾清寒懒得参加的宴会。现在家里面只有他和4个孩子，心血来潮想要给4个宝贝做饭，可惜看着简单，真正操作起来太难了。可以他的聪明才智，不相信做饭这么简单的事他学不会。可是妈咪，我们已经在这里34分钟，你还没有行动起来。若是我们点外卖的话，一般25分钟左右就会送到，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外卖吧。茵茵淡定地看着手表上的时间，她根本不相信妈咪会学会这么难的事。还好她已经偷偷地告诉了巴巴，巴巴说再拖延时间20分钟左右她就会回来。虽然他们已经很饿了，但为了安全着想，还是希望阿妈咪不要在这里继续。顾清寒有些迟疑，茵茵，你确定说的是真的？附近有好吃的？当然妈咪，其实我们已经想吃好久，只是巴巴在家没有机会。不然我们趁着今天巴巴不在，点外卖吧，那一家真的很好吃哦。茵茵趁热打铁，看到顾清寒表情松动，知道已经说服了他。之后4个孩子没给顾清寒再进厨房的机会，拉着他出来点外卖。秦秋着急回到家，开门便看到顾清寒带着4个孩子坐在地上吃外卖。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都特别乖的样子。刚刚茵茵在电话里面求救他，他这一路恨不得开车飞奔回来，但看到他们这么乖的样子，有些好笑自己的担心。毕竟顾清寒是个大人，他怎么每次都把他当成是孩子，想要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他。顾清寒有些不好意思，
是他们说想要吃外卖，而且还说趁着你不在家订，不是我主意。莫名有些好笑。说完的顾清寒都感觉自己是掩耳盗铃，把责任推个4岁的孩子，他真是下意识反应。谁知道他回来的这么快，看他的表情，还以为让孩子吃外卖，他生气了。他怎么还心虚了？好像是被丈夫抓包在家，没好好看孩子一样。4个小朋友哀怨的眼神看着顾清寒，妈咪怎么把责任都推到他们身上来？秦秋轻笑，能吃饱吗？要不要我再给你们做些其他的吃的东西？还有，你们以后不能欺负妈咪，我已经猜到是你们的主意，不然妈咪一定会带你们吃有营养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秦秋这么说以后，顾清寒感觉心里特别羞涩，就像是孩子是意外，他才是那个他最疼的人。哼，爸爸果然最爱的是妈咪，骗人！依依撅嘴，哎，宝宝苦，但宝宝不说，谁让爸爸爱的是妈咪，我们都不是他的宝贝了。杨洋说完以后，还故意看了眼顾清寒，看到妈咪居然害羞了，手里面的鸡腿一点都不香，想要吃爸爸做的牛排。盼盼故意可怜兮兮看着秦秋，不理会孩子们的打趣。秦秋走到顾清寒身边坐下，你想要吃什么，我去给你做。没有得到顾清寒的回答，倒是得到了4声异口同声的冷哼。顾清寒确实是吃不惯这些，刚开始吃的时候很好吃，可吃着吃着就感觉很腻。秦秋问了以后，他还真的感觉很饿，想吃你的做的面。爸爸，我们也要吃。秦秋看着4张一模一样的笑脸，可那张明媚的脸心里一阵满足，这是他的女人和孩子都在他身边，此时他很满足。晚上一家人加了顿餐以后，睡觉的时候照旧是秦秋和顾清寒亲自哄他们睡觉，都已经给他们分开了房间，可晚上还是喜欢睡在一起。若是和顾清寒生活在一起，他早就强硬要求他们分开，但秦秋认为他们还太小，喜欢住在一起也无妨。秦秋和顾清寒给他们盖好被子出来以后，顾清寒问，不然我让保姆过来一位，不然你一个人要照顾我们5个人，我什么都不会。之前顾清寒确实真的什么都不会，他也不需要操心家里的任何事。来到这里一起住了以后，才改变了很多，会亲自给孩子搭配衣服，还有搭配营养餐。虽然都是秦秋来做，但他也参与了进来。但今晚秦秋不在家，他好像一个人照顾他们还是不行。是我的疏忽，下次我会提前给你们安排好，放心，我照顾你们5个人，会把你们照顾好。不过若是让人过来也好，我不在家的时候能够照顾你们。秦秋想到之前顾清寒身边都有人伺候，现在估计也不习惯，家里有个人在照顾他们，他有事的时候也能放心。不然今天这种情况，他还是很担心他们在家里会不会有事。不过还好顾清寒没有吵着要回家，他好像已经习惯了住在这里，只要他不走，不管叫来谁他都能接受。顾清寒乃知道秦秋心里所想，听到他同意让保姆过来，也是让他松了口气，起码不会再出现今天这种状况。第96章质疑。俩人之间的感情看似是稳定发展，可秦秋知道他们还是没有更进一步的关系。不过他也不着急，现在人都在他家里，关系变化也是迟早的事。只是工作上面还是有很多的董事们质疑他，都认为他不适合现在的职位。之前他们明明都没了生意，最近不知道怎么又对他的意见很大。秦秋都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惹到了他们，也许是最近我没做出什么业绩来，所以才会质疑我，这样呀，很正常。在公司里面，秦秋和徐硕聊天，徐硕给的他都是目前公司里面的一些消息。秦秋虽然现在在顶楼，但好多下面的声音都听不到。徐硕本就不喜欢别人对他的怀疑，所以他每天和秦秋聊天的时候都说公司目前质疑他的声音。那群老狐狸挑剔得很，当然顾清寒回公司的时候，他们不也是左右都为难。还好后来顾清寒强硬手段把他们都说服，不然还不知道被他们欺负成什么样。秦秋并不知道当年顾清寒的事，不过那天听他和顾怀山说话，也知道现在他在顾氏的地位任何人都捍卫不了。但他们质疑你很正常啊，顾清寒身边出现的人，他们都会是一样的质疑。那群老狐狸喜欢的是利益，商业联姻如果没了利益，他们都敢把联姻弄毁掉。徐硕根本就不需要猜，也知道那些人的想法。他们认为和顾清寒在一起的人必须能帮助集团发展，个人幸福不重要。秦秋的出现是个意外，没人知道俩人之间的关系，仅仅是私人助理的身份已经是让他们不高兴。若是知道秦秋和顾清寒有关系，估计更是会翻天。徐硕虽然不问，但他可是很清楚秦秋和顾清寒之间绝对不清白，俩人有问题。最近他不止一次看到俩人一起来上班，还一起下班。顾清寒有自己的司机，说没有猫腻，他都不信。秦秋，你老实告诉我，你和顾清寒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秦秋睨了他一眼，而后看了看时间，午休结束，我该上去了。不想说就算了，居然还逃避，他却确定有问题。秦秋没时间想他要干嘛，他现在只是怕顾清寒处境为难，因为他一人让董事们对他不利，他还是不忍心。秦秋上来的时候被安然拦住，刚刚2个董事去找顾总，估计有话聊，你还是别进去了。看得出来安然是话里有话，知道他不想说，秦秋也没问，
不过也猜得到，估计是为了他而来。这已经不是今天的第一波人，他也习惯了。好，我去楼下技术部看看，正好徐硕找我有事。既然不想让他知道他，便不参与。这个时候，突然听到顾清寒的呵斥声：“出去！”接着便看到刚刚进去不久的俩人被赶了出来，脸色都不是很好。都是董事会的人，好多都是顾清寒的长辈，被他这样给赶出来，脸色更是好不到哪里去。看到秦秋站在门口，警惕的眼神看着他，秦秋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他们看着他，还欲言又止。我进去看看顾总吧。秦秋说完以后，安然点点头。顾清寒站在床边掐腰大喘气，可以想到他刚刚有多生气。我说了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是我。顾清寒凌厉的眼神还没收回来，便看到办公室内的秦秋。刚刚他们是不是和你建议把我辞掉？我认为还是不要因为我造成这么大的动荡。其实之前没有我在现在的位置，安然他们做的也都很好，所以莫不如我还回技术部。秦秋刚刚也是考虑了好多啊，我的事还不需要他们来做主，还以为真的可以管得了我。而且你不感觉他们出现的特别奇怪？你上任这么久才来，对你这么大的意见，难道反射弧这么长？估计是有人在背后捣鬼吧。我说了，给你这个职位你便好好做，谁反对都不管用。顾清寒的话点醒秦秋，还确实是有问题。这些人都是这2天开始反常，之前虽然对他不满，可惨不至于这么明目张胆。若不是顾清寒提醒，他还真没想到。是顾先生的意思？好像除了他，别人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利。自从那日从顾家老宅出来，也就刚刚过去2日。那日他的话秦秋还记得，他说了要想办法对付顾清寒，现在看来还真的动了手。既然顾先生这么不喜欢你，我偏要让你在他的面前晃悠。走，我们现在去挑衣服，你今晚和我一起去参加个宴会。顾清寒认真脸让秦秋迟疑，他不会是真的要这么做吧？难道不是在赌气？可是这样岂不是更多的人知道了他的身份？看到秦秋僵硬的脸，顾清寒失笑，怕什么？陪我参加宴会，本就是你这个助理其中一项工作。每个秦秋退缩的机会，俩人真的去安迪那里挑礼服。安迪看到顾清寒带着男人来，八卦的眼睛已经抑制不住。我朋友安迪，让他给你搭配件衣服。安迪，你我们俩搭衣服，今晚要去参加宴会。顾清寒不理安迪那欲言又止的样子，知道他一肚子话要问。什么要求？安迪的眼睛一直没离开秦秋，不过职业素养还是有，越高调越好。顾清寒轻吐几个字，秦秋惊讶睁大双眼，安迪一脸笑意。让人带着秦秋去量尺寸的时候，安迪把顾清寒拉倒里面。说说吧，这位就是你家4个小鬼嘴里的爸爸。顾清寒不错呀，原来你5年前的眼光已经这么绝了，怪不得这5年心如止水，看不上其他人，有这么好的人选，其他人确实是逊色了些。刚刚第一眼看到秦秋，安迪便打量了全貌，看外形还是很满意。安迪，他目前只是我的私人助理，不过确实是孩子的父亲，但是我们俩人之间现在还没有其他的关系，明白？顾清寒不想让安迪误会，毕竟俩人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第97章被利用。安迪叹气，他知道顾清寒不会轻易相信男人，之前也劝过他去看看其他男人，不一定要结婚，起码相处试试，可他都没在意。不过今天也是他第一次带男人来他这里，虽然嘴上说没有关系，可安迪知道还是不一样。顾清寒身边不缺男人，他怎么就非要带着他来？在他心里一定和其他男人不同。好，不过我很看好他，今晚交给我，我绝对让你们轰动整个场子。安迪说到做到，只是没想到准备的衣服居然看着和那套幼儿园的衣服一样。安迪，你居然准备的是？安迪笑得贼兮兮，没错，是情侣装，怎么样，够轰动吗？今晚你们一定是最高调的那一对，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嘛，但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顾清寒是淡蓝色的裙子，而秦秋的西装是深蓝色，只不过外面的配饰都是淡蓝色，和顾清寒身上的衣服正好相衬。俩人穿好了衣服站在一起，是妥妥的情侣款。秦秋穿好衣服出来，又惊艳了安迪一把，就连顾清寒都有些惊讶。原来打扮以后的秦秋比他见到的任何一个人都帅气。俩人临走的时候，安迪还在说，终于知道你们家那4个小鬼为什么长得那么妖孽，原来取了你们俩的优点长。顾清寒被他一提醒，发现确实是，孩子们长得都像他们俩，但又比他们长得好看。不得不说，孩子们真的很会遗传。秦秋看顾清寒在看着他发呆，他有些紧张，第一次和他参加晚宴，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宴会。俩人到宴会厅门口时候，顾清寒说了句，今晚我爸也在，不过你不用在意，就当不认识他就好，我们俩过来打个招呼，很快就走。怪不得他要高调，原来是为了气顾淮山。秦秋发现这对父女还真是有点像，都那么固执。俩人刚刚进到宴会厅，就变成了全场的焦点。安迪说的没错，大家第一眼都会注意到他们，女人美，男人帅，没办法忽视。都清楚是顾清寒以后更是惊讶，他从未和男伴一起来，大家纷纷猜测秦秋的身份。今晚是穆董生日，
他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你应该清楚，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们家有个二世祖，我爸之前一直撮合我们俩，可惜那是个不安分的主，估计现在他也没死心撮合我们俩，所以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顾清寒之前没想好怎么和秦秋说，也没想那么多，但来了以后看到和顾怀山站在一起的穆董，还以穆家少爷，便知道事情不简单。还好他把秦秋给带了过来，可以替他挡一挡。顾怀山现在的脸色很不好，看到自己的女儿带着秦秋来，秦秋没想到居然是个鸿门宴，还以为真的带他来参加宴会，现在看目的不纯，只是为了对付顾怀山啊。穆叔叔，恭喜您。秦秋认为顾清寒故意带着他来顾怀山和穆董面前敬酒。穆明哲眼睛转了转，笑着说，我刚刚还在问你父亲你会不会来，我们也是好久没见了。穆青在那边，你们是不是也好久没见？他之前还在念叨你。秦秋发现这个穆董还真是老狐狸，全程都装作没看见他。和顾清寒聊天的时候，一直都在说自己的儿子，心思显而易见。我和穆少爷是朋友，以后见面的机会多，但是这位是我的男伴，也是我的信任助理。以后我们顾氏和穆氏有什么事都由他来负责，这可是我新发现的人才。顾清寒在介绍他的时候，秦秋能感觉到顾怀山在一边马上要发火。穆明哲不管此时的秦秋到底是谁，既然顾清寒都和他介绍了，当然不能服了面子。你能看中的人还真不多，看来确实是优秀人才啊。不过清寒还是要多和穆青走动。穆明哲还在提顾清寒和穆青的事，对秦秋并不感兴趣。顾清寒笑着说，也好，我带秦秋一起去见见穆青，大家都认识下，毕竟以后都是朋友。顾怀山已经忍不住，穆兄，我和清寒谈些事。俩人被顾怀山带到旁边的休息室。顾清寒，你到底要干嘛？知不知道今天这是什么场合？你刚刚在说什么话？顾清寒冷声问。我刚刚在和穆董正常交流，你有什么意见？为什么要把他带来？你还知道是穆董家的宴会，你难道不知道这样穆董会想多？顾怀山现在怎么看秦秋都不顺眼，他让公司的那些人想办法把他辞掉，怎么过了这么多天一点动静都没有？若不是他今晚来，还不知道顾清寒居然会把秦秋带出来见人。秦秋在一边站着哭笑不得，顾怀山说话还真是不背着他，这么看他是一点都没有瞧得上他，不然怎么会这么直白说话？想方设法要把自己的女儿推销出去，但顾清寒却根本就不满意。我的助理当然要陪我一起来，之前安然和我一起，您怎么不挑毛病？既然我已经露了面，现在可以走了吧？顾怀山被顾清寒气得怒气冲冲，可又没办法在这里发火。秦秋和他出来的时候还问，我们就这么走了，不进去再打个招呼？顾清寒叹了口气，和谁打招呼？他们估计巴不得我们走，穆青更不想见到我。俩人向外走，并没有想到会遇到刚刚谈论的人。穆青吊儿郎当的站在大门口，看着俩人笑得荡漾。怎么来了不找我？我可是等了你好久。秦秋看笑得春心荡漾的穆青，理解了顾清寒说他是花心二世祖的事。这么看，确实是个世家花心公子哥。这是带你男朋友来，也不和我介绍一下，真是伤了我的心啊。穆青装作深情款款看着顾清寒，仿佛真受伤一般。顾清寒拉起秦秋的手，直接从他身边经过，不想看他在面前演戏。他可不相信穆青能说出什么好话来。第98章，上去坐坐。穆青怎么可能放他们走？上面刚刚可是打赌要把顾清寒留下来一起玩玩。都知道家里面有意撮合俩人，可今天顾清寒居然大庭广众带着人来，那些人可是把他取笑了一番。他不放俩人走，是那些人想要看看顾清寒找的男人什么样。都听说了，此人在顾氏内部连连高升，顾怀山听说出面阻拦都没拦住。穆青，你要干嘛？这个时间我不想和你在这聊天，要想喝酒回去找你那些朋友去。顾清寒没把他放在眼里，只当他是一个小孩子，时不时的会闹一闹而已。顾清寒，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大家都知道你谈了男朋友，你可把我往哪里放？难道你不记得我是你的联姻男友？今天你这可是公然不给我面子啊！我都被他们给取消了，现在脸面丢尽，没办法加进去见他们。说完以后，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看着顾清寒，但眼里却是一片兴致，不见一点醉意。穆青，说人话，你到底要干嘛？顾清寒太了解他，绝对是有事要说。他们说想要看看你男朋友到底是比我优秀在哪里，上面我开了包厢，都是些你认识的朋友，要不要一起过去喝一杯？虽然是问句，但顾清寒和秦秋都听得出来，他是不会让他们走出去，都在门口拦着，上面的人就是要他们上去。顾清寒看了眼秦秋，上面的那些二世祖确实他都认识，平时不管玩得怎么样，但大家都在商业上有合作。今天又是穆家族的局，都会给穆青面子来捧场，若不是和父亲闹一场，他也不会这么快离开。既然大家都在，我们上去坐坐也是应该的，不都说想要见见我？秦秋的手直接搂住顾清寒的腰，无言的占有欲。这一幕穆青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作为男人都懂秦秋这是什么意思。穆青在前面带路，顾清寒低声说，不管他们说了什么，你都不要在意，他们都是无心的话，而且还喜欢开玩笑。怎么，
是担心我会受到他们的威胁，还是怕我心理素质差？顾清寒甩开秦秋的手，这个男人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调戏他。平时的时候都很正常，怎么有的时候就会这么的皮呢？秦秋失笑，他不想让他过于担心。自己的身世没办法改变，这前发生的那些事也都是事实。和他认识的人无非都是家世显赫的少爷小姐，所以也差不多能猜出他们会说些什么。可为了他，他也要忍耐，不让他为难。他毕竟是个男人，对于外面人对他的评价倒是不在意。俩人到楼上包厢的时候，里面有2伙人打麻将，还有玩扑克，里面还有打台球的人。整个屋子里面烟气弥漫。顾清寒进来，下意识地咳嗽几声。哟，顾总来了，你们都把烟掐掉，不知道我们顾总不喜欢烟味儿。里面不知道是谁先说了一声，之后玩台球的人都走了出来。大家的眼神都不是盯着顾清寒看，而是在审视他后面的秦秋。俩人穿着太明显，现在秦秋的外套搭在顾清寒身上，里面是宝蓝色衬衫，上面的扣子被解开2颗，看上去倒是有些风流之意。顾总，不介绍下你今天的男伴？我们都好奇得很，居然把我们穆少扔了，现在看确实是比穆少帅很多。说话的是杨氏的少爷杨聪，外号杨聪，是和穆青玩的比较好的其中一位。各位少爷怎么对我的男伴这么感兴趣？难不成都对我有意思，只是不好意思说？今天看我带着男伴来，你们都吃醋了吧？看着一个个的眼神都审视秦秋。哪有，我们都是为了你的未来幸福着想，想替你把关。知道你不喜欢穆青，但也不能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呀。怎么说，我们也是你娘家人对不？杨聪嬉皮笑脸解释。顾清寒的脾气他们清楚得很，不能惹这位祖宗，不然他们今天谁都别想好过。进来坐吧，我们也刚刚开始。秦先生要不要坐下来一起玩玩？杨聪踢了坐在麻将桌旁边的人，穆青随即也坐了下来。后面出了一全程冷着脸的人也坐在旁边，很明显是要和秦秋玩麻将。秦秋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感觉像是小孩子一样幼稚。顾总，我们3缺1，叫上你男伴一起，不介意吧？穆青问。秦秋直接坐下来，好啊，不过我并不会玩，所以你们别嫌弃就好。要不先给我讲讲规则该怎么玩，不然我2眼一抹黑。顾清寒有些不高兴，知道他们玩麻将是小，其实赌资很大。以他对秦秋的了解，若是输一局，估计他兜里面的钱都不够。这些人玩完直接算账，有的时候输一辆跑车或者一栋房子都是常事。秦秋根本和他们不是一个级别的人。你们难道要欺负一个不会玩的人？穆青，这就是你叫我们上来的目的，在这欺负人。因为顾清寒发怒，屋内静悄悄，没人敢说话。秦秋把顾清寒拉过来坐在身边，这么高兴的日子，既然大家想要乐呵乐呵，别扫兴。可是，相信我，坐下来看我玩就好。秦秋把他的话打断，而后转过来问，谁教我规矩？现在是晚上10点钟，最晚我们只能玩到12点，不然明天还要上班。秦秋说完以后，真的认真的在研究麻将的那些叫法。他上大学的时候，平时都在勤工俭学打工，家里面人更没有人会玩，他自然是不会。只是大家明显是要难为他，如果真的走了，丢的是顾清寒的脸面。没试过怎么知道他不行，大不了就是输钱而已。秦秋并不知道他们玩的有多大。洋葱，给秦先生讲讲我们的玩法还有规矩。穆青正经起来，他倒要看看秦秋的口气倒是不小，一会儿别哭就好。这里面的其他3个人都是从小在麻将桌上长大的，闭着眼都知道怎么胡牌。第99章，输赢看命。洋葱讲规则，秦秋听得认真，只是听是一回事，玩又是另外一回事。他其实也只能理解个大意，若是真的玩起来，未必真的懂。他装得很淡定，其实心里并没有底。洋葱说话，突然停了下来。秦秋抬眼看他不解，讲完了，规则大致就是这样，但还要讲我们玩的钱数。如果你认为太大，我们也可以改。单局最少是5000起，我们一般是玩1万大小，所以你看，洋葱不知道到底该说多少钱合适。他感觉到了顾清寒的怒气，他坐在秦秋身边抱着手臂，但眼里却一直在冒火。好，那就1万起。秦秋也不会算账，其实5000和1万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顾清寒确实清楚得很，虽然听上去是1万，但真的胡了，最少有的时候可能都会输个4万，甚至更多。太大了，你们这是赌钱还是玩麻将？顾清寒说完以后，看了眼穆青，他这是故意把人叫上来难为。还没说几句话就开始。秦秋刚刚脑里面一直都在转洋葱说的玩法，其实没太搞懂。好，那我们先来玩一局试试，毕竟我是真的一次没玩过。顾清寒都不知道说什么好，秦秋故意打断他的话。周围其他人也都不玩，现在都围了过来看热闹。果然试了一局，大家都相信秦秋确实是不会玩，就连摆牌都是顾清寒亲自教。越是这样，顾清寒的脸色越不好。穆青也发现玩的有点大，只是都已经开局了，哪有喊停的道理？这一局弄得秦秋可谓是手忙脚乱，手和脑袋好像都跟不上他们打牌的速度。大致知道怎么回事，我们正式开始吧。大家都佩服秦秋的勇气，
他说了开始，这意味着今晚的角逐也开始了。若是他输了，钱是小事，脸面的问题可是大事。正式开始以后，前2局都是秦秋在点炮，他根本就不知道去留意大家下面打了什么牌，也不会计算他们要胡的牌，所以2次都是他直接点炮。第3局开始以后，秦秋脑中突然响起熟悉的机械声，叮！恭喜宿主，全能游戏系统启动。有了系统的加持，此时脑袋里面飞速的在进行运转换算。刚刚手还笨笨的不知道怎么码牌，突然像是开窍了一般，牌在他手上灵活的开始摆动。他的眼睛像是能看到其他3个人的牌一般，就连他们下一步要打什么牌，他的心里都一清二楚。穆青是秦秋的上家，从玩第1局开始，他从未给过秦秋机会。顾清寒看秦秋不停的在换手里的牌，虽然这局没有给大家点炮，不过看他打出去的牌也知道他要干嘛，这是玩13妖。其他3个人看秦秋打出来的牌都懵了，怎么好像是在乱打，但又好像是不停的在换手里的牌。洋葱看了呀穆青，眼神询问这是什么意思。穆青也不知道秦秋在搞什么鬼。洋葱走神的时候直接打了张6万，秦秋把面前的牌推倒，我这应该是胡了吧。呵，大家同时抽泣，他何止是胡了，还是13妖，这运气也未免太好了吧。穆青脸色有些不好，刚刚一直想要难为他，怎么他今天这么幸运。继续之后，秦秋就像是开了挂一样，不停的胡牌，每次大家都猜不到他胡的是什么。穆青和洋葱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不知道秦秋在搞什么鬼。刚刚不是说了不会玩，怎么算得这么清楚？莫不会装的？顾清寒看了看时间，还有最后15分钟，我们是不是该算算账？虽然秦秋不会算，但他一笔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穆少，你一共输了432万，杨少输了760万，至于郭少输了356万，所以你们是打卡里面还是给支票，我们不赊账。顾清寒说完以后，秦秋惊呆了，只是打了几局麻将而已，居然赢了这么多的钱，这账不会是算错了吧？赢了1500多万，这秦秋都不知道这些富二代每天吃喝玩乐的钱都是哪里来的。10万8万倒是可以理解，现在每个人都上100万，要不就算了吧，大家也只是玩玩而已。秦秋提议，不行，刚刚玩之前都讲好的规则，各位不会是想要玩赖吧？顾清寒怎么可能算了，他刚刚可是看到他们都是故意要赢，若不是后来秦秋一个人看清楚他们的牌路，估计今晚上只有秦秋一人输。谁都没想到最后是现在这个局面。给，谁说不给，我们现在就转钱。穆青认为秦秋就是故意的，刚刚说不会玩，其实比谁都精通，他们这是被秦秋给算计了。别给我转，又不是我和你们玩，是他赢了钱，都给他，和我没关系。顾清寒说完以后，穆青拿着手机看秦秋账号是多少，愿赌服输。秦秋把自己的账号告诉他们，3位少爷虽然心里面不服气，可又不能赖账，只能把钱都转给秦秋。好，应该没有其他事了吧？我们可以回去休息了吗？顾清寒不想再陪着他们继续闹下去，已经半夜，若是真的玩，估计都能玩到明天早上。当然，下次我们再约秦先生出来一起玩。穆青发话让人走，大家也就没再留。人走了以后，穆青的脸都绿了。洋葱小心翼翼地看着穆青脸色，穆少，我们这是被秦秋给玩了，他明明都会，还和我们装。穆青踢了一脚麻将桌，妈的，晦气！我怎么没看出来这个男的还留了一手，今天居然栽在他手里。这次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屋里面的人都知道穆青这人看似表面吊儿郎当，其实记仇的很。别管他喜不喜欢顾清寒，可顾清寒先带秦秋出现，让他已经没了面子，他心里其实已经不高兴。刚刚本性给秦秋个下马威，没想到反被教训，仇更深了，恐怕以后不会放过秦秋。第100章买东西心情好。秦秋带着顾清寒下楼的时候，顾清寒忍不住笑，你刚开始是不是故意输给他们？估计现在穆少爷气得不轻啊，以后遇到他小心点，他这人睚眦必报，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刚刚若不是亲眼所见，顾清寒都不敢想秦秋的反应居然会那么快。其他3个人算计他一个人都没算计过。后来他看得一清二楚，秦秋熟知他们仨手里的底牌。秦秋苦笑，我是真的不会玩，今天是我第一次玩，我只不过是细心，慢慢的找到了规律而已，其实还有好多不懂的地方。若不是有系统在，秦秋真的不知道怎么玩，估计牌都认不全。俩人出来以后，顾清寒的笑脸立马变僵。酒店门口停着辆车，秦秋并没有看见车里面坐的是谁，但从顾清寒的脸可以看出他并不想见。走吧，回家。秦秋搂着他向旁边走。车上驾驶坐下来人走到俩人面前，小姐，老爷让您今晚回家住。李叔，告诉他我的家不在哪，我从离开那里之后，那便不是我的家。还有，以后让他不要把手伸得太长，公司的事最好不要插手，不然我不保证还会把那些老东西留下来。顾清寒说完以后，带着秦秋离开。
司机李叔叹气，从小姐接手公司以后，父女俩只要见面就会吵，这么多年都这样。他说了什么？顾怀山在车里看到顾清寒没给李叔好脸色，李叔犹犹豫豫说：“小姐说您在插手公司的事，他就要对董事们下手。”顾怀山骂道：“真是翅膀硬了，开始威胁他老子。”李叔，你说我是不是对他太好了？这么多年什么都依着他，才会惯了他这些坏毛病。他现在更是胆子大的，居然把男人弄到公司来。李叔也不敢回话，家里面和公司里面的事他都不能插手，只是他看着小姐长大，知道她不是个坏孩子。当年父女俩吵架也确实是都有错，这么多年小姐在外面把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条，老爷其实很满意。如果没有5年前的事，也许父女俩的关系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再给我查查这个秦秋到底是什么身份，看来不能小视他。顾怀山听公司的元老嘴里知道秦秋之后，也没感觉他哪里不一样，但看女儿好像都死心塌地的和他在一起，不得不让他警铃大作。另一边的秦秋带着顾清寒离开，看他的情绪一直都不好。我们今晚赢了这么多钱，是不是要规划下怎么花掉？你的钱当然你说了算，1000多万对于他来说并没有多少，这钱是我们俩一起赚的，我应该分你一半才对。如果你不认识他们，他们怎么可能叫我上去玩？而且没准今晚是因为你坐我身边我才会赢，所以当然有你一半的功劳。虽然钱不少，但对于秦秋来说，他知道这都是顾清寒的面子。别管那些人最开始的目的是什么，最后幸运的是他赢了，所以这钱他不能独吞。要不然我们去深夜购物吧，这个时间时代广场人还少。顾清寒这么多年的衣服都是私人定制，很少逛街。虽然时间已经是半夜，但他想体会一次，而且还是和秦秋一起。好啊，秦秋把车子转了个方向去时代广场。在他的印象里，女人应该都喜欢买东西，尤其是心情不好的女人，就当是陪她散散心也好。俩人的穿着一看就是刚从宴会厅出来。晚上的时代广场人很少，不过这里平日里的人也不多，因为它是帝都最贵的地方，这里都是世界奢侈品品牌，一个包包动辄几万，甚至是几十万都很正常。这里的销售更是人精，从你的穿着打扮就能看得出来你兜里有没有钱。俩人都是穿的高奢私人定制，顾清寒带着的珠宝都价值一栋房子，所以晚上的销售认为金主来了，先给你换身衣服和鞋子。秦秋看不惯他的衣服和鞋子好久了。叶清雪晚上和周勃吵了一架，所以一个人漫无目的开车到这闲逛。麻烦给他找一件这身衣服，谢谢。对于这个声音，叶清雪太熟悉了，不过他不敢相信秦秋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叶清雪走过来，在衣服后面看秦秋的背影，并没有认出来穿礼服的是顾清寒。顾清寒进去换衣服之后，秦秋转过身，让叶清雪正好看到他的正面。他在衣服后面观察，不理解秦秋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他倒是想要好好看看他带着哪个女人来。他一个穷光蛋，有哪个女人喜欢他？顾清寒换好衣服出来转了一圈，怎么样？不错，看来我的眼光还不赖，买了吧。顾清寒身穿奶黄色连衣裙，和刚刚穿礼服的感觉完全是两个人。秦秋直接把卡递了过去，顾清寒也没有和他抢单。晚上赢了1000多万，这件衣服才几千块，他买正常。我换下来的裙子给我送到这个地址就好。顾清寒把试衣间里面秦秋的衣服抱出来，他的礼服直接让服务送到安迪店里面。之后俩人又去逛其他的地方。在别人的眼里，这就是夫妻两个出来逛街，丈夫给妻子付账，妻子手里还拿着丈夫的外衣。但这一切却震惊了叶清雪，她刚刚看到的居然是顾清寒。这个时间秦秋和顾清寒来逛街，而且俩人之间还很亲密。更过分的是，俩人的穿着打扮是刚从宴会出来。秦秋刚刚还给顾清寒付账，他怎么会有钱？叶清雪没了其他心情，只想跟在俩人身后看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他怀疑顾清寒是不是包养了秦秋。哼，秦秋还真是会勾引，才在顾氏上了几天的班，居然把顾清寒都搞到手。顾清寒是帝都有名的高冷女总裁，谁知道也逃不过秦秋。叶清雪心里不平衡，凭什么当年是他对不起他，现在反倒他还过得这么好？前面两个人根本没发现后面有人跟着，逛的倒是很起劲。第101章警告离开。一晚上时间都是在给顾清寒买东西，不过他自己倒是没感觉。秦秋一直都在付账，只要是顾清寒喜欢或者看上眼的直接买。顾清寒第一次体会这样的感觉，原来男人给花钱是这样，怪不得那么多的女人喜欢自己男人给买东西。不过秦秋好像还不是他的男人，但总感觉他给他买东西是理所应当。看着秦秋手上拿着的东西，顾清寒说：“我没什么可买的，不然我们去南庄区逛逛，心情好点没？”秦秋问：“啊？”顾清寒不理解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都说女人逛街以后心情会好很多，所以你现在心情好点了吗？秦秋一脸认真的问他，倒是把顾清寒弄得一脸懵。他解释完了以后才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现在很好，
不过他也不会让我心情不好，这么多年习惯了。怪不得他提议来逛街，原来是这个原因。不要有这个习惯，在我面前你可以心情不好，不需要掩饰自己的情绪。他看着这样隐忍的他很不习惯，女孩子还是需要人心疼。他在他的面前可以撒娇，可以发脾气，那是他女人专属的小性子，他都能接受。顾清寒下意识地问了句：你对之前的女朋友也会这样吗？什么都顺着他，让着他。问完以后发现自己好像是多话了，不应该说这些。没有，从来没有，只对你一个人这样。之前的我那个时候还不懂怎么照顾他人的情绪，我说过那个时候不懂什么是爱情，其实也对那个人很抱歉，好像对他不是爱，却称作俩人是恋爱关系。秦秋反思过，虽然很不喜欢叶清雪，但不得不说那个时候确实没有把她当做女朋友对待，仅仅是确定了恋爱关系，但好像对她没有现在这种对顾清寒的感觉。也许是那个时候还是太年轻，不懂什么是爱安吧。秦秋的话好像每次都能很真诚地说出自己所想，一点都不加掩饰。顾清寒没有回答他，而是带着他去往南庄去。叶清雪跟在俩人身后不远处，虽然听不到俩人在说些什么，但能看得出秦秋对顾清寒的态度和5年前对他一点都不同。这个男人看来还真是对女人有一手啊。之后一肚子气的叶清雪离开，他不可能让秦秋这么安稳的在顾清寒身边。他当年那么对他，害得他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现在反而找了别的女人，他也不可能让他得到。秦秋和顾清寒一直都不知道后面有叶清雪跟着。之后顾清寒给秦秋买了很多的衣服，他之前看过秦秋的衣柜，里面的衣服少得可怜。他现在的身份已经不同，不能和之前一样不在乎这些。不管顾清寒给买什么，秦秋也都是一样的接受。虽然是自己花钱，不过都是顾清寒给他挑选的，全当是顾清寒给他买的。俩人逛了3个多小时，几乎买了个遍。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要亮了，再说4个小时，然后我们起床去上班。秦秋回到家才感觉到又累又困，终于知道为什么男人都不喜欢陪着女人逛街。他第一次体会这样的感觉，虽然心里没有烦，但是身体确实有些累。俩人第2天到公司的时候，顾怀山已经亲自来公司等着顾清寒。我给你安排了相亲，既然你不喜欢穆家少爷，我再给你找其他人，直到你找到满意的为止，只要不是他就行。顾怀山也是一样的脾气，绝对不允许顾清寒拒绝。为什么突然这么着急让我找男朋友？你是为了什么？这5年来对他不管不问，公司若不是稳固发展，估计他早就出来了。现在只不过是一个秦秋就让他乱了阵脚，因为你不会识人，若不是我找人查他，还不知道他居然是个什么都不是的人。大学没毕业，什么文凭都没有，这样的人凭什么留在你身边？顾怀山一大早收到秦秋的调查，虽然知道他就是5年前和顾清寒在一起的男人，但他忍受不了秦秋和顾清寒5年后在一起。不管俩人之前发生了什么，现在他们不适合在一起。抱歉让您失望了，就是因为他是我孩子的父亲，我也不会考虑别人，我认为他很好。如果您真的不满意，可以不和他接触，孩子现在和他在一起很好。我还有其他的事，就不留您在公司，还有其他的董事，我希望您不要接触，不然对他们不好。我的脾气您也知道不是很好。顾清寒可以说是在威胁顾怀山。顾怀山从顾清寒的办公室出来以后，找到秦秋，你和我出来。俩人在公司对面的咖啡馆。我查过你所有的经历，也知道你就是那4个孩子的亲生父亲，但我不认为这样你就可以和顾清寒在一起，你们俩并不合适。顾怀山直奔主题，没有给秦秋一点面子。顾清寒还有故事，那是他一手打下来的故事，他认为秦秋的心思和目的都不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男人，能一跃成为顾清寒的助理，心计可见有多深。这里是1000万，你若是离开我的女儿，永远都不回来，我可以送你出国留学，你以后的发展一定比现在好，只要你们永远都不相见。秦秋看着桌面顾怀山拿出来的支票，原来他还挺值钱，居然给了他1000万。若是之前他还真的认为不是小数字，但现在好像1000万对他来说也只不过是一场麻将而已，甚至还要更多。顾先生，恐怕要让您失望，我和顾总现在只是上下级关系。我承认孩子确实是我的，但我们俩目前并没有在一起，所以这钱我不能要。确实是目前没有在一起，但对于秦秋来说，不意味着以后也不在一起。他不回避自己对顾清寒的感情，也知道顾怀山的担心，无非是担心他的动机不纯，毕竟顾清寒背后是顾氏。第102章反被提醒。俩人的谈话结束得很快，秦秋对那1000万一点都不在乎。在顾怀山的眼里，他不是不要那1000万就是个好男人，而是他认为秦秋有更大的野心，仅仅1000万满足不了他的野心，这让他有很大的危机意识。他认为秦秋的目的看似是顾清寒，其实是顾氏，他不能让他的顾氏落在外人的手里。秦秋回来以后被顾清寒给叫了过去，我爸找你了。给了我1000万让我离开，还给我安排去国外读书。秦秋知道瞒不了他，他也没打算瞒着他。哼，还挺大方。顾清寒吃鼻。秦秋出去前问，你不问我答没答应他？顾清寒反问，
区1000万你看得上？之前顾清寒还在认为秦秋缺钱，所以那晚穆青约他们上前的时候，他担心。后来看到他运筹帷幄的样子，发现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其实他心里有自己的节奏。秦秋身上有太多神秘的东西，他总是看不透他，所以相信他绝对不会因为1000万而鬼迷心窍。不是因为钱，而是相信他这个人。秦秋没想到他会这么相信自己，不过确实是钱没看上，但也不是因为钱少，而是他深知自己有能力赚来那1000万。至于更长远的，并不是钱，在外人的眼里确实都是认为他目的不纯，因为顾清寒身份太特殊，但只有他知道，对于他来说，他只是一个人而已。就算他的背后没有故事，他仍然会是一样的对他动心。顾清寒是在中午的时候接到叶清雪的电话，只有简单的一句想约他单独聊聊。虽然叶清雪没说什么事，但顾清寒知道他想要聊的也无非是秦秋，毕竟他们俩之间并没有其他的事需要聊。顾清寒出来拦住秦秋，我出去见朋友，你不用陪着我。叶清雪已经想好了要如何和顾清寒谈，但见到顾清寒进来的一刻，发现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顾清寒永远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冷清的性格为何能看得上秦秋？叶清雪实在是想不通。不是你约我来，说是有事要和我讲，怎么不讲了？难道还没想好怎么说？顾清寒看叶清雪一副犹豫的模样，不知道他怎么还不说话了。顾总，我今天约你出来，主要是想要提醒你注意身边人，别被他骗。没有指名道姓，但也说得很清楚。顾清寒笑了，而后问叶总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公司有内奸？怎么我故事的情况你好像很了解？既然叶清雪不说清楚，顾清寒当然也装作不明白，只不过是个前男友而已，弄得好像有多大的仇怨一般，特意来找他警告。叶总，有任何话你都可以直说，我这人的性格你也了解，而你我公司不存在竞争关系，若是有道理我一定会听。顾清寒想要看看他能不能说出来是怎么回事。顾总身边的那位秦秋是我前男友，他这个人准门骗女人，希望顾总不要上当。当年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还在酒店与其他的女人开房，我怕他是因为顾总的钱才和您在一起。那晚我看到你们在时代广场。叶清雪知道顾清寒最讨厌的也是秦秋这样的男人，在外人眼里看到两个都很清冷的女人坐在一起，他们俩绝对不会是朋友，看上去好像是情敌。俩人的表情都很冷，甚至都有些怒视对方。其实他们错了，因为顾清寒和叶清雪并不熟悉，俩人又都是那种事业型女人，坐在那里都像是在谈判桌一样。顾清寒听了话以后笑了，笑得还很开心，仿佛叶清雪说了个天大的笑话一样。叶总，我很感谢您的提醒，不过我好像不是10岁，也不是20岁。虽然我没有很多的男朋友，但自认为判断一个人还是比较准。我不清楚你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也不会去判断谁的好坏，只不过他只是我的助理而已。不得不对您今天的提醒表示感谢，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但叶总，我也提醒您一句，您也一定要看好身边人，千万睁大眼，有的时候眼见未必是真，真相其实就在你身边。顾清寒起身离开的时候，还不忘把账结了，留下一脸茫然的叶清雪。他是来提醒顾清寒，但总感觉自己好像是被顾清寒给提醒。叶清雪在顾清寒离开以后坐在这里好久，她一直都在想刚刚顾清寒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看好身边人，还提醒他眼见未必是真，真相就在身边，这两句话是不是意有所指？叶清雪有些茫然。顾清寒离开以后心情很好，主要是叶清雪居然还在对5年期的事耿耿于怀，原来他还这么介意。只是不知道若他知道了真相以后，是不是还会这么仇恨秦秋？因为他的一时糊涂，让有心人留在了身边，倒是他身边的那位最近可是很不安生啊。他倒是有心情来提醒他，当没有注意自己身边的问题。秦秋因为顾清寒不在，所以下班时间直接离开。目前顾家的保姆和司机也都认识秦秋，他们都知道孩子如果不需要，他们都是秦秋在接送。只是秦秋刚到学校门口，便看到顾清寒站在那里。你怎么在这？不是去见朋友？顾清寒点头，确实是去见了朋友，只不过我们好像聊得很好，所以提前离开。我们今晚要不要带着他们回我那里？那是他们从小到大长大的地方，你还没去看过。我带你回我那，去看看他们小时候吧，有照片和录像。顾清寒刚刚一直在想，如果不是叶清雪放弃，或者当年没有人诬陷秦秋，他应该和他不会遇到吧。只能说是缘分很奇妙。好啊，我很想看看他们小时候的样子。秦秋看得出他的心情很好，刚刚难道见了朋友，真的很开心。那他见的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他好像有些介意，如果是男性朋友，他们刚刚聊了什么让他这么开心？第103章，有些事不能妥协。我们真的要回别墅，可是88呢？他去哪里？听到顾清寒说要回到之前的别墅去，小朋友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认真脸，以为顾清寒不让他们去找秦秋。秦秋开车心情很好，原来孩子们已经离不开他了。爸爸也和我们回家。顾清寒不知道秦秋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他刚刚只不过说了一句话，他们的重点却都是在秦秋身上。
哦耶，爸爸以后是不是都和我们生活在家里？我们终于可以生活在一起了，好棒呀！4个小朋友在后面手舞足蹈，对于顾清寒的决定无比赞同。顾清寒很意外，他们之前都是住在秦秋的房子里，他也在，怎么不见他们这么高兴？这次只不过是回之前住的地方，带着秦秋就让他们这么兴奋。我们之前也一起生活，和回别墅没什么不同。顾清寒不解，妈咪，可别墅是我们家耶，你这么久都没有让爸爸回我们家，今天居然是第一次让爸爸回家哦。在他们的心里面，爸爸的房子只是爸爸一个人住的地方，他们虽然也都在那里，但只是去那陪爸爸住，但是他们和妈咪生活的地方才是家，只有让爸爸也去，才是回家了。顾清寒和秦秋都很意外，从不知道孩子原来是这样的想法，还以为之前大家一致都生活得很好，可他们的想法从来没有表达过。妈咪，以后爸爸是不是都会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茵茵问得小心翼翼，很怕顾清寒会拒绝。如果这次不是爸爸和他们回家，那是不是意味着爸爸和妈咪还没有和好？这个问题倒是难为住了顾清寒，他只不过是想让秦秋看看他们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并没有起的想法。现在孩子们一问，他倒是认为自己想的少了。其实哪里都是你们的家，你看现在你们和妈咪也都住在我们新的房子，那栋房子不仅仅是爸爸的家，也是你们和妈咪的家，或者说是我们共同的家。虽然你们和妈咪的房子是你们从小长大的地方，但不意味着永远住在那里。他理解孩子们的意思，但现在他和顾清寒之间还没有到说是一家人的地步。这个问题可能会难为到他，但对他来说能住在一起，不管在哪里都很满足。倒是顾清寒突然说了句，我当然没有意见，只是要看你们爸爸想不想要和我们住在一起。秦秋震惊地看着顾清寒，他的意思是让他住到他的别墅去。爸爸，你听到了吗？妈咪让你和我们住在一起哦。哥，爸爸已经傻掉了，是不是没有想到妈咪会答应呀？爸爸，你到底同不同意和我们住在别墅？难道爸爸不想和我们住在一起吗？4个小朋友不停地发问，让秦秋还没转过来的脑袋又充满了各种问题。这件事我会和妈咪商量，住在一起很简单，还要看你们上学的路程和我们上班的路程。他刚刚很惊喜顾清寒的转变，但冷静下来一想，好像住进去大家的想法会更多，估计都会坐实他是吃软饭的人吧。毕竟住进女人的家里，好像和周伯没有区别。秦秋会拒绝顾清寒一点都不意外，他了解这个男人，他绝对不是为了他的任何，反倒他有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虽然孩子们的想到是希望他住进来，但他不同意也是因为他的自尊心吧。在别墅看了孩子们从小到大的照片和录像，顾清寒并没有陪着，都是4个孩子陪在秦秋身边。秦秋才第一次知道养大他们4个有多不容易，生下来只有3斤多的孩子长大到这么健康，顾清寒付出了很多，很感谢他能把4个孩子留下来。在不知道孩子父亲是谁的情况下，顾怀山都不同意，只有他一个人毅然决然地把他们养大。爸爸，你是不想和我们生活在这里吗？茵茵趁着他们都去吃饭的时候，跟在秦秋的身边问。他刚刚听得出来，爸爸其实并不想在这里生活，可是妈咪都同意了，为什么爸爸会不同意？茵茵，我们也有新房子住啊，为什么一定要住在这里？妈咪和你们住在爸爸那不好吗？秦秋好像一直都没有问过他们，只知道他们喜欢和他在一起。可是这里才是我们的家，爸爸回家不好吗？在孩子们的意识里面，这里才是家。其实秦秋也可以理解，毕竟是从小他们长到大的地方，在潜意识里认为这里是家很正常。哪里是家不重要，我们生活在一起才是最重要。你看你们都住在新家，其实那也是我们的家，以后你们和妈咪都会生活在那里。可能很快爸爸也会买一栋新的别墅，我们都搬过去，那里也是我们的家。不知道他的解释茵茵可不可以明白，但他想让茵茵知道他可以养活他们。晚上吃完饭以后，没有人说离开，秦秋也没说走，还是一样的俩人哄他们睡觉。只是在他们睡着了以后，秦秋才起来。明天你让司机送他们去上学，然后我们晚上去接他们回家。秦秋说的是我们，所以他的意思很清楚，明晚顾清寒和孩子都要和他回新房子。顾清寒没有拦他，他走的时候还带走了很多孩子的照片回去，那些他没有参与过的时光，只能看着照片来回忆，就当是看到了当时的他们一样。他不是一定要执拗的不住在这里，而是有些原则性的问题他不能妥协。作为男人养家是很正常的事，虽然想要超越顾清寒的金钱地位很难，但他从未放弃过。外人说什么不重要，是他要给他们很好的生活。顾清寒理解这个男人所想，不会认为他想的没道理。他知道这个男人有实力给他们好的生活，虽然俩人之间的关系可能还没说明，但是有些话有些是顺其自然吧。第104章事出突然。本以为日子可以这样平芳的度过，但总是有人出来找事。上次顾怀山找到秦秋的时候，他并没当回事，就连顾清寒也一再警告顾怀山，可顾家不仅只有顾怀山一人。虽说顾怀山曾经是顾氏的掌舵人，但同样顾家还有其他人曾经也是顾怀山的有力竞争者。当年顾清寒出事的时候，他曾怀疑过
会不会是顾家其他人动手，但因为当时都查了，可并没有查到一点线索。如今他们居然又出来捣乱，而是还是在顾清寒不在的时候。秦秋看着对面的顾家人，办公室内除了他以外都是顾家人。今天是顾清寒出门和安迪有约，所以秦秋留在公司处理其他事。顾清寒才出门不到半小时时间，顾家的人便找上门来。安然看着阵仗，以为是又找顾清寒，谁知道这些人来直接报的是秦秋的大名。秦秋从来公司还没有见过他们，安然也是只有几面之缘，但也都知道是顾家的那些股东们。之前因为顾怀山把位子给顾清寒的时候，这些人闹过，后来让顾清寒给收拾了以后，都在家坐等公司的分红就好。这次出现直接找的就是秦秋，安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听说各位是来找我，难道是上个月的分红哪里我算错了？好多董事们的分红虽然有专门的人算账，但是顾清寒都会过问，现在秦秋是他的私人秘书，也就都交给他来审核。顾怀森是顾怀山的亲弟弟，之前一直都在国外生活，没想到这次也回来了。我们只是想要来告诉你，不管你有任何的心思，最好都收好，不然我们都在监督你。虽然可以让你和顾清寒从公司出去。顾怀森早就看顾清寒不顺眼，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掌管公司？他的儿子都没有进公司，还在国外别人家的公司上班。如果这次秦秋真的威胁到了他们的地位，势必要把他们赶出去，让他的儿子回来坐镇。顾董事，我记得您之前是因为挪用公款，所以答应永远都不进公司的大门，怎么今天又回来了？秦秋早就把他们所有人的资料都看了个遍，了解的都差不多。顾怀森做的那些事都见不得人，今天还敢公然的指责他，好大的胆子！你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对我说这些话？不过是顾清寒养的一条狗而已。顾怀森本就不是什么善茬，他之前在公司也是说话没轻重。当年顾怀山念在大家都是兄弟的份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顾清寒确实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主，上位以后直接都把他们送回了家。秦秋冷笑，怎么？顾先生看来在家反思这么多年，还不知道自己是哪里错了。既然你当年的承诺要违背，以后你的钱一分都没有，我会按照顾总交代的捐给红十字会，这样也算是物超所值。秦秋也是听安然说过，若是顾家人不听话，顾清寒就要把给他们的分红捐了。这些顾家人都知道顾清寒说到做到，所以这几年都很听话。只不过今天来的反常，秦秋也不是傻子，当然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他。顾怀山刚刚找他谈过话，也警告过顾清寒，只不过俩人都不理会，又找董事找秦秋的麻烦，现在居然出动顾家人。秦秋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魅力，让顾家人都出动。一直没说话的顾怀柔是顾怀山和顾怀森的妹妹，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帝都，也会和顾怀山时不时的联系。对于他，安然说的很少，同样秦秋了解的也不多。但是秦秋对他的印象并不好，虽然是第一次见，但他给秦秋的感觉是隐藏的很深。秦秋，你不要介意我二哥说话，他这人没有其他坏心思，只不过是担心清寒，我们毕竟都是一家人，而你作为清寒的助理，甚至你们有其他的关系，也不是我们能够插手。只是这里是公司，还是秉公办事的好，不然让别人知道会笑话。顾怀柔的话句句都是为了顾清寒和顾氏，但却又一直污蔑自己的侄女顾清寒。顾董，您说的这话我不是很懂，我和顾总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什么不见人？秦秋不喜欢他这样的话里有话，弄得他和顾清寒之间好像很见不得人的关系一样。顾怀柔一脸的不好意思，秦秋，我是清寒的姑姑，也知道他有4个父不详的孩子，确实让外人笑话，可他毕竟是我们顾家人，不管孩子是谁的，我们都不嫌弃，也养得起。可是他也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不然这偌大的故事总是会别人惦记。如果这话秦秋再不明白，那就是他故意听不懂。看来这些人就是认准了他和顾清寒之间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存在。如果今天他承认了，那么不是他被辞掉，就是顾清寒的地位被威胁。顾清寒这个人，他就是为了顾氏而生，根本就没有自由。看来这些人还要把他当成是顾氏的牺牲品。所以各位今天找我是什么意思？我只是一个助理，好像没必要知道的这么多吧。如果你们想找顾总谈，我马上打电话联系让他回来。还有，我这个人虽然是助理，但是我这人的脾气也并不好，我是顾总的助理，并不是你们可以随意差遣的人。如果没有其他事，各位就请回吧。秦秋从不会因为任何人受委屈，这些顾家人本就和他没关系，他的领导也不是他们。顾怀山以为这几个人就能把他吓唬住，真是小看了他。你是谁让你和我们这么讲话？顾怀森看到秦秋不咸不淡的模样就生气。顾怀柔拉住自己二哥，我们话已经说清楚，就不要在这打扰别人的工作。我们是顾家人，他只是公司雇佣的员工，刚刚秦秋也说得很清楚，如果有别的他也不能隐瞒。顾怀柔把顾怀森拉走，但到了外面却变了脸，不再和风细雨。第105章回顾室。顾怀森有些生气，被拉出来却不服气。你拉着我干嘛？没看到一个小小的助理都敢威胁我们，看来我们是太久没回来，他们已经忘了我们是谁了。顾怀森咽不下这口气，他一个顾家人被助理给撵出来，说出去丢的是他的人，这里本应该是他的地盘，
可是现在只能这么苟延残喘的来偷着找秦秋。顾清寒如果在的话，会对他们是更坏的态度。顾怀柔叹气，他的二哥怎么会这么没脑子，动不动就动怒？二哥，难道你没看出来秦秋并不是什么简单人物？看来这次我们遇到对手了。如果他真的和顾清寒走到一起，以后顾氏姓什么可就不一定了。顾怀柔看秦秋的野心更大，哪有什么对顾清寒的感情？如果顾清寒没有顾氏，秦秋才不会看他。我们俩要从长计议，现在去找大哥，这个时候大哥一定和我们一伙儿，女儿都跟他对着干，我们俩一定要趁着这时候把大哥拿下，难道还愁回不了公司？顾怀柔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之前他们一直都没找到机会，这次是顾清寒自己弄到如此地步。顾怀森认为自己的妹妹说的确实有道理，他们之前被一个小女孩给赶出公司，说出去都让人笑话。这么多年，兄妹俩虽然不常联系，但也都知道对方心里所想。先让小浩他们都回国，趁着这个机会都要回公司发展。顾怀森的第想法是让自己的坏孩子和顾怀柔的孩子都回来，以后都要和顾清寒争一杯羹，不能让他独吞顾家的财产。俩人这次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但也可以去顾怀山面前搬弄是非，离间他们父女的感情。他们都知道，自从顾清寒不管不顾生下孩子开始，顾怀山一直都对顾清寒不满意。这边俩人去找顾怀山，另一边的顾清寒也得到了消息。当他回公司的时候，人都已经离开。他们来找你说了什么？是不是找你的麻烦？顾清寒不用想也知道他的叔叔和姑姑是为了什么而来。这俩人现在居然敢公然来公司对他的人指手画脚。走，我们回顾家。这个时候他们俩一定在我爸那里，既然没有把你动摇，只能去动摇我爸。秦秋把顾清寒拦住，你去了也无济于事，他们的心思昭然若知。这次如果你拦着，他们还会找其他的机会，我看莫不如让他们去蹦跶。管理公司确实是不容易，但是只要用对了办法，那些人再蹦跶也只是瞎蹦跶。顾清寒不解地看着秦秋，他们看似这次是针对我，其实还有别的心思，难道你想不到？今天也是他们走了以后，秦秋才反应过来。虽然只说了几句话，但是句句都不离他们顾氏，他们顾家一直把自己当作是顾家的掌权人一样，其实都和他们没关系，只不过是自说自话啊！没想到他们还真是会找机会啊，都利用起我来了。顾清寒只顾着生气，这一点都没有想到，趁着他不再来公司对秦秋指手画脚，现在看是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了呀。既然这样，当然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既然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影响，下个月的钱都打到福利院去，谁让他们最先违反而来我们的规定？如果不服，让他们来找我。顾清寒不可能让他们欺负了他的人还能安然若素。当天晚上，顾清寒被叫回了顾家。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顾清寒问秦秋。秦秋摇头，不去，他们不单单是找你吃饭，我猜还有其他的事。这次恐怕想要趁着机会重回顾氏，你父亲也许会同意。毕竟这么多年，顾氏都是顾清寒一个人说了算，这种一头独大的日子终究不是个办法。顾怀森和顾怀柔这次醉翁之意不在酒，俩人早就计划好了。秦秋的猜测和顾清寒说了以后，他也是不确定，只是回来以后看到兄妹三人还真是情深的样子，可不是5年前撕破脸的那三兄妹了。清寒，看到你叔叔和姑姑不打声招呼。顾怀山今天少见的看到顾清寒没生气，不过顾清寒一直都在考虑秦秋刚刚说的话，难道他们今晚真的会提回公司的事？如果真的提了，恐怕他爸也不可能同意吧。当年的事难道他忘了？其实今天叫你回来不只是我们的家庭有聚会，以后我们聚的时候还很多。顾清寒接过话说，看来是叔叔要回国了，恭喜恭喜，以后确实可以和爸爸出去钓钓鱼养老了。顾怀森没说话，只是笑了笑看着顾怀山。清寒，这次是我让你叔叔回来，你在公司这几年一直都很辛苦，我想让你叔叔还有你姑姑回来帮你忙，也替你分忧。顾怀山的话真的印证了秦秋所有猜测。顾清寒冷眼看着面前面和心不和的三兄妹，他们还真是会找时候。回公司？要是这么说的话，叔叔和姑姑是不想要公司的股份了。我记得之前我们谈的是，如果你们回公司，就是自动放弃所有顾氏的股份。当年这也是顾怀山为了保障顾清寒能够在顾氏站稳脚步提出来的规矩。今天看来自己要打破了。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们毕竟是一家人，他们回来帮你，你应该高兴才对。清寒，都是一家人，你说话要注意些，不然外人该笑话了。顾怀山此时真的是把自己的女儿给当做了外人，和弟弟妹妹倒是一条心了。顾清寒看着他们感情很好的样子，好啊，既然要回便回吧，不过能不能站稳脚步就要看自己，毕竟现在顾氏都是新鲜血液，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顾清寒才不信他们回来会老实，盼了这么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还指不定以后要怎么做呢。顾怀山以为找回了自己弟弟妹妹就能够牵制顾清寒，他真的是想错了，只怕是2个更大的麻烦，能不能控制在手心还是个问题所在。第106章到公司。顾清寒晚上回到家的时候，秦秋还没睡，他一直都在规划公司里面的构架。之前他就发现顾氏其实也有一定的问题隐患存在，看到顾清寒精疲力尽的回来，就知道在顾家弄得不开心。鸿门宴，
顾清寒点头，兄妹，人弄的鸿门宴主要是针对我。秦秋失笑，他早就料到，也给了他提示。公司里面这次的网络安全我做了改进，不管哪个办公室如果有对公司的威胁，都可以很快进行锁定。而且现在你的办公室也进行了更新。顾清寒有兴趣，你的意思是我可以监视任何人的与外界的网络联系，准确说是对公司有威胁的都会先传达到你这里。秦秋解释。顾清寒对秦秋的了解每天都在加强，他好像对这些东西的研究没有尽头。本以为他只是为了工作，后来发现他是真的感兴趣。对于顾氏的网络安全，他和徐硕每天都在不停的研究。顾清寒都怀疑他们俩要把顾氏弄得无坚不摧。秦秋，你不好奇他们说了你什么话吗？他一直都不会去问这些，这让顾清寒好奇他是真的不在意，还是一直都在回避。他们怎么说我不重要，重要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我，而是顾氏。一语道破，不得不说秦秋的想法有的时候顾清寒都替他可惜当年。若是没有当年的事，他怀疑现在秦秋会不会是叶清雪有力的助手。他们很快会去公司，顾氏的日子以后应该会很精彩。我好像也有些日子没有和他们过招了。顾清寒确实是自从自己一个人掌管公司以后，好像没有太多的闲杂事。这次顾怀森和顾怀柔回公司，估计闲事又多了起来。放心，我不会让他们欺负你。至于他们的小动作，希望都隐藏得深一些，不然我可能都会揪出来。那个时候大家都会不好看。之前是顾清寒一个人面对，秦秋也不知道当年发生的事，但既然现在他在，就不会让他一个人单打独斗，他会帮他所有。顾清寒有的时候都发现自己好像开始了依赖秦秋，他来到他的身边以后，无时无刻的都在为他着想，无孔不入的关怀。所有人都说他有所图，可到目前为止，好像一直都是他在花他的钱，甚至住他的家里。秦秋，你会当我一辈子的助理吗？能保护我多久？这样的日子还能有多久？他不是他的附属品。总感觉秦秋好像随时都会离开他的身边，他有自己的天地要去闯，不局限他的身边，永远都在你身边保护你和孩子，不用担心。秦秋知道他是因为回了家见了那些人才会这么敏感，其实他之前都是走一步算一步，现在确实有新的考虑，不过也都是围绕他和孩子。第二天顶楼吵吵闹闹，顾清寒在开会有些生气，是谁在外面吵？秦秋和安然互看了眼，安然出门看情况，办公室里的人都不敢大喘气。今天大家都发现顾总来了以后的心情就不是很好。顾总，那个顾怀森和顾怀柔董事来了，说是要见您。安然不知道什么情况。顾清寒冷笑一声，让他们在外面等着。来的还真是快啊，刚刚说完，今天就都来了。第一天来的顾怀森和顾怀柔就被顾清寒弄了个下马威。这场会议开了一上午，如果不是秦秋提醒，估计还会继续下去。顾怀森早就已经失去了耐心，他已经2次要冲进去，都被顾怀柔给拦了下来。二哥，难道第一天来你就要和他撕破脸？记住我们稳住脚步再说，一切都不要着急。秦秋跟着顾清寒出来的时候，看到俩人的情绪居然还不错。清寒啊，我和你二叔想不能耽误时间，所以趁早就来了，想着我们尽早入职，也好为你分忧。顾怀柔一直都是笑脸对人。姑姑，在公司里面并没有亲戚之分，其实我也一直在考虑给你们什么职位比较好一些，毕竟你们已经好多年没有在公司，我怕业务你们不熟悉。顾清寒讨厌顾怀柔永远一副自家人的模样，其实他是最假的一个人。秦秋，你带着二位去熟悉下自己的职务，还有让他们也要参加公司的培训，不然对其他人也是不公平。顾怀森想要发火，可看到顾清寒那张笑脸，还要提醒自己冷静。二叔，在这里别忘了我才是总裁，如果你心里还是不习惯，可以回去继续分红就好。顶楼一大堆秘书都看着他们，这个时候就算是有火也不能发，只是顾怀森把火都发在了秦秋身上。秦秋，你有没有搞错？让我们回来做个主管的职位，我们是董事，你知不知道？顾怀森不敢相信，他要从头做起。若是说出去他回公司只是一个小主管的职位，谁能信？顾先生，这是董事会的决定，如果你认为这个位子不适合，可以和董事会去提，只不过你要知道，在公司工作就要扔掉你董事的职位。这个是秦秋和顾清寒提到的办法。既然他们想回来也可以，额外的那些董事分红当然没有，只有职位的工资和顾家的200分几的股份。你在说什么？分红是我应得的部分，凭什么不给我？我要找顾清寒说理去。刚刚顾怀柔还能忍得住，这回兄妹俩都忍不住。秦秋早就料到他们会炸庙，其实他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顾清寒都有些震惊。以他二叔和姑姑认钱的程度，这个办法无疑是在薅他们身上的羊毛。二位，这是你们回公司答应的条件，难道没看当年的合同？顾清寒把当年俩人走的时候和顾怀山签的合同给秦秋看过。如果俩人一定要回公司，其实是没有分红的，只是这次换了个说法，按照有工资没分红。不可能，是大哥让我们回来的，一定是你在中间搞鬼，都是你不想让我们回来想的办法。顾怀森直接乱咬一气。第107章乱上加乱。
顾清寒已经猜到了他们还会回来。秦秋跟在后面看着俩人怒气冲冲的进了顾清寒的办公室。安然有些不知所措，怎么人刚走又跑回来了？安经理，一会儿无论这里发生什么事，你们都当作什么都没听到。安然听了秦秋的话以后点点头，出去还不忘把门带上。二叔，姑姑你们怎么又上来了？如果有什么事和秦秋说就好，他会传达。顾清寒抱着手臂坐在老板椅上，看着俩人愤怒的脸。顾清寒，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回来是为了帮你，你只给我们主管的位子，难道不怕外人笑话？顾怀山刚刚去部门的时候，所有人看到他的时候，他认为他们都是在笑话他。二叔，你想要什么位置？难道想要我坐的这个位子？你现在什么位置都是董事会决定，不是我一个人决定，不然你去问问各位董事们，他们同不同意你们俩直接坐在总经理或者是副的位子。顾清寒太了解那些董事了，俩人空降回来，虽然是顾家人，可对公司一点贡献都没有，怎么可能同意他们回来？无论他们是什么反应，我们是董事。董事你知不知道，这本来就是顾氏的公司，我们为什么要听他们的话？我们进自己家的公司，不需要问任何人。顾怀柔此时已经露出自己内心所想，他们顾家。顾清寒轻笑，二叔姑姑，你们可能是忘了，现在顾氏在我的手里，我没想过他是顾家的，反而应该是大家的顾氏。秦秋走过来，拿着一本文件夹。5年前，顾怀森先生曾帮助国外的欧姆集团从顾氏套走5000万。3年前，欧姆集团老总来京都，亲口说这个情况，并且希望顾氏能把钱还给他。顾怀森先生6年前答应给 S 氏的合作，收取报酬2000万。还有，顾怀森的脸已经变成了猪肝色，他的这些事怎么可能顾清寒都知道？你这是什么？我不知道。他才不会承认，顾清寒也没有证据。顾怀森先生，这是你收取费用的记录和流水，还有欧姆负责人的亲口笔录。这些钱在接下来的日子会陆续的还给顾氏，不然顾总会追究您的责任。秦秋把所有的证据放在顾怀森的面前，这些都是他这几日弄出来的，其实没什么亲口笔录，不过是他骗顾怀森。此时的他哪还有理智再去求证？顾清寒拿起来看了眼，二叔，既然你回来了，这7000万的漏洞就补上吧。之前我还想算了，但现在看看好像没办法算了。7000万对于顾清寒来说不多，之前的钱他都掏了出去，不过他不可能做冤大头，正主自己出现，他不能放过。姑姑，你还有什么事？顾清寒看顾怀柔的脸色更不好。秦秋看俩人都没了音儿，他在一边说，既然二位都没有话，我这还有份合同需要二位签个字，之后按合同流程走就可以。秦秋尽职尽责的做好助理的本分，可顾怀森和顾怀柔把这些事都推到了他的身上，认为都是他在捣鬼。俩人在气头上根本没看签订的是什么。秦秋一式2份的给了俩人1份。既然二位签了字，那么二位之前和公司的账需要还清，工资和分红还有股份的钱都会先还公司的账。俩人傻眼，公司的账是什么意思？刚刚顾先生的7000万，还有顾女士的6500万，您想要听听明细吗？秦秋拿出来顾怀柔的那一份。顾怀柔眼里有抑制不住的火气，不用。清寒，你的意思是我们俩回来上班没有工资？顾怀柔没想到搬起来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姑姑，你们如果安然的在外面，这些都不会追究，可是现在董事会那里说不过去啊。钱是你们拿走的，一笔笔账都一清二楚，大家也都清楚。难道你想骗过他们？但现在你们要回来，当然要把账还上。我想你们就算拿不到工资，一样有钱花吧。顾清寒的心情大好，不知道秦秋怎么能想到这个办法。其实哪有什么董事会，他说是谁就是谁。最后俩人没在顾清寒这里吃到任何好处，反而搭进去不少的钱。合同签了，更是没办法反悔。人走了以后，秦秋说，估计他们去找顾先生，下一步还是要找你。顾清寒拿起自己的手机关机扔在包里面，走，回家，做闹都不关我的事。他们一步一步都被秦秋给猜到，这种一直走在他们前面的感觉不要太好，又让他们没办法反驳。秦秋，你到底还有多少想法？我怎么感觉你脑袋里都是对付他们俩的办法？顾清寒坐在副驾驶看着开车的秦秋。秦秋失笑，我的办法都是对付他们的，谁让他们的目的不纯？而且如果他们没有想法，这些办法也用不上，只能说是他们自食恶果。俩人到幼儿园门口的时候，顾清寒的目光里面变冷，然后下车走到对面的停车场。秦秋还不明所以的时候，便看到顾清寒站在一辆车前。这个时候孩子都出来，他只能先把孩子接过来。爸爸，妈咪呢？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4双眼睛都严肃地看着他。你们上车，妈咪在对面，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秦秋把孩子们放好以后，锁上车门去找顾清寒。怪不得他会生气，顾怀山居然会出现在这里。我只不过是想要看看我的外孙们，难道你还要阻拦？顾怀山问。这么多年你不看他们，他们一直都很好，以后也不需要你来看。如果你再出现在这里，我直接给他们换地方。你出现一次，我换一次。顾清寒的底线就是孩子，顾怀山今天的做法无疑是在挑战他的底线。
秦秋把顾清寒拉回到车上，你们看好妈咪，爸爸下去说几句话就回来。秦秋之前认为顾怀山是为顾清寒好，所以才给他钱，现在发现他是为自己。第108章害怕。顾怀山以为自己这步走的没有错，只要和孩子搞好关系，那么下一步慢慢影响顾清寒。他却忘了顾清寒的脾气和他一样的硬气。秦秋不知道他们俩刚刚谈了什么，但看到顾怀山的表情，应该是顾清寒没说是什么好听的话。顾先生，我不知道您出现在这里是出于什么，但希望以后不要再这样吓唬顾清寒。他的底线是孩子，而你这次做的就是触碰到了他最柔软的部分。秦秋也对顾怀山的出现表示怀疑。之前孩子们说过，顾怀山不喜欢他们，也不可能突然的转变，无非是因为要对付他，所以才从孩子入手。秦秋，你有什么资格和我就讲这些？就是因为你的出现，才会让现在故事变得这么乱。顾怀山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秦秋，因为他，顾怀山还真是会找借口啊。我，难道不是因为你们害怕顾清寒失去控制，脱离了你的控制，你认为会失去所有，所以你让自己的弟弟妹妹回来和自己的女儿对抗？顾先生，你会后悔做出这件事。顾怀山现在的做法不只是对顾清寒的威胁了，他已经是在和顾清寒对这干。如果是别人，秦秋可能直接不给对面余地，就是因为是顾怀山，还要看顾清寒的面子，但也绝对不会就这样算了。顾怀森和顾怀柔既然在公司，那主动权现在就在顾清寒的手里。之后不管顾怀森有任何的打算，秦秋都将和他对抗到底。被秦秋威胁，顾怀山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秦秋，你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讲这些话？以为和我的女儿同居，以为是孩子的父亲，我就没办法对付你？你还是太天真了。秦秋不以为然，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到底你的计谋能不能得逞。知道顾怀山心思不简单，这次俩人的对弈才刚刚开始，不是暗地里，而是明面上的对抗。秦秋回来以后，顾清寒情绪还是很低沉，小孩子们也感觉到了不对劲，今天都不闹了。妈咪，今天外公去看我们很乖没有出去，告诉老师他是陌生人，是坏蛋。依依如果不说，顾清寒都不知道顾怀山真的去里面找了他们。宝贝，你们要记住，以后除了我和爸爸，任何人来找你们都不能出去，知道吗？顾清寒听到父亲居然真的去里面看了孩子，心里的怒火更大。4个小朋友本就不喜欢顾怀山，知道他对妈咪不好，听到顾清寒的话以后乖乖点头。明天还是要有保镖在，我怕他来抢人。顾清寒这话是对秦秋说。抢人？秦秋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原来顾怀山还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我亲自接送，不会出问题，只要他们在学校里面安全就好。秦秋能够保证自己和孩子的安全。顾清寒是关心则乱，所以才会突然提出来保镖的问题，但秦秋可以理解，她是孩子的妈妈，这么多年一个人把他们养大，在她心里的地位当然很高。顾怀山就是摸透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对孩子下手。今天也仅仅是个警告，就让顾清寒草木皆兵。可想而知，如果顾怀山真的做了什么，顾清寒可能会疯掉。叮，全能人生系统启动。系统提示：宿主在故事打卡满2个月，系统赠送宿主一套海边别墅。这个时候给他奖励，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他倒是不缺房子住，现在的问题是所有的事因为他而起，弄得他心里也很乱。如果没有他，现在顾清寒还是按照之前的步调在生活中。不然顾清寒打算秦秋的话，公司的事上班以后再说，现在是下班时间，我不想提。其实顾清寒知道秦秋要说什么，他不认为和他有关系。其实他和父亲之间的矛盾一直都在，只是这次把矛盾点触碰到了关键时候。他们早晚都会有这一天，父亲想要掌控他，可他不可能被任何人掌控。二叔和姑姑凑过来也是一样的，之后恐怕他们会失去很多，只希望他们不会后悔回来。顾清寒的低气压一直都在，孩子们回到家之后都很乖。趁着顾清寒去书房的时候，4个小鬼跑到厨房找秦秋。秦秋看到他们神神秘秘，还不忘关厨房门。爸爸，妈咪是不是很难过？外公骂他了吗？为什么要对妈咪不好？外公为什么又要见我们？可是他明明不喜欢我们啊，他是不是要把我们送走？4个孩子有些敏感，一直以为顾怀山来找他们是要把他们送人。秦秋没料到他们会说出这样的话。告诉爸爸，外公之前说过要把你们送走的话吗？现在他才意识到，原来小孩子比他们还要害怕，他们以为大人不要他们了。依依诺诺地说，外公和妈咪说过，我们在书房门口偷听到了，可是妈咪和外公吵了起来，不同意送我们走，但是外公还打了妈咪，所以我们不喜欢他。这些事秦秋都不知道，如果不是今天顾怀山找来，他估计永远都不知道发生过这些事。爸爸保证，没有任何人能把你们从我和妈咪身边带走，我和妈咪会陪你们长大，以后我们一家人都要在一起，周末我们去海边玩好不好？秦秋想要找话题让他们放松下来。妈咪也去吗？她是不是很伤心啊？听到出去玩是很高兴，可想到顾清寒情绪不好，
孩子们最担心的还是他。这样吧，你们去书房找妈咪，逗她开心好不好？妈咪最喜欢的就是你们，有爸爸在，外公不会再伤害妈咪。秦秋知道孩子很担心顾清寒，但又不敢上前去关心。听到爸爸的话，4个小朋友出去找顾清寒。其实顾清寒已经调整好了自己，只是公司的事情要忙，并没有注意到孩子们的心情。等到他们进来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刚刚一直都在担心自己。第109章放任。第2天上班，安然苦着脸等在顾清寒办公室门口。顾清寒不用猜都知道他要干嘛。谁又惹祸了？是顾怀森还是顾怀柔？我猜应该是我二叔。他早就习惯了，之前在公司都是父亲给他擦屁股，这次回来年纪渐长，可是脾气还是一样的差，做事同样没有章程。顾总，下面的人都没办法干活了，一直在我这里投诉，但是又没办法管。他的直系领导就算是管，他也不听啊。顾清寒就知道他们回来就是来给他找麻烦。秦秋进来听到安然还在吐槽顾怀森做的事，我下去处理吧，不能什么事都要顾总亲自出面，我倒要看看他要干嘛。秦秋一个人下去的时候，顾怀森还在给其他人上课，但是明显能看出来没有一个人在听。顾主管，您这是上班时间在做什么？刚刚接到投诉，顾总希望您能和我好好的说下到底发生了什么。顾怀森根本就看不上秦秋，认为他没资格管自己。我不想和你说话，这里没你说话的份，我要找顾清寒说。好啊，既然不找我说，按照公司规定你回家吧。来人，让保安部上来把人轰出去，以后不得进顾氏大楼。真的以为他很好欺负，还敢公然对他？你有什么资格？你只不过是一个助理而已，凭什么这么对我？我要找顾清寒。顾清寒走到门口，就听到顾怀森大声嚷嚷：找我干什么？他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这个公司有很多人可以开了你，你没什么特殊，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普通的一员，只不过我要提醒你，你的钱在你离开公司也要还，不过我没有耐心，我决定走法律程序。他们之前想要进公司，顾清寒答应，但他们想走并不是那么容易，这回走也要把钱还完，不然也不是想走就走。这里不是谁都能对他指手画脚。顾怀森怒气直升：顾清寒，你居然敢这么说我！二叔，是你自己求我要回公司，白纸黑字签了合同，难道你要反悔？不如我们找法律顾问还看下你签字的合同，看看到底是谁有理。顾清寒真是感谢秦秋之前出的点子，步步把他们都算计在里面。可以说二叔和姑姑想要算计他，可惜他们算计的都是自己。顾怀森的闹剧没有持续多久，顾清寒几句话让他熄了火，他怎么都没想到会让顾清寒给摆了一道。看了合同才知道他这是签了卖身契，根本不是公司的正规合同。问了懂法的人才知道他这个也是法律生效。找到顾怀柔说了这个情况以后，顾怀柔后悔：二哥，我当时也是着急签字，根本就没有留意他后面写了什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哼，怎么办？既然他不仁，就不要怪我们不义。顾怀森谁的面子都不看，他要的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还有顾氏的话语权。这次什么都没得到，他怎么可能轻易的放弃？俩人现在不再去找顾怀山，之前是因为要回公司，所以才对他百依百顺，可回来以后发现还是受顾清寒管制，又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现在只能是靠自己。怀柔，我们晚上去见几个之前的董事，其他的等我们见了以后再说。他们也早都看顾清寒不顺眼，还好他之前一直和这些董事的关系很好，这么多年也没有断了联系，这次回来正是用到他们的时候。二哥，如果被顾清寒发现，他不是会更加的针对你？顾怀柔可知道顾清寒是个睚眦必报的主，一点都不好对付。5年前他们吃的亏，他可是记得一清二楚。怕什么？和我的老朋友们吃饭，难道他还管得着？顾怀森早就不在意，这次回来他就是要大刀阔斧的动手。除了董事们，他还在和帝都几个比较好的老总也约好了见面。里应外合，这次一定要把顾清寒搞走。对于顾怀森的野心，顾清寒早就知道，如果他能乖乖听话，他才觉得是有问题。既然想要闹，就让他闹下去。下午顾清寒在办公室匆忙的叫秦秋过去。秦秋进来顾清寒办公室，就听到他的电脑发出警报声。怎么回事？我什么都没做。顾清寒看着电脑不停的闪黑屏。不是你的问题，是公司内部有人在聊关于你的事，或者是公司内部的一些事，你想要看吗？只要是对方动了邮件，秦秋都能截获看到。顾清寒之前就知道秦秋的这个研究，他以为只是保护公司的网络，没想到还真的有人在眼皮子底下搞事情。当然要看，我看看是谁胆子这么大。秦秋在顾清寒的电脑操作以后，被截获的邮件出现在电脑里面。顾怀森的公司邮件，另一位是公司的董事，他们只是约见面谈未来发展。秦秋挑眉，他们谈公司未来的发展，看来这位顾怀森的野心还挺大。顾清寒轻笑，让他们继续聊，我倒要看看他们要谈怎么发展。不需要看，让他们好好的聊下去，我等着他们的大计划。秦秋把俩人的网站都锁定，以后有任何问题都能追踪得到。不过这次是用公司的邮件，下次却未必。
如果真的想要追踪他们聊了什么，其实并不容易。就像顾清寒所说，让他们继续下去。顾怀森回来以后，动作就很多，野心也都显露了出来。他只是个出来做事的，其实最应该防的人是姑姑。二叔没有多大杀伤力，从来都是软刀子杀人，口腹蜜饯。姑姑就是那样的人。在顾清寒的意识里面，姑姑生气的时候很少，甚至他都回忆不起来。这样一个人，他的野心比父亲和二叔都要大，他才是这个家里面最可怕的人。谁也不知道弱弱的他会做出什么事来。当年他被人追杀的事，顾清寒都一度怀疑是他找人做的，但始终都找不到证据。第110章周勃的躁动。公司这边顾怀森和顾怀柔就像是改变了策略一样，这几日安静得很。顾怀山属于坐山观虎斗，就算是自己的女儿，他也这样无情的对待。秦秋不知道的是，公司的人对他越好，外面的人就会越嫉妒。周勃时刻都注意秦秋在顾氏情况，他之前升职就让周勃很不开心，一个人什么都没有，怎么可能会升职？有人说现在秦秋一跃成为顾清寒的助理，他更不敢相信。他想邀约秦秋出来，可是不管怎么联系都联系不到他。最后没办法，只能在大学班级群里面开始活跃。我们毕业这么久，是不是要聚会一次啊？要不这次我做东，我们找时间聚聚。他一上线，所有人都冒了出来。当年他和秦秋的前女友在一起，最后还结婚，可是让大家当作谈资聊了很久。5年时间，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但论发展还是周勃的发展最好。叶氏集团的姑爷，谁能比得了他？可以说一步登天。我看靠谱，不过还是大家 AA 制吧，都工作了好多年，还不差这点钱。周勃就是因为钱少，所以都不要和我抢，我来买单。谁来组织？当然是班长组织了，不过能够聚齐吗？尽量都来吧，我们也好久都不见，更是没有机会见面，所以还是都来。周勃，如果不在帝都的单独找我，我给你们买机票哈。就这样，同学在群来面都开始说聚会的事，时间定在周6，所有人都休息的时候。突然林航冒泡说，要不要叫秦秋？我上次和周勃吃饭看到他了，还带着个孩子，我猜他是结婚生子，但怎么都不和我们联系。周勃，你们关系那么好，你去叫他，就说我们都很想见他，让他也来吧。其实其他的同学倒是不尴尬，反而大家对周勃和秦秋的关系尴尬。中间还有叶清雪，如果都到了以后，大家身份上都有些乱。说完周勃联系以后，群里面没了声音，都知道周勃的身份不变，而且叶清雪一直都没说话。叶清雪早就看到他们在群里面讨论的事，她不在乎和秦秋见面，反而是想要通过这次见面看看他到底要干嘛。在顾清寒身边以为就没事了。叶清雪走到周勃的卧室，问，你要干嘛？我看你不单单是想要同学聚会吧，目的是什么？他和周勃结婚的这几年一直都是分居状态，俩人都互不相干，只有在公开场合需要露面的时候装恩爱夫妻。之前周勃还会和他表白，后来他太冷淡，周勃也失去了耐心，俩人现在就是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我只是想要大家聚一聚，没有别的意思。是他们提要见秦秋，我真的没想要他来，而且现在他在哪里，我还要去查。周勃不会在叶清雪的面前承认他知道秦秋的动态。俩人剑拔弩弓的时候，林航打来电话，如果你的身份不方便，我去找他吧，你把他的地址给我就行。周勃当然同意，他确实没想过自己去，就算是去了，秦秋也不见得会见他。他不知道秦秋是不是知道了什么，那次见面的意有所指，还有这几次他打电话一直都打不通，总感觉秦秋是故意躲着他，甚至是不想和他说话。林航看着周勃发过来的地址，去顾氏找秦秋。秦秋的位置想要见面要预约，林航还很惊讶，秦秋到底是什么职位，居然都要预约。前台看了看时间，先生，请助理马上下来，您稍等下。秦秋听到是林航，考虑了好久，想还是下来见一面比较好。他们俩之间没有任何的过节，应该说除了周勃以外，他和其他的同学关系其实都还不错。如果不见，确实有些说不过去。上次遇到他和周勃的时候没聊几句，其实他能感觉到林航的尴尬，毕竟当时在学校的关系还不错。林航看到秦秋下来，这次再见到他和上次完全不同，还以为你会不见我，报了见不到面的准备，没想到你会下来。林航上次就感觉秦秋在疏远他们。我在对面定了位置，我们去边吃边聊。秦秋带着林航出门的这段路，所有公司的员工见到他都在打招呼。林航还有些意外，怎么会来这里找我？是有事？秦秋看了眼时间，他和顾清寒约在下午还要去开会，我还有2个小时时间，下午要出去和领导开会，所以有什么事你都可以和我直说。林航看到秦秋的变化太大了，怪不得周勃上次说也许秦秋只是不想见他们，可他的态度虽然冷淡，但林航没有感觉到秦秋对他不尊重。是这样，我们周6决定大学同学聚会，想邀请你参加。大家都知道你回来了，当年你走得匆忙，也都很担心你，所以让我来找你。我知道你不想见到我们，不然这么多年怎么没和任何人联系？他的自说自话让秦秋笑了，真想告诉他不是不想联系，
而是没办法联系。那个时候，叶清雪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控制起来，甚至最后他失去了所有的联系方式。现在如果回忆起来，其实大多数人都不记得了。林航，我没有不想见你们，而是所有的联系方式都不见。我也是刚刚回来不到半年时间，之前发生了很多的事，就当是我自己的问题吧。不管林航来是出于关心，还是因为其他人的关系，秦秋还是很感谢他说出心里话。只有周伯知道他在这里上班，所以林航能找来，其实他知道也是周伯的意思。同学聚会，他认为自己没必要参加，最后都没有走到毕业，所以根本和他们没有什么感情在。说担心他，不能说完全不信，也只能说担心是一小部分而已。丁，系统提醒宿主参加同学集会，系统奖励办公楼一栋。秦秋怀疑系统在监视他的生活，赤露露的诱惑，办公楼还是一栋，怎么可能不动心？第111章答应。林航叹气，所以你会去吗？当然，我也很想念大家，确实是好久没见。这次怎么能缺席？你把时间地点发在我手机里面就好。秦秋都答应了以后，林航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他居然真的答应了。秦秋看时间差不多离开，林航一个人坐在餐厅看着秦秋的背影，发现好像和周伯说的不一样。秦秋没时间想其他的事，现在顾清寒的事才是他担心的重中之重。如果不是系统提醒，他一定会拒绝。去了也尴尬，大家本来就不熟悉，5年时间变化太大。周伯一定会去，他也并不想和他有任何的联系。秦秋回来以后，顾清寒还很疑惑，他在这里没有任何朋友，怎么刚刚安然说他出去和朋友吃饭？你刚刚有事？哦，大学同学来找我，说是周6同学聚会，问我要不要去。我想着去看看也好，大家这么多年都一直没见面，没办法和顾清寒解释，其实他并不想去。同学聚会，顾清寒的第一反应是叶清雪。之前叶清雪来找他的事，他可是记忆犹新。这次不知道他是不是又会找秦秋的麻烦。你之前说过的初恋是不是也在？不会再发生什么事吧？听了顾清寒的话以后，秦秋手里的动作停下来。你是担心我出事，还是怕我见到之前的女朋友？顾清寒白了他一眼，我是担心你再被人给陷害，这次恐怕没人去救你，别再像上次一样，岂不是亏了？确实有道理，我这次就告诉我们，我有家了，老婆看得严，不让喝酒，不能和女人靠得太近，不然回家要跪搓衣板。秦秋说的一本正经，顾清寒点头，还真是敢说，没有老婆的人都敢这么撒谎。哎，孤家寡人一个呀，希望有老婆管，不过现在有女儿子管也不错。俩人都不触碰那层窗户纸，都知道还没到时候，但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算时机成熟。现在这样也挺好，在外人眼里，他们早就在一起，也只有俩人知道，其实他们的关系单纯得很。另一边的林航在群里面通知所有人说，秦秋答应来参加聚会。周伯有些吃味，到底秦秋是什么意思？他不管怎么打电话都不接，林航去找他就见面，还直接答应下来。莫非秦秋是因为他娶了叶清雪，所以才对他有意见？但是他已经解释过了，或者说秦秋其实对叶清雪还有感情。这次聚会一定要搞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想。叶清雪也会和他见面，这几年虽然和叶清雪结了婚，生活在一起，但一直也搞不懂叶清雪对秦秋的态度。看似是还在怨他，可若是没有感情，怎么会纠缠这么久，记这么久？叶清雪看到群里林航留言，秦秋居然答应来参加同学聚会，不知道他这次来是要干嘛？难道是要向大家显摆他此时的地位，还是有其他的目的？听到秦秋来，大家好像心里面都会有想法，只是最不好受的还是周伯，他担心秦秋会和叶清雪旧情复燃。虽然在外人眼里他是叶清雪的丈夫，但其实他什么都不是。周6一大早，顾清寒对着衣帽间里面的衣服看了好久，秦秋过来2趟，看他还没有选完，便又走了。但是他看自己的时间要来不及，没办法只能过去。要不我先把我的衣服拿走，然后你再选。顾清寒拿起2套秦秋的衣服，你认为今天你应该穿哪套比较好？不只是秦秋愣住，4个玩玩具的孩子也在看顾清寒手里的衣服。妈咪居然拿着巴巴的衣服在问巴巴，不理解妈咪是要干嘛。秦秋指了指衣服，你一大早是在给我选衣服，所以才选了这么久。顾清寒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看着秦秋，我又不出门，当然是给你选，只是我有些不确定你应该穿哪套。宝贝们，你们过来，巴巴今天去参加同学聚会，应该穿哪套比较合适？左边那一套。妈咪，我喜欢右手边那一套。我也喜欢左手边。我投右手边那套1票。显然没有得到中肯的意见，完全相当于没问过，不然我们俩同时指向一件，如果还是分不出来，那就再换一套。顾清寒喊口令，然后他和秦秋同时指向衣服，发现俩人也选的不同。秦秋一点不纠结，只不过是个普通的聚会，我随便穿运动装去就好，没必要选。顾清寒当然不会同意。那天叶清雪来找他的事，他一直都记在心里，而且今天这么好的机会，当然是要让秦秋展示一下他过得很好，是在他顾清寒身边过得好。不管这次叶清雪也好，周伯也好，
有任何的心思都要放一放。他不再是5年前的秦秋，这次若是再对他不利，就是对他顾清寒不利，他都会加倍奉还回去。如果你穿得不体面，他们岂不是说我不够体贴，所以必须要听我的话？4个小朋友也点头，对，要听妈咪的话，妈咪选的衣服最漂亮了。顾清寒心情大好，我决定了，你穿这套。秦秋看那套高定的西装，还是深蓝色，如果穿上，好像是去参加宴会或者是大型的发布会，弄得好像有些隆重，可看到顾清寒的脸，他又没办法拒绝。好，只要你认为不错，我当然会穿。这些衣服都是顾清寒告诉安定的尺寸，也是最近才送来，秦秋其实一件都没有穿过。他换好衣服出来的时候，就看到顾清寒和4个小朋友坐在衣帽间外面的地上。哇，爸爸好帅啊！爸爸穿这套衣服真的太帅了，我好喜欢呀！顾清寒满意的点点头，去吧，我今天的审美确实在线。放心，你今天一定是同学聚会最闪亮的那一位。虽然被夸帅，但秦秋还是有些不适应。你们乖乖在家等我，我很快回来，晚上亲自给你们做好吃的东西。秦秋的心思不在同学聚会，如果不是系统奖励才不去。第112章同学聚会。因为是去同学聚会，所以秦秋并没有开他的那辆车，而是开顾清寒的车。周伯定的地方是帝都最有名的9公馆，因为刚刚选衣服的问题，所以他到的算是最晚，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5分钟，还好没迟到。屋内的同学早就等着见秦秋，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一直都不到。周伯小声问身边的林航，你确定把地址发给他了，还是他故意不来？都这个时间了。林航看了看时间，也有些懵，他答应我一定会到，难道临时反悔了？手机也给我回话了呀，不可能不来吧。其实林航也不确定秦秋到底会不会来，若是那日只是碍于俩人的面子答应，他不来他们都没办法，毕竟来不来都是他的自由。秦秋不会是不来了吧？现在就差他没到，不然林航你再去联系看看。还是别联系了，万一就没打算来，那多尴尬啊，就算了吧。其实他不来也情有可原，毕竟后来和咱们没在一起，来了也不知道聊什么啊。大家都很期盼着秦秋能来，但他不来，好像也都不怪他，都能理解。周伯脸色有些不好，大家和秦秋相处的时间最短，但好像对他的印象都不错，不知道秦秋到底是好在哪里了。叶清雪看着周伯的脸，他就知道他心思不简单，没想到最后他还是没来，估计是不好意思见他们这些人吧。那件事其实除了他和周伯没人知道，难道他是感觉到丢脸，所以才没来？林航的手机拿在手里面，这通电话打也不是，不打好像还很尴尬。周伯看了看时间，还有3分钟，估计是不来了，我去让服务员上菜，我们边吃边聊。他刚走到门口，手还没有碰到门把手，门便从外面打开。秦秋开门看到周伯站在门口，惊讶地看着他。你来了。周伯没反应过来，僵硬地说了一句话。秦秋点头，指了指里面，让一下，我进去。他居然真的来了，周伯愣神，刚刚都以为他不会来，我们还以为你不来了，估计是这个时间比较堵，所以晚了些，你的座位在那边。林航直接起身，秦秋你和我坐在一起。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秦秋身上，目光都是探究地看着他。大家几乎5年多没见他，对于他的消息也是一点都没有。当年他给大家的印象都很不错，只是突然的失恋，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估计秦秋都不认识大家了，不然都相互熟悉下。其实我也是前段时间才遇到他，知道他现在结婚生子，女儿也长得特别可爱。周伯故意强调秦秋结婚的事，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顺嘴说出来。他还有意无意地看向叶清雪，叶清雪从来了以后脸就一直冷着，客气地打过招呼以后也没人靠近他。都知道俩人之前是情侣关系，当年还是叶清雪追的秦秋，周伯又是秦秋最好的朋友。秦秋失去联系以后，叶清雪却嫁给了周伯，3个人的爱恨情仇，大家都等着看是怎么回事。从今天来到这，叶清雪的情绪在大家眼里就不对劲，所以都猜测是因为秦秋的关系。听到周伯说秦秋结婚生子之后，所有人都不知道是该恭喜还是说什么，又都不敢看叶清雪。周伯发现自己说的这个话题居然没人理会，有些尴尬。秦秋也一言不发，周伯的介绍和这次聚会好像没有任何关系，不只是他有这样的感受，想必其他的同学也是一样的。周伯自知没趣，坐在秦秋的另一边。林航、秦秋还有周伯3人坐在一起，而叶清雪坐在周伯身边。一顿饭本应该是热热闹闹，当现在却都低头不语。秦秋不想因为他的原因弄得大家都很尴尬，他在这里也不舒服。吃完饭以后还有别的项目吗？秦秋现在只想把吃饭的时间挨过去，然后走人，这种气氛他不喜欢。林航看了眼周伯，不知道秦秋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周伯看到林航的眼神，可秦秋凑近林航说话，他根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是这样，秦秋问我饭后我们有什么娱乐活动。林航其实也不知道周伯的具体安排，他的任务是把秦秋叫来，其他都没注意。要不我们上去玩？上面有各种娱乐施舍，这里是叶氏旗下的，所以我们可以随便玩。听到可以玩，氛围才开始缓和起来。周伯，我们是沾了你的光，
还是沾了叶清雪的光啊？当然是他们俩，毕竟都是一家人，所以不分你我。咱班只成了这么一对，你们俩可要长长久久，不能半路下车呀！呸！你这是臭嘴，怎么这么说话？人家是校园恋爱后又出了校门结婚，多浪漫啊，一定还是一辈子的幸福。不过你们什么时候要孩子？秦秋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吧？你们俩也抓紧时间。老同学就是这样，扯开一个话题能一直聊下去，也不知道聊什么，但能随意转变话题，好像当年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我答应孩子回去给他们做晚餐，所以你们去玩吧，我不能食言。虽然人在这里，不过心一直都在家里面。顾清寒不停地给他来讯息，他看了眼，应该是孩子们发过来的，有他们拼的乐高，照片里面还有顾清寒在。秦秋现在所有注意力都在手机上面，他想回去陪在他们身边一起。一会儿吃饭的钱给谁？还有后面活动的钱，到时候银行发给我数字，我把钱给他。在他的意识里面，同学集会都是 AA 制，既然他来了，也不能不懂规矩。虽然后面的安排他不参与，但也不能不拿钱。周围闹哄哄一片，没人注意到秦秋在说什么，只有其他3个人听到他说的话。还是留下来一起吧，明天是周末，还可以陪孩子，我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林航说道。第113章刁难。秦秋直接拒绝，我已经答应了他们，所以不能说话不算话。他这次来是为了系统奖励，不然绝对不会来。这顿饭已经是他的极限，后面的活动还不知道要多久，而且和他们确实不熟，硬是在一起也尴尬，莫不如提早离开。这桌没人听到秦秋的话，大家都在聊自己的话题。周伯和叶清雪坐在一起，一直都不说话。秦秋也是一直在和林航聊天，只不过俩人一直都在说提早离开的事，其他人注意力都在食物上面，只有秦秋不停地看手机。周伯突然出声说：“秦秋，你不会是妻管严吧？我看到你一直都在看时间，难道周末家里面也有门禁时间？”周伯的声音足可以让其他人都听到，一听到妻管严3个字，周围的共鸣声全部都出来了。原来秦秋也是妻管严啊，不过不丢人，男人爱老婆才会怕他。秦秋，你们家宝宝多大？打不打算要2胎啊？你们女人怎么撂到孩子就问2胎啊？主要是帝都的生活压力太大，我是不打算要，不然供不起哦。4岁多，没打算再要，现在就挺好。秦秋确实是没打算再有其他的宝宝，1胎已经是4胞胎，这种概率已经够低，他只想看着他们健健康康长大就好。周伯终于找到了话，4岁，你不会是回家娶妻生子去了吧？下次大家聚会的时候，把老婆带出来，让我们瞧瞧。我们好想看到底是什么姑娘，能让你休学回去结婚，一定是个大美女。大家被周伯的话题给带出来，都想看看秦秋的妻子。谁都没有注意到，此时叶清雪攥紧了双手。她听到秦秋的孩子都4岁了，那就是说，那个时候她回到老家真的是结婚去了。她竟然什么都不知道，枉费她还一直以为她会忏悔自己做过的错事。现在看来，她当年一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更没有对她有任何的愧疚。原来只有她一个人一直没走出来。既然这样，就不要怪她。我听说秦秋现在是顾氏集团顾总的贴身助理，不知道你老婆介不介意？我那天还看到你陪着顾总半夜1点多在时代广场购物，看来你负责的业务还真是广啊。希望我是看错了吧？他也不想揭穿他，可是秦秋做的太过分，既然都已经结婚了，还出来欺骗其他人，他对顾清寒一定有别的想法。同学们都不知道他的面目，但他一清二楚。周伯听到叶清雪的话，确实是有些惊讶，这些事他都不知道。真的假的？秦秋你艳福不浅啊，我可是听说顾总身价不菲，虽然生了孩子，但却是个单身，虽然外界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估计当年也是不能说的秘密。大家听到周伯和叶清雪的话以后，所有人看秦秋的眼神都变了。和这么有钱的女上司半夜去逛街，听着关系就是不清不楚。怪不得秦秋不愿意来同学聚会，原来有这层关系在，估计是怕他们知道之后丢人吧。秦秋终于知道周伯为什么弄个同学聚会，还一定要林航去把他叫来。看来醉翁之意不在酒，现在这个局面看似和他没什么关系，但其实是他故意把话题扯到这里来。而且叶清雪怎么会知道他和顾清寒晚上去逛街？难道他一直都派人在监视他？这夫妻俩倒是对他的事了如指掌。没想到毕业这么多年，你们俩还这么关心我，只不过助理是我的工作罢了。至于我老婆介不介意，这只有她知道。你们的担心确实有些多余，可惜顾清寒和他现在还没有关系，他们俩什么时候能有关系的变化他都不知道。叶清雪冷笑，我们也不过是关心你罢了，难道你是生活上有困难所以才？如果真的缺钱可以和我们讲，我们都会帮你的，不会看你笑话。叶清雪的话夹枪带棒，也意有所指，别人听不出来话里有话，但秦秋清楚得很，毕竟当年是他付的房费，看来在他的眼里这么多年他都没变。多谢，不过暂时应该什么都不缺，既然大家都吃好了，我就先离开。话题已经被俩人给挑起来，大家的八卦心思也都出来了。估计他走了以后，他们谈论的不会是别人，不过秦秋一点都不在乎。周伯和叶清雪想要这样的效果，
已经达到了，只要他们开心就好。怎么这么着急走啊？是不是不想和我们见面？大家都盼着你能来，说说当年怎么离开的那么仓促，都没人知道你去了哪里。叶清雪就是不想让他走，找各种当年的话题，他就看看他到底怎么圆谎。所有人都好奇当年他发生了什么事才会不告而别，一走就是5年多。他为了不丢脸面，也只是说秦秋家里有事。如果让人知道秦秋和他在一起，居然还去找女人，他的脸更没有地方放。他堂堂的叶氏大小姐，居然被一个穷小子给绿了，到底是他没有魅力，还是秦秋花心，放着他不爱，去找个酒家女？这么多年过去，他的心一直都耿耿于怀这一点。如果不是听到他说结婚生子，孩子应该就是离开不久才有的，不然怎么可能4岁多？所以那件事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现在回来还在顾清寒身边，他下一个目标应该是顾清寒吧？这个男人的野心还真是够大，不知道他的妻子到底是谁，怎么能忍受得了他？秦秋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听到叶清雪提当年，他的眼神紧紧地盯着周伯看。周伯不懂秦秋的眼神，看他是什么意思，好像眼神里面有要对他说的话一样，弄得好像是他对不起他一样。当年的事，秦秋不可能知道，他做的天衣无缝。秦秋看到周伯眼神躲闪，知道他心虚，一定不知道他已经都知道当年的事，只是没有证据罢了，不然他不会轻易放过周伯。当年的他那么信任他，没想到周伯会对他做出那样的事来。第114章警告。秦秋笑着说，当年的事啊，如果你们想知道，我想有一个人知道事情的所有经过。大家好奇地看着秦秋，都想知道他说的这个人是谁。周伯有些紧张，不停地吞噎口水，心里突然无比慌张。秦秋绝对不可能知道，他说这话就是故意的。林航突然发问，难道你当年离开有苦衷？是不是出事了？你怎么不找我们帮忙？林航一说话，所有人也都开始猜测，难道是得罪了谁？快和我们说说，你居然藏了这么久，是不是家里有难处，不好意思告诉我们啊？早和我们讲，也不会退学回家，真是太可惜了。现在事情解决了吗？如果还是没解决，告诉我，我在公安局，我帮你查，一定帮你到底。秦秋在他们眼里一直是个好学生，除了学习成绩当年在班级好，平时的时候一直都在外打工。大家都知道他困难，当年他和叶清雪能在一起也是一段佳话。所有人最开始都以为他是为了钱，其实了解的人才知道是叶清雪追了他好久，他才答应。俩人在一起之后，秦秋更勤奋，打工赚钱给叶清雪买礼物。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是羡慕叶清雪，可一夜之间好像什么都变了。秦秋失去联系，后来叶清雪毕业直接嫁给周伯，事情在大家眼里都很离奇。今天突然说出来，当然都想要弄清楚事情尾末，想要帮秦秋。秦秋转头看周伯，笑着说，你们可以问问周伯，他知道所有的事，也许好多的内幕比我知道的还全面。既然叶清雪想要知道，也可以问问你丈夫，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说完以后，秦秋起身离开，之前还想体面的给周伯留些颜面，任他一而再的挑衅。他因为孩子和顾清寒，甚至想过不去追究，以后也不需要见面，就当作是陌生人就好。可今天周伯和叶清雪夫妻俩合伙起来对他进行攻击，他当然不会忍耐。这回周伯去解释吧，他解释成什么样，就要看他编故事的功力了。秦秋走出去以后，屋呢全乱了套，大家都看着周伯，等着他的解释。当年他和秦秋关系最好，秦秋失去联系以后，大家都问他，可惜他只说和大家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刚刚秦秋又说他了解所有的事，到底谁说的是真话？难道当年秦秋退学和周伯有关系？怪不得他们关系那么好，周伯还娶了叶清雪。秦秋只是简单的一句话，让所有人都开始猜测周伯当年做了什么。没人认为他是无辜，甚至有人小声在下面说是周伯把秦秋给赶走，是为了叶清雪。你们别听他胡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估计是生气了，不想提当年的事。周伯心里紧张得很，叶清雪还坐在旁边，他虽然一动不动，可他能感受得到叶清雪在发火边缘。他话音刚落，叶清雪也跟着跑了出去。这回周伯的脸已经变成了黑色。叶清雪跑出去是去追秦秋，他的脸放在哪里？所有人都在这里看着。你们聊，我也出去看看，问问当年到底是怎么了。如果留在这里，他无法知道叶清雪是不是去找秦秋，俩人又会说什么。他必须出去看看秦秋会不会和叶清雪瞎说。3位当事人都跑了出去，其他人根本没心情吃饭，都在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叶清雪追到9公馆门口，把秦秋拦了下来。你站住，秦秋，你把刚刚的话说明白。当年的事为什么要问周伯？你是不是故意转移话题？你自己做的事为什么要推到其他人身上？刚刚他的话在叶清雪的眼里是在逃避，明明是他发了错，为什么不承认，还明目张胆地出现在这里？他欠他的，可每次见到他都好像是他欠他。事情发展的根本就不对劲啊！你不是想知道当年的真相，那你为什么不去查查清楚再来问我？秦秋毁掉以叶清雪的实力，
想要查清楚并不难，只是他从事情发生以后一直都不相信他，所以只信了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你的事为什么要牵扯到别人？秦秋，你是不是故意的？叶清雪被他今晚说的话弄懵，怎么和周伯扯上关系？秦秋这个时候看到远处跑过来的周伯，他的表情有些急，步子迈得很大，已经跑起来了。这时秦秋突然低头靠近叶清雪，怎么？是不是怕查出来当年都是和你丈夫有关系，所以不敢去查啊？不妨去查查试试看，也许会有惊喜。周伯已经走近，秦秋直接转身离开，没有给叶清雪继续问的机会，更没有等到周伯过来说话。可是周伯刚刚把俩人的动作都看在眼里，秦秋刚刚在叶清雪的耳边说了什么，让他现在失魂落魄？是不是他刚刚对你说了什么？你怎么了？叶清雪看是周伯，他的额头上面都是汗珠，什么事这么急出了这么多的汗？现在这个天气，叶清雪穿着外衣都感觉冷，还是周伯在害怕什么？叶清雪瞬间回忆起顾清寒和他说过的话，小心身边人，还有刚刚秦秋对他说的话，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到底都知道些什么？难道当年真的是他错怪了秦秋？他确实应该去好好的查一查。没说什么，他刚刚突然给我道歉，估计是知道自己对不起我吧。我们回去吧。周伯望着叶清雪的背影，忧心忡忡。他知道叶清雪是在撒谎，一定是刚刚秦秋对他说了什么。既然都走了，为什么现在还要回来？他不能再让秦秋出现在他们面前，不然叶清雪会动摇。秦秋，你不能怪我心狠，我只是想要和叶清雪在一起而已。现在的身份地位我都不能放弃。你如果安分守己，我们可以什么事都没有。但今天显然你对我有了戒备。秦秋离开以后，迫不及待地开车回家。丁，系统恭喜宿主获得京都办公楼一栋。第115章海边度假。秦秋之前一直计划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海边的别墅小住一段时间。之前系统赠送了他一套别墅，还从来没有进来住过。他打算趁这次孩子们放假，顾清寒有时间带他们去玩一下。忙碌了这么久，孩子们肯定也想出去玩，他也想给自己放个假，和孩子们增进一下感情。他最想增进感情的人里还有顾清寒。哇，真的吗？爸爸真的要带我们去海边玩？依依高兴地跳了起来。依依欢快的叫声成功引来了另外3个孩子的注意。真的吗？爸爸没有骗我们吧？其他几个孩子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欣喜之余也有些隐隐的担忧。秦秋也被孩子们传染，加入到他们的讨论中。当然了，老爸什么时候说过假话？秦秋故意露出一脸傲娇的表情。可，你能搞定妈妈？这时，茵茵的声音冷冷的响起，趁着大家高兴的镜头上，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秦秋被问得哑口无言。这群小机灵鬼，难得孩子们开心，就算顾清寒不同意，他也得想办法让他同意。秦秋拍了拍胸脯，老神在在地说道：“你妈妈那边包在我身上，看好你，祝你好运。”几个娃一脸崇拜地看着秦秋，在他们的印象里，好像就没有老爸搞不定的事。立下了豪言壮志，他硬着头皮也要上。顾氏集团总裁办公室，顾清寒忙碌了一天的工作，有些腰酸，正打算起身活动一下，秦秋闯了进来。顾清寒看了他一眼，喃喃开口：“现在进来都不知道敲门了。”秦秋一脸笑意，打算把死皮赖脸的气质贯穿到底。他今天受孩子们所托，脸皮不厚不行啊！脸皮不厚，事儿办不成。回去之后肯定会被孩子们笑话，以后在孩子们面前可就没威信了。今天顾总的口红颜色很适合你，发型也很精致。秦秋化解尴尬，一进门望着顾清寒一顿猛夸。女人都爱听别人夸自己，顾清寒也不例外。虽然在他身上很受用，可脸上还是一成不变的高冷，面色没有一丝波澜。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顾清寒将秦秋的把戏一眼看穿，毫不留情的直接戳破。秦秋心道，果然还是这么火眼金睛，这么直接霸道。那个顾总，这个周末赏个脸，和孩子们一起去海边玩一下好吗？秦秋犹豫了一下，直接将来意挑明。就这事？顾清寒微微一挑眉，秦秋看不出他心里的想法，心里也没底。行，你来安排。顾清寒嘴角微微上扬，冷漠的脸上依旧如初，实则心里很开心。他一心想着孩子，想带他们出去玩，他怎么可能会拒绝？刚好一直工作，没时间休息，他也打算趁着这个机会放松一下。顾清寒要空出周末的时间，得提前计划好一切，不然根本脱不开身。工作任务那么重，一个人管理这么大个企业，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他来谋划。他从不做没有准备的事情，只是一个人奋战久了，他也想在男人的肩膀上靠一靠。得到明确答复，秦秋心里乐开了花。可这里是公司，他还保持着基本的职业素养。秦秋跟顾清寒又聊了几句，见他忙也没过多去打扰，直接离开办公室。秦秋来到楼梯间，拨通了依依的电话手表。爸爸怎么样？几个娃听到爸爸打过来的电话，急忙凑过来，想听听爸爸这里的战况如何。搞定了，你们只管准备吧。
秦秋欢快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电话里传来一阵惊呼声，秦秋的耳膜差点被震碎。周末，海滩，几个穿着可爱泳装的孩子在沙滩上扮家家。顾清寒一身性感的泳装将她凹凸有致的曲线衬得淋漓尽致。秦秋在她身上扫了一眼，不好意思地别过头。再看下去，她估计都要流鼻血了。顾清寒察觉到了一旁男人的异样，微微挑眉：“怎么了？”“没什么，不如你回去再换一件衣服吧。”秦秋舌头打架，有些结巴地吐出几个字：“为什么？不好看。”顾清寒一脸不悦，当面说这样的话，谁心里都不舒服。那个，别人也会看到，多穿点好。秦秋一说完，更不好意思了，羞得一脸通红。顾清寒见他这副样子，觉得十分有趣，二话不说，直接往别墅走过去。他不让别人看，那就不看吧。顾清寒离开后，秦秋干脆加入到孩子们的游戏中，和他们玩成一片。这时，沙滩上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周伯到海边散心，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了秦秋，真是冤家路窄，躲到海边都能遇到。周伯恨恨地想着，不过这也只是他心底的想法。他现在表面上依旧跟秦秋依旧是好兄弟，就算再看不顺眼，他也要装。秦秋，好巧，你和孩子们也过来玩呀？周伯走近了，向他打招呼。秦秋抬头看清来人后，左眼皮挑了两下，果然眼皮跳，没好事发生。秦秋面上冷下来，跟之前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状态全然不在。周伯望了一下四周，看来今天顾清寒没有过来，就他和几个孩子在这里。说实话，我们兄弟两人好久都没好好说话了，趁这个机会好好聊聊。周伯见秦秋没动静，又说了一句。一旁的几个孩子见爸爸好像不开心，心想肯定不喜欢这个叔叔。几个娃娃一合计，打算闹一闹他，把这个惹人厌的叔叔赶走，爸爸就不会生气了。几个孩子突然围着周伯打闹，往他身上丢沙子，越丢越嗨，越闹越开心。周伯没想到他的这几个孩子竟会这么调皮，本来自己和妻子就没有孩子，今天被几个孩子闹，让他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什么，也没了继续待下去的心思，草草寒暄几句，急忙离开。第116章寻找枪手。在秦秋这里吃了个鳖，多少让周伯心里不舒服。加上他一直讨厌秦秋，明里暗里总是使绊子，在他这里受了刺激，让他更不好受。周伯回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枪手。很多事情他不一定非要自己动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放眼望去，跟他打过交道的这么多人，只有顾怀森最合他的意。顾怀森是顾清寒的叔叔，如果说动他，由他出面，效果要好很多。秦秋只要待在帝都一天，都是个定时炸弹，他不会允许自己的身边出现威胁，威胁他的生活，他的婚姻，他的一切。以前不能，现在更不能。紫薇路清源茶馆内，两个男人正在喝茶，正是周伯和顾怀森。怀森兄，想必我说的你都明白吧？周伯将秦秋的事情大致跟顾怀森说了一下。你也觉得秦秋不是个安分的主？顾怀森觉得周伯的话说到他的心坎里去了。只有他离开了，顾氏还有我家里才会清静，你懂我的意思吧？周伯明里暗里一直在暗示顾怀森，可这是老狐狸看起来呆呆的，却迟迟不上钩。顾怀森啧啧两声，看不出什么神情。你还别说，秦秋这个人还真有两把刷子，把我侄女哄得团团转，如今顾氏都快姓秦了。周伯一听，心里咯噔一惊，这个秦秋之前还真是小看他了。之前能把叶清雪追到手，现在就连顾氏的掌门人都能收入囊中，如今家里被他搅得一团乱，因为这个男人回来，叶清雪现在更加对他不理不睬。看来计划把他送走的事情要提上日程了，一刻都不能拖。两人在茶馆内待了许久，谋划着接下来的事情。足足半天时间，两人这才一前一后先后离开茶馆。回来后，周伯坐不住了，原来秦秋是在刻意巴结顾清寒，借着他这个跳板想侵吞顾氏。如果顾氏被他得到手，那以后的事情周伯不敢想，他不会让这个男人的计谋得逞。叶清雪近日里总是心神不安，自从那日秦秋与他说过那番话后，就成了心里一个过不去的梗。再三考虑之下，叶清雪决定好好查一查5年前的事，查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他做的隐秘，谁都没有透露。私下里找了一家私人侦探机构，匿名调查整件事情。5年前的事情比较久远，调查起来很困难，可叶清雪给的报酬非常可观，很快就有人应下来。这几日，叶清雪等得异常焦急，心里越来越不安。调查的人迟迟没有回复，叶清雪更坐不住了，直接上门去找到受托人问个究竟。什么都查不到。叶清雪一脸诧异，她想过很多种可能，可唯独没想过竟会是这种结果。没错，就像被人故意抹掉一样，什么信息都没有留下。对方从事这个行业多年，还没有遇到这么诡异的事情。这次雇主给的报酬高，可事情也的确很难办。叶清雪心里大惊，
难道真如秦秋所言，一切都是周伯在搞鬼？难道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才是最有问题的那个人？这一切都是他主导策划的。叶清雪想到此处，心里一股寒意袭来。本就冷漠的他，此刻面色更冷了。叶清雪立马拨通电话，找来秘书，调查周伯，我需要知道他的详细资料，任何事情都不能放过。叶清雪冰冷的声音响起，没有一丝温度。王秘书神色淡淡，安安静静候在一旁，听着叶清雪吩咐一切，看不出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王秘书跟在老板身边做事好几年，这些年里兢兢业业，安守本分，深得叶清雪的信任，大小事情都会安排他去做。这个人相当于是他的左膀右臂。从总裁办公室出来，王秘书一闪就没影了。王秘书躲到安全角落，拨通了周伯的电话，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如实告知。周伯得到信息，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猩红的眸子闪过一丝狠辣。秦秋一定是他对叶清雪说了什么，不然之前都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查自己？周伯的怨恨越来越深，将所有的一切都归咎到秦秋身上，认为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秦秋对他不仁，休怪自己不义。办公室里，叶清雪安排好一切之后，拨通了秦秋的电话。秦秋，见一面吧。叶清雪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说道。秦秋本不想接他的电话，可对方依旧不死心，一直打个不停。没办法，他这才接通电话。可他哪里料到，电话一接通，对方直言要见他。秦秋心里咯噔一惊，他和叶清雪有什么好说的？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这些年的纠葛他已经腻了，也累了，不想和他再扯上任何关系。算了吧，我们之间没必要再见。秦秋眼里升起一丝不耐烦，不想再跟他说下去，正寻思着要找个什么借口挂断电话。中午12点，你公司楼下的咖啡厅见，我会等你。如果你不来，我直接去公司找你。叶清雪十分强势，也不管对方是否答应，立马挂断电话。通话中传来嘟嘟嘟的声音，秦秋一阵无语，也知道叶清雪这次又要闹什么。如果不答应，依照叶清雪的脾气，非得把公司闹得鸡犬不宁。时间一到，秦秋立马赶到咖啡馆，不敢耽误半分。叶清雪的手段他是见识过的，如果不依着他，这事估计没完。叶清雪早早等在咖啡厅，比约定的时间早了1个多小时。他心里有很多疑问，如果今天不问清楚，不会安心。秦秋一来到咖啡厅，就看到坐在位置上的叶清雪。今天的他与往日不同，秦秋竟然在他身上看到了久违的安静。这些年他们之间不是吵就是闹，秦霄很久都没看到这个样子的叶清雪了。叶清雪眼睛一直死死盯着门口，生怕被秦秋放鸽子。没想到他竟会主动赴约，这让叶清雪心头一喜。第117章故人相约。秦秋怀着一颗忐忑的心过来赴约，在叶清雪对面的位置坐下。你想问我什么？叶清雪望着眼前的男人，她记不清有多久没有坐下来好好跟这个男人聊天了。此刻的气氛格外和谐。叶清雪低下头，卸下了往日的高冷，不再是那副不可一世的模样，对着眼前的男人。你上次对我说的事情我去查了，可什么都没查到。叶清雪抿了一口咖啡，这才用有些嘶哑的声音说道。然后呢？你觉得我在说谎？秦秋望着他，一脸讽刺的嘲笑着，也似乎在嘲笑自己，为什么会傻愣愣的跑过来见他，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叶清雪焦急的神情一闪而过。不是，你误会我了，我是想弄明白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所有的事情与我亲眼看到的不一样。叶清雪有些心急，将自己心里怀疑了这么久的问题全盘问出。你会信我？秦放似乎不敢相信，他有一天也会相信自己的话。我今天过来就是要问清楚当年的事情。叶清雪坚定的眼神望着他，大有一股誓不罢休之意。如果我说我是被人设计陷害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醒来之后你们就来了。秦秋这才将藏在心底多年的疑问娓娓道来。大约半个多小时之后，秦秋看了一眼时间，抱歉，我手上才有事，不能久留。秦秋言语之中尽是疏离感，简单道别之后便离开了。秦秋的冷漠刺痛了叶清雪。什么时候他们之间竟然变得这么陌生了？他们原本也是最亲密的人啊。秦秋回到办公室，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今天的叶清雪变化很大，不再跟他剑拔弩张，争论不休。从秦秋下楼时，顾清寒就知道这件事了。他一直在等他过来跟自己解释，可这个人丝毫没动静。顾清寒面子挂不住，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打算直接质问他。顾清寒把他叫到办公室，还没说话，秦秋自己竟然主动开口了。我刚刚去见叶清雪了，不过是他约的我。顾清寒心里一惊，看来这个男人没打算欺骗自己。顾清寒没出声，静静地等待着他的下一句话。他现在没有对外公布两人的关系，至于他要去叫谁，那是他的自由，自己无权干涉。我之前不知道他找我做什么，见面之后才知道，他是想问我5年前酒店的那件事情。叶清雪是我的前女友，当年的事情跟你也有关系。
秦秋揉了揉眉心，这才将事情娓娓道来。原来当年的事情，一切都是那样的巧合，巧合到他觉得这像是被人精心刻画好的一场局。一夜之间，所有的事情都变了，与陌生女子一夜情，与现任女友分手，被送走5年，整整5年，他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回忆很苦涩，秦秋抬起头，眼眶隐隐有些湿润。他努力的眨眼，不想让自己在顾清寒面前露出脆弱的一面。秦秋将他与叶清雪之间的对话尽数告诉顾清寒，她是孩子的妈妈，如今他们有这样的关系在。虽然没有公布，但他已经将对方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人。这种事情，他觉得自己没必要隐瞒。顾清寒微微抿了一下嘴，原来这个女人想再次把他送走。他是孩子的父亲，如今有他在，哪里是他说动就能动的？叶清雪坐在咖啡里，久久没有回过神来。刚刚秦秋的一番话，让他的心起了轩然大波，他再也不能这样淡定下去。原来自己一直痛恨的秦秋，这些年里才是那个最冤的人，而自己身边的人才是毒蝎，是他计划了一切，将自己蒙在鼓里，做他手里的玩物。叶清雪气恼，气自己没有早一点相信他，气自己没有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过整件事。秦秋刚刚的话，他也怀疑过，可对方的神情不似作假，自己都威胁他，如果说假话，再次将他送走，他也没有畏惧。他的性子叶清雪是知道的，被送走之后过的日子，他比任何人都煎熬。这段时间是他一生的噩梦，用这件事情威胁他都没有妥协。想来这些年的确是自己错怪他了。叶清雪心里突然很苦涩，恨周伯这个斯文败类，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幸福，毁掉了曾经那么美好的一段感情。秦秋还在顾清寒的办公室，心里有些忐忑。从始至终，顾清寒的脸上就没有过多的表情，他猜不出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他会不会相信自己？迟疑了半晌，秦秋喃喃开口：“你会相信我说的吗？”顾清寒转过头对他看了一眼，见他有些不安，情绪还有些低落。顾清寒觉得5年前的这场闹剧，原来大家都是受害者，而唯一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不免为秦秋揪心了一把，想出言安慰他，话到嘴边又变成冷冷的几个字：“你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告诉我做什么？”秦秋心里还有很多话想说，彻底被顾清寒这句话堵死。顾清寒后知后觉，话一说完，这才知道自己好像有点太过了，伤到这个男人的一颗玻璃心。他想解释一下，可迟迟开不了口。一直以来高傲冷漠的他，还从没学会怎么低声下气的去哄人。他在想，自己是不是要适时的改变一下了。秦秋突然脖子一梗，本来打算直接走掉的，这会儿干脆不想走了。你是孩子的妈妈，我是孩子的爸爸，你说我们什么关系？这话一出口，将顾清寒拿捏得死死的。是啊，他说的都是事实，有孩子的牵绊在，他们之间怎么可能没有关系？这些年你受苦了。顾清寒不会安慰人，见他好像有些难过，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秦秋心里一惊，没听错吧？他这是在关心自己。刚刚确定不是自己的幻觉。第118章调查。秦秋心里顿时乐开了花，顾清寒在关心自己，没想到他冷漠的外表下也有一颗温暖的心。秦秋心里想什么，全都挂在脸上。此时他一脸笑意望着顾清寒，满眼深情，仿佛要溢出来。尤其在顾清寒面前，他更没什么好隐藏的。秦秋脑袋晕乎乎的，有些不所云。顾清寒没想到自己只是稍微安慰他一句，怎么就乐成这样了？难道自己平时对他关心不够，才会让他有这种想法？顾清寒被秦秋传染，嘴角微微翘起。原来当年的事情果真另有隐情，自己也是被设计的一环。这件事情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怨恨过秦秋，尤其得知他的人品之后更加如此。只是那幕后之人是否也该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叶清雪失魂落魄地回到公司，不过在员工面前她没有失态，一贯保持着平日里的风格，冷漠的没有一丝温度，如同冬日里的冰雪，让人无法靠近。有些头疼，叶清雪揉了揉眉心，想让自己舒服一点，可这样做并没有让她得到舒缓，反而更难受了。周伯，这个男人到底骗了她多久？叶清雪眼底猩红一片，一丝狠戾闪过。她叶清雪一向都只有算计别人的份，什么时候轮到别人来算计到自己头上？叶清雪一向雷霆手段，做事绝不含糊，平时高高在上的她绝对不允许有人在她头上放肆。王秘书，马上过来一趟。叶清雪拨通王秘书的电话，她想知道对方到底调查的结果。叶总，您找我。王秘书来到办公室门口，敲了2下门之后直接进来。接下来的一套说辞他早就想好了。叶清雪冷漠的双眼扫过王秘书，调查的事情怎样了？叶清雪心里着急，脸上却没有露任何焦虑的神色。叶总已经安排人去调查了，暂时没有查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王秘书面上不卑不亢，没有丝毫露出破绽。
他知道在他面前露馅了，后果很严重。叶清雪的手段犀利，眼里容不得任何沙子。如果知道手下出现叛徒，估计得被他扒去一层皮。什么都没查到，你确定？叶清雪微微皱眉，显然对这个结果十分不满。如果这个人有问题，不可能查不到任何消息。为什么所有的事只要牵扯到周伯，就像陷入了一潭死水，掀不起任何水花？王秘书心里在打鼓，可面上依旧保持着冷静。他知道自己只有在他面前不能露出任何破绽，才能保住他这条命。我确定。王秘书再次斩钉截铁地回道。叶清雪沉默了很久，王秘书手心冒汗，他不知道叶清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开始怀疑什么了？王秘书确认自己刚刚没有在他面前露出马脚。你回去吧。半晌之后，叶清雪冷冽的声音响起。是。王秘书转身出门，心里松了一大口气，这一关算是过了。从办公室出来，王秘书来到老地方，拨通了周伯的电话。事情已经帮你敷衍过去了。接通电话，王秘书立马将这边的情况告诉他。他有说什么吗？周伯又问。暂时没有，之后就不能保证了。这件事情我冒了很大的风险，被查出来饭碗不保。王秘书暗示周伯和他谈条件。这件事情办下来，他冒了很大的风险，万一东窗事发，后果不堪设想。他得为自己留条后路，跑路的时候也能有资本。如今这个年头，只要有钱到手，他什么都会去干。这件事辛苦你了，该是你的一分都不会少。周伯心里的石头放下，暗暗吐了一口气。花钱消灾，这种钱花的值当。这些年在叶清雪的身边办差，明里暗里捞了不少，这点钱不在话下。很快，王秘书的手机里收到了一条转账记录，数字乐观。王秘书随手将信息删除，这才回到办公室。叶清雪心里很烦闷，想查的事情没有任何结果，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没查到有用的信息，心里正窝了一肚子火。一向疑心很重的他也开始怀疑，难道说周伯的手已经伸到自己身边的人身上了？有了这个想法，他的心里激起千层浪，心底一阵阵恶寒袭上心头。叶清雪双手死死扣住手掌心，任凭指甲扎进肉里，他也浑然不在意。周伯这个男人，只要他做了任何对不起自己的事情，他的下场比当年的秦秋更甚。秦秋脚下轻飘飘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顾清寒的办公室。秦秋回到座位上，心里偷着乐。这突如其来的甜蜜让秦秋一颗小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顾清寒等秦秋出去后，这才卸下一身的冰冷，露出一副笑脸。顾清寒平日里无论什么场合下都冷着一张脸，很少见到他笑，没想到今天会因为秦秋的事情破防。秦特助，你这是吃蜜了？安然推门进来，刚好见到他这副样子，顿时生了调侃他的心思。嗨嗨，没有。秦秋急忙整理好情绪，正色道。啧。安然望着他直摇头，不知道他这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怎么玩得这么溜。安经理，有事？秦秋这才把思绪放回正事上。没事，路过。安然一副了然的模样，离开他的办公室。安然来到总裁办公室，敲了2下门，候在门口。半晌过后，才听见里面响起一道冰冷的声音：进。安然候在门口，都快睡着了，才听到里面的动静，急忙推门而入。顾总，顾怀柔主管的这家生产线呈上来的报表有点问题。安然将手中的报表交到顾清寒手里。顾清寒原本欢快的脸色顿时冷下来。哪里的问题？顾清寒没靠报表，而是直接问他。项目对不上，财务发现问题，立马呈上来了。安然将其中的缘由如实汇报。顾清寒将手里的报表仔细核对了好几遍，原本就冰冷的脸色此时更难看点。第119章不安分。报表的内容做得很高明，如果不是行家还真的看不出来。自己都如愿让顾怀柔进公司了，他还是这么不安分吗？刚进来脚跟都还没站稳，就开始动手脚了。他们就这么迫不及待了？查清楚差的部分，让他自己填补进去。顾清寒皱了皱眉，一丝不悦的情绪浮上心头。这样做他会同意吗？安然有些犹豫，顾怀柔什么性子，他是见识过的，肯定不会乖乖答应。不同意就滚出去，2选1。顾清寒不悦的神色更浓了，他的决定不容任何人质疑。安然后背直冒冷汗，是，我这就去办。退出办公室，安然深吸一口气，顾怀柔这是往枪口上撞啊！就算他有特殊关系也没办法，自己只能公事公办。下班时间刚到，秦秋就走了，他今天得快点赶回去接娃。昨天去的晚了，还被盼盼嫌弃了好一顿，左右哄了好半天，这才将几个小家伙搞定。如果今天又去的晚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了好感，就要被自己败光了。秦秋急匆匆往幼儿园赶过去，一路上快马加鞭，加上系统给力，奖励的特效好似一个风火轮，一路绿灯。秦秋刚到幼儿园就放学了，幸好赶上了。秦放大松一口气，以最快的速度直奔几个宝宝所在的班级。
几个娃娃干巴巴地坐在座位上等。这时已经陆续有家长接走小孩。今天爸爸还会迟到吗？盼盼问向坐在左边的依依。依依摇头，这事他也拿不住。万一他被老妈安排的工作耽搁了，来迟也很正常。老妈那个大老板都不能正常上下班，更何况他只是个打工的呢？盼盼两只大眼睛直直看着门口，就希望老爸快点出现。他昨天可是亲口答应自己的，应该不会食言吧？秦秋一出现在教室，盼盼立马欢呼起来。哇，爸爸，你今天好准时啊！另外几个宝被盼盼的声音吸引过去，也纷纷看向窗外。哇，真的是老爸，今天是这些日子里来的最早的一天。秦秋一进来就听见几个娃娃叽叽喳喳闹腾个不停，老师也笑着过来同他打招呼，今天不用加班呀？今天特意下个早班，再不来早点，几个娃都要抗议了。秦秋无奈的摇摇头，心里却十分满足。对了，孩子们最近表现怎么样？秦秋不忘又问了一句。这几个孩子，尤其是杨洋，他的调皮程度绝了，有时候连自己都招架不住。孩子们很活跃，很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我们也要多尊重他们的意见呢。别看他们小，其实很有主见的。可见老师对这几个孩子特别满意，不然他怎么可能说出这番话来？秦秋这就放心了，娃娃们果然给他长脸。告别老师，秦秋带着几个娃娃驾车离开。秦秋当时特意换了这台商务车，就是因为家里人口太多，座位少了坐不下。不过跟之前的座驾比，目前的车子不高级，甚至还有点跌份儿。不，只要坐得舒服就行。他对这些身外之物向来看得不重。爸爸，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盼盼很崇拜爸爸的手艺，不管什么食材，只要经过他的手，总能引起他的兴趣，因此还把他挑食的毛病给治好了。每天放学之后的晚餐成了他最期待的事情。盼盼，你就是个小吃货。茵茵无情地吐槽他，还很不给面子的给投去一个白眼儿。我乐意。盼盼理直气壮，直接对回去。老爸那么高级的烹饪技术，他可不能浪费了，简直比外卖大厨还要厉害100倍。小朋友们快别闹了，你们要多吃一点，才能长高高。这点我站在盼盼这边。秦秋十分给力的给支持盼盼。孩子们正在长身体的阶段，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才是自己的首要任务。爸爸，你现在的工资够我们吃吗？茵茵说话从来只抓重点，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嗨，秦秋尴尬的咳嗽几声，这孩子说话也太直接了，简直在把他的面子丢在地上狠狠摩擦。那个，我现在是总裁特助，工资比之前清洁工那会儿高多了，你们不用担心，不会饿着你们的。养活这几个娃娃，秦秋很有信心，接下来日子只会越过越好的。爸爸，不如你透露一下，特助的工资是多少呗？我来计划一下咱们几个接下来的生活安排。茵茵不依不饶，没事就想敲打他，让老爸不要飘得太厉害。小屁孩，连你老爸也计划进去了，坐稳了，我要加速了。叮！奖励宿主神车手技能。没出意外，系统总是如此给力，每次遇到紧急事件，他都能立马出现，赐予力量。系统爸爸，我的上帝！秦秋心里腹诽，手上没有歇着，很快就到家了。秦秋一回到家，就看见了坐在沙发上的顾清寒。清寒，没想到你还比我先到。秦秋立马同他打招呼，可他发现顾清寒沉着一张脸，有些不太开心的样子。你怎么了？秦秋又问，他白天不还是好好的吗？这才多久，怎么就变脸了？几个宝发觉到气氛有些不太对，立马躲回房间。没办法，老妈发飙太可怕，惹不起，只能躲。老爸，你就自求多福吧。客厅里立马安静下来，秦秋走到顾清寒身边坐下。公司出事了？如果不是公司出事，他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不开心。顾清寒依旧顶着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半晌才开口道：你为什么下班不等我一起回来？除了傲娇，秦秋竟然还听出了一丝撒娇的味道在里面。是他的错觉吗？顾清寒对自己撒娇了。那个，我这不是要赶着接孩子们吗？最近去的晚，昨天还被他们狠狠地批斗了一顿。以后不丢下你了好不好？秦秋笑得一脸宠溺，深情的双眼中尽是温柔。第120章烟火气。顾清寒望着秦秋，一颗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这家伙总是用这种眼神看着自己，简直毫无抵抗力。可他面上依旧冷淡的没有丝毫波澜。嗨，顾清寒猛咳几声，急忙躲过他的视线，起身逃离他身边。秦秋心里叹息一声，刚酝酿出来的一点氛围，这么快就被毁了。不过今天的顾清寒还真是有趣。清寒，今天想吃什么菜？我来做。秦秋见他情绪好转，起身回到厨房，打算准备今天的晚餐。再怎么样，一家大小的口粮得负责到底啊。你看着做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说到正事上，顾清寒也没了刚刚的尴尬，神色又恢复正常。帮我把青菜洗一下。秦秋将冰箱里面的菜拿出来摆好。顾清寒主动说过来帮忙，他更巴不得呢。这有这样，一起动手，围着柴米油盐转。
才最有烟火气，才像是一个真正的家。顾清寒没说什么，挽了一下袖子，便开始干活了。这些年辛苦你了。秦秋突然没前没后地说出这句话，话很实在，听得顾清寒一阵心酸。顾清寒抿抿嘴，将心里腾起来的这股不适感强压下去，机械般的摇摇头，自己生的孩子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看似云淡清风的一句话，实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辛酸。未婚怀孕，孩子出生时的危险，难产、大出血，受到所有人的指指点点，以及家人的不理解，所幸这些都挺过来了。现在回过头来看，都不算什么。现在孩子们找到了爸爸，至少这个家庭不会有残缺、有遗憾。顾清寒自己的家庭不完整，一直渴望亲情，从小都生活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环境中。父亲对他没有过多的关心，最爱自己的母亲突然就没了。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过早的成熟，他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不想自己的孩子走自己的老路，他希望孩子们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成长的路上，父母永远不会缺席，不然他也不会对孩子们当初的计划妥协。隔天一早，秦秋特意等顾清寒一起出门，把几个孩子送回学校之后，这才绕道回公司。你今天去一趟新源工厂。顾清寒又恢复到那副高冷不可一世的样子。发生什么事了？秦秋从后视镜里看到顾清寒的脸色，心道这件事情怕是不简单。顾怀柔手里新源工厂的账目有问题，我怀疑他做假账。我已经派安然去做，但是我怕他应付不过来，你去协助。顾清寒将事情的缘由全盘告知。对于秦秋，他还是很放心，重要的事情一般都会派他去处理。我知道了。秦秋点点头，应了下来。顾怀柔的事情，他虽然不知道全部，但多少还是听到了一些。这个女人一直跟顾清寒不对付，现在竟然敢明目张胆动手脚，全然不把她放在眼里。也怪不得顾清寒想动手查她。将顾清寒送回公司，秦放便急急忙忙赶去工厂，他一定得将事情调查个水落石出。叶清雪这会儿刚从调查公司出来，他已经不相信公司的人了。目前他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暗中观察操纵着一切，眼下只有一个办法，找第三方机构私底下介入调查周伯。只有这样，他还不怕别人搞鬼。这件事情他做的隐秘，谁都没有透露，而且调查公司签了保密协议，更不可能会自己主动传出来。接下来他只需要好好等待调查结果就行了。叶清雪直接回家，这几天的事情够他心烦的。此刻他只想好好安静一下。叶清雪刚打开门，就发现家里特意被人精心装扮过，粉红的玫瑰铺满一地，行星的蜡烛从门口一直往里延伸。叶清雪眼皮直跳，闹出这种动静的除了周伯，怕是没有别人了。叶清寒顺着蜡烛走到了客厅，此刻周伯正深情款款地向他走来。亲爱的，你回来了。周伯顺势过来，轻轻环住他的腰，做事就要将他揽入怀中。叶清雪伸手推开他，趁着他走神的功夫逃离他的靠近。你这是做什么？叶清寒冰冷的声音响起，并没有为他做的这些而感动。你是我妻子，给我个机会好不好？周伯幽怨的神色一闪而过，低声向他祈求道。谁允许你在我的住所弄这些的？叶清雪不悦之色言于表面，丝毫没给他面子。清雪，我们还是夫妻吗？我们如今怎么连陌生人都不如了？周伯的眼底升起一抹浓烈的幽怨，一脸不甘地望着叶清雪。我们不是一直都是如此？叶清雪对他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感觉，更加抗拒他的靠近。不然为什么结婚这么多年，他们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你觉得我们这样的关系正常吗？周伯不死心，打算继续坚持。如果今天这样都不能高清叶清雪，他隐约觉得以后都没有机会了。不正常吗？叶清雪冷漠地反问道。他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会对这个男人抱有任何想法。目前能让他出现在自己的住所，已经是给他极大的面子了。周伯眼底的不甘心更加浓烈了。是不是秦秋对你说了什么？不然你为什么会这么厌恶我？周伯突然绷不住，之前的冷静全都化为烟云。他能对我说什么？他的话我压根不会听。叶清寒神色淡淡，没有将约秦放见面的事情说出来。这事如果说出来了，他私底下调查他的事情怕是也兜不住了。如今还没有结果出来，他没有透露半个字。为什么他一回来，所有的事情都变了？你的心里还有他，对不对？周伯此时觉得自己精心准备的烛光晚餐竟是如此可笑。你怎么总喜欢把莫须有的东西强加在别人身上？叶清雪被闹得烦了，此时也有些隐隐的怒意。第121章，各玩各的。周伯心里咯噔一响，顿时惊醒过来，刚才自己有多失态。叶清雪虽然名义上是自己的妻子，可她有着绝对的强势，骨子里的倔强让自己的权威不允许被别人质疑。他怎么可能容忍别人质疑他的话？周伯一阵后怕，因为自己刚刚的失态而后怕不已。如果他真的惹怒这个强势的女人，很可能比秦秋当初的下场还要惨。清雪，你能不能也替我想想？好歹我也是个男人，
也有正常的需求。叶博语气立马软下来，这个节骨眼上，他不想惹怒他。叶清雪眉眼向上挑了挑，现在他都这么直白的向自己提要求了。周博，你在我面前就不要装的那么可怜，这几年咱们俩相安无事，你在外面怎么疯，我从来不管，也请你不要把主意往我身上打。叶清雪的话说得很直白，里面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各玩各的，互不干涉。周博怨恨的神色越来越浓，秦秋一定是他从中做手脚，在叶清雪面前说了什么，不然他不可能现在对自己如此冷淡。叶清雪的眼里寒光闪烁，一双冷漠的眸子丝毫没有温度，如同毒蛇一般在周博身上肆意扫射。周博吓得一个机灵，神色慌张地逃离现场。直到周博离开，叶清雪拿出手机拨通电话，马上赶到别墅，将屋里乱糟糟的东西处理干净。说完立马挂断电话，这里也没了心思继续待下去。叶清雪嫌弃地看了一眼精心布置的现场，不悦的神色异常明显，冷冷地轻哼一声，俗套。说完头也不回地驱车而去。周博在叶清雪面前受到很大的刺激，离开之后独自到酒吧买醉。你今天好像情绪很低落啊，这是受什么刺激了？陪酒女上前来套近乎，一脸关切地问道。周博几杯烈酒下肚，意识开始模糊。陪酒女往枪口上撞，一顿嘘寒问暖，周博的内心受到极大的安慰。两人之间一切都发生得那么顺理成章。叶清雪从别墅出来，直接回父母家。大晚上的，女儿独自回来，父母心里特别心疼，又跟周博吵架了。父亲站在金字塔的顶端，运筹帷幄大半辈子，事事尽在他的掌控之中，唯独对女儿的婚姻使不上劲，这也是唯一让他最为痛心的事情。女儿结婚几年，连个孩子都没有，有生之年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抱上外孙。爸爸，我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不等父亲再说什么，叶清雪急忙脱离父亲的视线，回到房间，将门狠狠关上。另一边，秦秋来到新源工厂，由于身份不一般，总裁特助下来工厂督察工作，厂长还算配合。秦特助，你今天过来，具体有什么安排？顾怀柔项目作假的事情瞒得紧，厂长压根没有察觉，只是总裁身边的人这2天总往这里跑，让他多少有些不安。总裁以前从不对这家小工厂盯太紧，这次又是因为什么事情？王厂长这次过来也是受总裁所托，特意过来调查这批货款的去向。秦秋将之前安然给的账目明细递给王厂长。这批货不是早就结清了吗？王厂长很清楚地记得，这批订单正是自己经手的。顾怀柔经手的？秦秋直接问道。我只负责货物，货款的事情是财务和上级领导经手的，真的出事了？王厂长手心冒汗，一脸不可置信地问道。带我去见财务主管。秦秋冷漠的声音响起，带着无法拒绝之势，让王厂长手心直冒冷汗。二话不说，直接带着他来财务办公室。今天特意跑一趟，秦秋如果不将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不能给顾清寒解决麻烦，就不打算回去。这种做的模棱两可、没有证据的事情，谁都不想跟自己惹上关系。能敷衍过去，他们都会打马虎眼。财务主管十分热情地同秦秋打招呼，然后将账目全部搬出来，不管是不是与订单有关的，都混在里面。一般人见了都头疼，谁会耐心地去一个一个翻本子查账？早就被这座大山一样的账目吓跑了，一页一页去翻，很少会有人能做到如此。放这里，我来弄，辛苦你了。秦秋丝毫没被眼前的景象吓到，回头对财务主管回了一句，便投入到工作中，不自量力。财务主管在心里嘀咕一句，对秦秋这个小年轻并不看好。这个年轻人小年纪就爬到这么高的位置，心高气盛，以为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他在等着看他被自己打脸。主管不再停留，一声不吭，转身离开。叮！系统奖励神级阅览模式：初级、中级、高级，请宿主选择。高级，肯定是高级啊！废话。秦秋在心里嘀咕一声，立马选择高级选项。有了系统的协助，秦秋的查账技能飞速提升，一个顶10个，不出2个小时，秦秋就将问题账目找出来，一共70万的空账。秦秋冷哼一声，70万的账目也能让他们这么费尽心思，看来他们为了捞钱还真是不择手段，什么钱都想要。秦秋将问题账本收好，直接来到财务室，丢在这个中年男人面前。这笔账你经手的？秦秋的话不容置疑，直接将问题抛到他面前。男人咂舌，不免多看了他几眼。果然，这个年轻人有几把刷子，不然怎么会得到总裁的信任？只是今天倒霉的是自己了。不过这件事他1分钱好处都没得到，凭什么让他来兜底？男人直接供出了幕后主使。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顾主管让我做的。你知道的，他可是总裁的姑姑，他的话我能不听？刚刚男人的话全部被秦秋录下来，证据确凿，顾怀柔这下没跑了。70万，
这个坑得由他自己来填。大家都是打工的，你要弄清楚给谁办事，目前的主子是谁，可别笑错中了。秦秋的话意思很明显，这是直接在敲打他。第122章水落石出。男人心砰砰直跳，背上惊起一身冷汗。是，秦特助教训的是。男人如同哈巴狗一般点头哈腰。秦秋没再说什么，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急忙离开。顾总，事情办妥了，账目已经查清楚了，一共70万。离开工厂，秦秋拨通顾清寒的电话，将这边的事情告诉他。我知道了，将证据摆在他面前，一定要他把钱吐出来。顾清寒想了想，直接吩咐秦秋接下来的行动。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秦秋信誓旦旦地打包票。小心一点，顾怀柔的个性你是知道的，不要怕，你的身后还有我。顾清寒不忘又对他叮嘱一句，这种事情他得多提醒一下比较好，怕被对方拿捏住了，不容易脱身。秦秋回到公司之后，直接来到顾怀柔办公室，将手中的证据狠狠丢在他的面前。对于秦秋的突然闯入，顾怀柔下了一个机灵。秦秋，你这是做什么？顾怀柔怒气冲冲地朝他凶道。你做了什么？难道自己不知道？证据都摆在桌上了，还有什么可狡辩的？秦秋的话说的露骨，丝毫没给他面子。秦秋，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来质问我？顾怀柔看都懒得看桌上的东西，对秦秋的话更加不屑一顾。他有什么资格在自己面前叫嚣？如今的公司总裁是顾清寒，只要你在公司一天，就要听他的。秦秋霸道口吻，不容一丝质疑。你还真是有趣，公司是姓顾的，我一个顾家人拿一点钱又怎么了？你一个外姓人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指点点？顾怀柔言语之中的讽刺之意更加明显。秦放将顾怀柔的反应看在眼中，这个女人还真是不讲道理，证据都摆在她眼前了，还能被她这样无视？之前顾清寒就提醒过自己，她不好对付，看来她说的话果然没错。跟我姓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你违规操作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哼，真是搞笑，代价？你竟然跟我提代价！顾怀柔像是听到了什么最好笑的笑话，一顿冷嘲热讽。叫顾清寒过来吧，有什么话我们敞开了说，没必要让你一个男人过来，这算什么事？顾怀柔不打算再跟秦秋讲任何废话，说了几句后便不再理会他，自顾自地转过摇椅，背对着他玩起了手机。秦秋一阵无语，这个女人丝毫都不将他放在眼里，接下来还怎么谈下去？秦秋似乎陷入了难题，拿他没有一点办法。怎么办？秦秋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做才会让他乖乖就范。突然脑子一动，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嘴角微微翘起。顾怀柔，我知道你是顾家人，地位坚不可摧，可是私自挪用公款做黑账，这事如果传出去了，你觉得顾氏集团还有你的立足之处？秦秋不卑不亢，将事情的缘由跟他分析得一清二楚。顾怀柔面色一沉，没想到秦秋用这招对付他，好不容易才重回顾氏，我相信你也不想这么快就灰溜溜的离开吧。说完，秦秋嘴角的嘲讽之意更甚。你！顾怀柔气得眼红脖子粗，这个男人还真是牙尖嘴利，既然敢用这种事情威胁他，他顾怀柔长这么大还没被谁这样恐吓过。不然你试试，看到底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顾怀柔心里害怕，可面上依旧保持着淡定，在这个小子面前露怯，才真的丢脸丢大发了。顾清寒的手段他是见识过的，5年前也是顾清寒亲手将他赶出公司，他顾清寒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必定不会手软。他这次来的目的就是秦秋，怕顾氏集团落入秦秋的手中，他没必要跟顾清寒明面上对着干，那就试试。说完，秦秋竟毫不犹豫转身离开办公室。他在赌顾怀柔一定会叫住自己。等等！秦秋刚要推开办公室的门时，顾怀柔果然在背后叫住了他。这事也没必要闹的，大家都知道吧？你想怎么解决？顾怀柔的脸上闪过一丝阴狠之色，似乎不敢相信秦秋竟然真的敢做得这么绝。你觉得私吞70万的公款该怎么解决才好？秦秋又将问题抛回去，反问他。顾怀柔暗自一咬牙，恶狠狠地盯着秦秋，恨不得将眼前的这个男人撕碎了吞下去。这个钱我汇不起来，什么时候？秦秋又问。今天下班之前。顾怀柔的牙咬得咔嚓作响，一字一句地回道。很好，下班之前等你的好消息。秦秋冷漠的声音响起，丢下这句话后立马离开办公室。秦秋坐电梯回到顶楼，来到顾清寒的办公室述职。顾总，都办妥了，下班之前这笔账会还回来。顾清寒的脸上划过一抹不可思议的神色。这么快就办妥了？顾怀柔是什么女人，他一清二楚，没想到他今天竟然这么爽快。不错嘛，挺厉害的。顾清寒破天荒地夸了他一句，说完才知道自己好像又多话了。为顾总效力，再苦也值得。
秦秋咧嘴一笑，露出几颗大白牙。这个人又开始飘了，给点颜色就开染坊。看来以后在他面前说话要留个心眼了，不然还怕他继续往上飘。好了，钱到账了才是硬道理，我们还不知道他会不会信守承诺。顾清寒说完，眉头又皱了起来。顾怀柔的话他始终都不怎么相信，这个女人诡计多端，从来就没有安分过。这次破天荒妥协还真让他觉得稀罕。不用担心，我自有打算，不怕他赖账。秦秋给他一个放心的眼神，似乎像是安慰一般。顾清寒看着眼前的男人信誓旦旦的样子，半晌才回应道。顾怀柔等秦秋离开之后，立马拨通顾怀森的电话。第123章选礼物。出事了！接通电话后，顾怀柔急忙说道。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电话中，顾怀森不耐烦的声音传来。自己这个妹妹总是这样一惊一乍的，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熟起来，独当一面？如今他们二人重回顾氏集团，是时候该大展拳脚，好好做一番大事。虽做不到能跟顾清寒平起平坐的位置，至少也要把公司一半的股份拿到手。这是他们兄妹二人回到顾氏最重要的一件事。哥，借我70万，有急用。顾怀柔电话里慌里慌张地说道。70万？你干什么？要一下子用这么多钱？顾怀森咂舌，钱倒是有，可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拿出去，他可没那么爽快。至少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以他现在的岗位，一个月8000块钱的收入，要打几10年的工才挣得到。如今不比以前，自从被顾清寒在5年前赶出公司之后，经济就不那么宽裕了，看得自然就比之前要紧了很多。我有点私事要处理。顾怀柔见老哥这样盯着他问，心里有些发虚，不敢将实情告诉他。自己做这件事情是瞒着他的，他的目的很明确，拿到公司一半的股份。如果知道自己为了这么一点小钱而破坏他的计划，那他才真的不会放过自己。哥，你就帮帮我嘛，这个钱我会还给你的。见顾怀森迟迟不肯松口，顾怀柔又继续保证道。行了，我马上转给你。顾怀森也没多问他什么了，只要他答应会还给自己。亲妹子要借钱，能不支持吗？顾怀柔最近经济有点紧张，不然他也不会打这笔钱的主意。本来还打算来到公司之后，借着主管的这个职务，先多捞一点钱到手，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他们拆穿。很快，顾怀柔就收到转账信息，不多不少，刚好70万。拿到这笔钱之后，顾怀柔不敢耽搁，立马将钱转到公司账户上，并将回执信息截图发给秦秋。已转账，请查收。图片的后面附上了这几个字。秦秋收到短信，特别开心。这件事还是他赢了。秦秋打算立马将这个好消息告诉顾清寒，起身来到隔壁办公室。清寒，事儿成了，钱已到账。秦秋摇了摇手机，一脸兴奋地告诉他，在公司要叫我顾总。顾清寒心里高兴，为秦秋的办事效率较好，可脸上依旧挂着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你不开心吗？这件事情办成了，意味着在他们面前我们拥有着绝对的权威。秦秋又自言自语地喃喃道。顾清寒的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想呢？这件事的成功意味着他们也会向自己妥协。公司并不是某一个人的，所有人都必须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自己特殊的身份而凌驾于制度之上。顾怀柔不可以，顾怀森更不可以。半晌之后，顾清寒低声回应了一句，算是默认了内心的想法。他向来冷漠惯了，不善于表达，从来都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内心的想法，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说。尤其在他欣赏在意的男人面前更加如此。那个，晚上你不用等我了，先回去吧。顿了顿，顾清寒又道。秦秋看了他一下，没有多问什么，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顾清寒心里有自己的打算。今天秦秋表现得这么好，他打算给他送一个小礼物，但碍于面子不好说出口，所以他打算下班之后去挑选一个。别说他还从来没给男人挑过礼物，这件事情要做起来确实有点棘手。他不知道男人一般都喜欢什么。还有事吗？没事就出去吧。顾清寒见秦秋还杵在那儿，有些不太自在地问道。没有了。秦秋后知后觉，这才反应过来，急忙推门而出，不忘把门带上。秦秋离开之后，顾清寒拿起桌上的手机，一连搜了好几条信息。给喜欢的男人送什么礼物合适？男人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男友对什么礼物感兴趣？页面上弹出来的链接五花八门，顾清寒一个一个点进去看。没看一会儿，心底开始一阵恶寒。什么鬼？怎么还有推荐说买肾宝的？那是什么东西？能给他用吗？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没到那一步，买那些做什么？顾清寒没眼再看下去，直接退出页面。算了，待会儿去商场看一下，遇到合适的再买吧。还没到下班的点，顾清寒早早将手上的事情处理完，急急忙忙乘坐专梯下楼。商场内，顾清寒转了好几家店，
都没选到合适的，顿时心里有些泄气。什么嘛，挑个礼物还带这么麻烦的。顾清寒转悠着走到自内衣专卖区，门口的导购很热情，见有人经过自己专区，立马将顾清寒迎进来。美女，看看内衣呗，给男朋友买很合适啊，现在我们还有活动，买一送一。顾清寒一听到送男朋友几个字就眼前一亮，顺着导购的话跟着一起进店。美女，你男朋友平时穿什么号？导购拿着一条男士内裤围着顾清寒一顿问。顾清寒一听到这个话顿时害羞了，穿什么号他还真的不知道，他哪里找的秦秋平时穿什么号的内裤？这么羞耻的事情他怎么好意思问出口啊？不知道啊，看来你这个女朋友不合格啊。导购笑着打趣道。顾清寒有些尴尬，不知道怎么回答。就算自己将这个特殊的礼物买回去了，他又怎么送得出手？羞耻，太羞耻了。你男朋友多高多重？我帮你算算。导购又热情地问他。那个188，体重大概130多，反正不胖。顾清寒努力地回忆了一下秦秋的样子，报了一个大概的数字。其实这都是他大概预估的。等等，我看看。导购想了想，拿出一款 XL 的内裤在顾清寒眼前晃。这款应该合适。第124章送不出手。导购的豪放直接让顾清寒羞了个大红脸，自己以前可从来都没有给男人买过这么贴身的东西啊。导购人精似的直接看出顾清寒的不自在。美女别害羞嘛，以前没送过不要紧，多送几回就好了。说完还特意拿了一款暗格纹的和竖条纹的内裤让他挑选。你喜欢哪种颜色？我觉得这两种都还不错。导购自说自话，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呢？不过就是希望多卖几条内裤而已。两个都包起来吧。顾清秋脸上尴尬的意味更加明显，他不想再继续就内裤的事情讨论下去。好呢，贴身穿的内衣要不要来一套？1套9折，2套8折。导购不想错过这么爽快的客户，想继续让他加个单，一起包着吧。顾清寒只想快点逃开这个让人脸红的地方，至于价格方面根本无需考虑。导购见状心里乐开了花，急忙开单刷卡缴费。片刻后，顾清寒提着2个纸袋子从男士内衣店出来，直到走出很远的距离他才回过神来。刚刚脑子是被糊住了吗？为什么一听那个导购的忽悠，买了几款男士贴身穿的衣服？这么羞耻的礼物他该怎么送出去？顾清寒心里想个不停，也没了继续逛下去的心思。回到车库找到车子后直接驾车离开。回到家门口将车子停好，顾清寒迟迟没有下车，盯着副驾驶上的袋子出神。要不要送？顾清寒心里还在犹豫不决。妈咪快下车，爸爸已经把饭菜准备好了。杨洋在屋里听到外面车子的动静，心想肯定是妈妈回来了，打开房门后直接冲了出来，然后发现果然是妈妈的车，小手扑在玻璃上使劲拍打着玻璃窗。洋洋小心点，别摔跤了。顾清寒收回思绪，急忙打开车门。妈妈今天怎么没跟爸爸一起回来？杨洋不依不饶，拉着妈妈问个不停。其他几个孩子见杨洋跑出来也跟着出来，凑到跟前。妈妈那个是什么？依依眼尖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副驾驶座位上的纸袋子。让我看看妈妈给我们带了什么礼物。依依古灵精怪，一把就将袋子攥在手里捣鼓。其他几个孩子好奇也纷纷凑上来。顾清寒一阵冷汗直冒，他这算是被抓包了。哇，这是什么？盼盼将里面的盒子打开，看着里面2条大裤衩愣神。笨蛋，那肯定是送给老爸的内裤。茵茵开口冷冷地说了一句，眼神中充满了鄙视。哇，妈妈给爸爸买礼物了。盼盼并没有因为茵茵的吐槽而生气，这种事情他见得多了，也就慢慢的习惯了。盼盼一嗓子吼出来，顾清寒心里就知道这是没跑了，他哪里还有犹豫的机会，只得从孩子手上拿回纸袋，艰难的进屋。清寒回来了，洗洗手，快过来吃饭。秦秋一脸笑意的朝他唤道。啊，来了。顾清寒急忙将袋子藏在身后，不等秦秋说什么，打算直接回房间。依依立马叫住了他。妈妈，你是不是还有礼物没送给爸爸？另外3个小萝卜头盯着顾清寒，齐刷刷的点头。秦秋在摆放碗筷，听到礼物2字，探究的眼神朝顾清寒看过来。顾清寒进退两难，从小到大他还从没这么窘迫过，暗自一咬牙，什么大场面没经历过，还怕这点事儿？顾清寒这才将背后的手伸出来，将袋子拿出来。那个送你的。他将手里兑的东西给秦秋递过去。秦秋急忙放下手中的筷子，还在围裙上擦了一下水渍。啊，送我的呀，谢谢你。秦秋伸手接过袋子，心里乐开了花。先放回去，现在不准打开偷看。顾清寒怕他好奇会当着自己的面打开看，急忙叮嘱了一句。秦秋见状急忙回房间放好东西后立马出来。饭桌上有孩子们闹腾，一顿饭吃的相对热闹很多。顾清寒感受着这一切，
心里没由来一暖。对啊，这才是他理想中家的样子。与此同时，顾怀柔今天被秦秋阴了一把，心里对秦秋这个人更加不满了，心里怒气难消，直接找到顾怀山家里。大哥，你可千万不能让秦秋那个小子得逞啊！他现在在公司里面肆意横行，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顾怀柔一进门就是一阵吐槽，现在唯一能够拿捏他的，估计也就只有顾怀山了。至少他能出手敲打一下女儿。这是怎么了？他又做了什么？顾怀山皱了皱眉，不满地出言问道。哼，我怀疑他就是看我和二哥不顺眼，特意找我们的茬。顾怀柔当然不敢把事情的缘告诉他，当年他就是因为挪用公款被顾清寒借此赶出去，现在因为顾怀山的关系才重新回到公司，而且他也有自己的打算，不全是为了大哥，他自己也想得到公司的股份，将公司的权利夺回来。不过顾怀山把他们二人叫回去，确实为了制衡顾清寒，让他有危机感，不能把公司所有机密的事情都交给秦秋去做，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故事慢慢地变成秦秋的，这种事情是他绝不允许看到的。哼，他今天在我面前大呼小叫，越来越嚣张了。顾怀柔不说原因，只是在一个劲儿地抱怨，让你们回来就是为了对付这个臭小子，怎么还会让他爬到头上去了？顾怀山皱眉，脸上不悦的情绪越来越浓。哼，你是不知道这小子拿着鸡毛当令箭，简直要上天。顾怀柔气呼呼地说着，怎么严重就怎么说，他倒是要看看顾怀山会怎么做。行了，我知道了，你们在公司也收敛一点，毕竟这次把你们弄回来费了很大的心思，可不能让我的心血白流。顾怀山意味分明地叮嘱一番，顾怀柔急忙点头表态。第125章到访。现在身后最大的靠山就是顾怀山，只要有他在，秦秋和顾清寒还翻不了天，他还有机会，他只能将顾怀山安抚好，按照他的话去办。大哥，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在公司注意，只是秦秋这小子也要……顾怀柔话说一半，后面的话虽然没说完，可意思大家都懂。行了，我出面去找清寒说这个事。顾怀山心里生气，气他的人总被秦秋这小子欺负，气自己的女儿向着外人跟亲人作对。顾怀柔目的达成，心满意足地离开顾怀山家里。他但是要看看秦秋接下来还有什么好嘚瑟的，他就是要好好看看他除了唐清寒之外还有什么靠山。傍晚饭后，秦秋主动包揽家务，几个小孩缠着顾清寒打闹，没办法，被孩子们缠得没办法，他只好陪着他们一起玩一会儿。最近工作忙，很少顾及到孩子的情绪，都是秦秋在照顾孩子。顾清寒想到这里，心里更加不忍，想到自己对孩子们的关心不够，便也答应下来，露出难得的温柔。叮咚，门铃响了。顾清寒看了一眼大门口的方向，这个点了，谁会过来？我去开门。秦秋擦了洗下手，取下围裙后说道。没事，我去吧。顾清寒急忙起身去开门。顾清寒打开门，看清来人之后，不悦地闪过一丝神色。他来做什么？父亲，就算心里再讨厌，可血缘关系改变不了。哼，你还知道有我这个父亲？顾怀山冷哼一声，气得吹胡子瞪眼。他今天又是过来闹什么？一句话没说，又开始生气了。您今天过来有什么事？顾清寒站在门口，并没有请他进去的意思。顾怀山心里更加不满，如今自己都没有资格进他的家门了，怎么不请你父亲进入喝杯茶？顾怀山意有所指，说了一句酸溜溜的话。有什么话在门口说就行了。顾清寒清冷的声音响起，仿佛没有一丝温度。你还真是越来不把你父亲放在眼里。顾怀山不满的神色更甚，他不知道如今这个女儿心里到底都装了些什么，还要被秦秋那个臭小子骗多久？你为什么纵容秦秋在公司故意针对你姑姑？她可是你的亲姑姑。顾怀山气哼哼地说道。原来他是为这件事情而开，想必今天顾怀柔已经去他面前告状了，不然他怎么可能会气势汹汹地跑过来质问自己？那你有没有忘记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顾清寒一听到姑姑二字，心里腾升起一股怒火。哼，怕是你早就不将你这个父亲放在眼里了，不然怎么可能随便让哪个呀猫啊狗出来乱吠？顾怀山丝毫不给他面子，将秦秋贬得一无是处。呵，难道你不是也在将啊猫啊狗塞进公司？顾清寒不甘示弱，冷冷的反击。你……顾怀山气急了，却又找不到回击的话语。今天姑姑去跟你吐苦水了吧？不如你去问问，看看我到底因为什么事情针对他。顾清寒一脸讽刺地盯着顾怀山，丝毫没有因为他是自己的父亲而惧怕他。就算他做得再过分，那也是你姑姑，不是什么人就能骑在头上的。顾怀山还是想为自己妹子讨个公道，他有做到一点点身为姑姑该有的样子吗？顾清寒的脸上更冷了，眼里充满了不屑。姑姑，他还好意思在自己面前提到这个称呼，真是搞笑。反正
你以后不能在公司动他们，如果再被我知道了，你自己看着办。顾怀山撂下这句狠话，气呼呼地转身离开。顾清寒收拾好情绪，转身进屋关门。刚刚是谁？秦秋见他出去那么久都没进来，关心地问道。没什么，父亲来了，因为顾怀柔的事。顾清寒微微叹了一口气，心里有些烦闷。这么快就找回来了，还真是速度。秦秋为顾怀柔的效率咂舌，这个女人还真不是个安分的主。以后注意点，战争才刚打响，后面日子还长着。顾清寒不打算继续再提这件事。秦秋点点头，心里微微有些不快。顾清寒如今腹背受敌，集团里明争暗斗，不过他会一直守护在他身边，帮他把路上的绊脚石全部清理干净。几人怀着很重的心思，也没了多余的话题。秦秋将几个小屁孩哄睡着后，回到房间，看到床上的纸袋子之后，这才想起顾清寒给自己送的礼物。秦秋心里一暖，没想到他现在开始主动给自己送礼物了。作为报答，自己是不是也要回一份礼？秦秋一边想着，手上的动作并没有停下来，3两下就将包装全部拆开。当他看到里面摆放的东西时，脸上爬过一抹绯红。内裤，顾清寒给自己送礼物是男士内裤，一股异样在心底升起，这种感觉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难道他这是在暗示什么吗？想到这里，秦秋急忙摇头否认这个想法。顾清寒平时冷得像冰块一样，怎么可能会想这些事情？秦秋盯着手里的内裤和那套贴身内衣，有些不知所措。这个礼物可有点难回礼啊，总不能给顾清寒也送一套内衣吧？如果真这样做了，他会不会认为自己是个大流氓，直接把自己赶出去？顾清寒东西送出去后，很快就忘了这件事情。之前怎么样，后面还是什么样，没有一点变化。周伯这几日夜夜泡在酒吧买醉，以前从来没见你这样，最近这是怎么了？酒吧老板与他认识，来得多了，也就熟络起来了。烦心事一大堆，借酒消愁呗。说完，又灌了一大口烈酒。人生不就这几件事，婚姻、事业、健康，你又是哪样？老板也倒了一杯酒，陪他喝了一口。第一个，周伯不耐烦地回了一句。第126章被发现。话刚落音，一群保镖样子的人冲了进来，将里面围得滴水不漏。这时从门口进来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精致的妆容趁着她的神情更加清冷高贵不可攀。女人直接来到周伯面前，朝一旁的保镖挥了一下手，拖回去。是。保镖得令，上来2个大男人，上下其手，直接将周伯拖了出去。你们这是做什么？放开我！周伯醉醺醺的样子，拼命挣扎，奈何自己根本不是保镖的对手，被他们死死的禁锢住。出了酒吧，走在前头的叶清雪挥手，大家停住了脚步。叶清雪转身，一步一步走到周伯跟前，伸手就朝他脸上甩了几巴掌。周伯没想到自己竟然被叶清雪当街扇耳光，晕乎乎的脑袋顿时清醒了很多。清雪，周伯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脸火辣辣的疼。你还打算在这里面混多久？丢人！叶清雪一脸嫌弃的呵斥道。她名义上是自己的丈夫，天天泡在酒吧买醉算什么回事？就算他不介意，传出去了，他面子往哪里搁？到时候爆出来，叶氏的姑爷背着老婆偷偷找陪酒女，他叶清雪可受不了这样的嘲笑，他的眼里容不下任何沙子。清雪，你消消气，不会有下次了。周伯无论哪方面都无法与叶清雪抗衡，在叶清雪面前，他卑微的如同一条哈巴狗，摇尾乞怜的讨好主人。你如果想走，我们随时可以离婚，以后你想做什么，我都不会阻拦，但是现在不可以。叶清雪一字一句将意思说得很直白，她此刻很生气，被周伯惹怒了。清雪，我爱你，我不要离婚。周伯慌了心神，被叶清雪的话吓到了。离开叶清雪，离开叶氏集团，他就什么都不是了。他为什么要给秦秋让路？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今天的一切，他怎么可能就这样拱手让人？绝对不可以！就算要耗，他也要跟叶清雪一直耗下去。不想离婚就给我安守本分，不要给我招惹闲言碎语。叶清雪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周伯心里咯噔一下，他说这句话证明已经心软了。一定，我保证不会这样了。周伯立马抬手发誓，希望你说到做到。叶青连看都没看他，直接回到车厢，司机驾车离去，保镖们也纷纷离开。周伯这时酒已经完全醒了，脸上还留下几根红红的手指印。周伯抬手捂着脸，心里恶狠狠地想着，以前叶清雪从不会对他这样，如今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秦秋回来才接二连三发生的。他不仁，休怪自己不义。酒吧是不敢去了，周伯直接回家，回只有他一个人的家。叶清雪今天闹这一出，也是从别人嘴里传出来的，说叶氏的姑爷天天出去酒吧里夜夜笙歌，好不快活。叶清雪哪里能听得这些话，立马兴师动众的去找周伯。夜夜笙歌倒是没发现，不过被他抓住买醉。叶清雪的脸上挂不住，
觉得自己的得脸被他丢光了，这才出手打他。本来父亲这几天在自己耳边碎碎念个不停，劝他不要太强势，夫妻之间要好好相处，不要总是冷着一张脸。叶清雪有些动容，这些年也是这样过来的，在人前做足戏，背地里各自相安无事就好。可周伯偏偏不安生，在外面瞎混，这才有些忍无可忍了。调查周伯的事情如同石沉大海一般，迟迟没有结果。可叶清雪已经起疑了，对周伯设防不再像从前那样对他100%信任。一个晚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有人欢喜，有人愁。第二日，秦秋坐在办公室研究防火墙的软件代码时，电话响了。秦秋扫了一眼，没有备注名字，只有一串手机号码。可秦秋很清楚地记得，这个电话正是周伯的。他不屑把周伯的号码存在自己手机里面，这辈子他不知道在周伯手里栽了多少个跟头。既然不打算与他有交集，那么就离这种损友远一点最好。秦秋不打算接电话，放任他在那里响。可电话好像不知疲惫，一直响个不停。秦秋无语，拿起电话想问问这个家伙到底要干什么。秦秋，你干什么去了？怎么才接电话？周伯不悦的声音传来。秦秋微微皱眉，自己都还没嫌弃他打个不停，反倒还怪自己身上来了。突然打我电话做什么？有事？当然了，没事能打你电话吗？你回来之后，我们还没有坐下来好好叙叙旧，总觉得我们之间的兄弟情淡了。所以今天我请客，陪你喝一杯，怎么样？周伯发出邀请，眼里闪过一丝阴狠之色。不好意思，手上事情多，可能没空。秦秋心想，他们之间哪还有兄弟情谊？这话说出来，周伯他自己都不相信吧。秦秋觉得这个男人很可笑，这种湖州的鬼话也能张口就来。别啊，你不能不给兄弟的面子，还是说你现在已经看不上我们这些朋友了？周伯话语里的意思很明显，如果秦秋拒绝了，那事儿就大了。秦秋皱了皱眉，心想这个周伯又想搞什么，害得自己还不够惨吗？现在自己根本就不想跟他们有任何关系，奈何躲不掉，他们一个个上赶着刷存在感。秦秋有些头痛，不知该如何是好。好了，就这么说定了，晚上下班了，我在你们公司楼下等你。周伯把话说得很直白，不容他拒绝，随后便挂断电话。秦秋还想说什么，电话就被周伯挂断，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算了，该来的躲不掉，既然他想找自己谈5年前的事情，确实该好好谈一谈了。秦秋来到顾清寒的办公室，顾总，今天下班之后有点私事要处理，孩子们可能没办法去接了。秦秋神色不悦，一脸沉重地说道。顾清寒微微皱眉，他很少见到秦秋这副样子，今天这是怎么了？第127章再约见面。你怎么了？顾清寒低声问了一句。唉，以前遗留下来恩怨，是时候该了解了。秦秋重重地吐出一口气，丝毫没有隐瞒顾清寒的意思。顾清寒神色一动，恩怨？他身上还有什么恩怨？难道是跟叶清雪有关？想到这里，顾清寒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形容。周伯打电话约我，本来不想去，可他压根就不给我拒绝的机会。秦秋这才将事情的原委说出来。周伯，他约你见面干什么？顾清寒心里松了一口气，只要不是叶清雪就好。虽然他很放心秦秋对自己的感情，可总有女人围着他转，那个女人还是他的前女友，这多少都有些让顾清寒不自在。可他又有些替秦秋担心。周伯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这个男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如果不是他，秦秋这5年不会受这么多的苦。可他心里隐隐有些暗自庆幸，幸好他们之间相遇了，幸好那一晚他遇见的人是秦秋，而不是别人。不知道，电话里没说，只是说见一面。秦秋摇摇头，接下来他也不知道具体会发生什么。一切小心，有事跟我打电话。顾清寒顿了顿，似乎不满意，又道：不如我派2个保镖跟你一起去。秦秋闻言心里一暖，自己又不是去打架的，还用得上帮手。不过转念一想，这不正是他担心自己才会这样的吗？清寒，谢谢你，不过真的不用了。顾清寒见状瞪了他一眼，也不再说话。很快下班时间一到，秦秋下楼时刚好见到周伯等在那里。见到秦秋出来，急忙走上来叫他。嘿，秦秋，现在约你见一面可真难啊。周伯上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搂着他一副好哥们的样子。秦秋心里很排斥他的这副举动，可对方好像根本就没感觉到一样，手继续搭在他的肩膀上。走吧，地方我都安排好了，今晚咱俩不醉不归。周伯十分热情地说道，拉着他直接上了自己的车。顾清寒不放心秦秋，一直对周伯没有好感，怕秦秋出事，急忙安排1名保镖跟在秦秋后面，随时保证他的安全。在周伯车子后面不远处，一直有一台车不紧不慢地跟着，正是顾清寒安排的人。秦秋听到周伯又在邀请自己喝酒，顿时心里十分排斥。以前
他就是因为喝酒才被他耍，现在他又要故技重施，只是心里早有抵挡的他，怎么可能还会轻易上他的当？周伯带他来的是个清吧包间，不像酒吧那样喧闹，倒也是个喝酒聊天两不误的地方。只是他今天又要对自己说什么呢？周伯不由分说，一进来就点了2箱酒，给秦秋开了1瓶，自己1瓶，真好，这感觉就像回到了5年前。记得那会儿我们也经常这样出来喝酒，对不对？周伯喝了一口，似乎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事情，脸上一片惆怅。秦秋心里对他这副样子嗤之以鼻，这会儿跟自己打什么感情牌？秦秋没做声，桌上的酒也没动，静静的等待看他接下来做什么。周伯见秦秋如此拘谨，脸上一沉，一副怀念的情绪挂在脸上。唉，回不去了，所有的一切都回不去了。你、我还有叶清雪。周伯摇摇头，又抿了一口酒。我家孩子不喜欢爸爸喝酒，回去之后会被批斗，所以你知道的。秦秋看一眼面前的酒，解释道。没想到你连孩子都有了，可我……周伯叹了一口气，又是一杯酒下肚。这个人阴阳怪气的，到底想说什么？他今天绝对不是找自己追忆往事这么简单。你也不错，榜上大富豪，做叶家的姑爷，很威风。秦秋终于找到一个机会酸他一下。秦秋，你还在生我的气，对不对？周伯眼底的愁绪更浓了。我为什么要气？我有什么好气的？秦秋心底觉得好笑，这么久远的事情，现在说这些会不会太迟了？气我跟叶清雪结婚，气5年前我没有拦住叶清雪，让她看到最不该看到的一幕，为这些事情我道歉。周伯突然一脸诚恳地望着秦秋，似乎忏悔一般地说着。呵，真可笑，这4两拨千斤避重就轻的手段还真是厉害，可这演技更厉害。我有什么好气的？你跟叶清雪2个人情投意合，恩恩爱爱，我该祝福你们才是。至于5年前的事情，你真不觉得一切都太过于巧合？秦秋暗示性地问了他一句，并没有将话挑明，他倒要看看这个人脸皮到底有多厚。对啊，我到现在都觉得这是一场梦。如果我不拉你去喝酒，你不会喝醉，也不会乱来，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不然现在和叶清雪结婚的人肯定是你。周伯一脸诚恳地说了很多，将所有的事实完全掩盖。秦秋心里越来越冷，这个颠倒是非黑白的本事真是越来越纯熟。叶清雪对我来说已经是过去式，你不用在我面前老提她，我们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秦秋听出了周伯话里的意思，这是在暗示他离叶清雪远一点吗？可他们之间确实没关系啊，他也不想跟他们有太多关系。可他上次见到你之后，家里就不太平了，算兄弟求求你，你以后离他远一点，不要再靠近他了，好不好？周伯说得很动容，原来他今天是这个目的。秦秋心底了然，如果他不知道这件事情背后的一切时，肯定会被周伯这副虚伪的样子迷惑。呵，戏精一样的男人，只是他没有证据，更没有与他们抗衡的资本。有些事情他只能暂时放在心里，等到一切时机成熟之后再反击。第128章，好兄弟。见秦秋没作声，周伯又说：算兄弟求你了，好不好？你误会了，我们之间真没什么。秦秋被闹得心烦，这个周伯还真是不依不饶了。我信你了，希望我们的关系不要因为一个女人而伤了感情。周伯一张苦哈哈的脸上终于露出一副笑意，刚刚的抑郁一扫而光。那你去叶清雪面前帮我解释一下好不好？你也不想看到兄弟这么为难，对不对？周伯得寸进尺，想了想又道，意思再明显不过。你之前到叶清雪面前说了什么？现在得去她面前解释清楚。秦秋眉心一直跳，他还能更不要脸一些吗？他这是直愣愣的逼自己在清雪面前解释自己说的一切，这怎么可能？如果这话说了，那才是真的打自己的脸。如果让叶清雪知道自己再一次骗了她，那可就不是再被送走5年这么简单，他可能会直接剥自己的皮。秦秋望着周伯，也学他演戏，一脸笑意道：周伯，你是我的好兄弟，一直都是，不管过去5年还是多久，我们都是一辈子的好兄弟。好兄弟，怎么会坑你？我真心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你们能幸福，我打心眼里开心。此时的场面如同一对失散已久的兄弟见面会，只差抱头痛哭就圆满了。周伯看向他的样子不似作假，难道自己这些天真的误会他了？他没有在背后捅刀子，这些天叶清雪又在闹什么？周伯按捺下心里的疑惑，笑着对他说道：我就知道你不会坑我的。周伯心里实则对秦秋的这副傻样子鄙视到极点。哼，就算攀上故事这棵大树又有什么用？智商不及格，再来一次还是被他耍得团团转。那你会去找叶清雪解释吧？不如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我们几个人坐下来当面说清楚好不好？周伯想趁热打铁，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解释清楚，以打消叶清雪的疑虑。
只有叶清雪对他100%的信任，接下来的事情才能顺利的进展，他们的婚姻也不会受到威胁。自己还是叶氏集团的姑爷，受人尊敬羡慕，处处高于秦秋，可以继续将他狠狠地踩在脚底下，在实力上吊打他的一切。周勃的心思，秦秋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他心里打的什么算盘，秦秋看得一清二楚。可是我什么都没对他说，你让我解释什么？如果我特意去找他解释，反而会让他觉得我有事在瞒他。秦秋也学着周勃将事情又推了回去，看似一切又回到原点。秦秋将这件事情回得十分巧妙，既打消了周勃的疑虑，又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周勃死死盯着秦秋的样子，确认他不像是在说谎，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只要确定他没有乱说话，去不去解释也没有多大关系了。好了，为了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也让叶清雪心里的这根刺早点放下，我们以后还是尽量少见面，最好是再也不要见面。秦秋心里如是想着。作为秦秋名义上的好兄弟，他提出来的要求又是对自己有利的，他当然要答应。那是一定，你以后跟叶清雪也不要见面了。周勃顿了顿，又道：当然。秦秋点点头，答应周勃的提议。这种毒蛇一样的夫妻，他巴不得离他们远远的，永远不要再见。今天就不陪你了，家里的孩子没人看，估计该着急了，我得早点回去。桌上的酒始终没有动过一口。秦秋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缓缓开口：你先回去，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聚。周勃急忙起身相送，一副兄弟情深，难舍难分。摆脱周勃，秦秋狠狠吐出一口气，应付这个人太耗心神了。秦秋不满地吐槽一句，随手拦了一辆的士离去。顾总，人已经回去了。保镖拨通顾清寒的电话，将这边的情况如数汇报。知道谈了什么内容吗？顾清寒清冷的声音响起。周勃要他去叶清雪面前解释5年前的事情，将他自己摘出去。保镖将得到的消息尽数告知。秦秋怎么说？顾清寒又问。三言两语挡了回去，并没有答应他。也对，依照秦秋的个性，如果真的答应这件事情，那自己才会看扁他。结束电话后，顾清寒陷入沉思良久。接下来得提醒秦秋更加小心才是。顾清寒今天特意没有早睡，把几个孩子安顿好了之后，秦秋才回来。顾清寒很想关心他，可又不知道怎么问出口，话到嘴边又给咽了下去。顾清寒看着他，眼里流露出关切的意思。秦秋见顾清寒这么晚了还没睡，估计是想问问自己这边的情况。清寒，没事，我都处理好了。秦秋怕他担心，急忙解释道：我又没有担心你。顾清寒嘴硬，丢下这句话就回房间了。还是这个倔脾气。秦秋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摇头笑得一脸温柔。清罢里，周勃事情搞定后没有久待，直接离开了。既然秦秋没有在叶清雪面前说什么，那他是不是因为别的事情在怀疑自己？周勃回忆，想着自己之前到底是哪里露出马脚，让叶清雪开始起疑的。不过他的事情向来做的隐秘，一般人根本查不出什么。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周勃决定今天跟叶清雪好好缓和一下关系，毕竟是自己惹他生气了。周勃去到花店买了999多香槟，特意让服务员包成一个心形。哇，你对你女朋友真好。服务员见这位帅气的小哥哥一进店就要这么多花，心里羡慕的不得了。不是女朋友，是妻子。周勃这时听到别人的夸赞，心里更加开心，连人家小妹妹都感动了。他想不出叶清雪有什么理由会拒绝。第129章，一家人整齐出动。周勃兴冲冲地捧着一大束花回家。老婆，我回来了。周勃好像根本就没将之前发生的不愉快放在心上，此刻的他心情大好。叶清雪此时正坐在书房里喝咖啡，突然听到这个称呼，脸上闪过一丝不悦的神色。自己的私人领域突然闯入外来人，这让他多少有些不快。你这是？叶清雪望着他手中的捧花，眼皮抽了抽。清雪，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周勃将这束花递到他跟前，想他也会像别的女孩子一样感动。你难道你不知道我花粉过敏？叶清雪捂住口鼻，一脸嫌弃。你什么时候对花也过敏了？我怎么不知道？周勃后知后觉，竟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以前竟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刚刚，叶清雪冷冷地吐出这几个字，便没再作声了。周勃这下才听明白过来，他这是还在生自己的气。清雪，你就原谅好好不好？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好吗？周勃心里没了秦秋那层包袱，也自在了许多。如果是因为别的事情，倒是很好办，哄一哄也就好了。只是他感觉这次叶清雪的大小姐脾气好像发得太久了一点，再怎么闹也该有个度吧。叶清雪不打算理他，轻轻抿了一口咖啡咽下。周勃一脸委屈，清雪，这也是我的家，我们是夫妻。周勃再次提醒他，
这几天他将夫妻常常挂在嘴上。周伯等得太久了，就到他自己都忘了自己也是有妻子的人。周伯，你可别忘了，结婚的时候我们就约法三章，你不能跨过半步雷池，不然后果你是知道的。叶清雪一脸严肃，她决定的事情从来都不允许别人出尔反尔，否则她的手段绝对不客气。周伯眼底一片凉意，叶清雪的话像是将他打入冷宫一般，半点情面都不留。我们还和以前一样，人前做戏，该是你的，我1分钱都不会少。叶清雪有些不忍心，加上自己确实累了，既然对方给他台阶下，那他也没什么好气的了。见叶清雪妥协，周伯脸上终于露出了笑脸。今天周末，秦秋休假，准备睡个懒觉。6点还不到，盼盼就打开他的房门，钻进他的被窝里。盼盼，女孩子不能钻男生的被窝。秦放脑子半睡半醒，迷迷糊糊地说道：“你是爸，又不是别人，有什么好怕的？”盼盼毫不在意，搂住他的脖子，在他脸上吧唧一口。秦秋闭着眼睛蹭了蹭他的小脑袋，又沉沉地睡去。顾清寒一大早过来找孩子，就在秦秋的房间里看到了这一幕。一个大脑袋旁边紧挨着一个小脑袋，正安静地在那睡觉。这个画面怎么看怎么都和谐。顾清寒心头一暖，默默地退出房间，将门轻轻关上。其实一家人就这样生活在一起也挺好的。顾清寒的别墅以前都请了保姆，自从和秦秋回来后，家里就再没出现过外人，除非有时候实在没人照顾，他才会打电话让保姆过来帮着照看一下。平时只要秦秋有空，家里的大小事都是他一手抓。顾清寒觉得秦秋最近确实很忙，没忍心打扰他休息，打算亲手做一顿早餐给大家吃。只是他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手，真的做起事来还是有些尴尬。秦秋是被厨房里传来的动静惊醒的，秦秋顾不得别的，急急忙忙冲进厨房，就看到了这一地的狼狈，还有顾清寒正在流血的手指。秦秋立马急了，赶紧上来查看伤势。严不严重？怎么这么不小心啊？秦秋关心地问道。顾清寒摇摇头，有些不好意思。见状，秦秋急忙回房间找医药箱。自从知道自己有孩子之后，秦秋就一直都准备的有急用药箱，没想到这次竟然给顾清寒派上用场了。以后想吃什么直接叫我就好，不用自己动手。秦秋将他的手指上药包扎好，一脸关切地问道。好了，我知道了。顾清寒见秦秋直愣愣地盯着自己，心里有些放不下面子。他是什么人？平时习惯掌管大局，运筹帷幄，哪里有过这种窘迫的时刻？说完，不等秦秋再说什么，急忙站起身离他远一点。顾清寒指了指厨房的方向，对秦秋说道：这里我打电话叫佣人过来打扫吧。没事，我来弄。秦秋很快将厨房的卫生整理好，本来打算给大家煮个面条，可煤气灶不知怎么也跟着坏了。清寒，我们今天只能去外面吃了。秦秋两手一摊，无奈道：那个我打电话叫人过来修。顾清寒尴尬的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埋起来，拿着手机急忙逃离自己亲手造成的灾难现场，躲回房间里。孩子们，收拾一下，我们出去吃东西了。秦秋来到孩子们的房间，通知他们：哇，我们今天可以在外面玩吗？今天是我们一家人的家庭日吗？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在外面玩，爸爸妈妈陪我一起玩。几个小孩争论不休。秦秋笑眯眯地望着他们：好，今天满足你们的一切要求，妈妈那边我来解释好不好？哇，老爸太棒了！几个孩子欢呼跳跃。秦秋转身来到顾清寒房间敲门：清寒，我们可以出去了吗？孩子们今天打算在外面玩一天。顾清寒这会儿还在为厨房的事情尴尬，见秦秋这样说，也急忙点头同意。就这样，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出现在帝都最繁华的街道。几个小萝卜头兴奋到不行，他们很久都没有全家出动一起出来玩过，而且爸爸妈妈同时出现带他们一起玩，要是开心的不得了。这时出门逛街的叶清雪看到了他们，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他。顾清寒和秦秋两人，一人牵着2个小孩走在闹市的街头。第130章家庭聚餐。叶清雪和周伯的关系有所缓解，也不似之前那样剑拔弩张。以前是怎样，现在依旧怎样。所以叶清雪今天心情好，多日以来的阴霾被驱散。原本打算出来好好吃个饭逛一逛，没想到竟然会遇到他们。叶青坐在餐厅里，面前的食物顿时失去了味道，草草结账后立马追了上去。直到跟上来后，他才反应过来自己为什么要跟在他们后面，傻傻的看着他们秀恩爱。爸，后面有个阿姨跟着我们一路了。英英拉了拉秦秋的手，小声提醒他。秦秋顿了顿脚步，转头看向一旁的顾清寒。顾清寒了然，一股毫不在意的情挂在脸上。公众场合对外他们可什么关系都没有，他想做什么自己都无权干涉。顾清寒假意回头张望，刚好瞧见了后面不远处的叶清雪，心底升起了一股异样的情绪。那种感觉是他从没有体验过了，具体是什么
他说不上来。清寒，不然我去跟他说说，看看他是有什么事情要说。秦秋也发现了后面跟着的人，询问一旁顾清寒的意见。你想做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无权干涉。说完，竟然有些生气的带着几个孩子直接往前走去，也不等秦秋跟上来。秦秋呆愣了一会儿，难道说他这是吃醋了？秦秋本来想回头对叶清雪说几句话，可见顾清寒这个样子，急忙追了上去，也不想去管身后到底跟着是谁了。叶清雪望着他们停住又离开的步伐，心里更加恼怒。就算自己相信他当时是被人陷害的，可他现在过得这么幸福，反观自己的生活一地鸡毛。叶清雪顿时有些心不甘，出现这种情绪后就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今天的这一幕是个导火索，让他见了之后彻底要疯了。叶清雪见他落单，本来想上前去找他说说话，哪里料到他竟然直接追了上去。叶清雪心里抑郁不平，像吃了一只死苍蝇似的梗在喉咙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顾清寒快步离开，就是不想撞上他们之间的事情，自己处在当场当见证人算怎么回事，还不如装作不知道直接离开。他哪里料到秦秋竟然直接追了上来，不去找你前女友聊聊？顾清寒冷冷的开口，找他去做什么？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秦秋摇摇头，毫不在意的说道。顾清寒表面上依旧看不出任何表情，可心里实则一暖，他对秦秋的态度还是很满意的。秦秋陪着孩子们又去了游乐场，直到下午3点才打道回府。这时顾清寒接了个电话，清寒，今天晚上回家吃晚饭。说话的正是顾怀山。今天周末，他们家里有规定，1个月必要回去那么几回，一大家人聚一聚，算是意义上的家庭聚会。可以前顾清寒则是以工作为由，能躲则躲，他今天也想推掉。父亲，我今天有事，怕是去不了了，把秦秋那个小子也一起叫过来。顾怀山丝毫没有理会他的话，十分的强势，一股不容拒绝的气势充斥着。顾清寒还想说些什么，对方便将电话挂断。顾清寒放下手机，有些无奈的摇摇头，自己的父亲依旧我行我素，容不得别人质疑他的任何决定。怎么了？秦秋看出了他脸上忧郁的神情，急忙上前关心道。他怕顾清寒又遇上什么棘手的事情了，今天晚上估计得回一趟顾家了。顾清寒神色有些低沉，不悦地说道。家庭聚会，我能帮上什么忙吗？秦秋有些心疼顾清寒，他回去顾家相当于一只小白羊入一群老虎的口，他们家里所谓的亲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在他一边。他能做到今天的位置，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他点名要你一起去。顾清寒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也好，我陪着你一起。秦秋望着他，坚定的目光充满了柔情。顾清寒神色不动，实则心里早已溃不成军，已经记不清有多久了，没有人在他很艰难的时候对他说一句我陪着你一起。自从母亲离世，这种感觉他再也没有经历过了。眼前的这个男人会陪着他一直走下去吗？他在人群中如此耀眼，能力如此出众的他，能一辈子守在自己身后，陪着他一起经历风雨吗？顾清寒不知道秦秋还会陪着他多久，也许现在对他来说才是最难得的时光，他应该珍惜才是。傍晚，顾家大宅，秦秋开车和顾清寒一同前来。虽然是一餐晚宴，可两人如同上战场打仗一般，时刻准备战斗。宅院内，两人一出现时就引起了里面人的注意。哎呀，清寒开了！前来打招呼的真是顾怀森，人精似的他，面上做的滴水不漏，让人瞧不出半点不妥。二叔，顾清寒礼貌性的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了。哟，这是顾秦秋吗？怎么，我们家庭聚会你也参加？这时顾怀柔上前来，一顿冷嘲热讽。顾清寒皱了皱眉，对他说的话很不满意。也对，顾氏集团总裁的新宠，如今的大红人，区区一个家庭聚会而已，又有什么不能去的呢？不等别人说什么，顾怀柔一个人在自问自答。顾清寒想辩解些什么，替秦秋说几句话。他知道顾怀柔这么针对他，肯定是因为前几天70万的那件事，他还在耿耿于怀。刚要开口，秦秋拉住了他，对他摇摇头，让他不要说话。他是在针对自己的，不想让顾清寒跟他们有直接冲突。他们说自己没关系，只要不攻击他就行。顾清寒见秦秋有自己的打算，咽下心里的怒气，不打算跟他计较。怀柔，你也没当着清寒的面说她男友，这样好吗？顾怀森一个笑面虎，谁都不得罪，明面上帮着顾清寒，背地里也是站在顾怀柔这边的。第131章道歉。他现在在公司横着走，我说这个不讨好的话，会不会又得罪他？顾怀柔摸着小心脏，故意做出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让人看了十分想打人。那你可得小心点，不能往枪口上撞。顾怀森又补了一句。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跟唱双簧的小丑一样，看得人冒火，想打人。顾清寒哪里会忍受他们这样说自己孩子的父亲，直接出言讽刺。
姑姑，你猜我会不会把你私吞公款的事情上报给董事会？顾清寒似笑非笑的眸子盯着他，顾怀柔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这件事情他谁都没有说，如果被捅出去了，连大哥都会责备他。他已经把钱补回去了，顾清寒竟然还没完没了，抓着这件事不放。顾怀柔气急败坏，直接理论起来，不就是70万吗？我都已经还回去了，你还想怎样？大哥都没说什么，又轮得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话一出口，他才意识到自己刚刚说漏嘴了。什么？你找我借钱，竟是为了填坑？顾怀森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只觉得自己这个妹子有些太冲动了。好不容易才重新回到公司，所有的事情还没开展，就开始对钱动手脚。虽说不是不让他动，他们过来的目的就是夺回股份，只是以这副样子被人抓包之后再次赶出去，可就有些得不偿失。顾怀柔被问了一愣，顿时又羞又窘，不知该如何作答。嗨嗨，吵什么吵？一来就吵闹，像什么话？这时顾怀山出来了，面色不善的在几人脸上扫了一眼，饶有意味的看了顾怀柔一眼，将目光定在顾清寒脸上。没大没小，怎么跟你姑姑说话的？快向她道歉！顾怀山呵斥道。他今天把大家叫过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给自己的弟妹撑场面，顺便好好敲打一下顾清寒和秦秋，不然他也不会叫秦秋一起过来。顾清寒冷漠着望着顾怀山，陌生的眼神盯着他，好似自己从来都没有真正认识这个人似的。自己也是他的女儿，凭什么搞得好像自己才是那个外人一样？顾清寒没有理会他的话，直接走到餐桌上。谁叫你坐下的？赶紧跟你姑姑认错！顾怀山的话再次响起，不容半点质疑。啊，让我道歉？顾清寒嘴角升起一股嘲笑之意。你觉得董事会会容忍一个私自挪用公款的人？我把这件事情都下来了，竟然还要给他道歉？既然如此，明天我就将这件事情报告董事会。他5年前是怎么滚出去的，现在依旧怎么滚出去。顾清寒的嘲讽之意更甚，他能拿捏自己，为什么自己不能借此反击？顾怀山原本是给自己妹子出气，没想到自己妹子不争气，做的事情还被别人发现了，顿时下不来台。他说的都是真的。顾怀山将目光转向顾怀柔，质问道。顾怀柔刚刚嚣张的气焰顿时消失，被大哥问得哑口无言，半晌不能作声。顾怀山心里知道了，顾清寒说的都是实情。站在公司的角度上，他公事公办，确实无可厚非。可他这样刻意针对顾怀柔，就有些让他生气。清寒，她是你的姑姑，就算再怎么样，你也不能让一条狗在她面前乱吠。她是什么身份，你是知道的。顾怀山的话说的极为难听，他今天就是有意要针对他们两人，自己如果再不出手，他们以后在公司的日子更不好过。此话一出，彻底惹怒了顾清寒，他竟然将秦秋比作一只狗，他们到底还将自己放在眼里吗？顾清寒气急了，立马出言质问。父亲，今天能过来，我给了你极大的面子，至于这个面子你不打算要，我也没办法，明天就等着董事会的弹劾吧。顾清寒冷哼一声，起身就打算走。这里他也没有必要继续待下去，每次过来总要受一肚子气。顾氏如今在他手里，哪里还轮得到他们在自己跟前指手画脚？顾怀柔急得直跺脚，怎么事情的发展完全不在自己的预料之中？他们今天过来不是来看顾清寒的冷眼，给自己找场子的吗？怎么反倒事情越弄越糟？顾清寒，你敢！顾怀山大吼一声，吓得在场的几人打气不敢出。顾清寒停住脚步，回过头邪魅一笑，你猜我敢不敢？顾怀山被他的这副样子吓住了，自己的女儿如今是半点面子也不给他留了。顾怀山叹了一口气，似乎泄气一般，眼下只能忍一时之气了。怀柔，跟清寒道歉，保证你下次不敢了。见他迟迟没有动静，又呵斥道：快点啊！对不起，清寒，我下次不敢了。顾怀柔不情不愿地低头认错，眼底恶毒的之意更加明显。今天受到的屈辱，之后定会100倍向他讨回来。还有，跟秦秋道歉，还有父亲一起，他们刚刚出言侮辱秦秋，他怎么能忍受？顾清寒等了半晌，他们都没有反应，那就怪不得我了。顾清寒转身打算离开之际，顾怀山见状，急忙出言说道：秦秋，刚刚伯父的话有些急，你不会怪罪吧？顾怀山狠狠盯了几眼顾怀柔，他这才不情不愿地开口：对不起。顾清寒看了秦秋一眼，心里的怒气才渐渐平息。既然话都说开了，那接下来就没什么矛盾了。秦秋，坐下来吃饭。顾清寒故意拉着秦秋，又重新回到餐桌上。感谢父亲准备的一大桌子菜，你们都不过来吃吗？说完自顾自地吃了起来，不忘还跟秦秋夹了几筷子菜。经历的刚刚的事情，大家哪里还有心思过来吃饭？顾怀柔冷哼一声，直接离开。顾怀森见他都走了，也没再留下去，道别后直接离开。场内只剩下顾怀山和秦秋他们3人。一旁的佣人见场面充满了硝烟味儿，早就躲到一旁去了。第132章，
失窃。父亲，你不吃？顾清寒如同一个胜利者，睥睨着这手下败将，刚刚的姿态摆在那里，又让人不能动他分毫。顾怀山气都气饱了，哪里还有心思吃东西？冷哼一声，直接离开。顾清寒也不打算继续演下去了，放下手里的碗筷，朝秦秋问道：“还吃吗？这么好吃的食物，为什么不吃？浪费了多可惜。”说完，秦秋又塞了一大口菜到嘴里。今天这一仗，他们赢了，自己心情好吃得下。顾清寒觉得他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确实很有意思，也跟着吃了起来。一顿饭过后，两人才一同离开。顾先生，他们已经离开了。佣人过来汇报情况。退下吧。顾怀山没有回头，突然觉得自己老了10岁。如今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了，他这个老头子说的话，怕是再也没人听了。秦秋开车驶出顾家大宅之后，这才看了一眼副驾驶的人。清寒，今天闹成这样，以后有没有关系？其实他们跟不跟我道歉没关系，他们只要不伤害你就好。后面的这句话，秦秋没有说出来。那怎么可以？我手下的人也敢被他们智慧？顾清寒以后清冷的声音，似乎隐隐还有些怒气。秦秋咂巴一下嘴，没有就刚才的事情继续谈下去。你以后在公司得更加小心才是。半晌，顾清寒又道：“我知道了。”秦秋点点头，应了下来。隔天，秦秋如往常一样送完孩子们之后，正常去上班。刚到公司就接到安然的电话：“秦特助，你到公司了吗？”“怎么了？”秦秋听出电话里安然的声音十分紧急，不知道他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公司机密文件被盗，现在大家都乱成一团糟了。你如果不忙，赶紧过来吧。安然急匆匆的声音传来。秦秋心里咯噔一响，机密文件被盗，为什么这要巧？昨天不是还好好的，为什么今天就失窃了？秦秋心里纳闷，飞快来到顶楼办公室，只见10多个秘书进进出出找东西，忙了一团乱。安然，调查监控了吗？秦秋拦住慌忙的安然问道。技术部已经在查了，可是监控被破坏，什么都查不到。秦秋直接站在总裁办公室门口敲了2下门，这才进来。只见顾清寒一脸沉重，神色十分不悦。顾总，是什么机密文件？秦秋知道这种事情不方便打听，可他总得知道丢失的是什么吧？公司研发的新科技，如果泄露出去，可就麻烦了。顾清寒平淡的脸上也升起了一丝焦虑，秦秋看得一清二楚。你放心，我会找回来的。秦秋丢下这句话后便离开了。他会帮自己找回来吗？顾清寒心里似乎又有了一丝希望，每次他都没有食言过，这次也会一样吗？秦秋来到技术部。徐硕，监控有结果了吗？徐硕狠狠地敲击了一下键盘，似乎泄气一般摇摇头。破坏的十分厉害，没有一点办法想。我看看。秦秋接过他手中的电脑，一阵捣鼓，脑海内机械的声音响起：神迹修复系统待命，是否重新启动？启动。秦秋不相信在系统的加持下，他会搞不定一个小小的监控。秦秋在徐硕的电脑上一顿操作，手指飞快地敲击着键盘。半个小时过后，电脑屏幕上终于出现了系统正在恢复的界面。86878889，大家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大气不敢出，生怕自己打个喷嚏，屏幕就突然不动了。直到屏幕上的数字变成100时，大家才一阵欢呼雀跃。秦秋，我发现你的真的要成神了。徐硕投来崇拜的目光，把秦秋当成自己的偶像一般。快收起你这副猥琐的眼神，我可消受不起。秦秋一阵鸡皮疙瘩骤起，立马躲过他的目光。快打开让我们看看，是哪个王八过来搞破坏。大家守在电脑前面，想看看视频监控里人的庐山真面目。这时秦秋的手里响了，是顾清寒打过来的。顾总，把卡拿上来，不要让人看到里面的内容。只吩咐这一句话，顾清寒就挂断了电话。电话里面传出来一点外音，顿时也没人敢嚷嚷着继续看视频。秦秋抱歉地看了一眼大家，将卡抽走，直奔顶楼办公室。顾总，这是内存卡。秦秋将东西交给他后，打算直接离开。他很自觉地把自己也规划到不能看的那一类人群里面了。打开。顾清寒瞧出他的意思，急忙开口。啊！秦秋以为自己听错了，不知所措地问了一声。打开看呀。顾清寒坐在老板椅上，朝他继续吩咐道。秦秋这才会意，直接把卡插上，打开视频观看。秦秋反复拖着其中一节，来回看了好几遍。里面的这个身影未免有些熟悉吧？他身上穿的那件衣服，不正是昨天顾怀柔身上的那件？秦秋想到这里，看了一眼旁边的顾清寒。时间他此时脸色冷得像一座冰山，看不到丝毫温度。秦秋心想，他这也是看出里面的人是谁了吧？不然哪里会露出这副样子来？让技术部不要声张内存卡的事情，你就说卡片里面的东西全部被人删了。另外，你去把丢失的资料找回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顾清寒直接吩咐道。秦秋点点头。顾清寒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想将这件事情闹得太大。
这件事情如果真的传出去了，后果很严重。这件事情我暂时不想闹大，证据留着以后必要的时候再用。顾清寒见他似乎有些疑虑，出言解释道。突然，秦秋脑海中又传来熟悉的机械声，叮！神级系统提示：宿主接受追查任务，系统奖励现金10万。这件事情就算系统没有奖励，他也会帮顾清寒。我马上去办。秦秋急忙离开办公室，不忘将门带上。第133章调换部门。接下来怎么去找？直接找顾怀柔去要吗？秦秋心里其实也没底，奖励现金有什么用？他要的是技能，是线索呀。叮！温馨提示：任务派发成功，系统附带技能大礼包1份，是否接收？这时系统再次冒泡，接收。秦秋在脑海里用意识确认接收。秦秋心里一喜，系统爸爸还是给力的，知道宿主缺什么就派发什么。只是他这样时时刻刻监视自己好吗？这样让他一点隐私都没有了，就像被扒光衣服的小丑，站在阳光下被过往的人审视。不过眼下追踪丢失的文件最重要，其他的以后再说。秦秋的大脑里顿时融入了很多信息，关于文件的东西都有。系统给了秦秋最重要的一个提示，文件目前还在顾怀柔手里，并没有泄露出去。只要没泄露就好，这样他办起来也方便很多。秦秋直接来到顾怀柔办公室，顾怀柔对于他的闯入似乎见惯不惯了。秦特助，你不去帮老板找东西，跑我这里做什么？顾怀柔一脸嘲笑道。有那么多秘书找，有我什么事儿？一大早上，秘书风风火火找东西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公司，被他知道并不稀奇。只是监控调查出来的消息封锁得快，什么都没有传出来。你是顾清寒的姑姑，顾家也有你的一份，难道你不担心？秦秋故意这样说，看他怎么解释。哼，顾氏听顾清寒的就够了，哪里轮得到我瞎操心？顾怀柔一脸不屑。果然，他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温馨提示：文件目前距离宿主不足10米。这时系统又给出提示，秦秋立马明白，文件此时就在办公室里面。至于具体在哪里，他还要好好找一下，但绝对不会在顾怀柔身上。那么大份资料，他身上也藏不住。顾主管，我过来特意通知你一声，总裁叫去过去一趟，好像是因为昨天的事情，要给你道歉。秦秋随便编了个故事，想快点把他支开。顾怀柔心里一喜，似乎不敢相信一般，他竟然会主动给自己道歉。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那得看自己的心情会不会原谅他。秦特助不跟我一起上去？顾怀柔真打算出来，见他还在里面不动，回头又问：你先去，我马上就过来。顾怀柔看了他一眼，这才出办公室，坐电梯直达顶层。秦秋立马拿出手机，拨通顾清寒的电话，让他帮自己拖一下顾怀柔。得到顾清寒的同意后，秦秋立马在办公室里面翻找起来。秦秋找了一圈，没发现任何文件的影子，心里不禁起疑，难道系统在骗他不成？这时系统毫无动静，安静的好似根本不存在一样。秦秋深吸一口气，继续找。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个防盗箱，而且还上了锁。乖乖，他又不是财务，无需存放大量的现金。就他这个职位，也没有什么机密的文件，他这是在锁什么？秦秋心里突然想到，不会里面正是文件吧？秦秋急忙蹲下来，捣鼓了一下密码箱。可是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没有密码根本打不开啊！他仔细的看了一下箱子，这个东西还连接着手机。箱子如果被动，手机会有提示。这个顾怀柔，难怪敢就这样出门，原来还留着这一手。看着东西就在眼前，却打不开，秦秋心一着急。突然，他想起了自己接收这个任务时，不是额外附送了一个技能大礼包吗？也许这个礼包能帮助自己。秦秋急忙通过意念，在脑海中点开这个大礼包，里面果然包含了开锁技能，简直就是神来之笔，这下没跑了。秦秋立马点开技能大礼包，激活开锁技能。此时秦秋脑海中出现了许多陌生的信息，一些知道的不知道的全部涌入脑海里。秦秋抓紧时间，急忙上手开锁，希望系统爸爸给力点。秦秋的手在密码锁上不停地捣鼓，不出片刻，只听见叮的一声，锁打开了，而且箱子没有发出任何的警报声。秦秋急忙拿出文件翻看了一眼，正是顾清寒嘴里的内容。秦秋把箱子关上，拿着文件直接坐电梯回到顶层办公室。顾怀柔，证据确凿，看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秦秋来到总裁办公室，顾清寒看了秦秋一眼，秦秋给他一个放心的眼神，顾清寒立马会意。姑姑，昨天晚上你到我办公室来做什么？顾清寒有恃无恐，冷静的声音响起。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我昨天不是在你父亲家里。顾怀柔强装淡定，这件事情他做的隐秘，他们没有证据，不敢对自己怎么样。秦特助，将文件拿出来吧。秦秋见状，立马将手里的资料递到顾清寒桌上。姑姑，好好看看，这是什么？顾清寒看了一眼，正是丢失的那份文件。
啊，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顾怀柔死鸭子嘴硬，他不知道自己藏得好好的，他们怎么会怀疑到自己头上来？他又看了一眼手机，没有任何警报，不敢相信这份文件就是他拿走的那一份。可上面的文件又是如此相似。姑姑，我喊你一声姑姑是尊敬你，我能把你弄进来，也能把你赶出去。你的手段，在我眼里就是小朋友玩的把戏，劝你有还是收敛点。今天的事情我会帮你兜着，以后如果再犯，我可不念旧情，将事情全部捅出去。顾清寒的一番话让顾怀柔的一颗心砰砰的跳个不停，面上又羞又难看，被顾清寒接二连三抓包，纵然是他心理素质再好，也经不住他的连番轰炸。顾怀柔没有作声，事实摆在眼前，他无从狡辩。鉴于你的工作能力实在有限，现在把你调去清洁部，就负责扫厕所吧。顾清寒随口一说，带着不容反抗的趋势，气得顾怀柔直翻白眼。第134章熟人见面。秦秋没想到顾清寒竟然直接让他去扫厕所，心里憋笑。顾清寒，你凭什么让我去扫厕所？顾怀柔气得两眼冒金星，自己好歹也是他父亲的妹妹，怎么可以这么侮辱他？不想去干，趁早滚蛋！顾清寒嫌弃地看了他一眼，转过转椅，不想再看他。你……顾怀柔脸都气绿了，开始有些语无伦次。请吧，我带你去人事部办理转岗手续。这时秦秋开口了。不必了。顾怀柔狠狠丢下这句话，便直接离开了。秦秋见走了，这才对顾清寒说道：这下他该安静一阵子了。今天这事办得漂亮，给你放半天假，早点下班吧。顾清寒心情大好，连带着神色也比平时和善许多。这时秦秋的脑海中又有系统提示：叮，任务圆满完成，系统奖励已到账，请宿主注意查收。秦秋原本想拒绝，可是现在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既然顾清寒主动给自己放假，他便没拒绝，欣然接受。之前系统奖励的一栋办公大楼，他还没有好好去看看，租出去也好，变现也好，或者招人自己当老板也罢，他都得好好的去考察一下。多谢顾总，有事再给我打电话。秦秋说完，退出办公室。一整个下午，秦秋都不在办公室。公司内部早就炸开了锅。顾氏集团总裁顾清寒的小姑被赶去扫厕所的劲爆新闻，顾怀柔一张老脸拉不下，顿时觉得自己面子都丢光了，委屈巴拉的去求助二哥顾怀森。秦秋按照系统提示的地址，直接找到大楼所在的位置。当他看到那栋屹立在市中心的商业大楼时，顿时心里乐开了花。天哪，这么大栋楼，系统说奖励就奖励，系统爸爸也太豪爽了。秦秋再三与物业确认，这栋楼的所有权是属于自己的，这下他才真正的放心。大楼有了，接下来他得安排招商的事情，尽快将这栋楼出租出去，他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做包租公了。每个月躺着进银子的梦马上就要实现了。秦秋与物业交接，委托他们全权出租办公大楼，给予相对应的佣金。一系列事情办完之后，一面就撞上了周伯。他和叶清雪手挽着手，正向这边走过来。秦秋眼皮微微在跳动，出门没看黄历，这运气背到极点，过来看个楼也能撞上。秦秋打算装作不认识，直接走过去，可隔老远，周伯就开始叫自己。秦秋，好巧啊！周伯和叶清雪两人很快就走到秦秋面前。周伯看了一眼后面的刚建好的办公楼，这个地方寸土寸金，他绝不相信秦秋是自己过来买楼的。他是什么实力，大家都知道。一个穷小子出现在这里，除非他是替老板办事。今天过来帮老板办事啊？周伯笑着问道。一旁的叶清雪看着秦秋的神色不太自然，沉着一张脸，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秦秋不打算节外生枝，点头一笑，便擦身而过。秦秋！叶清雪急忙叫住了他。秦秋眉头微微一皱，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今天我们一起吃个晚饭吧。叶清雪急忙发出邀请，一旁的周伯闪过一丝嫉妒的神色，但也不好直接说叶清雪做的不好，只得笑着一旁陪脸。我和清雪今天特意过来看楼盘，这里的房价不便宜，1平米得好几万呢。周伯自顾自地说道，一股优越感扑面而来，让秦秋听了心里只觉得好笑。他这是在向自己炫耀吗？炫耀自己找了一个有钱的老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他的这种优越感，秦秋压根儿就不屑。你们慢慢看，我有事先走了。秦秋不想跟他们两口子有任何交集，冷冷地回了一句，转身离开。周伯一拳打在棉花上，就想在他面前炫耀一下，可对方压根儿就不接招。叶千雪瞪了周伯一眼，知道他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也没戳破他。时间还早，秦秋打算回一趟自己住处，拿点东西回别墅。刚到楼下，又见到林老头哼着小曲，撸串喝小酒，好不惬意。秦秋顿时来了兴致，凑上去同他打招呼。林老头，又撸串呢？是秦秋啊，最近都没看到你，搬家了？林震男子溜了一口小酒，问道。秦秋干脆搬了凳子，挨着他坐下，朝老板招呼一句。
老板，再来一瓶二锅头，2碟羊肉串。好呢。老板是个50岁多的老头，热情地吆喝着。秦秋倒了一杯酒，跟林老头碰个杯，这才开始唠嗑。最近去孩子妈家里住几天，过段时间才会回来。林老头咪咪一笑，俨然一副市井小老头的样子。哟，小两口进展不错嘛。你呢？家人找到没？两人像多年不见的老友，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好不欢快。秦秋很喜欢跟他聊天，这个老头接地气，又好像什么都懂一点，没有架子，是个随和的小老头。秦秋望着他的样子，就会想到自己的父亲。如果自己的父亲还活着，应该也跟他差不多大的年纪吧。想到伤心事，秦秋又灌了一口酒。他对酒精敏感，可也总能在这个老头面前当下戒备。唉，都是些乱糟糟的事情，不提也罢。对了，你上次说的那个项目后来怎么样了？林振南不想在他面前提起家人，倒是对秦秋手里的项目挺感兴趣的。你知道林氏集团的林振南吗？秦秋突然的一句话，让林老头的一口酒呛在喉咙里，一顿猛咳。秦秋白了他一眼，这个老头怎么这么不淡定，听到这个名字吓成这样。半晌之后，林老头才缓过来，听到是听说过，你怎么突然提起他？秦秋微微叹了一口气，这才缓缓开口。你问的那个项目，顾氏最想合作的人就是林振南，可这个人太神秘了，根本见不到啊。提起这个事情，秦秋又皱了皱眉头。第135章，一起出席。秦秋知道顾清寒就在为这件事情伤神，林振南可是顾清寒想拉拢的头号人物，纵然他有这个心想拉拢，可人家压根不给见面的机会，这就有些难办。顾清寒伤神，秦秋就有些心疼，总想为他做些什么。臭小子胃口不小啊，连他也想见。林振南摇摇头，打趣了一句。秦秋没有在意他的话，他能有这个心理很正常。对方是什么人物，哪里是他能高攀的？林振南是世界首富，神一般的存在。圈里传出来的消息，他如今要在帝都投资新项目，这才引得顾氏想要拉拢。当然，这个香饽饽叶氏集团也不会放过。两人明里暗里都打听过，可迟迟没有他的消息。想到这里，秦秋又给一旁的老头碰个杯。梦想要有，万一实现了呢？林老头意味深长地看了秦秋一眼。还不错，这个年轻人还是挺有上进心的嘛。那就祝你好运。林老头也端起酒杯，灌了一口酒。哎呀，还是这里的肉串好吃，我好久都没过来吃了。林老头忙扯过话题，转移到吃的上头去了。秦秋一阵牙酸，这个家伙还好意思说自己才去顾清寒那里住几天而已。之前一直住这儿的时候，这个老头隔三差五的约自己下来吃。难道之前吃的那些都进入狗肚子里了？不出意外，今天下午这顿串儿依旧是秦秋买单。林老头美名其曰年轻人要多关爱老人，不过现在自己手上倒是稍微宽裕一点了，不像刚来帝都那会儿，真是快要穷的连饭都吃不上，还要去养女儿。秦秋呼出一口气，总算苦日子都快过去了。酒足饭饱，桌上只剩下一把一把的竹签和空掉的酒瓶。林老头满足地揉了一下肚子，满足，人生不过如此。